别看萌娃还没水龙头高，却能命令青面獠牙的牛头人乖乖睡觉，不仅指责他睡觉前不洗澡，还逼着他必须用肥皂。见状，旁边的 NPC 都看呆了。要知道，这里可是人人恐惧的无限流世界，人类在这里活不过3秒。而此时穿越过来的洛河，看着自己的腿都变短了，而身体就像是糯米团子。洛河眉头微蹙，仿佛是遇到了天大的难事。可恶，明明自己在做试卷，怎么来到鸟不拉屎的地方？而且2周就要高考了啊，还能穿回去吗？突然一道低沉的脚步声从远处逼近，可即便仰起头，洛河也看不清那人的脸，呼吸不由自主地变得急促，在这寂静空旷的地方格外清晰。巨人走到他旁边，敏锐地捕捉到了下方的呼吸声，疑惑地低下头，正好看见浑身抖成了筛糠的洛河。而洛河此时也看清了对方的脸，那不是人类该有的面孔。洛河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整个人摔倒在地上。藤若看着倒头就睡的洛河，有些不解地挠了挠脑袋，然后将洛河抱了起来，向着一个方向跑去。不知过了多久，在昏睡中，洛河听到一阵吵闹的声音，是个普通人类好像发烧了。藤若，你在哪里捡到的？木月，你动作轻点。吵吵嚷嚷的声音让洛河都睡不安宁，从喉咙发出一声哼唧，这细小的哼唧声让周围说话的声音都停了下来了。半晌过后，刻意压得很低的声音响起，他皱眉了，是不是要醒了？小鬼就是麻烦，究竟是谁在说话？洛河努力睁开双眼，看着面前的3个人，瞬间变得惊愕，甚至都忘记了表情管理，整个人呆愣住了。离他最近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少年，脸上被油彩绘制成小丑模样的脸，暗色的油彩就像渗入皮肤一般，还能隐约的看到尖利的牙齿。小丑见洛河被自己样貌吓到了，便向着角落走去。洛河还没回过神，一个黑色的身影就来到面前。比起刚才让人害怕的小丑，木月的长相更贴近普通人类，一身整整齐齐的黑色西装，齐耳的短发修整齐利落，唯独脸上戴着黑色的口罩。随后伸出手想要来探洛河的额头，洛河脑袋一歪，避开了对方的手。木月的手就这样顿在了半空中，但出于谨慎，俩人都没有开口。一大一小2个人就这样对视了半天。木月的嗓子以前出了点问题，所以他不怎么开口说话。浑厚的声音打破了僵局，洛河的身体一僵，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在明亮的光线下，那硕大的牛头看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恐怖。对方朝洛河挥了挥手，对于木月不说话的行为做出了解释。洛河收回了视线，垂着脑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但木月的手在伸过来的时候并没有再躲开，微凉的掌心贴上额头，洛河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木月微微皱了皱眉，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在屏幕上打了几行字，然后递到了洛河的眼前。你怎么会出现在藏土的？看样子像是着凉了，一直到现在烧都还没退。藏土，听到这个字眼，小男孩缩在被子里皱着眉，像是在回想着什么，看起来可怜极了。对不起，我不记得。虽然有些摸不清状况，但洛河懂得如何利用自身优势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情报。空气突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沉默。怎么了？为什么没人说话？洛河不知道的是，在藏土住了这么多年的怪物们，平时哪里能接触香香糯糯的小孩？就连一直躲在角落里怕吓到洛河的小丑，都往个方向看过来，没有得到意料之中的回应。洛河抬起了头，对上的却是木月弯的弧度更大的眉眼。木月又是低头在手机上一阵敲打，然后将手机递到了洛河眼前。你真可爱，今年几岁了？洛河看着自己短短的小手，对自己的年龄做出猜测。我4岁了。声音奶声奶气，可爱的不像话。下一秒，门口传来了开门的动静，找了半天没找到人。你们几个都待在客房做什么呢？少女穿着一身蓝色衣裙，裙摆被液体染成了暗红，那浓重的血腥味飘到洛河的鼻腔里，让他的瞳孔微不可察的一缩。少女一双浅红色的眼眸扫过房间，这是什么情况？哪来的小孩子？木月一时没想好该解释。藤若那个憨憨光长个子不长脑子的，自然也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最后还是坐在角落里的小丑开了口，是藤若捡回来的，4岁了，挺乖的。少女愣了一下，视线在洛河身上多停留一下，才看向了开口说话的小丑，冷冰冰的脸上露出一抹的笑意。哪里有4岁，明明是个刚到3岁的小孩罢了。洛河的眼眸微微睁大，自己都没料到谎言被拆穿，这位少女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看出真实年龄。听少女这么说，在场的人没有丝毫怀疑的意思。少女笑着看向小丑，影星，你难得这么开心，很喜欢这个孩子吗？然而影星没有回答，只是转移开了视线，看不出是什么态度。洛河也没开口说话，敏锐的直觉告诉他，现在不适合开口。少女显然明白了，她挑了挑眉，挨个扫过房间内所有人的表情后，脸上露出了惊讶。难得见你们在一件事上的看法这么统一。只有洛河一头雾水，他确认自己刚刚没有走神，明明就没有人说话，他是怎么得出结论？少女说出那句话后，并没有人反驳，看着坐在床上满脸都写着茫然的小男孩，心中也是不受控制的一软。好吧，这么多年姐姐也没给过你们什么礼物，这次就破一次例。他走到床边坐下，和洛河双目相对。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少女仅仅是坐在床边，洛河就感觉到了一股冷意，还夹杂着些血腥味，声音都有些磕巴了。我叫洛河。少女露出一个笑容。好，小洛，以后我们就是你的家人了。我的名字叫做兰州，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姐姐。于是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兰州一一介绍家庭成员。2哥是长着牛头的巨人，叫藤若；3哥是名字叫做影星的小丑，不爱说话的木月是老四，还有2个哥哥这几天工作暂时不在家。据兰州描述，一位叫尼贝尔，对方长得像天使，但性格相当恶劣；另一位叫福杯，也是最神秘的一位，在洛河来前是家里最小的。
几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样貌，来去都伴随着诡异的黑色雾气。听完兰州的描述，洛河陷入了沉默，最终还是没有拒绝。小洛，你之前的家人和朋友是什么样的？洛河摇了摇头，垂着眼帘有一丝忧伤。我以前住在孤儿院，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洛河这话说的不假，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不仅能看见鬼，还能看见别人的情绪。阴沉沉的黑色是厌恶，烦躁是刺眼的黄色，喜欢是软绵绵的粉色，愤怒是像血一样的暗红。他见过看起来是好好先生，却阴魂缠身，也见过一脸凶相的人，散发着金灿灿的功德，见过别人笑着和他说话，心里却黑乎乎的一片，恨不得让他立刻去死。见过别人温柔地摸他的头，心里却是烦躁不堪的黄色。小小年纪就将人心看得过于透彻，这也就导致了洛河没有朋友。但此刻看着眼前的新家人，无一例外在看向自己的时候，对方身上都是淡淡的粉色，洛河有点摸不着头脑，看起来像是怪物的家人对自己真心以待，而从小在孤儿院一起长大的家人却总是和自己格格不入。他鼓起勇气，伸出手将兰州的一根手指捏在掌心。姐姐，你们真的要做我的家人吗？兰州感受着自己手指上传来的小小力道，小孩还在发着烧，手指的温度是热乎乎的，他像是极其没有安全感，还有些微不可察的颤抖，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兰州的表情有些忧伤，他垂着眸看着洛河，将手放在了洛河的脑袋上。当然，我们是最好的一家人，谁也没办法将我们分开。得到了满意的回复，没过一会儿就睡着，也许是潜意识认为自己身边没有了威胁。洛河这一觉睡得很沉，他做了一个很诡异的梦，梦里什么都没有，黑漆漆一大片，眼前亮着一个半透明的光屏。欢迎来到藏土世界，希望您能愉快地度过接下来的时光。藏土，又是这两个字，这里是死亡的彼岸，疯狂地乌托邦。别卖关子了，藏土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光屏闪烁了2下，系统的家伙向他展示了藏土，具体有点像他以前看过的无限流小说，人类死亡后会被卷入藏土世界，然而要在这个世界里活下去，只能通过副本游戏来赚取积分，来换取自己的性命。等到周围环境变换停止，他才开口询问，我的哥哥姐姐是怎样一种存在呢？光屏突然闪烁了2下，他们是负责捕杀人类的副本 NPC。 虽说先前就隐约有些猜测，但猜测被证实的一瞬间，洛河还是有些被震惊到了。你什么时候从我的梦里出去啊？我要睡觉。随后系统彻底消失，可是他没睡到多久，因为他从小感知很敏锐，瞬间就睁开了眼睛。站在他床前的人反而被他吓了一跳，来者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色卫衣，浑身上下都被裹在黑色的雾气中，隐约能看见黑雾下清瘦的身形，这应该就是兰州说过的最小的哥哥，名字叫福杯。洛河从床上坐了起来，伸出手揉了揉眼睛，仰头看向福杯。福杯哥哥，看起来像是不好相处的样子，但洛河知道这只是表象。虽然浑身周遭都散发着黑雾，但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在黑色雾气下透露出的淡粉色。洛河也差不多睡饱了，摸摸自己平平的肚皮，露出了有点可怜的表情。哥哥，我饿了。福杯的身形又是肉眼可见的一僵，在原地愣了好几秒后，对着洛河伸出手，走吧，带你去吃东西。洛河支棱着小短腿下了床，牵住了福杯伸过来的手，乖巧又有礼貌地和他道谢，谢谢哥哥。一出客房的门，洛河就被眼前的白色翅膀给吸引住了，他发出一声小小的惊呼。那翅膀的主人回头一看，只看见了福杯，愣了一下后低头看去，这才看见了被福杯牵着的洛河。尼贝尔俯下了身，伸出手摸洛河的脑袋。洛河弟弟，你好啊，我是尼贝尔。洛河乖巧看着尼贝尔，尼贝尔哥哥好，我能摸一下你的翅膀吗？尼贝尔笑起来的样子英俊又温柔，翅膀动了动，向着洛河的方向伸出了翅膀尖尖。洛河伸出小手，羽毛的触感顺滑又毛茸茸。洛河的动作小心翼翼地摸了2下，谢谢尼贝尔哥哥。尼贝尔冲着他笑了一下，隐隐能看见尖利的牙齿，有种违和的诡异感。洛河有些不舍地收回了手，一旁的福杯这才开口说话，让让，他饿了。尼贝尔微微侧开了身子，让他们俩过去，眉梢微挑，唇角挂着的笑容更深了。家里最小的弟弟终于不是你了，看来你很开心啊。福杯的脚步顿了一下，声音冷冷的，闭嘴。尼贝尔不说话了，只是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而谁也不知道的是，此刻福杯隐藏在都帽下的耳朵间，已经隐隐有些泛红了。其实尼贝尔说的也是实话，不再是家里最小的弟弟。这件事让福杯感到很微妙，他已经在藏土杀了20年的人了，本以为自己的心已经和刀一样冷了，直到洛河仰着头叫他哥哥的时候，他感觉整个人都要融化了。他看了一眼旁边笑意盈盈的喝着咖啡的尼贝尔，尼贝尔几乎都把我的弟弟们真可爱这句话写在了脸上。别以为他不知道，对于这个新弟弟的到来，尼贝尔其实也很高兴。福杯在家里最小，可他也没有好到哪去，排行第5的尼贝尔也是被哥哥姐姐照顾的对象，这下终于来了个年纪最小的弟弟。对于这个新弟弟，尼贝尔和福杯都是越看越满意。在他们看来，新弟弟警惕性过于低，第一次见面就乖乖的让他摸头，是他们的话也就罢了，如果是居心叵测的坏人呢？福杯看着狼吞虎咽的醒家伙，还是没有把教训的话说出口。可福杯不知道的是，洛河并不是没有警惕之心，因为自身看透内心的特殊能力，所以对于释放好意的人，从来就不会过度防。尼贝尔就没那么多顾虑了，他放下了咖啡杯，伸出手揉了揉洛河的脑袋，左顾右盼的在看些什么。洛河抬眸和尼贝尔对视，其他的哥哥姐姐呢？怎么没有看见他们？硕大的一座城堡，此刻大厅内就只有3个人，沐月和影星去工作了，彭若和兰州在自己房间里休息，因为工作每次都是系统突然通知的，所以他们要抓紧时间休息，为下一场副本做准备。当然，这种事不能和小洛说，小洛才3
13岁，这么早让他知道也不好。尼贝尔眸光微敛，他才不会面对可爱的弟弟时说出残忍的事，还是交给其他几个人来烦恼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半空中突然响起了刺耳又尖利的机械音，请 NPC 兰州迅速前往副本编号003进行准备，请 NPC 福杯迅速前往副本编号019进行准备，请 NPC 尼贝尔迅速前往副本编号024进行准备，请 NPC 腾若迅速前往副本编号009进行准备。副本开启倒计时0点44分59秒。在这个冰冷的机械音响彻整个城堡的同时，硕大的倒计时显现在所有人的眼前，就连洛河都看见到那红色的倒计时，是和梦里不一样的红色字体。等等，如果城堡里所有的家人都去工作，那不就只剩他一个人了吗？他心中刚刚闪过这个念头，他关着的房间门就被敲响了，门外传来福杯又冷又沉的声音：“小洛，我们要走了。”洛河连忙跑去开门：“来，有话和你说。”洛河乖乖的让他牵着走去大厅，所有还在城堡中的人都到齐了。兰州眉头微皱着数落腾若：“再提醒你一遍，脑袋转得快一点，记得用技能，千万不要再被玩家给骗了。”腾若笑得有些心虚，看起来有点憨憨的。知道了。尼贝尔余光看见洛河，笑着冲着洛河招手：“小洛过来，哥哥有话和你说。”任由尼贝尔将手放在了自己的脑袋上：“小洛，哥哥姐姐们要去工作了，你要乖乖在家里面，我想和你们待在一起。”尼贝尔的话还没有说完，洛河就伸手抓住了他的袖子，露出了委屈的表情，泪花在眼眶中打转。面对着没有安全感的弟弟，尼贝尔看起来有点为难，他往兰州投过去一个眼神。兰州心领神会地走到了洛河的身边，他蹲下身子平视洛河：“小洛，哥哥姐姐们是要去工作，很危险的。”洛河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工作是什么，自然是明白作为藏土世界 NPC 的危险程度，但跟着肯定还是要跟着的，他又不是真的3岁小孩，你们也要留我一个人吗？我不怕危险的。洛河感觉没有安全感，生怕自己下一秒就会被抛弃的猫仔，被洛河用眼泪汪汪的表情看着，这下就算是兰州都有些说不出话来了。虽然早已经习惯了为家人想好一切，但面对着这样的场面时，还是不擅长应对。家里的哪个弟弟妹妹不是拥有强大的力量？也就是这个新来的最小的人类弟弟，磕不得碰不得，连说句重话都舍不得。和洛河的视线对视了半晌，兰州有些不自然地转移了视线，他终究还是做出了让步。罢了，想跟着就跟着吧，反正我们能保护好你。兰州说的话，在这个家里一直都是没有人怀疑。此话一出，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亮了起来，福杯除外，因为没人看得见他的眼睛。兰州环视周围一圈，哪里不明白他们的意思？让小洛跟着腾若吧。009副本的危险程度不高，有小洛陪着，遇到事情也能多加考虑考虑。虽然他块头很大，但动作却一点也不笨重，而且是一家人中少有的单靠武力就可以碾压90%玩家的人。若不是脑子转得太慢，总是被玩家骗得团团转，早就代替影星成为 NPC 中的王牌了。一般他参与的副本，甚至都用不上自己的技能。洛河跟着他也确实是比较稳妥。红色的倒计时还剩下30分钟左右。兰州想了想，用积分兑换了一个手表给洛河戴上。小洛，这个手表可以让你随时联系我们，察觉到不对劲地方就给我们打电话，知道吗？洛河看着戴在手腕上的电话手表，我会注意的，谢谢姐姐。他小小一只坐在腾若的肩上，腾若长得高，但不懂得和小孩子相处，生怕洛河从自己的肩上摔下来，小心地叮嘱洛河抓住自己的脚。只见腾若走到了院子紧锁的大门前，从身上拿出了一大串的钥匙，每一把钥匙上都刻着不同的数字，翻找出上边刻着数字009的钥匙，插进锁眼，万轻轻转动门开了。那边是一条泥土小路，周围一片高大的槐树森林。腾若拔下钥匙走进了门内，槐树独有的清香气味扑面而来，洛河和腾若的身影渐渐地隐没在了森林的浓雾里，再也看不见了踪影。在另一边，玩家脸上布满了憔悴，眼睛下还挂着明显的黑眼圈，感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疲惫。本来到达槐树林的有12个人，现在只剩下了他们7个。此刻的未知使人感到恐惧。在小路的尽头，一栋小木屋就这样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看起来诡异极了。仅剩的7位玩家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轻举妄动。森林中确实很冷，雾气也越来越大了。木屋就在眼前，只需要踏出一步就能打开这扇门，可没人敢踏出这一步。但这种平衡也没有维持太久，很快就被打破了。可，是有客人来了吗？苍老的声音从门内传来出来，声音虽然无力，但是听起来很慈祥，但是没人接他的话。眼下这种情况，所有人都很警惕。可，别在门口站着了，这天气也怪冷的。话音刚落，系统提示：当木屋主人开第3次口的时候，还在木屋外的玩家将会被抹杀。此话一出，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瞬间什么都顾不上了，火急火燎的就去小木屋。在场的至少都是经历了一个副本以上，自然是丝毫都不敢耽搁，生怕迟疑一会儿，自己的小命都保不住了。小木屋存在的时间应该很久了，只是靠近一些就能嗅到木头腐朽的味道。木质小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被子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隆起，伴随着粗重的呼吸声，当中传出的声音低沉和蔼，还伴随着压抑不住的咳嗽声。咳，实在是抱歉，独自在这生活了太久，没什么来招待客人。没有人说话，连呼吸都放得很轻。名叫肖志的玩家尝试着想要张开嘴说一句，但是失败了，无论如何都做不到。动了，他动了。躺在床上的人翻了个身，玩家的脑袋停止思考，耳朵不断发出嗡鸣，所有人都被恐惧的阴影笼罩。可无论怎么看，被子当中的小小凸起怎么可能是一个人的形状？躺在床上的生物坐了起来，从被子边缘露出了一点白色的皮毛。怎么了，孩子们？为什么都不说话？被子一点点的往下滑，又细又长的耳朵从中探了出来，亮晶晶的黑色眼睛藏着兽性，三瓣嘴一动一动的，看起来就像是在笑。那是一只兔子，雪白的兔子。靠近门口的女孩终究还是没有忍住，她发出了一声尖叫来，显然是已经临近崩溃的边缘了。与此同时，在森林的另一边，腾若不知道弟弟在想些什么，他只觉得和弟弟在一起，哪怕是在副本中工作，都没有那么讨厌了。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好了，应该马上就来了。
下一秒就看见一个身影正快速的往这个方向过来，僵硬的动作在加速时看起来很诡异。洛河看着那个身影越靠越近，只觉得头皮一阵阵的发麻，抓着藤若脚的手指也收紧了些许。察觉到洛河的变化，藤若皱眉看着已经站在自己眼前的人，声音都要比平时沉下几分，说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字眼，就让来人变得战战兢兢，连头都不敢抬一下。藤若大人，所有人都已经被我带到兔子的木屋了。知道了，你走吧。得到了藤若的准许，来人转身就要走，全程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可他刚抬起脚，就听见藤若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不要跑，难看死了。是，声音听起来竟然有点委屈。洛河有些惊讶，他也着实没料到藤若在面对着的是家人时，他看起来就是憨憨的，甚至有点好骗的好哥哥。可如果面对着的是外人，形象就完全发生了转变。如果不是洛河早就了解他的性格，或许还真的会被这副模样给骗到。哥哥，刚刚那个人说的兔子是什么呀？藤若想了想，或许是觉得有点不好解释，他干脆让洛河亲眼看一看。藤若的指尖在半空中晃了晃，似火焰一般的红芒在他的指尖打了个转，随即一只黑色的猫咪走了过来，声音娇娇嗲嗲的喵了一声。洛河被藤若放在了地面上，他看着翻肚皮的黑色小猫，眼睛亮晶晶的，试探性的伸出手去摸，感受着手下猫咪柔软的肚皮。哇，它好乖。藤若认认真真的和洛河解释，大姐让我不要总是鲁莽的用武力镇压，所以我这次用了技能，我可以控制动物。至于他们口中的兔子，也是受我控制的动物之一，它会说话，有人类的思维，甚至比一般的人类还要聪明。洛河还是第一次听说技能，应该和游戏中的角色技能一样。藤若看着弟弟和小猫玩得不亦乐乎，他只觉得这个场景实在是可爱的要命。没过一会儿，藤若指尖微动，黑色的小猫转身进了树林。洛河没有表现出有多么不舍，只是抬起头看着藤若露出了笑脸。哥哥，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呀？藤若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手串递给了洛河。槐树林里到处都是危险，我工作的时候不可能时时都看着你，这个是我从 NPC 专用商城兑换的，还附上了我的技能，可以保护你的安全。洛河任由藤若将手串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他一手戴着小白菜电话手表，一手戴着玛瑙手串，真切体会到了哥哥姐姐对自己的爱护。另一边木屋，小兔子在床上蹦来蹦去，语气中似乎有些气急败坏。我不过就是一只小兔子，我都还没害怕呢，你们害怕个什么呀？虽然画面看起来很荒诞，但无形中将空气中的恐惧驱散了不少，至少萧志觉得自己能喘得上气了。系统提示：副本正式开始。冷冰冰的机械音猝不及防响起，把玩家们吓得头皮发麻。尽管知道系统的声音神出鬼没，但还是会被吓一跳。反观坐在床上的兔子，那副表情丝毫没有变化，像是完全没有听见系统的提示。可，我已经是一只老兔子了，我天天只能待在这个小屋里，没有出门去找食物和饮用水的能力。这几天内你们要做的，就是出门寻找食物和饮用水，并且带回小木屋来。但一定要记住，在每天晚上10点之前要回到木屋，否则谁也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然后迅速一个后空翻，跳回了自己床上，看样子似乎是打算睡个回笼觉。众人面面相觑，最终还是萧志最先按捺不住开了口，试图和身边的玩家们交流。你们好，我叫萧志，将恐惧藏在心底。所有人都对彼此做起了自我介绍。一共7位玩家，4男3女，都是只经历过1-2个副本的萌新，到现在都还没摸清楚这个叫做藏土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萧志将额头上的冷汗擦去，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他看了一眼木屋墙上挂着的时钟，声音都有些哆嗦了。现在已经2点了，兔子说要在晚上10点之前找到食物和饮用水。轰！一声巨响，柯一脚踹在了沙发的柱子上，他的眉头皱得更加紧，语气中的烦躁几乎都要溢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听一只兔子的？柯一想到自己刚才被这玩意儿吓得冷汗直冒，屈辱之感就不受控制的往外涌，看向床的视线也带上了杀意。萧志有点听不下去了，他也往床的方向看了一眼，那个普通的兔子应该不会说话吧？柯一被拆了台，眼中的杀意转了到萧志，就算是会说话的兔子，那也只是只兔子罢了，有什么好害怕的？他的声音铿锵有力，仿佛底气十足，甚至都站起了身来往床的方向去。看见他的举动，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刚才开口说话的萧志更是坐立难安，他觉得床上的兔子不是个简单角色。柯一的手指已经触碰到了床上的被子，就在他准备将被子掀开的时候，那个苍老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我劝你不要这么做。声音中一点睡意都没有，柯一掀被子的手骤然顿住，冷意从他的脚尖一直蔓延到了头发丝。嘿嘿嘿，略显机械的笑声随着被子里的动静一点点的传了过来。兔子的脑袋从被子里探了出来，漆黑的眼睛变成了血一样的鲜红。离兔子最近的柯一连连往后退了几步，但因为恐惧一下子摔倒在地。也是在这个时候，玩家们才看见木床下似乎还藏着些什么东西，几双泛着幽光的光点隐没在黑暗中，一直到这个时候才显现出来，那是属于野兽的眼睛。此刻只有柯一能够感觉得到，那几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似乎下一刻就要扑上来将他吞噬殆尽。他整个人瑟瑟发抖，空气中都弥漫专属于野兽的腥味。下一秒，兔子三瓣嘴迅速收敛，立刻恢复了原状，就连眼睛都变回黑色。嘿嘿嘿，别这么紧张，我只是一只普通的畜生罢了。这话明显是给柯一听的。兔子说完话，被子又是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他的脑袋再度被被子盖上，床下的几双幽光也隐没进了黑暗当中。安静，死寂一般的安静，所有人都无法忘记刚才被子将脑袋盖上的前一刻，兔子露出来的眼睛，那样红得发黑的眼睛，就像是地狱中的血池。不知道是过了有多久，床上的呼吸逐渐变得沉重，兔子像是睡熟了，床下也没有传出来任何动静。萧志抬头看看时间，这么一通折腾，
现在已经临近3点钟了。他抿了抿干燥的唇，走吧，我们出去找食物。而远在森林的另一边，藤若正在帮洛河编花环。他站起身来，花环给你，小洛，带着洛河往森林深处走去。周围的环境都大差不差，一眼望去全是树，鼻翼间萦绕的是淡淡的槐花香。也不知道藏土中究竟是怎样一个季节，分明是有些冷的天气，树上的槐花却开得很好。他的手里还捏着一串藤若给的槐花，洁白又香甜，让人想要咬一口。他以前吃过院长用槐花做的脆饼，味道很不错，可惜别人说不吉利，就砍掉了那棵槐花树。后来的他就再也没有吃到过了。洛河盯着手上的槐花，在藤若眼前晃了晃，哥哥，我想要一个篮子，可以捡槐花回去做脆饼吃。对于洛河的要求，藤若自然是不会拒绝的，立刻就用积分兑换了竹篮递给洛河。木月很擅长料理，你可以让他尝试一下槐花的108种料理方式。此刻远在004副本工作的木月，不知怎地忽然打了个喷嚏，手上刚抓住的玩家趁这个空档使用了技能迅速溜走。洛河提着小篮子坐在藤若的旁边，将手上的那串槐花放进了篮子里。看着洛河的动作，藤若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不记得了。不过既然不记得的话，那应该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吧。他站起身来，冲着洛河招了招手，我们要去工作了。而在洛河眼中，可爱小花朵到了玩家那边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小小的花朵像是有了生命，从高大的树上掉落下来，落在皮肤上的时候传来灼热的刺痛感。垂眸去看，却发现那槐花就像是水蛭，止不住的往皮肤里钻。白色干瘪的花朵吸食了玩家的血液，逐渐变得饱满鲜红了起来。这哪里像是正常槐花的样子？这是什么东西？胡素素尖叫了一声，一边躲避着树上掉落下来的花朵，一边试图将身上粘连的小花摘下来，但这却是徒劳。无论使用多大的力气，那花朵就是纹丝不动地牢在皮肤上。所有人都乱作了一团，混乱的情况让他们寸步难行，别说是寻找水源和食物，甚至都无法保持冷静的精神状态。也不知道是过了多久，久到他们的皮肤都因为不停地抓挠而冒出血点，那一朵朵血花才终于从他们身上脱落。花朵吸满了鲜血，落在地上都晕染上了红色。森林中本来就冷，经过刚才那么一遭，每个人的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玩家们抬起了头，这才发现森林又起雾了，朦朦胧胧的将人笼罩其中，有种粘稠的焦灼感。他们此刻站在泥土做的小路上，小路一直蜿蜒到森林的深处，尽头是绿到了有些发黑的丛林深渊。突然，土地开始轻微的震动，从深渊之中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并没有看见人影，但脚步声却拨开重重迷雾，直直的往人耳朵里钻。那是什么声音？看着小路的尽头，萧志情不自禁的往后退了一步，发出恐惧的疑问。脚步声越靠越近，浓雾中显现出一个巨大的影子，影子越靠越近，所有人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脚下生了根，连眼睛都做不到眨动。森林中的光线一点点的暗了下来，绿油油的眼睛在雾气中反着光。终于有人率先反应了过来，其中一名玩家发出了巨大的尖叫，这一声尖叫像是给玩家们打开了开关，全部往小木屋的方向跑了起来。然而还没等他们跑出去几步，一个黑色的身影迅速闪过，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黑色的猫咪弓着背，浑身上下的毛都炸了起来，眼睛呈现细细的树瞳，声音听起来像是小孩子的哭声，尖利又刺耳。站住站住，那位大人来了！迎接！瞳孔中充满了野性，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玩家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身影越发靠近了。好恐怖！这3个字充斥了所有玩家的内心。眼看着巨人双手执着巨斧向他走来，然而让人恐惧的还是那完完全全就是一个牛头，根本不是人类，是怪物。玩家们也不管面前的黑猫，迅速往木屋的方向跑去，直到看不见身影，藤若的脚步才停了下来。他先是将的洛河放在了地面上，黑猫几步跑到了藤若的身边，他有点好奇地看了洛河一眼，洛河也在看他。他有点遗憾地发现这只猫不是自己之前见到过的那只，虽然都很可爱。黑猫的瞳孔变成了可爱的圆形，声音也娇娇嗲嗲的。见洛河刚才坐在藤若的肩膀上，就知道这位也是不能轻易招惹得住。黑猫在洛河的腿边亲密地蹭了蹭，抬着头和藤若说话：“大人，他们跑了。”藤若只觉得这只小猫很有眼力见，他也不甚在意，没关系，剩下的就交给兔子吧。说完这话，藤若想了想，随后对猫咪说道：“你帮我带小洛四处逛逛吧，我接下来要去树那，不适合带着它。”藤若一提起树，猫咪瞬间了然。树，洛河左右看了看，他的样子有些不解。哥哥，这里有很多树，你为什么还要去找其他的树啊？藤若耐心地和洛河解释，那棵树是不一样的。藤若明显没有要和他多解释的样子，他不想说，洛河也不多问。作为一个乖巧的弟弟，还是要听哥哥的话。好吧，小猫，我们一起去玩。洛河低头看向黑猫，发现黑猫的耳朵呈现飞机耳的状态，眼睛直愣愣的，像是在发呆。他在刚刚洛河说出哥哥2字的时候，就是陷入这种迷幻的状态，满脑子都是庆幸，幸好他刚才没有冒犯的地方。直到洛河伸手戳了他2下后，呆愣着的黑猫这才回过了神来。喵，好的。见2个小家伙结伴离开，藤若这才拿起了双斧，往另外的一个方向去了。没有洛河在身边，藤若浑身上下的气质都变得更加冷硬了起来。那小洛大人，你想要去什么地方呢？洛河手里提着小篮子，看着走在自己身边的小猫一眼，这里有没有什么光线好一点的地方？我想摘一点槐花。说着他晃了晃手上拿着的竹篮，完全没有注意到猫咪停顿的脚步。看着篮子缝隙的白色小花朵，小猫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不愧是藤若大人的弟弟，这森林中最可怕的吸血槐到了他的手里，竟然安分的像是普通植物一样。黑猫对洛河的敬意在这一刻到达了巅峰。那就去河边吧，那里的光线是整个森林最好的。洛河的眼睛亮了一下，在靠近水的地方的话，
话，摘了槐花后还能顺便洗一洗。而与洛河这边过家家般的温馨氛围不同，重回到兔子的木屋的玩家们，一个个全都抖成了筛糠，整整5分钟都没能有人说话。肖智有点神经过敏的往门口的方向看了看，像是生怕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会追上来。在极度恐惧之下，玩家们似乎都忘记了他们所在的木屋似乎也没有那么安全。兔子还是维持着初见时的那张笑脸，坐在床铺上三瓣嘴咧开的样子，看着很诡异。嘿嘿嘿，食物和水呢？毫不夸张的是，玩家们身上的冷汗在这一瞬间宛若下雨一般往下滚落。他们刚刚见到的巨人，一看就是这个副本中的 buff 没错，可给他们提供了暂时的栖身之所的兔子，难道就是什么和善的家伙了吗？木屋中挂着的时钟指针还在滴答滴答的走，窗外的天色已经很暗了，距离兔子说的10点仅仅只剩下了3个小时。似乎是察觉到了兔子心情不是很好，床榻下便传来了几声隐约的吼叫，开始萦绕着那若有若无的兽腥味。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下，兔子的耳朵抖了一下，他看向了身后的柯伊，柯伊被那双红色的眼睛注视，身子微不可察的颤抖着。我们决定采取轮流制，今天轮到这肖智出去完成任务。等等，什么时候决定的？我怎么完全不知道？肖智立刻出声和他争辩，视线带着些许不可置信的看向除柯伊之外的其他人，却发现其他玩家脸上带着些许迷茫。这明显是柯伊一个人独裁做出的决定。渐渐的，原本还对柯伊的提议面露迷茫之色的玩家也转变了口风。我觉得柯伊的提议挺不错的，对啊，轮流来的话也很公平。今天就麻烦肖智出去完成任务吧。人类总是这样的，在危急时刻只要遭殃的不是自己，怎样其实都无所谓。兔子将这一场闹剧尽收眼底，耳朵一晃一晃的像是在看戏，三瓣嘴的弧度咧得更开了一点。记得在10点前要回来哦。话音刚落，肖智面板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倒计时，任务完成时间倒计时2点57分09秒。而此刻另外一边，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洛河身边有着几只萤火虫为他照亮。可就算是这样，他还是有点担忧的。往来自的方向频频看去，黑色的小猫走在他身侧，一爪子将可能会绊倒他的小石头拍开。小洛大人，天色暗了，小心脚下，茂密的森林里是看不见月亮的。洛河停下了脚步，担心问道：天都黑了，藤若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小猫也随着洛河停了下来，喉咙里打着可爱的小呼噜，蹭了蹭洛河的裤腿。小洛大人不用担心哦，就算是藤若大人不在，只要是在这片槐树林里，我们都可以保护好你的。洛河知道小猫口中的我们代表着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这森林里的小动物罢了。不过他担心的倒不是这一点，未知的谜团还有太多太多。虽说这话说出去可能会被笑话，但他还是弯下身子摸了摸小猫毛茸茸的脑袋。身为藏土的 NPC， 藤若哥哥会不会遇见危险啊？虽说洛河看起来只是个3岁的小孩子，但小猫还是认认真真的和他解释。虽然确实会有玩家让 NPC 受伤的情况，但这次的玩家们我透过兔子的眼睛看了，都是一群废物罢了。小洛大人不用担心哦。透过兔子的眼睛，洛河在心中暗自记下了这样的信息。这个兔子他已经听到过好几次了，也不知道在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还有藤若说要去找的树，在这满满都是树的森林，能被特别单拎出来说的那一刻，又会是怎样的存在呢？咔嚓，一声细小的动静打断了他的思绪，回头看去，正好对上了陌生男人的视线。男人看起来有几分眼熟，好像是这次副本7位玩家中的一个。他的视线惊疑不定，一会儿落在洛河的身上，一会儿又落在黑猫身上。他的眉头紧紧皱起，小朋友，快过来！那只猫很危险，语气是真心实意的急切。洛河愣了一下，有点茫然的歪了歪脑袋。可怜的肖智，白天在直面藤若的强烈恐惧之下，竟然完全将和藤若一起出现过的洛河给忘记了。虽然刚刚进入这个副本不久，但直觉总是个很奇妙的问题。动物在这个副本中似乎扮演着不一般的角色。肖智下意识对着河边的孩子喊出声，离开那只猫。他们这些玩家无所谓，但这样一个孩子如果在副本中被残忍的对待，那也太离谱了。他的声音不单单吸引了小男孩的注意力，也成功的让猫咪回了头。瞬间，黑色的毛炸开。小洛大人不用害怕，只要我一声令下，就会有无数的豺狼虎豹出来保护你的。在面对着陌生人的时候，猫咪的声音就变得尖利起来。肖智显然也是听见了猫咪的话，他很明显的愣了一下。洛河也给整无语了，别的先不提，就小猫嘴里的豺狼虎豹4个字，听着就很有反派的感觉，好吧？不过身为副本 boss 的弟弟，倒也差不多就是了。洛河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因为眼前这个男人的情绪是蓝色的，他在为洛河而感到担心。洛河伸出手摸了摸猫咪的脑袋，猫咪才平复了心情，但眼睛中仍旧满满都是警惕。他紧紧盯着肖智，像是只要对方做出什么奇怪的举动，就会扑上去。洛河歪着脑袋，哥哥，你是谁啊？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小男孩的语气充满天真。肖智不自觉就放下了警惕的心防，是任务，我需要食物和水。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肖智有一瞬间明显的停顿，他的视线越过洛河和猫咪，看向了那条在黑夜中都分外显眼的河流。洛河带着猫咪往旁边退了退，哥哥，那你来取水吧。肖智看着那条河流，又看看洛河和猫咪，很难不怀疑是阴谋，可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情况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了。他试探性的靠近了那条小河，从背后拿出一个葫芦，小心翼翼的再看了洛河一眼，这才弯腰往葫芦里灌水。洛河仍旧还是笑眯眯的。对了，我来的时候好像在上游看见了一棵果树，上边的果子可大了呢。听见洛河的话后，肖智的眼睛一亮，他是个很单纯的人，什么心思都写在了脸上。肖智很快就从喜悦当中回过了神，谢谢你，小弟弟。洛河稍稍思考了几秒，随即从篮子里拿出了一小串槐花。哥哥，我还挺喜欢你的，这个送给你。话音刚落，就有几只萤火虫携着那株槐花飞向了肖智。肖智一看见那眼熟的花朵，只
只觉得浑身上下都开始刺痛了起来，有些不太美好的记忆被唤醒。他试探地伸出手，轻轻地碰了一下槐花，没感受到什么奇怪的触感，后才将那株槐花接了过来，脑海中叮地响了一声，检测到玩家获得特殊物品，吸血槐原是槐树林中生长的独有植物，来自井号赠送的礼物，恭喜玩家获得吸血槐免疫技能。不过为什么系统还自带打马达？这个来自井号的赠送到底是什么？这个小孩的名字吗？接收到系统的提醒后，萧志手上捏着槐花，瞬间就变得神圣了起来，亮晶晶的眼睛盯着的洛河。洛河被萧志诡异的眼神看得往后退了2步，蹲坐在他脚踝的小猫瞬间就捕捉到了他后退的动作，瞬间做起战斗的准备。可恶的人类，收起你冒犯的视线！尖利的声音让萧志不敢再多看，但心中惊讶和喜悦的情绪还不断膨胀。洛河只觉得眼前的大人奇奇怪怪的，他看了看自己手上的小白菜电话手表，哥哥，已经快9点钟了。萧志浑身滚烫的血液瞬间变凉，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任务没有完成，不能再在这里多待下去了。经过刚才的事，他也明白了洛河不是普通小孩，但到底还是多叮嘱了几句。小朋友，天黑了，你还是快点让家长来接你吧，一个人也太不安全了。洛河沉默，要是我家长来接我，那你或许就没办法保持平静了。被忽视的小黑猫愤怒炸毛，不是你这个臭人类是什么意思？指使我？为了活命，萧志顺着河流一直往上游的方向走，大概10分钟左右的路程，他就看见了一棵结满了果子的树，但完全分辨不出来这是什么的树木，可能只有藏土才有的植物。他也来不及挑选，随手摘了几个往怀里塞，就往木屋的方向赶。萧志才发现这森林里的路有多难走，每往前踏一步都是无尽的黑暗，身上不断的往外渗出冷汗，又迅速被凉风吹干，总感觉有眼睛在暗处死死的盯着他，整个人都不自觉的喘起了粗气，脚下的步伐也失去了原本的节奏，完全不敢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也不知道是走了多久，终于接近尾声的前1分钟，他推开了小木屋的门，喘息还没停下来，惯性的往后一瞥，从即将关严门的缝隙当中，他看见了无数是眼睛，受累的眼睛，血一样的鲜红，翻滚着岩浆般的炽热。吱呀一声，木门被关上，萧志僵硬的回了头，对上的是一双和门外一模一样的血红色眼睛。他笑着，语气是说不出的和蔼。回来了，任务怎么样了？萧志咽了一口唾沫，哆哆嗦嗦的拿着装满了水的葫芦，又在背包里拿出艳红色果子。兔子盯着萧志拿着的东西看了好一会儿，他悠悠的叹了一口气，哎，还以为能让我的朋友们饱餐一顿呢，真遗憾。短短的2句话让萧志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下一秒，兔子语气中暗藏的冰冷一点点的散去。任务完成的不错，和其他玩家们吃晚饭吧，我也准备休息了。萧志的手微不可察的颤抖着，将背包和葫芦放在了木桌上，视线完全不敢往床榻的方向看。另一边，天色已经全然黑了下来，滕若还没有回来。洛河稍稍有点担心，抬起手腕往手表上看了一眼，屏幕上正跳动着的是2哥2个字。洛河秒接电话，2哥。电话那头滕若低沉的声音响起，隐约还能听见阵阵脚步声。小洛，我这边结束了，马上就回来，你饿了吗？不饿，我刚刚吃了很多果子。果子？电话另一边的滕若微微皱眉，这森林里能吃的果子也就那一种，是留给玩家做任务用的，长在这荒郊野岭的，也不知道被多少人碰过，这样的果子怎么能给幼崽吃呢？回程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些。小洛，你就站在原地等我，我马上就回来。电话被挂断了，洛河饶有兴致地摆弄着手腕上的手表，他这才发现这手表其实也就外观传统了一点，但其实大有乾坤。手指微微往下滑动，一连串 app 在屏幕上划过，哇，不仅高科技定位系统，还有绿泡泡。洛河点开那绿色聊天软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族大群，点进去一看，算上他总共7个人，聊天框里还在不断往外蹦出消息。 ID 名叫路西法，发出自拍照，配图是身后血肉模糊的一团烂肉，一共14个。这个月的 NPC 榜首舍我其谁？小丑竟是我自己。 ID 不服的说道，你在说什么狗话？配上一张一连串的气球，每个气球上都绑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类，一共32个。路西法回复，你那场是高级副本吧？怎么这么多玩家？我听说今天滕若那边才7个。看着哥哥们的聊天记录，洛河满脸无语，这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攀比？小洛看着疑惑，五哥，高级副本是什么意思啊？聊天框里有一瞬间的寂静，1秒钟后，群主拒绝加班撤回了群成员路西法的消息，群主撤回了群成员小丑竟是我自己的消息，尼贝尔和影星刚刚发的大尺度照片被群主撤回了。看着拒绝加班这个昵称，洛河猜测这应该是兰州。拒绝加班继续说道，少发这些照片。小洛还在群里，暗夜主宰。小洛，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吗？是不是滕若照顾不好你啊？经济刺猬，吃过晚饭了吗？今天累不累啊？牛魔王，福杯，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洛河发现自己的家人们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比如说影星，虽然仅仅是见过一面，但不难看出影星不喜欢说话，性格还有点别扭，简称傲娇。还有福杯平时也不露脸，来去自带阴郁氛围，结果在群聊顶着个暗夜主宰。洛河只觉得有点想笑，但他还是先回复了那些关心自己的消息，再等2哥回来。2哥照顾我照顾得很好，还有猫猫可以摸。洛河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自拍被屏幕另外6个人眼疾手快的保存，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但几人的动作在这一刻默契的达到了100%重合。洛河想来应该是滕若回来了，2哥准备到了，我就先不聊了，哥哥姐姐们注意安全哦。乖巧又贴心的发言让屏幕外几个人的心都要化了，想他们原本一家人都不算是很坦诚的性格，
就算心里都明白彼此很重要，但直白的关心话语都很少说，这也恰恰是他们最需要的。小洛牌小太阳，暖暖的，很贴心。洛河关闭了手表，远远就看见了藤若的身影，分明是黑暗无比的环境，但对方仿佛自带聚光灯，让人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或许这就是 NPC 自带的光环吗？哥哥，稚嫩的童声穿破了黑暗，直直的冲向了藤若。他看见弟弟跑向，就立马蹲下了身子，将小小的弟弟抱进了怀里。怎么了？饿了吗？还是困了？洛河摇头，他拎起手上的小黑给藤若看，小黑又乖又可爱，把我照顾得很好。小黑你怎么了？小黑，洛河这才发现了小黑猫的不对劲。可怜的小黑听见了洛河的夸奖，整只猫就这样彻底宕机了。那就好，走吧，天色已经晚了，我带你去休息。二哥，回家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小黑也带回去啊？他真的很乖的，你想的话就可以了。不过尼贝尔很讨厌小动物，如果是你要求，他会同意的。好爷，俩兄弟就这样聊着天走向木屋。洛河很快就到另一个木屋，坐在地毯上整理着今天采摘的槐花，身上裹着一个毛茸茸的小被子，看起来像一朵蓬松的蒲公英。藤若看着洛河的小手在摆弄着槐花，感觉这个画面可爱极了。快点睡觉吧。知道了哥哥，我也很困了。洛河就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他这一觉睡得安稳极了，仿佛灵魂都得到了抚慰，一切的烦恼都渐行渐远。而玩家在的木屋却截然不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闭上双眼，唯一能够听到的就是床榻上兔子的呼吸声，还有系统提示5个大字，这样明晃晃地刻在门板上：嘘，保持安静。而在这几个大字后，跟着一个倒计时，距离天亮还有8点46分31秒。好孩子在夜晚记得要保持安静哦，也就是保持安静的4个大字，让玩家们不敢再发出一丁点声音，甚至都不敢入睡，生怕在入睡后呼吸声稍微重一点，就会出现什么可怕的事情。可越是不想做什么，偏偏就越是来什么。没过一会儿，传来了一道沉重的呼吸声，可大家全部都精神恍惚，竟然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提醒一下。而出声音的玩家名叫李霞，只见他双眼紧闭，脑袋微垂，呼吸声变得越发沉重，他的脸色也难看异常，脸颊泛着不健康的红色，很显然他发烧了。突然一道诡异的笑声从床榻上的被子中传了出来，尖利又刺耳。嘻，兔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转过了脑袋，一双眼睛又变成了血红色，咧着嘴，一只毛茸茸的爪子抓着被子，耳朵不自然的下垂。我听到了，需保持安静。突然飞溅的鲜血让所有人的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兔子没有动，甚至都没有从床榻上下来，但李霞的脖颈上却凭空出现了一道血痕。她骤然从沉睡中惊醒，脑袋都还昏沉着，却立刻被恐惧驱使着捂住了嘴。突然眼前出现一只小刺猬，手里捏着一根尖刺，一双眼睛宛若玻璃一般剔透。略，小刺猬吐了吐舌头，脸上看出几分得意的嘲讽。他手上的尖刺顶端染着血，但却没人看清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动的手。李霞原本昏昏欲睡的脑袋一下子变得清明了几分，她死死地捂住嘴，再也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小小的刺猬长得可爱，神态看起来也像是个顽皮的小孩子，眼睛中满满都是狡黠。他向冲着众人展示了一下自己手中还沾着鲜血的尖刺，随即咻的一下窜上了床，迅速消失在了被子的褶皱中。兔子的双眸还是刺眼红色，但脸上的诡异笑容已经完全消失了。嘘，保持安静。那双红眼睛消失在了黑暗当中，房间内的灯昏暗极了，衬得周遭的氛围也变得诡异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袁墨才骤然反应了过来，他手忙脚乱地替女朋友止血，所幸伤口并不深，不足以到致命的地步。虽然是这样没错，但李霞正在发着低烧，经过这么一遭，她的脸色更加苍白，需要多喝水。袁墨有点无措地左看右看，但被他视线扫到的人皆是避开了视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人都是这么想的。这一幕和当时萧志的处境重合了，虽然萧志的性格是极其善良，但他不圣母，因为众人将他推出去时候，他就不想多事，所以视线也仅仅是在李霞受伤时停留一会儿。束手无策的袁墨视线最终落在了桌子上的葫芦，他咬咬牙，到底还是挪了过去，拿起了那个葫芦。他喝了一口水，没有发生奇怪的事情后，这才将葫芦里的水递给李霞。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手里的葫芦被刻意抢走。袁墨看起来似乎是想说些什么，但刻意指了指兔子睡觉的床铺，一根手指竖在了唇边。嘘，一个无声的口型止住了袁墨的动作，气得眼眶通红，双手都在颤抖，刻意得意地扭开了葫芦的盖子，喝了一口水。此刻的他还不知道，很快得到相应的报应。一觉醒来，洛河呼吸着森林中新鲜的空气，心情都变好了，伸了个懒腰，将手上的儿童牙刷放回了原处，就去和哥哥吃早饭。藤若虽然看起来人高马大的，但其实还蛮细心，在小木屋门口支起了一张结实的木桌，他不能允许自己可爱的弟弟吃森林里粗糙的野果。桌子上是花积分兑换的豆浆包子，洛河手里捧着暖洋洋的豆浆，仰头看藤若，哥哥，我们今天要干什么啊？藤若将包子吃了个干净，才开口回答洛河的问题，我今天还是要去树那边，小洛你和小黑一起玩，他会保护你的。随着藤若的话，小黑蹲在洛河脚边娇娇嗲嗲的喵一声，小洛大人，我们今天去哪玩啊？一看见可爱的毛茸茸，洛河瞬间把什么都忘记了，抱起小黑一通蹭，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咪，我们今天去野餐好不好呀？你可以叫上你的小动物朋友们。看着弟弟和猫咪相处融洽，藤若的眼中闪过笑意，要野餐的话带上这个，立刻用积分兑换出了野餐所需要的东西，有三明治、酸奶、饼干和各种各样的水果，但是篮子很大，洛河根本就拿不动。小黑看到这一幕喵了一声，一只白色老虎从身后的树丛里窜了出来，它在洛河身边站稳，主动咬住了那只篮子。按理说这样巨大的一只老虎应该是令人害怕的，它小心翼翼样子看向洛河，然后实在是没有忍住，伸手抱住了老虎的一只
爪子。大猫猫，我打算叫你小白。小白眨了眨眼，然后放下了嘴里的篮子。他小心翼翼地咬住了洛河的衣领，然后把它扔到了自己的背上。洛河轻轻地抚摸着手下柔软的皮毛，他眼睛亮晶晶的。啊，骑老虎可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小黑灵巧地跳上了虎背，乖巧地在洛河的怀里躺下。小洛大人，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啊？洛河歪着脑袋想了一秒，还去昨天的河边吧，我喜欢那里。洛河的话音刚落，小白就迈开了步子往河边走。很快到了河边，两只鹰用爪子将洛河带下虎背，几只可爱的麻雀拿出了篮子里的野餐布铺好。看着身边不知道从哪蹦出来的小松鼠、小白兔，洛河的呼吸停顿一瞬，强行忍下想要尖叫的冲动。他被毛茸茸包围了。洛河看着身边的小动物们，点了点一下手腕上的手表。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动画片吧。他随手翻出一个视频播放，一手抱着小猫，一手抱着老虎的爪子，美滋滋地看着动画片。而兔子在木屋，玩家们也不用再继续保持安静，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兔子此刻看起来正常多了，就像是一个平凡的小白兔。不过普通兔子可不会说话，它在床上跳来跳去。今天还是和昨天的任务一样，你们说是要轮流执行任务对吗？看了一眼昨晚完成任务的肖智，然后视线落在了嚣张的柯一身上。我尊重你们的选择，那今天就轮到你了，也该发布新的任务了。说着他的三瓣嘴咧开了点，除了找到食物和水之外，我还要你们找到树。这森林里那么多树，我怎么知道你要哪棵？柯一早在刚才兔子说让他今天去执行任务的时，就开始坐不住了。一听见还有附加任务，立刻就不满。兔子的话被突然打断，他沉默了下来。木屋内安静了下来，兔子不再说，柯一也总算是意识到了什么，他一双眼睛藏不住惊惧。此刻兔子一点点地站了起来，就像是人一样，双脚直立，床上仰视下方说话的柯一，一双眼睛黑里透红，不可以打断兔子讲话。兔子生气了，整个木屋都跟着闪烁起了危险的红光。柯一再也维持不住自己嚣张的气焰了，吓得整个人跌倒在地，连滚带爬的往后退，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对不起。看着柯一连连求饶，他终于收回了视线，木屋内闪烁的红光也停止了下来，玩家们终于敢呼吸了。兔子重新在床上坐下，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哦，抱歉，我失态了。他的视线扫过在场的任何一个人，还有谁有疑问吗？没有的话，我继续说了。他满意说道，找到树然后毁掉它，这就是你们的第二个任务。在兔子说完这句话的同时，柯洁的面板出现了红色的字体，找到树并摧毁它，倒计时7天。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兔子满意了，他的耳朵颤了颤，重新缩回了被子里。这次有了兔子的发话，就算柯一再怎么不情愿，今天也轮到他去做任务了。不过相较于昨天的肖智，他今天拥有的时间可就多了，只要在晚上10点之前回到木屋就好。要知道现在天才刚亮不久，柯一一直都是极其自负的，他甚至不屑于去询问肖智昨天在哪找到的水源和食物。他相信在白天还是更多的时间下，他能够做得更好。他不问，肖智更不想说，就这样冷眼看着柯一离开，还在心中默默诅咒他最好掉进河里爬不上来。白天的森林比起夜晚看起来可要正常多了，阴森感大打折扣。但唯一让人感到头疼的就是森林中的槐花，柯一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品种，可能是藏土的本地特产。不仅会自己往下掉的不说，只要和皮肤有一丁点接触，就会紧紧扒着人的皮肤不放。一簇一簇的白色花朵，明明外表这么纯洁，却仿佛不把人体内的血液吸干不罢休。因为这种诡异的花朵，柯一不得不花费5积分在系统商店购买了一把雨伞。陈旧的雨伞5积分，原价10积分。道具说明系统商店堆积已久的库存，虽说陈旧，但能遮挡大部分风雨，特价5折。走过不要错过哦。柯一也是经历了好几个副本的老玩家了，背包有几十积分的积蓄，他毫不犹豫地将这个打折的道具买了下来。好在雨伞虽然看起来陈旧，金属的伞柄上也有生锈的痕迹，但确实能挡住下落的花朵。撑着伞，柯一松了一口气，他总算是往前迈开了步子。从木屋门口延伸出去的只有一条小路，柯一对这个森林并不熟悉，只能先谨慎地沿着小路往前走。小路虽然狭窄，但仍旧清晰可见。时间还早，柯一并没有多着急，他一只手紧紧抓着伞柄，警惕地观察着周围任何动静。经历了昨天的一切，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副本的核心，那就是动物。就连木屋内一只小小的刺猬都有可能让玩家死于非命，在木屋外他就更不能掉以轻心了。不得不说，柯一能经历这么多副本，还是积攒了不少经验的。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在小路的尽头，他终于看见了更亮的光，鼻翼间的空气也变得湿润。可柯一心中一喜，知道是走到水源附近了，迫不及待地小跑2步，扒拉开碍事的灌木丛。明亮的光线霎时间引满了柯一的视线，短暂的白光过后，他也看清了眼前的画面。耳边响起的不仅仅是水流流动的潺潺声，还有动画片略显滑稽的音效。动画片，这哪来的动画片音效？再定睛看，就在距离河边不远的位置，一块半透明的荧光屏幕，哪怕是在森林光线最好的地方，依旧能够清晰地看见屏幕上的画面。蓝灰色的猫追着老鼠，然后狠狠地撞上了拐弯的墙。柯一，吼！一声虎啸打断了他的思绪，柯一被吓了一跳，险些跌倒在地。狡猾之下，他不小心蹭起了一块泥土，砸在了自己撑着的伞沿上。柯一的呼吸下意识停滞了一瞬，此刻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他看。刚才虎啸出生的正是一只巨大的老虎，老虎的皮毛顺滑，牙齿和爪子都极其锋利。此刻一双金色的眼睛正紧紧地锁定着他。不只是老虎，还有黑猫、松鼠、兔子，一只又一只的小鸟雀，无数只小动物此刻正簇拥着一个长相精致可爱的小孩子。他们坐在巨大的野餐垫上，
小孩子的身旁还放着一个篮子，装着许多精美的食物。小孩子和小动物们像是在开茶话会，按理说是一幅极其温馨梦幻的画面，但却吓得柯伊冷汗涔涔。小动物们的眸光含着未褪去的兽性，死死盯着他，那眸光就像是在思考，眼前的这块烂肉究竟值不值得下口。原本叽叽喳喳的小鸟，蹦蹦跳跳的松鼠、兔子，全部都停下了动静，安静的诡异。柯伊摸了一把脸上的冷汗，视线在一旁的小河上停留了一瞬，然后移到了被小动物们簇拥在中间的孩子身上。孩子抱着一只黑猫，此刻也在看着他，但那一双琥珀色的眼眸可比这些动物的眼睛看着要安心不少。显然他也没有认出来这个孩子就是那天坐在牛头巨人肩膀上的孩子。在场看起来唯一可以交流的好像也就是这个孩子了。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那个孩子，我来取点水。柯伊对于未知的存在都还是保持着基本的礼貌，但对于身边看起来比自己更加弱小的玩家们就肆无忌惮地发泄坏脾气。半透明的屏幕还在播放着动画片，洛河的手在怀里的小黑脑袋摸了两下，他看着出场方式和昨晚肖智差不多的男人，眼中并没有太多的情绪。他能够轻易地看出藏在对方故作镇定外表下的恐惧和那一丝丝厌恶。对于这样的人，他一直都是不愿接近的，不愿主动靠近，但也不把话挑破。他淡淡地收回了视线，继续把注意力放在动画片上。随便你取吧。随着洛河的视线转移，那些盯着柯伊的小动物们也不再看他。柯伊总算是勉强松了一口气，他战战兢兢地走到距离洛河远一些的地方取水。不同于肖智的葫芦和背包是上个副本的奖励，现在柯伊想要取水只能拿积分兑换相应的物品，又要花费积分。柯伊的脸色变得有点难看起来。正当他思考着兑换些什么东西比较划算的时候，余光突然看见了摆在洛河身边的篮子。篮子的盖子合着一半，但仍旧能从另外一半看出里边装着满满当当的食物。柯伊的心中不由自主地滋生出了一些阴暗的想法。柯伊使用5积分兑换了一个水壶，轻飘飘的塑料材质看起来有点廉价，和肖智结实容量又大的葫芦当然没办法比。他凑到河边去取水，那是一个距离洛河和小动物们有一些距离的位置。似是无意的，柯伊一个手滑，手上的塑料水壶落进了水里，顺着水流往下飘。柯伊心急火燎的去追，急跑2步捞起了水壶，而此刻他和洛河的距离就只有不到2米。一只小松鼠机灵的回过了头，黑亮的眼睛盯着他看了几秒后，又将脑袋扭了回去。随着他的动作，脑袋上毛茸茸的耳朵一颤。一直到这个时候，除了几只小鸟和几只小松鼠往他的方向投来了好奇的视线之外，其他动物和洛河的注意力都还是停留在动画片上。无事发生，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这样，但其实洛河早在水壶刚刚掉进水里的时候，注意力就在柯伊的身上了。柯伊的情绪变了，从一开始的谨慎恐惧变成了贪婪和算计。洛河没有动，他倒是要看看柯伊想做些什么。顶着小白虎视眈眈的视线还敢动歪心思，这个男人还真是个大胆的家伙。确实是这样，柯伊的歪心思一旦冒了头，好像什么都不能让他感受到恐惧一样。吼！小白冲着柯伊的方向吼了一声，瞬间无数双眼睛将柯伊锁定，他的手已经压在了野餐布上，一个摆放在篮子外边的三明治几乎已经被他完全拿在了手里。见被发现，恐惧后知后觉的回笼，柯伊将三明治揣在怀里，拔腿就跑。可他跑得再快，哪里跑得过小动物们呢？小白一个跃步就咬住了他的胳膊。就算小白在洛河面前表现得再怎么乖巧，他到底是一只老虎啊！尖利的牙齿深深地刺破了柯伊的衣服，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排的血窟窿。柯伊发出了极其凄厉的惨叫，整个人止不住的挣扎，在地上翻滚着扑腾。可无论他怎么乱动，小白都未曾松口。这一变故把周围的小动物惊得一片嘈杂，一个个蹦蹦跳跳的缩到了洛河的身边，将人团团围住。别看现在这些小动物一副被吓到跳起很高的样子，但一只只的紧挨着洛河，黑亮的眼睛都死死盯着被小白咬着的柯伊，那眼神冷的就像是连只小松鼠的身上都背着20条人命似的。洛河抱着小黑猫，他从小就比其他人冷淡，但演技却是一顶一的。他明白，想要让一个人射在自己身上扒牢，那就要无时无刻贯彻这个人设。他就真像个3岁小孩一样，眼中露出惊惧，随手捞起几只小动物就在怀里抱紧了，绝对不是想要占小动物们的便宜。看着洛河被吓到，所有小动物看向柯伊的眼中仿佛都带上了恨意。被小白咬着的柯伊口中的惨叫更加凄厉了。柯伊一直都是只长肌肉不长脑子，想法上头的时候只靠着冲动就能行事，但理智回笼之后又开始后悔。挣扎之间，他将视线看向了似乎唯一可以交流的洛河。小弟弟，快救救我！他嘴上说着求救的话，但洛河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内心满满都是厌恶与恐惧。洛河像是被吓到了一样，站起身来猛地后退几步。他害怕的态度越是明显，小白咬的就越重。柯伊又是一阵凄厉的惨叫，疼痛让他嘴里的求饶变成了恶毒的咒骂。你不能见死不救，小年纪怎么能这么啊！小白没能让他把话说完，咬着他肩膀一甩，柯伊整个人都被扔进了眼前的河里。槐树林的河水并没有看起来的那么平静，尤其是在面对玩家时，水流都仿佛有了生命，湍急的流动发出剧烈的潺潺声。柯伊的身体刚刚接近水面，就立刻被水花吞没，呛了一大口水，嘴里咕噜咕噜的，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他那被小白咬出一排窟窿的胳膊不断往外冒血，很快就染红了清澈的河水。
柯以随着河流不受控制的往下飘，原本被染红的河水也随着它的往下迅速重新变得清澈。仅仅只是几分钟的时间，周围的环境就又恢复成了之前的平静模样，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洛河怔了一下，在这一瞬间，他似乎感觉到周围的一切都在无声地讨好着自己，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但也仅仅是一瞬间的时间，小白乖巧的自己走到水边，将自己粘着血迹的脸清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回到了洛河身边，乖巧地侧卧着，让洛河拿自己当靠背。洛河左右看看，然后重新坐了回去，继续将注意力落在动画片上。他从篮子里拿出了一罐牛奶，插上吸管。他还是个还在长身体的孩子呢。而此刻的柯一的心情可就不太美妙了。他顺着河流一直往下，头晕眼花的，只能勉强保持着一丝清醒，身上的血还未曾止住，找不到任何一个水面上的漂浮物。这个时候，他的心底终于升起了无可匹敌的恐惧。死！再这样下去，他真的会死的。这个念头在柯一的脑袋里不断的闪现。在某一刻，他甚至已经看见了黑衣服的死神对着他举起了镰刀。他喝进了太多的河水，在即将窒息呛死的前一秒，一只大手拎着他的脚将他拎出了水面。明明只在水里待了不到20分钟，却仿佛过去了1个世纪那么久。他紧闭着双眼，贪婪的大口呼吸着久违的新鲜空气，咳出了好几口河水。柯一费力的睁开眼，想要看看是谁救了他，眼睛还泛着酸涩的疼痛。刚刚睁开眼，只看见了一片白色。他费力的去辨认，柯一此刻是被拎着脚，整个人头向下，脑袋一阵阵的缺氧。等他终于看清眼前事物时，顿时整个人从头凉到了脚。无他，此时在他眼前的正是昨天曾见过的那位 NPC， 那个身高3米的牛头人 BOSS。 那双黑亮的眸子仿佛染上血气，冰冷的视线将他从头扫到了尾，声音沉重，震得他心脏都控制不住的发疼。他能感受到那双视线落在了自己那条受伤的胳膊上。我看见了，就是这只手想要欺负小何吧？低沉的声音在柯一的耳朵里转了一圈，他的脑袋还蒙蒙的，一时半会儿还不太能理解腾若的意思，但现实容不得他不明白。柯一只觉得眼前银光一闪，那柄沉重的巨斧已被眼前的牛头人高高举起。真正到了生死关头，柯一才明白，斧头落实的瞬间根本就不像电影里那样的慢动作，甚至连一个呼吸的功夫都用不着。先于疼痛的是那彻骨的凉意，从肩膀的位置一直凉到了心里，然后才是剧痛。痛到极致的时候是喊不出声的，柯一张着嘴，只能从喉咙里溢出一点细微的动静，血流如瀑。柯一在腾若的眼里就像是个垃圾，随手被丢在了一旁。他的胳膊已经和肩膀分了家，被扔在地面的一瞬间才终于惨叫出声。说是惨叫，但却更趋近于嘶吼，撕心裂肺，听着就觉得嗓子冒出了血腥味。腾若甚至不屑于多给他一个眼神，在我心情变得更糟糕之前，滚！就算柯一失去了胳膊，就算他现在还血流不止，但在听见腾若这句话的瞬间，求生本能还是让他做出了反应。他踉跄着站起了身，但因为失血过多，头重脚轻的还跌了一跤。柯一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随便的寻了个方向就跌跌撞撞的跑，甚至顾不上自己像是被丢垃圾一样丢在旁边的手臂。离开之际，他的余光不知怎地就瞥到了一旁的树，那棵树太显眼，太特别的，在所有树都是槐树的森林，突然冒出了一棵核桃树。这棵核桃树太大了，两个人都不一定环抱得过来。脑中似乎是有个什么念头闪过，但闪的实在是太快，他一片浆糊的脑子完全捕捉不到。柯一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哪里，只能用尽全力的跑，一直到他再也喘不上气，才终于敢停下脚步。他惶惶不安的往后看了一眼，没看见有什么东西追上来，才狼狈的倒在了地上。他第一时间点进了系统商城兑换可以止血的药品，这个时候倒是再也顾不上积分的多少了，什么绷带、止疼药兑换了一大堆。失去了手臂让他感到悲痛万分，手忙脚乱的将伤口包扎后，眼露阴翳。该死，真该死！可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他已经不确定过去了多久，周围的高树遮挡的一点光都透不进来，他只能打开了自己的玩家面板，面板上的倒计时已经所剩无几，040342，倒计时仅仅剩下了4个小时。柯一的心脏彻底被慌乱笼罩，一时间什么任务全都被抛在了脑后，站起身来就开始往回赶。他现在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现在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回木屋的路，谁知道他4个小时赶不赶得回去。他忍着身体上的疼痛，一刻也不敢停歇的往回赶。032453，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柯一肩膀上的绷带已经被红色密透，他喘了2口粗气，脚步蹒跚却不敢有一丝的停顿。020159，又是1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了，柯一此时不得不更换自己肩膀上的绷带。011221，柯一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哪，但他不敢停下脚步，此时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弥足珍贵。003333，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可眼前的道路仿佛看不见尽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今天究竟能不能找到回木屋的路。001244，时间仅仅剩下了不到15分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紧迫而生出的错觉，柯一觉得周围的景物开始变得眼熟起来，但此时已经完全天黑了，仅仅凭借着这一丝丝的熟悉，并不足以让他辨认出这条路。000751，不是错觉，这条路真的是通往兔子木屋的路。柯一的脸上浮现出狂喜，
连跑带爬的就往木屋的方向扑。000444，柯毅终于走到了木屋的门前，视线被汗水和河水泡得有些模糊。他单手撑着手臂费力的推门，但门却纹丝不动。他用尽全身力气敲了2下，门还是没开。000256，只是门内传来了兔子的声音：“时间马上到了，你找到了水源和食物吗？”听见这句话，柯毅的呼吸都凝滞住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遗漏了什么。000145，这下时间是彻底走到了尾声。柯毅寻找那个塑料水壶无果后，开始疯狂的拍门。我差一点就完成了，你先开门让我进去。隔着门板，里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模糊，但能够清晰的听见兔子的笑声。嘿嘿嘿，完不成任务就要接受惩罚，你的惩罚就是今晚不能回到木屋。隐隐约约间，柯毅已经能够察觉到周围传来了一些窸窸窣窣的响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往他的身边一点点靠近。000030，耳边仿佛已经响起了时间倒计时咔嗒咔嗒的声音。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他终于抓住了脑袋里一闪而过的那抹灵光。我找到了树。此话一出，木屋内安静了1秒。1秒钟过后，兔子的声音再度传了出来。所以呢，你摧毁它了，柯毅。这个时候的沉默就代表了某种答案。兔子再度笑出了声，嘿嘿嘿，看来是没有。那么你需要接受惩罚。兔子的话宛若杀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柯毅发出不甘的嘶吼：不，你们不能这么对我。那个牛头人一直守在那里，让我该怎么摧毁他？000000，任务失败。倒计时彻底走到了结尾。木屋内的玩家瑟瑟发抖地看着被拍得微微晃动的木门。突然，木门的晃动戛然而止，门外的嚎叫愈发的惨烈。随着惨叫声一起出现的，还有更多窸窸窣窣的响动，更叫人心底生寒的，是隐约听见的啃食着什么的声音。他们不敢想这声音到底是什么，也不想去想。木门之外源源不断传进来的声音，让木门内的玩家们全部都控制不住的瑟瑟发抖。没有人能睡得着，但兔子睡了。他们不能发出一丁点声音，可是一连2天都没能睡好。所有人的精神都宛若被绷直的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骤然断裂。肖智抿了抿干燥到开裂的嘴唇。自从最终被柯毅和其他玩家一起推出去做第一个做任务的人后，他就不再与其他玩家凑在一起。他一个人缩在木屋里唯一一张矮凳旁边耷拉着脑袋。他能够理解危机时刻大家都想着明哲保身，祸不及自己，但能够理解是一回事儿，他也需要保护自己。肖智在离开上个副本的时候就是空腹状态了，一直到现在，他的胃里传来了被灼烧般的痛感，喉咙里也干渴到几乎冒烟，无法再继续忍耐下去了。肖智的一双眼睛紧紧盯着床铺上被被子盖着的那个小小隆起，双手撑着地面一点点地站起了身，连衣料之间摩擦的声音都压到了最低。一定程度内的声音是不会引起熟睡的兔子的注意力的。肖智的动作引起了其他玩家的注意力，5双眼睛都紧紧盯着他。但肖智的动作没有一丝停顿，他小心翼翼地挪动到了那张矮桌前。桌子上放着的背包自从打开后就没有再被合上，能够隐约看见里边透出来的果实。肖智伸出手拿了2个，看起来像是桃子的苹果。他没有碰一边的葫芦，这葫芦是不可转赠道具，里边的液体全部喝完后会自动回到系统背包。喝水实在是太容易发出声音了，而吃果子也同样可以补充水分。肖智重新回到矮凳旁，坐在了地上。他伸手捏了捏手上的水果，他不知道这些究竟是什么水果，但回忆着那一小朵有着正面 buff 增益的槐花，到底还是决定赌一把。那看起来像是天使般的孩子，若是想害他，也不会有最初送花的举动了。放了一整天的果子，要比刚摘下来的时候更软。轻轻地擦去果实上浮着的绒毛，他试探地咬了下去，牙齿刺破了果实表面。人在饿到了极致时，吃东西是尝不出味道的。果肉混合着果汁从喉咙滑进空瘪的胃囊，干渴的喉管和胃同时受到了抚慰。肖智用尽全身力气抑制住自己想要狼吞虎咽的冲动，他的动作虽然有些急切，但却将声音压到了最低。吃完了一整个果子，肖智胃里的灼烧感才终于消失，后知后觉的他尝出了甜味。在藏土的世界里，谁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不能活到明天，也不知道下一顿饱饭会是在什么时候，这一点甜味就让人情不自禁的红了眼眶。肖智抹了一把眼睛，咬着果实的动作慢了下来。他将2个果子一点点的吃了个干净，抱着自己缩在角落里不动了。解决了自身需求，肖智的呼吸变得更加平稳。他合上了双眸，打算眯一会儿，尽量保持自己的体力。围观了肖智的所有动作，其他玩家也渐渐的开始动了起来。他们学着肖智的样子，把声音压到了最低，去拿桌子上的果实。至于那葫芦里的水，除了元末之外，没人去动。没有办法，虽然喝水的动静会大一点，但他的女朋友李霞小生病了，虽说已经没有发烧，但需要补充更多的水分。就这样，所有人迷迷糊糊的熬到了天亮。兔子的声音传进了所有人的耳朵。好了，今天的任务要准备开始了。兔子在床上蹦蹦跳跳，扯着嗓子将所有人都叫醒。玩家们接连睁开了眼，但面容都多少带着些许憔悴，毕竟昨晚是伴随着门外的响动睡觉的，恐怖的声音会使他们的梦境也染上黑色。等玩家们头脑变得稍稍清醒一些，他们才猛然意识到了一件事，门外已经变得安静了，不管是柯毅的声音还是其他什么声音全都消失了。意识到这件事后，所有人的脑袋都是一震。兔子像是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嘿嘿笑了2声，声音里仿佛透着狡黠。今天天气很好呢，
要不要把门打开透透气？没有人回答他的话，兔子爷也不在意，还是笑着从床头跳到了床尾。他的视线在所有玩家的脸上一一扫过，他的3瓣嘴咧开了一个极其夸张的弧度。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害羞。他嘴里嘟囔着，竟然头一次跳下了床。白色的皮毛随着他的动作轻轻颤动，脑袋上的耳朵也可爱的轻晃。光看背影，这只兔子是真的可爱。但这只可爱的兔子跳到门口，像是人一样站立起来，毛爪子搭在了门把手上，回头冲着木屋内的玩家笑。那张脸足以让世界上胆子最大的人心生恐惧。好了，看看吧，阳光。果然如兔子所说，今天的天气很好，哪怕是在阴暗的森林里，都能看见斑驳的阳光透过树影洒进了木屋内。兔子打开门后就蹦蹦跳跳的重新回到了床上，脸上挂着那毛骨悚然的笑意，看着玩家们。年轻人就该沐浴在阳光之下，去吧，我允许你们享受10分钟的阳光后再做任务。可就算兔子这样说了，没有玩家敢动。木屋的门口也有2阶木质的台阶，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做的，整体发白，看起来很结实。他们来的时候，这2阶台阶上只有几道细小的划痕，但此刻楼梯上的痕迹变得又多又杂乱，黑黑红红的痕迹在上面划了一道又一道，就像是有什么东西趴在那里用指甲挠着楼梯，一直挠的指甲断裂，指缝都冒出了血。木门开着，他们能够看见那扇结实的木门上也有着不少相似的痕迹，飞溅状的血迹覆盖在了那2阶浅色的台阶上。这样的血迹一直往外，距离楼梯几厘米的地方，血迹变得更多，一块接着一块，还伴随着些微的拖拽痕迹。在血迹的周围还存在着零星碎肉，他们不想去猜测这些碎肉的来源。一道拖拽状的血迹一直顺着小路蔓延到森林深处，他们只能看见小路的尽头，却没能看见血迹的尽头。这样惨烈的痕迹，玩家们已经完全不敢去想象昨晚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至于那已经完全失去踪迹的柯伊，没有人再去提起，就仿佛这个人从来都不存在。在出去做任务之前，玩家们需要交换一下情报，单独出去过的就只有肖智和柯伊，但现在柯伊已经死了，肖智却拿到了食物和水，除了向他请教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但之前所有人都和肖智有些不太愉快，没人知道要该怎么开口。袁默摸了摸李霞晓的额头，确认女朋友没有发烧后，有些犹豫的往肖智的方向看了看。李霞晓扯扯他的胳膊，之后2人往肖智的方向靠了过去。肖智早就察觉到了在自己身上徘徊的视线，一直到袁默和李霞晓靠过来后，他才回望了过去。干什么？今天怎么都不该我出门？袁默脸上的表情看起来有点尴尬，说话也有点犹豫。那个，抱歉。肖智愣了一下，袁默不敢和他对视，他伸手摸摸自己的后脑勺，就是之前的事，抱歉，当时我们都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就是柯伊的想法说了。一直听到这里，肖智的表情发生了些微的变化，半晌过后冷哼一声，人之常情。袁默看起来更不好意思了，我是说真的，如果不是你找回来的食物和水，我女朋友可能到现在都没办法退烧。说到这，李霞晓也扯着袁默的袖子，小声的和肖智道谢。谢谢你。肖智抱着臂往后缩了缩，姿态还是防备的。不客气。由袁默和李霞晓开了一个头，话题就变得更好进行了。其他玩家也往这个方向凑了过来，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启了询问。名叫胡素素的女孩身上带着娃娃领的衬衫与已经沾上了不少泥土，她的辫子已经变得凌乱。看着肖智的脸色，她小心翼翼的开了口，那个，你是在哪里找到的水和水果啊？肖智没有抬头，沿着路一直走，到尽头的时候能听见水的声音，右拐就是河。我在河边看见了一个和猫待在一起的小孩，他告诉了我去哪找水果，回过头往左走。肖智简单几句话描述完自己那天出门后的全部经历，但提问的胡素素却是愣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回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直和胡素素待在一起的乔元皱着眉提出了异议，这听起来太扯了，我们怎么能确认你说的是真的？肖智耸耸肩，你可以选择不信，爱信不信，反正目前为止只有肖智完成了任务。乔元被噎了一下，面色僵硬的不说话了。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眼看着气氛开始变得不对劲，叫做王文海的瘦小男人开口打圆场，他脸上堆着笑，和事佬般的劝劝这个又劝劝那个。王文海是个比肖智更加瘦小的男人，身高看起来不到1.7米，五官看起来还算俊秀，头发剃得很短，眼睛很亮，这让他看起来很精明。但一开口，这种精明感就被冲淡了不少，像是温和的老好人。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既然肖智给我们说了路线，我们就要选择相信他。既然知道了路线，就会大大减少寻找食物和水的时间。我们需要同时找那个树，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之前的兔子提到的树。不知不觉，王文海已经处于了玩家的中心，但是他们的讨论还没有得出一个结果来。一直旁观的兔子就笑着打断了他们。那今天就让你出去好了。他的爪子指着刚才还侃侃而谈的王文海。王文海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有些无奈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吗？虽说早就猜测到这个可能了，但是好吧。王文海耸了耸肩，他冲着肖智露出了一个有些尴尬的笑。那个桌子上，你的背包和葫芦可以借给我吗？哦，你放心，我之前在商场看到过，这是不可转让道具，很快就会还给你的。肖智和他对视一眼后就迅速收回了视线。你用吧。王文海双手合十笑得灿烂。感谢。很少有人在面对危险的时候能表现得这么从容。
不得不说，王文海这样的表现让玩家们一直紧绷着的心弦稍微轻松了些。王文海背着包，拿着葫芦，准备出门。但在出门的前一秒，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一半回过了头。那个，我突然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忘记告诉你们了。我是路痴，方向感很弱，有人能陪我一起出门吗？拜托了。其他玩家，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早说？王文海叹了一口气，苦恼的头都大了。素素和乔元都是女孩子，元末还要照顾生病的女朋友，他的视线最终落在了萧志的身上，眼神变得可怜兮兮。萧志，我只能拜托你了。萧志，他就知道。萧志左右看了看，乔元和胡素素在对上他视线的一瞬间就瑟缩在了一起。倒是元末犹豫着开口，那个，总是让萧志出门也不太公平，要不我陪你去吧。萧志，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小小。萧志，最终萧志还是站起了身，他叹了一口气，算了，我和他一起去吧。王文海感恩戴德的就差跪地磕头感谢了，谢谢谢谢。等出了这个副本，我们加个联系方式啊，我给你发积分红包。玩家之间是可以加联系方式的，互相扫一下玩家面板，对方就会出现在自己的通讯录里。萧志和他一起出了门，但是一出门就犯了难，无他，这会吸血的槐花实在是太让人头疼。王文海皱着眉，这可糟糕了，你有可以遮挡的道具吗？萧志摇头，他并不打算告诉其他人那个孩子给了他特殊道具的事，不仅是为了那个孩子的安全着想，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萧志和王文海几乎是同时脱下了外套顶在了脑袋上。走吧，走快一点，到河边空旷的地方就会好多了。萧志带路走在前边，但他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身后王文海的视线一直紧锁在他的身上，那双亮亮的眼睛此刻没有了温和，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种让人说不出的情绪。萧志在前面带路，心里想着不知道今天在河边能不能遇见那天的小孩，要是能道个谢就好了。但今天在河边时肯定遇不见洛湖了。洛河今天去了河流上游，据藤若推荐，河流上游空旷的地方有一片开得特别好的油菜花田，是藏土世界里著名的打卡点。是的，哪怕是在藏土这要人命的地方都还有打卡景点，有不少等级高的大佬充当起了旅游博主，在过副本的同时拍摄这些景点发送到玩家论坛，光靠着一些玩家的打赏都能收获不少积分。但这些都和这一场副本的萌新玩家们没有关系了，他们甚至都还没有解锁玩家论坛这个东西。小黑趴在洛河的肩膀上，而洛河笑得灿烂，他手里抓着小白脖梗处的毛，小手冲着前面一指，小白冲。三只小可爱就这样扑进了那一片花田里。这藏土世界的花和现实世界的花不太一样，没有蜜蜂也没有蝴蝶，油菜花的花香闻久了也不会头晕，是更加清新的味道。洛河躺在花田里，左边是小白，右边是小黑，他各自矮，站起身来，从花田外只能看见一个毛茸茸的头顶。经过刚才这么一扑，洛河的身上沾满了零星的小花，花朵轻轻的芬芳将他装点成为了一只小精灵。看着身边躺在柔软的花田中打滚的小白，捂着嘴偷笑了2声，然后抓住机会将一朵小花塞进了小白的耳朵。小白只觉得耳朵发痒，站起身来猛地一甩脑袋，刹那间像是下了一场花雨，黄色的花朵顷刻间将个头较小的小黑淹没了。洛河伸出手拨开了花朵，将小黑拯救了出来。一朵小花卡在了小黑的耳朵上，通过小黑剔透的眼眸，他看见了自己现在的模样。小孩子的发丝因为刚才的玩闹而有些凌乱，眼角发梢都粘着花瓣，皮肤在阳光之下白得发光。洛河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见过笑得这么灿烂的模样，他头一次知道自己的笑原来也是可以发自内心的。洛河的手停留在小黑的身上半天没有动，小黑微微抬起了头，用湿漉漉的鼻尖碰了碰他的指尖。洛河回过了神，一把将小黑抱了起来，猛蹭一通。可爱的小黑，香香的小黑，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小黑，藤若在一旁看着弟弟和小动物玩闹，笑了一会儿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从兜里拿出了手机，对着眼前的画面拍了一张。画面之美好，甚至都不用加滤镜。无滤镜朋友圈直出，除了同为 boss 的另外几位，谁能拥有无限流 boss 的微信呢？以往藤若发朋友圈都是一些猫猫狗狗，除了尼贝尔之外，很少人搭理他。但这次的朋友圈一发送，就像是往死水里扔了一块大石头。叮咚叮咚的，藤若手机接连响了好几声，搞了半天，玩家们怕得死去活来。负责吓唬他们的 boss 们都在摸鱼。路西法，这么可爱，你成天都吃的什么细糠？拒绝加班。昨天在系统商店里看见了一件蜜蜂印花的上衣，让小何回来试试看吧。荆棘刺猬，小何看起来好小一只，等回来我给他做点好吃的补补。暗夜，主宰，小何可爱，小丑竟是我自己，下次我的本市游乐场，带小何一起去玩吧。藤若看了一会儿弟弟和小动物玩闹，但到底还是要工作的。他和小黑交换了一个眼神，拿起了他那柄巨大的斧子，站起了身。萧志和王文海还在往前走，突然，萧志发现身后的脚步声停了，他疑惑地回头，怎么了？王文海站在距离萧志10几步的位置，树叶的阴影落在他的身上，叫人看不太真切他的脸。萧志只能隐约看见他那双亮的吓人的双眼。王文海微微歪了歪脑袋，一小块光斑落在他眼下。为什么这些槐花都躲着你？刹那间，萧志浑身的血液从头冷到了脚。在这一秒，他竟然觉得王文海要比木屋里的兔子更吓人。王文海往他的方向快走了几步，那张脸一下子凑到了萧志的眼前，那双眼睛里闪烁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你有什么针对于这个副本的道具对吧？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过这个副本了，对吧？你之前撒谎了，对吧？眼看着王文海越说越离谱，肖智皱着眉推开了他凑近的大脸。你说什么呢？王文海脸上的兴奋丝毫未减。是什么道具？我从没有在商店里见过这样的道具。是 S 级道具吗？肖智心里咯噔了一声。说真的，他也不知道那个孩子给他的那串槐花是什么等级的道具。之后他也翻过商店，别说一样的了，就连同类型的都找不到。也就是说明这道具是独一无二的。道具上边没有标等级，只是放进背包之后占了背包那一格是金色的。就是他这么迟疑的一瞬间，王文海的思维就发散得更远了。是 S 级，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S 级道具，可以让我看看吗？肖智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他皱着眉稍稍站远了一点。不是 S 级道具，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听见这话，王文海脸上的表情才终于收敛了一些，他轻咳了2声。我这不是没见过这种特殊道具，所以有点激动吗？可就算他这么说了，肖智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眼中没有隐藏干净的算计。肖智终于明白了过来，他扭头就要回去，前面就是河边了，你应该不用我带路了，我就先回去了。他刚刚转身，王文海一把拉住他的胳膊。等等，你走之前能不能也先把那个道具借给我啊？他嘴上说着借，但肖智能看出来他根本就不打算还，毕竟依照着藏土的惯例， S 级道具都是支持抢夺的。他毫不留情的一手扯掉王文海的手。不能，我也要用。而且他回过头冷冷和王文海对视，这是单人使用道具。肖智是这么说，可王文海却根本不信。S 级道具就很少见了，而肖智口中说的什么单人使用道具，他是闻所未闻。可就算王文海不信，肖智也没有说谎。这是他后来翻看那槐花道具的时候发现的，原本是鲜活的花朵，移到了他手里，仿佛时间都被凝滞住了，不会枯萎，也不会衰败。道具名称：吸血槐的花朵。道具等级：特别说明赠送的礼物：吸血槐或其他花卉伤害免疫，单人使用道具，不可转让他人使用。光是这一小段道具介绍就充满了神秘色彩。首先就是道具等级，听说过地质 S 级道具，但这个又是什么等级啊？藏土世界中的D 级道具是紫色， C 级道具是蓝色， B 级道具是绿色， A 级是黄色， S 级是白色。那这个金色的级道具又是什么鬼啊？而且还有一串特别说明，应该是那个孩子的名字，毕竟这道具是那孩子送给他的。花卉免疫伤害确实是很有用的技能，毕竟他曾从别的玩家嘴里听说过有一个专门使用植物攻击的 NPC， 虽说他现在还没有见过，但指不定之后就会遇上。而且这还是单人使用道具，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不可转让道具是可以借用给别人的。但这个单人使用道具听起来就像是和他一个人绑定了一样。但不管怎样，他是不打算再和王文海继续纠缠下去了。既然被发现了，他干脆也就不隐藏了，将用来遮蔽的外套重新穿回了身上。你自己去吧，我要回去了。可王文海就像是狗皮膏药一样难缠，眼看着他要走，2只手都攀了上来。肖智，你别这么狠心嘛，走之前先把道具借给我啊。别看王文海人长得瘦小，但一双手紧紧扒着他，却叫人怎么都挣脱不开。肖智不厌其烦，简直想冲着这张看起来亲和的脸梆梆2下。2个人就在原地纠缠了将近10分钟。肖智最终崩溃了，直接将那朵小花砸在了王文海的脸上。给，借你，反正都是单人道具了，借给王文海他也用不了，或许让他见识了之后就会放弃了。分明只是几朵指甲盖大小的小花朵，轻飘飘的，仿佛没有重量。小花砸在王文海的脸上，他连忙就要伸手去接，但手心刚刚接触到花瓣的一瞬间，就猛地惊叫了一声，仿佛拿到的不是他心心念念的特殊道具，而是一块烫手山芋。这么说倒也不错，这道具在他的手上就像是烧得正旺的木炭，烫得他的手立刻就起了水泡。他梦寐以求的特殊道具下意识的就被扔了出去，小小的花朵被掷到半空中，飘飘荡荡的又回到了肖智的手心，就像有自主意识一样。这样诡异的画面让肖智也是愣了一下，但看着王文海陷入恐慌的慌乱模样，肖智重新将手上的道具塞进系统背包，抓住机会就准备开溜。等到王文海总算回过神时，眼前的人早已消失不见了。王文海，肖智一个人回到了小屋，他的表情看起来不是很好，所有人都向他投来了不一样的视线。肖智重新回到原墨附近坐了下来，他犹豫了1秒，到底还是决定把王文海本来的面目告诉其他人。和他单独出去的时候，他想将我的道具占为己有，可就算他这么说了，王文海最开始的好人形象树立得太好了，尤其是和肖智之前起过小摩擦的胡素素和乔媛，2个女孩虽然什么都没说，但脸上浮着显而易见的怀疑。倒是自认为能和肖智说上2句话的袁墨开口了，可是你的道具不是不可转让的吗？肖智沉默1秒，到底还是说了，是特殊道具，之前从那个小孩 NPC 那里得到的。我说了是不可转让的，但他没信，毕竟就算他现在隐瞒了下来，等到王文海回来肯定还会闹到人尽皆知。听见他的话后，其他玩家眼睛都是一亮，道具还是特殊道具，要知道就连一个地级道具在商城都要500积分，每次开售还不一定能抢到。原来你说的那个小孩 NPC 是有几率掉落道具的吗？不仅指路，还有道具掉落，还是头一次听说有这样的 NPC 存在。
一时间大家都开始讨论新 NPC 的出现，王文海的事反而被忽略了个彻底。这个时候，性格比较内向的李霞小弱弱的开口了：“那个，刚刚休息的时候，我仔细的翻了一遍玩家面板，发现在角落的地方好像有论坛的功能。一旦惊起千层浪，所有玩家默契的同时点开了玩家论坛。藏土世界的论坛和现实世界中的论坛都差不多，最右边有一个排行榜的字样，点开后是前面的人名，后边是积分。而在论坛里也有人发攻略，但因为每一场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变化，所以攻略的可参考程度不高。有些玩家热衷于道具收集，有些玩家热衷于美景打卡，还有些玩家乐于在 BOSS 的底线上来回蹦迪，还有玩家无聊的统计了副本中或大或小的各种 NPC。李霞小点进了首页最后一条推荐，那些你不知道的 NPC BOSS 介绍，持续更新中。发帖人白瑶，第一条介绍就是他们在这个副本中曾见过的牛头巨人。牛头人身高足足有3.1米，楼主曾近距离接触过，为了测出具体数值，作者还浪费掉了一个地级道具，但 BOSS 是真的超级高。不过据其他玩家投稿反馈，据说性格有点迟钝，偶尔还会被玩家骗得团团转哦。一直将帖子翻到了最后，都没有找到有关于肖智所说的小孩 NPC 的信息，但没有人怀疑肖智说的话，因为就在刚刚，有人回想起第一次和 BOSS 见面的时候坐在对方肩膀上的那个小孩，之前还怀疑怎么一直没看到那个小孩，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坑？也就是说，你遇见的可能就是隐藏 NPC 了。胡素素惊讶地捂住嘴看向了肖智。隐藏 NPC 通常指副本中那些从来没有被玩家们遇见的 NPC， 属性有好有坏，但一般第一次遇见的人都会触发特殊剧情或者特殊道具之类的。这下肖智手里特殊道具的由来就说得通了，也为王文海想要抢夺道具这一点添了一些可信度。再说到王文海这边，和肖智闹得不欢而散之后，他心中一直都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他当然不是路痴，甚至记忆力和方向感都超强，之前那些话都是说出来诓其他玩家的，眼下没有其他选择，王文海只能一个人先往河边的方向走。还好刚才肖智离开的时候没有顺带把他身上的背包和葫芦也带走，身边没有了其他人，王文海也不用再做那愚蠢的伪装。总是笑着的神色冷了下来，他笑着的时候看不太出来，但笑意淡去之后，他这张脸就显得格外阴郁。他的阴郁和肖智的阴郁可不太一样，肖智的阴郁是常年社畜被老板压榨不敢反抗的生出的憔悴，而王文海是纯纯的阴险，那双眼中藏着浓浓的算计，这大概就是社畜和小人的区别了。王文海沿着小路一直走，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耳边能够清晰地听见河水流动发出的潺潺声。他看了看左边的方向，最终决定先去摘了果子，回头再来取水。谁知道肖智说的那个小孩 NPC 在不在？万一有什么意外情况就不好了。事实证明，肖智说的全都是实话。从小路尽头回头往左走一段距离，很快就看见了那棵果树，装了满满一背包的果子。他重新回到了河边，小心翼翼地扒拉开灌木丛，视线看向河边，结果什么都没有看到。原本期待的心一瞬间落了空。王文海甚至有点生气，他几步走到河边，一边装水视线，一边四处打量。这就是平平无奇的一条河，除了水流要更加湍急一些，和其他的河没什么区别。在心中暗骂了句什么，准备在四周转转看看有没有关于树的线索。结果就在他盖上葫芦盖子准备起身的一瞬间，他脚下踩着的一块苔藓让他整个人失去了重心。慌乱间，王文海只来得及抱紧了怀里束好的背包和葫芦，他单手抱住了自己的脑袋，以免自己在顺流而下的过程中受伤。显然，哪怕是在匆忙又混乱的情况下，他仍然保持着理智。身体找不到支点的状态大概维持了10分钟左右。王文海很快的就察觉到自己的身子触碰到了什么东西，那是一块凸起的巨石，躺在河流正中间，让这一小段湍急的河水变得相对柔和。王文海整个人抓住了机会，扒在了石头上，缓了好一会儿后挣扎着站了起来。他浑身上下已经全部湿透，但怀里的包和葫芦竟然没什么损失，毕竟是别人的道具，损坏了可是要赔的。王文海刚刚站起了身，呼吸还没喘匀就再度猛地制住。他迅速借着这块凸起的巨石掩藏自己的身形。无他看见了副本 BOSS 那位牛头巨人。巨人此刻正坐在一棵巨大的核桃树下，那柄巨大的斧头放在身侧，他手上正拿着手机，不知道在看些什么。等等，手机 BOSS 也是会玩手机的吗？与此同时的另外一边，洛河正坐在花田中间摆弄自己的电话手表。他发现这无限世界的东西就是高科技，不仅能定位，功能还挺多。洛河一直往下翻，不仅看见了微信、影视软件，一直翻到最后，他看见了2个有点意思的图标。第一个是白色的图标，上边一目了然的写了2个字：商城。洛河挑了挑眉，昨天还想着如果他也能进哥哥姐姐说的积分商城买东西就好了，结果今天就看见了商城的图标。姐姐给的手表还真是全能，小手一伸点了进去，他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右上角的积分。等等，他微微坐起了身子，动作间被他当靠垫靠着的小白微微侧目投来了视线。可惜洛河手表投射出的光幕，除非是在他本人允许的情况下，否则其他不管什么生物看都只是一团马赛克。光幕面板上最显眼的就是右上角的积分，这个倒过来的8是什么意思？积分无穷嘛？妈耶，兰州姐姐赛高，这不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他的手指往下滑，
商场有3个分类，日常，点进这个分类能看见都是一些衣服、食物、零食之类的东西，再往下翻还能看见平板、笔记本电脑之类的数码用品。杂物，点进这个分类那东西可就更多了，花卉植物种子比种植100%种植存活技能，小猪幼崽比猪仔100%存活养殖技能，菜谱大全比烹饪技能，种种乱七八糟的技能看得洛河两眼一黑，匆匆看了一眼后就迅速点进了最后一个分类，实用。低级魔法礼包比低级魔法技能详解，中比高级魔法礼包请点击展开购买，枪支礼包比百发百中枪法技能详解，低级魔药配方礼包比低级魔药调制技能详解，中比高级魔药配方礼包请点击展开购买。这个分类之下的物品可就有用太多了，一条条技能购买后详解都可以直接在脑海中查看学习，在必要时刻可都是能保命的。因为洛河不知道别人的系统商店是怎样的，自然也不知道自己的商城和别人的区别有多大。洛河商城中哪怕是最没用的技能，在别人的商店里都是 A 级，这大概才是商店和商城的区别。洛河越看越感兴趣，退出商城后看向了最后一个图标，最后一个图标上边写着论坛。洛河伸手点了进去，新世界的大门在他的眼前缓缓打开了。惊！原来令诸位玩家闻风丧胆的副本最大 BOSS 也是可攻略 NPC。贴主白瑶，抱歉标题党了，其实事实没有那么夸张，只是今天在过副本的时候发现副本 BOSS 竟然放过了一对兄弟。悄悄说一句，今天遇见的 BOSS 是荆棘姐，这场当然还是高级副本，也不知怎的混进了2个孩子，大的那个10岁，小的那个6岁左右。开局荆棘姐就给了俩孩子一人一颗种子，当时我们都以为这2个孩子死定了。重点来了，就在我们拼死拼活的在 BOSS 手下苟命的时候，2兄弟就在被遗忘的角落昏睡。等到终于苟到了副本结束的时候，2兄弟醒了，毫发无伤的混过了副本。所以 BOSS 原来是会尊老爱幼的吗？洛河，他试探性的点开了回复栏，意料之中的，他只能查看帖子，却不能发表任何言论。洛河的视线停留在了帖子中的荆棘姐上，这个荆棘姐指的该不会是……手比脑快，洛河点开了聊天软件，意料之中的，他看见了沐月往出谈的消息。荆棘刺猬今天在副本里遇见了小孩子，我一下就想到了小何，等姐姐这次副本结束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听腾若说你想吃槐花脆饼，那副本结束时记得带些原材料回来哦。小何，我知道了，谢谢姐姐。姐姐工作注意安全。破案了，这个荆棘姐就是在说沐月。洛河表情复杂的关闭了还亮着的手表，所以他的哥哥姐姐应该不会看论坛吧？应该不会知道玩家们给他们起的外号吧？就他刚刚打眼一扫，牛头大哥、荆棘姐、黑雾哥等等一系列接地气的外号就在他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都到了这么危险的藏土世界了，这些人哪来的这么好的心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怎么不算是一种苦中作乐呢？同一时间，槐树林的河流最下游，王文海看着 BOSS 的方向，连呼吸都不敢放得很重，他整个人躲藏在了那块巨石的后边，汗水和河水从他的额头滑落，他却不敢伸手去擦拭。好在他这边微小的动静并没有引起正沉迷于手机的腾若的注意力，就这样他再度一点点地沉入了水中。不知怎地，这时的河流并没有像之前那么湍急，他沉入水中，小心翼翼地游到了更远的地方才上了岸，抱着怀里的东西就往木屋的方向赶。他的心脏止不住的扑通跳动，他想他可能找到树。王文海回到木屋的时候，天甚至都还亮着。王文海猛地推开了木屋的门，一时间木屋内的玩家都朝着他投来了异样的视线。经过这一路的紧赶慢赶，他身上被河水打湿的衣服已经自然风干了。大概环视了一圈木屋内的玩家，他就明白萧志应该已经将之前发生的事告诉其他人了。他也不觉得尴尬，不主动提之前和萧志之间发生的不愉快，将手上的葫芦和背包放在了桌子上。他笑着看向了坐在最里边的萧志，背包和葫芦我用完了，里边的东西清空之后，你就可以回收到系统背包里了哦。萧志只是和他对视了一瞬，就不愿意再多给他一丁点反应，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他神态自若的和其他玩家交谈，厚脸皮程度简直让人侧目。我和你们商量一下，我大概找到了树的位置。听王文海说到了树，几人同时看向了床上的兔子。兔子坐在床沿边上，听见他们的话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一双黑亮的眼睛就盯着他们的方向，三瓣嘴一动一动的，就像是在笑。这人性化的样子还真是每次看都会觉得毛骨悚然。经过之前的事，2个单独的女孩对萧志和王文海2人都不太信任，有些怀疑的看着说话的王文海。袁墨和李霞小凑在一起，袁墨安抚的牵着自己女朋友的手，看着王文海开口了，那个发生了什么？你在哪找到树的？王文海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果子抱在了怀里啃。我今天到河边没有看见萧志说的那个小孩，结果装水的时候不小心掉水里了。说到这，他还意味深长的看了萧志一眼，那模样就像是在说萧志在撒谎，他说的那个小孩根本就不存在。萧志翻了个白眼，根本就懒得搭理他。其他玩家互相对视，也并不发表意见，毕竟萧志可是将事情的全部都说了，而且手里的道具可是实打实的佐证，而王文海却是一点证据都没有，还不知道是谁在撒谎呢。王文海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反应，嘴角稍微往下压了一丁点儿，他继续往下说，结果我一直飘到了最下游的地方，
看见了之前牛头 boss 他守着一棵核桃树。关于副本 boss， 他们只在副本刚开始的时候见过一面，之后就一直不见了踪影。能被 boss 守着的树，而且是这槐树林里唯一一棵核桃树，联想之下，真相便呼之欲出了。想到这里，玩家们都变得精神了些，找到了树，那副本就有望结束了。在副本结束之后，就能有一小段的休息时间，他们就可以短暂的远离这些恐怖的事物。元末眼睛亮亮的一拍手，太好了，摧毁树的那个任务也没剩几天了，完成任务就可以离开了。萧志也稍稍打起了精神，他微微坐直了身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明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面对那样的巨人，我们不占优势。他这话说的不错，也没有人提出异议。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起摧毁树的计划。就在他们看不见的角度，坐在床沿的兔子微微晃了晃耳朵，眼中有红色一闪而过，三瓣嘴也咧出了一个笑容。经过所有人一致的讨论，最终得出了大家都通过了的方案，那就是一个人去摧毁那棵核桃树，剩余的人则负责引开牛头 boss 远离核桃树附近。李霞小有一个地级的小道具，说是道具，但只能用来抽签，在地级道具里也是最没用的那种了，但用来抽签是绝对的公平。王文海的运气是真的好，1/7的几率就让他抽中了最简单的工作。王文海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那就这样安排吧，我没有异议。所有人无语，就你运气最好，你当然没有异议了。可就算心里无语，其他玩家到底还是遵循了抽签的结果，确认好了自己明天的分工。短时间的讨论过后，木屋内的声音渐渐的再度沉寂了下去。萧志垂着眸缩在角落，不知怎地，心中有一丝丝不安浮现。他悄悄地抬头看了一眼床上的兔子，兔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重新缩回被窝，像是人一样把被子顶在了脑袋上，坐在床上。以他的角度看不清兔子的脸，只是对上了一双泛着红光的双眼。在他看兔子的时候，兔子也在看他，两双眼睛对视上的瞬间，萧志瞬间明白了这个事实。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迅速收回了视线，但却在收回视线的瞬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那床被兔子钉在脑袋上的被子，背角是不是有一团棕褐色的痕迹？那团痕迹是之前就有的吗？避免引起兔子的注意，萧志收回了视线后，才在脑海中思索起了这个问题。说实话，兔子木屋的里里外外和这阴森的槐树林完全就是一个画风，阴森可怖，远远看着就透着一股腐朽感，仿佛凑近了都能嗅到潮湿的味道。就连兔子身上盖着的那床棉被都是陈旧的，打着补丁的棉被只能勉强称得上干净，上边有污渍被清洗过的痕迹，而他刚才看见的那块污渍却很新鲜，就像是刚刚在泥泞的土地上蹭过一般。这样的一个小细节被萧志记在了心里，但他暂时没有找到更多的可疑之处，也就没有声张。森林的夜晚总是很寒冷的，萧志只能用力的双手环抱住自己，才能勉强感受到一丝丝的暖意。前几夜他都是这样勉强入睡的，但不知怎地，今天明明补充了水分，肚子也并不饥饿，可他就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此刻处于一种很微妙的状态，还存在着意识，但是醒不来，身体也动不了，像是陷入了梦魇。他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勉强将眼睛挤开了一条缝，可在这样的黑暗中，他什么都看不清楚。不知怎地，全身上下唯一能动的眼珠子就看向了床的方向，可在黑暗中又能看清什么呢？他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影子在床上跳过来跳过去，期间似乎还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动静。是兔子吗？这么晚了，兔子在干什么？昏沉的脑袋刚刚冒出了这个想法，就听见了一阵又尖又细的笑声，嘿嘿，就像是什么计谋得逞后抑制不住的奸笑，但又怕惊动了什么一般，刻意压低了声音，只是小声的笑了2声之后就沉寂了下去。忽的，床上的小身影跳来跳去的动作停住了，他耳朵竖得高高的，猛地回过了头。萧志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他看见了那双眼睛，那大概算是黑暗中唯一的光源，浓稠的红色，发着光一般往他这个方向看了过来。他能够察觉到那双视线停留在自己的身上，将自己上上下下扫视了个遍，久久不肯收回。可萧志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在这样关键的时候，他竟然睡意回笼，浓浓的睡意将他笼罩，眼皮像是坠了秤砣一般止不住的合拢。在他合上眼睛之后，还能察觉到那冰凉的视线停留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仿佛是被巨蟒缠绕，那凉的刺骨的窒息感一直延伸到了他的梦里，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像是1个世纪那么长。天亮了，后脖梗处的痛感让他猛地从睡梦当中惊醒，睁开眼，他整个人栽倒在一旁的矮凳上，脖子就歪着个在矮凳的凳沿上，他的整个后脖梗此刻痛到炸裂。萧志痛苦地动了动身子，他单手扶着自己的后颈，简单活动了一下。他扭了扭脖子，左右看看，其他玩家都还没醒，从窗户的缝隙能看见外边微亮的天色。正当他准备站起身来动一动的时候，结果一眼就看见了床上的兔子。兔子今天竟然已经醒了，此刻正睁着一双眼睛往他的方向看，黑亮的眼睛反着光，耳朵无害的微微垂着。见萧志看过来，三瓣嘴还动了一下，他咻的一下收回了自己的视线，不和兔子的眼睛对视。虽说昨晚睡得不怎么样，但半夜那诡异的笑声现在都还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的回响着，瘆得他一大清早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萧志瑟瑟发抖，不敢抬头，紧紧抱住弱小又无助的自己。大概又过了5、6分钟左右，其他玩家也陆陆续续的醒了过来，听见身边的动静，萧志才终于敢抬起头，悄悄地往床的方向瞄了一眼。此时兔子已经缩回了被子里，
棉被将他完完全全的笼罩其中，连耳朵尖都看不见。鬼使神差的，他又瞄向了背角。可这次，他昨天看见的那团污渍已经消失不见了。萧志微微皱起了眉头，是错觉吗？之前那里好像不是这样的。之前被污渍染脏的部分现在干干净净，连一丁点痕迹都看不到，就仿佛他之前出现了幻觉。好奇怪，但他没能在这个问题上思考太久。今天的兔子像是完全没有要搭理玩家们的意思，一直到现在都没说话，也没从被子里钻出来。玩家们只能自行决定接下来的行动，就按照昨天讨论好的。走吧，我们一起去摧毁树。剩下的6个玩家浩浩荡荡地出了门，萧志走在最后，自然而然也就是他关门。就在关门的一瞬间，他从门缝里看见床上原本缩在被窝里的兔子迅速钻了出来。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半秒钟的时间，那兔子双腿直立，手脚并用，诡异的动作姿态活脱脱就像是个人一样。萧志浑身起鸡皮疙瘩，脚步也猛地顿住。前面的玩家还在顺着小路走，脱离了木屋的范围。玩家们都脱下了外套遮挡掉落的槐花。萧志的停顿只引起了他前边的袁墨的注意。袁墨脱外套的动作顿了一下，回头看了萧志一眼。怎么了？萧志默默地收回了自己的视线，不动声色地跟上了其他人的步伐。没什么，走吧。袁墨也没有把他这短暂的停顿放在心上，开了个话头，就这样和萧志聊了起来。看你脸色不太好，生病了吗？萧志回答的心不在焉，他心里藏着事儿，半天想不明白。之前都和其他玩家摊牌了，他也不再伪装。下落的槐花就像是被无形的屏障挡开了，连片花瓣都不往萧志身上沾。所有玩家都朝萧志投来了羡慕夹杂着嫉妒的目光。跟着哥哥一起工作的日子，洛河可真是快乐死了，每天没有烦恼，吃得饱饱，玩得好好，没有人敢招惹，就像是一只被老虎保护的小猫。他身边还真是有一只老虎。洛河摸摸身下小白的脑袋，腾若哥哥说就快要回家了，小白今天带我和小黑到处转转吧。小白轻轻的嗷了一声，摇着尾巴迈开了毛茸茸的爪子，说是转转，也就真的漫无目的的在森林里走。有一只老虎做朋友是怎么感受？洛河只能说特别棒，棒到他简直想把小黑小白一起打包带回家算了。可是听说尼贝尔不喜欢小动物，带回去一只小猫还好，要是带回去这么一只大老虎，他会不会被哥哥打一顿啊？洛河躺在小白的背上，心里想着该怎么和尼贝尔解释，结果突然就察觉到小白的脚步停住了，喉咙里还发出一阵阵威胁似的低吼。这一阵动静不仅吵醒了原本在洛河怀里睡着的小黑，也让躺着的洛河脑门上冒出了几个问号。洛河一个翻身爬了起来，伸手安抚地摸了摸小白的脑袋。怎么了怎么了，小白乖，不生气。然后他再坐起了身子，看向了异常的地方。3岁的男孩穿着奶黄色的上衣，纯白色的长裤，老虎的皮毛衬得他皮肤白得发光，一双眼睛的颜色要比寻常人更浅一点，是很清透的琥珀色，但头发是乌黑的。小孩看起来人畜无害，坐在老虎的身上，神色淡淡的看着他们。刚才还躁动不安，恨不得扑上来的老虎，被小孩的小手摸了摸脑袋，就安静了下去，看着不像刚才那么恐怖了，但眼睛还是透着凶狠的。在看见这孩子的瞬间，玩家们又是恐惧又是兴奋的。恐惧的是，这孩子虽然看着人畜无害，但他可是骑着一只老虎啊，但却又兴奋。萧志没说谎，他的道具可是这孩子给他的，这可是个能掉落高级道具的 NPC 啊。怀里的小黑炸了毛，龇牙咧嘴的看着玩家的方向。洛河抱着小黑一下又一下的顺着他脑袋上的毛，控制着小黑，不让小黑冲着玩家扑上去。洛河将玩家们的恐惧和兴奋尽收眼底，而这中间萧志显得格外显眼。萧志是和洛河见过面的，洛河不仅帮他找到了果树，还给了他特殊道具。不管这个小孩看起来有多么诡异，萧志心里都是感激的。但玩家们不知道，他们心中的想法都被看得一清二楚，只是看着小孩盯了他们几秒，然后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小孩子的笑简直甜得要命，看得人心都要化了。洛河一手抱着小黑，一手捏了捏小白的耳朵。小白，我们换个地方玩吧。好。小白又看了玩家们一眼，然后转过身朝着玩家们的反方向走开了。远远还能听见小黑气哼哼的声音。小白离他们远一点，玩家没一个好东西。好了好了，小黑乖乖，我给你吃雪饼。众玩家，黑猫叫小黑倒也没问题，不过普通的猫会说话吗？还吃雪饼？哪来的雪饼？他们只能吃野果果腹。系统商店里还能卖雪饼吗？这么想着，胡素素竟然还真的在系统商店里搜了一下，还真有啊。不过这价格，喵喵雪饼10万积分，酥酥脆脆的小甜饼，是苦涩生活中的唯一的一点甜味。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绝顶美味。欢迎加入雪饼派，入股不亏哦。神 TM 入股不亏，一小块雪饼卖的和 S 级道具一个价，谁买谁冤大头。不过那小 NPC 还真有钱啊，这 NPC 的钱都是哪来的？这样的想法同时在所有玩家心中冒了出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在这恐怖的藏土世界也是能拼家长的。洛河真的拿了一块雪饼出来给小黑吃，现在已经逐渐发展为洛河独为的小黑咔嚓咔嚓的咬，白色的饼干屑粘在了他的下巴上，洛河帮他擦干净，然后又把雪饼往小白的嘴里塞了一块。看着大可爱小可爱这么乖巧的样子，洛河心都要化了，他一拍手做出了决定，我决定了，我要把你们都带回去。洛河刻意让小白往玩家们相反的方向走，虽说他也对玩家这个群体很好奇，但却不是很想和这些玩家打交道，毕竟按理说他现在的立场是在副本 BOSS 这边，
可玩家们今天也有自己的打算。虽说见到了传说中的这位会掉落隐藏道具的小 NPC， 但谁也没去追。一是今天的计划都制定好了，二是没人敢，毕竟那么大一只老虎就在他身边待着呢。谁知道这些 NPC 有没有什么隐藏手段？玩家们在王文海的带领下，顺着河流一直往下游的方向走。紧张之下，没人记得走了多久。终于，他们走到了王文海所说的核桃树附近。还在稍远的地方，玩家们就开始借着树枝草叶遮挡自己的身形。稍稍靠近一些，他们就看见了坐在树下打盹的藤若。藤若身高足足3米多，哪怕是坐在树下都显得超大一只，身旁放着一柄1米多高的银斧，只是远远看着就令人胆战心惊。玩家们的呼吸都放得很轻，生怕将藤若惊动了。在玩家屏住呼吸之时，一只白色的小蝴蝶扇动着翅膀，轻飘飘地落在了藤若的鼻尖上。只见藤若的鼻尖轻轻耸动了2下，然后打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喷嚏。小蝴蝶受到了惊吓，硬是把一双小小的翅膀扇出了螺旋桨般的架势，飞快地逃离了现场。被一个喷嚏吓到的不仅仅是那只小蝴蝶，还有在暗处躲藏着的玩家们。藤若已经从睡梦中苏醒，而玩家们尽力平复着自己因为惊吓而跳动不已的心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萧志突然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藤若靠着的那棵核桃树像是刚刚被浇过水，靠近树根的地方微微湿润，而刚才靠着树的藤若灰色的衣角在树干和泥土交接的地方蹭了2下，染上了一团褐色的污渍。在这一瞬间，萧志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本就还没有完全平复的心跳又开始砰砰砰的乱跳。他的喉咙干涩，一只手放在了袁墨的肩膀上。我们先回去，我有了一个想法。袁墨猛地回了头，有些诧异地看向了萧志。几个人凑得近，萧志的声音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一时间，所有人面面相觑。本来就看他不顺眼的王文海不耐烦地开口了：“胜利就在眼前，你又在做什么？”虽说语气生气又不耐烦，但他还是刻意地压低了声音。萧志看了王文海一眼，抿着唇不想搭理他。胡素素抓着乔元的胳膊，看看王文海又看看萧志，虽说心里感到害怕，但到底还是没忍住将心中的话说出了口。那个王哥，你刚才的语气好像渣男啊。王文海，乔元抓住了他这沉默的一瞬间，向着萧志提出了疑问。不过萧志，大家都走到这里了，你突然提出要回去，至少也要给我们一个理由吧。萧志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他越过其他人的身后，看向了还坐在原地的藤若，见他没发现，才松了一口气，小声且迅速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解释。你们难道就不觉得这树找到的太容易了吗？万一这是个陷阱该怎么办？如果做错了选择，肯定会有惩罚的。我怀疑真正的树在别的地方。听见萧志的解释，王文海翻了个白眼，和他据理力争。什么叫找到的太容易了？你知不知道找到这个地方，我差点就没命了。我看你就是害怕不敢行动了。眼看着两人谁都不肯让步，其他玩家连忙拉架，生怕这边的动静会引起藤若的注意。萧志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终撂下一句话：反正我要去印证我的猜测了，你们愿意在这，那就在这待着吧。说完转身压低了身形，迅速从现场离开。最终还是袁墨出来打圆场。那要不我们分头行动好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和小小去找萧志吧。说完，袁墨拉着李霞小往萧志离开的方向跟了上去。王文海看着他们离开的方向，眼神阴翳。好半晌过后，才恶狠狠地开口：不管他们了，我们准备行动。萧志跑出去老远，袁墨和李霞小才追上了他。袁墨喘了2口气：那你觉得树在哪？我们陪你一起去吧。萧志停下了脚步，他看看袁墨，又看看袁墨身后的李霞小。李霞小虽说胆子很小，总是怯懦地躲在男朋友身后，但此刻的眼神坚定不少。我们帮你。一直到这个时候，萧志的表情才稍稍好转了些。抱歉，刚才有点情绪上头，我和他有点不对付。萧志口中的他自然指的是王文海。袁墨点点头表示理解。不过我之前就觉得你脸色不太好，真的没事吗？萧志摇头。其实他早晨醒来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晚没睡好的原因，他浑身发冷，一直到现在都在持续低烧。但为了印证心里的那个猜测，他也顾不上这些了。走吧。袁墨和李霞小就跟着萧志走，结果就一直走，最终又回到了兔子木屋的门口。白天再看这木屋和夜里的阴森不同，反而像是童话里小动物住的地方。也确实是小动物在住，不过那兔子可不是善茬。见萧志只是看着木屋不动，袁墨忍不住问他：萧哥，怎么了？萧志没说话，只是从自己的外套兜里掏出了一小盒火柴。在袁墨惊恐的目光下，他点亮了火柴，扔向了木屋的方向。这是啊，这可是森林啊，一小点火星子就能把整个树林给烧了，更别说是森林中矗立的小木屋了。仅仅是片刻的功夫，整个木屋都被熊熊火焰覆盖了。看着眼前的木屋，萧志的视线也渐渐的模糊了，似乎是在高温的影响下，他的低烧渐渐的转化为了高烧。在完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耳边似乎听见了什么声音，叮，这个声音也在森林的另外一边响起了。当时王文海的脖颈距离锋利的银斧仅仅只剩下1厘米不到，他双目惊恐，然后就眼前一黑，什么牛头人，什么核桃树全都不见了。耳边是系统的声音，叮，副本槐树林已完成，评分 A。 下边开始发放奖励。任务1，找到食物饮用水，奖励积分40。任务2，摧毁树，奖励积分200，存活积分20。
附加积分10，积分50，排名如下：1. 肖智320积分；2. 李霞晓、袁墨230积分；3. 王文海70积分；4. 乔源、胡素素30积分。玩家们是突然就消失的。藤若默默地收回了自己停滞在半空中的银斧，就差一点。话音刚落，兔子就从一边的草丛里蹦了出来，他动了动耳朵，跳到了藤若的身边。藤若大人，已经结束了吗？这次的玩家看着胆小，没想到做起事来还真是绝啊，尤其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皱巴巴西服外套的家伙。再发现他把真正的树藏在床上后，一点不带犹豫的就烧了木屋，要不是他机灵，差点就出不来了。藤若摸了摸兔子的脑袋，木屋和森林的损毁你找系统报修就行，我该带小何回家了。一想到可以和小何大人一起回城堡的小白和小黑，羡慕的口水就从兔子的眼角流了出来。在副本结束的一瞬间，洛河也仿佛察觉到了什么，坐在小白的身上左右看看。我觉得我们还是就在这等吧，哥哥应该马上就要来找我们了。事实证明，洛河的猜测没错。他们没等一会儿，就看见了拎着巨斧的藤若缓缓地从森林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藤若走到了洛河的身边，低头看看怀里抱着小猫坐在老虎身上的洛河，思考了2秒，将洛河拎了起来放在了自己的肩膀上。突然就换了个坐骑的洛河，背上突然一空的小白。洛河看看茫然的小白，又看看自己高大的哥哥，最终还是决定对自己的哥哥好一点。他伸出手摸了摸藤若的脚，小声的撒娇：哥哥，我们也把小白带回去好不好？他眨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求求你了，我会和尼贝尔哥哥解释的，好不好吗？藤若3米1的大高个都险些萌化在弟弟的童声里，哪里还说得出拒绝的话？他思考了1秒，觉得既然自己都抵挡不住小何的撒娇，尼贝尔也肯定会败下阵来的。好，我们一起回家。2人1虎，还带着一只小猫回到了之前休息的地方。藤若又拿出了之前的那一大串钥匙，从中挑出了唯一的一把红色钥匙，插进了锁眼。再走进去，场景就发生了变换。他们回到了城堡的门口，身后的门关上，他们踩在了院子的草地上，大概是临近到家，众位大 boss 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小黑和小白的耳朵都不安地往下压。洛河被放在了草地上，连忙摸摸这个又揉揉那个。小黑小白不要害怕，哥哥姐姐都很好的。藤若先一步回去换衣服了。洛河在后边带着一大一小2小只走进了城堡的大门。刚刚走进大厅，就看见了一边喝咖啡一边刷手机的尼贝尔。尼贝尔的一双大翅膀放松地垂在身后，穿着宽松的白色家居服，肩膀上搭了2缕金发，碧绿色的眼眸微垂地看着手机屏幕。此刻的尼贝尔看起来很温柔，让洛河的心里也有了点底。尼贝尔刚才就看见藤若回房间换衣服了，就想着洛河也该回来了。现在听见有人开门，立刻就笑着看向了门口的方向。小何回来，这是什么？尼贝尔在看见洛河身后的一大一小2只时，脸色瞬间僵住。小黑小白的尾巴瞬间炸毛的竖了起来。洛河眼疾手快，他迈着小碎步哒哒哒的跑到了尼贝尔的身边，一把抱住了尼贝尔的胳膊。他仰着头，保持着一个最可爱的角度，眼睛一闪一闪的亮着光。哥哥，尼贝尔哥哥，就让小黑小白留下来陪我好不好？他们真的很乖，好不好吗？求求哥哥了。谁能抵挡住洛河这样的攻势？尼贝尔整个人都有些飘飘然了起来。他低头看看弟弟可爱的小模样，又看向了门口的2只，那2双睁得圆圆的眼睛，简直就像是在求收留。尼贝尔的身形一时间变得更僵硬了，眼看着似乎有戏，洛河放出大招：哥哥，求求了，你是最好的哥哥。尼贝尔的脑袋猛地后仰了一下，宛若被无形的神剑正中眉心，他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他生怕自己嘴巴张大了，那被蒙出的血就会不小心吐出来，吓到弟弟就不好了。好，可以。洛河当即欢呼雀跃地跳了起来，他冲到门口，一把抱住小白和小黑。太好了，小白小黑，你们可以留下来了。洛河像是一个小队长一样蹦蹦跳跳地往前走。走吧，小白小黑，我带你们回房间。洛河走在最前边，小白走在中间，小黑走在最后。3小指回房间时路过了餐桌，此期间尼贝尔的视线一直停留在他们的身上。在即将离开餐桌的范围时，小黑突然猛地回过了头，他身后的尾巴动了动，有点茫然的左看右看，怎么感觉他的尾巴好像被谁摸了一下。结果小黑一抬头，正好和尼贝尔对视上了，这一眼给他吓得浑身炸毛，连忙跟上前面的脚步，不敢再乱看。等到3小只离开了视线范围，尼贝尔才垂下了眼眸，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指尖。原来真实的触感是这样吗？毛茸茸，暖洋洋。谁能想到，在所有 BOSS 这么个大家族中，据说是最讨厌动物的尼贝尔，他竟然是个毛绒控。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只是看小动物的眼神异样了些，结果在兄弟姐妹眼中的形象就变成了极其讨厌小动物。没办法，他就只能从毛绒控变成了隐藏的毛绒控。这下好了，他可以在吸弟弟的时候，同时光明正大的吸小动物了。尼贝尔上一场副本大部分都是新人玩家，所以结束的也早，是第2个到家的。第1个结束的是影星。尼贝尔到家的时候，他就在房间开始补觉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虽说他们都是藏土的 NPC， 但每场副本的玩家和场地不同，所以除非是系统难得的维护时间，或者极少数错差不多的时间完成副本的情况，否则他们一家人是很少会同时出现在城堡里的。洛河带着小白和小黑回了自己的房间，从床下的柜子里找出了一张大毯子铺在了自己的床边，他伸手捏捏小白的耳朵。
小白你以后就睡在这里了。看着小白伸出爪子在柔软的毛毯上踩了踩，洛河的眼中流露出笑意，随即他又利用自己的手表，从商城兑换出了几个蓬松的枕头放在了毛毯上。以后你们就睡在这里了。小白歪着脑袋蹭了蹭洛河的脸，表示感谢。小黑一下子跳上了毛毯，闭着眼，喉咙里发出舒服的呼噜声。洛河脱下鞋子跳上了床。你们两个先睡一会啊，我换个衣服出去和哥哥吃饭了。家里的温度要比槐树林暖和。洛河穿着毛衣有那么一点热，他从衣柜里找出了一件衣角有小蜜蜂刺绣的短袖穿上，又换上了舒适的拖鞋，再去看小黑和小白。大可爱和小可爱已经挨着彼此睡着了，喉咙里都打着呼噜，听着还挺治愈。洛河扯过一张凉被给他们盖上，然后放轻动作出了门，重新回到客厅。餐桌前的哥哥已经从一个变成了3个。藤若坐在一旁最宽敞的那张椅子上，低头一边嚼着面包一边看手机。尹欣揉着眼睛坐在尼贝尔的对面，整个人看起来还带着几分疲倦。他没什么精神的和尼贝尔说话，困死了，上一场副本我全程没有睡觉。尼贝尔默默地把一杯牛奶推到了尹欣的面前，休息会儿，下一场副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了，保存体力。尹欣喝了一口牛奶，不经意的抬头间看见了从房间走出来的洛河，他抱怨的话语瞬间止住，唇瓣抿了抿，看着洛河的方向张了张嘴，但却什么也没说出来。上次见面，洛河看着他紧张的目光仿佛还在眼前，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个新弟弟展开话题。洛河远远的就看出了尹欣的紧张不安，不知怎的他的心软了一下。虽说哥哥姐姐们看起来都很强大，但也会有脆弱不安的一面呢。通过之前在软件上的聊天，他已经洞悉了藏在尹欣吓人外表下的内心，而且尹欣的外表除去那诡异的油彩和有缝合痕迹的嘴角之外，完全就是个清秀瘦弱的少年嘛。洛河哒哒哒的跑到了尹欣的身边，两只小手一伸就抱住了尹欣的胳膊。尹欣哥哥工作辛苦了。尹欣突然一个暖乎乎的小家伙扑上来，尹欣有点僵硬的伸出手摸摸洛河的脑袋，柔顺的发丝摸起来手感很好，让尹欣紧张的情绪渐渐的消失不见了。虽说他脸上的油彩已经完全融入皮肤，再怎么用力清洗也不会掉色，但他还是不敢长时间的和洛河接触，那样纯洁柔软的白色要是因为他而变脏就不好了。洛河不知道尹欣在想些什么，所以只是抱着他蹭了几下就站起了身，自己在餐桌上找位置坐了下来。他刚刚坐下，尼贝尔就递上了一杯热牛奶。虽说城堡里除了沐月之外没有人会做饭，但热个牛奶还是绰绰有余的。尼贝尔刚刚帮哥哥热了牛奶，现在又给弟弟热了一杯，对于热牛奶这件事已经逐渐得心应手了起来。他看着兄弟们乖乖喝牛奶的样子，心里涌起了莫名的满足感。放下牛奶盒子的时候还看向了藤若，藤若你要不要？藤若茫然地抬起了牛头。尼贝尔在和他对视的一瞬间又将即将说出口的话咽了回去。好吧，没事。他咽下了嘴里的话，但藤若倒是看见了他手上拿着的盒子，恍然大悟。牛奶啊，给我倒一杯吧。尼贝尔赤处。听见尼贝尔和藤若的动静，尹欣掀起眼皮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小声的和坐在身边的洛河说悄悄话。藤若以前不是长这样的，虽然高大，但确确实实是人类。在来到藏土后，我们的身体或多或少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藤若的变化是最大的。你也看到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都无法直视牛肉牛奶之类的食物。听见这两句话，洛河的眼睛一点点的睁大了。无他，这一段话中的信息量太大了。首先是令玩家们恐惧万分的 BOSS 们竟然原本都是人类，而且他们身上诡异的地方竟然是受到藏土的影响才形成的。这样的真相让洛河心中生出了浓烈的不适感，带着点莫名的厌恶，不是对他的家人，而是对这个诡异的地方。藏土在某种意义上就像是地狱。尹欣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洛河已经是他们的家人了，没有什么是他不能知道的。但后知后觉的，他突然想起了之前在群聊里被兰州撤回的2张照片，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糟了，忘了弟弟还是个3岁的小孩子了。小孩子可听不得这些，会做噩梦的。他连忙低头去看洛河，果不其然的看见了洛河满脸复杂的盯着自己。这样复杂的情绪是很不适合出现在小孩子脸上的，让洛河在一瞬间看起来就像是个小大人。尹欣以为弟弟是被自己的话吓到了，连忙在脑海中搜刮着语言，想要找出些什么。阿小河你不要怕，哥哥们会。他的话只是说了一半就戛然而止。无他，洛河抬起了小手落在了尹欣的唇角。尹欣的唇角有被缝合过的痕迹，缝合的手段很粗糙，留下了2道狰狞的疤痕，在疤痕上还覆盖着厚厚一层红色的油彩，宛若血液一般的红色。疤痕和油彩交叠在了一起，绘制成了一个极其夸张的笑脸。陈旧的油彩已经完全的融于皮肤，哪怕洛河这样近距离的接触，都没有在指尖蹭上一星半点。尹欣在弟弟宛若镜面一般的清透瞳孔中看见了自己丑陋的倒影，那样狰狞可怖，让他自己都控制不住的想要发抖。不能吓到弟弟。他抿着唇想要转着轮椅往后退，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洛河开口了：哥哥，你还痛不痛啊？尹欣愣住了，瞬间他的嗓子变得干哑，一个字都说不出口了。他只能摇头，我的痛只会让我的家人感到更痛，所以我不痛。洛河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大家庭，在进入藏土之前全都是未曾相识的陌生人。他的胸口闷闷的，他抓住尹欣的手，用自己的脸颊挨了挨。哥哥，下次工作的时候带上我吧，让小何陪着你。
尹星和洛河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要卖惨的意思，结果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洛河要跟着尹星进入下一场副本。听见这个消息，站在一旁给滕若递牛奶的泥贝尔手一滑，还好滕若眼疾手快，将杯子接住，温热的牛奶仅仅洒出了几滴。滕若，兄弟你怎么了？尼贝尔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看着依偎在尹星身边的洛河，哎，我本来还打算带小何一起的，把小何打扮成小天使的样子，一定可爱的要命。我不是小何最爱的哥哥了吗？尼贝尔嘴上伤心，但眼中却是戏谑，明显是在开玩笑。洛河没有说话，爬回了自己的小凳子。倒是尹星冲着尼贝尔竖了个中指，少在这阴阳怪气。尹星很少和家人说坦率的话，今天和洛河的聊天已经是破天荒了。尼贝尔心里也是高兴的，也不在意尹星的话，拍拍手，作为哥哥，你可要保护好小何啊。废话，是。藏土游乐园装修完毕了，近日正式开启公测，参加公测的玩家们请往里走哦。游乐园的大门口立着一个大大的牌子，指引着参加这场副本的玩家。距离副本正式开启还有10分钟，游乐园的大门还关闭着，参加这场的玩家都还被挡在大门的门外。隔着游乐园的铁艺大门，玩家们能看见那块立在门内的牌子，牌子看着像是木质的，刷了一层白色的漆，上面的字是用红色的油漆写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油漆干得比较慢，红色的漆往下滴落，维持着往下滴落的痕迹凝固。按理说这样一块不完美的指示牌应该不会被摆出来，可就是被摆出来了。诡异的木牌让玩家们感到不安。最近的副本人数都多到离谱，现在在门外等待的玩家大概有20多个。一男的身高只有1.55米，缩在所有玩家的最后边，他再怎么努力也挤不到前边去，也看不见玩家们口中所说的那块木牌。看着眼前的高墙，一男瑟缩了一下，抿着唇又往后退了一步，结果就是这么一退，看见了站在更后边的一个人。那是一个看起来身高至少有1.8米的男人，靠在一堵矮墙上，对方看起来像是混血，有一双绿色的眸子，五官也要比寻常人更加深邃，黑色的齐肩长发让他看起来不紧不女气，反而平添了几分妖孽的气质。不同于其他惶恐不安的玩家，他看起来很从容，正低头看着手上的手机。哪来的手机？男人似乎是察觉到了他的视线，懒懒地抬起眼眸扫了他一眼，那双桃花眼宛若含着笑意一般，仅仅是被这样一双眼睛注视着，就让人生出了一种脸红心跳的错觉。但男人也仅仅只是看了他一眼，就继续把注意力放回了手上的手机。一男不知怎的就生出了几分勇气，几步走到了男人的身边。那个，你哪里来的手机啊？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服，其他物品全都消失不见了。男人的注意力还是在手机上，没有抬头，但他还是回答了一男的疑问。你没有仔细研究过系统商店吧？翻到最后能看见电子产品的。说着，他把手机的背面在一男眼前晃了一下，配置还不错，还能同步玩家信息，就是有点小贵。一男这才看见手机背后的 logo 是一棵树的图案，不同于现实中的任何一个手机品牌。那副本还有几分钟就开始了，你为什么还在看手机啊？你难道就不害怕吗？听见这个问题，男人的脸上蔓延起一丝笑意。正是因为快要进入副本了，所以才要尽可能的收集情报。副本开始后，手机可就没有网络了。这次的副本可不简单呢。收集情报，一男过了2场副本，勉强算得上的新人，他完全不知道副本的情报还能被收集。男人像是猜到了他心中的疑问，看着手机上不停往外蹦的消息，唇角勾了勾。这就要看你能不能找到靠谱的情报商了。好在我运气不错，小朋友虽然脾气差了点，但情报还是很到位的。情报商，小朋友。正当一男满头雾水的时候，系统的声音从大门口的喇叭里响了起来。距离副本开启还剩1分钟，请玩家们做好准备。听见这个冰冷的机械音，男人也收起了手机。他冲着一男眨了一下眼。小可爱，你叫什么名字？小可爱，这个称呼让一男脸红了一下。我叫一男。男人点点头。好的，一男，送你个情报，这场的 boss 大概率会是小丑，有点心理准备哦。一男的心里咯噔了一声，然后就看见了男人站起了身子，要比他想象中更高一点，大概1.85米左右。顺带一提，我叫玉文轩，能认识你这么可爱的女孩子是我的荣幸。说完这句话，男人就往前走，准备迎接即将开启的副本。一男的脸色红了又红，悄悄地打开了系统商店，翻到了最后。果然，他看见了玉文轩刚才拿着的同款手机，手机8000积分，藏土出品 B 市精品高配置触屏手机，搭载了藏土 A70 处理器，让你在各种游戏当中自在畅游，是休息间隙打发时间的最佳选择。1亿的像素让你随时随地捕捉藏土的美好瞬间。在看清购买一个手机所需的积分后，一男缩了缩肩膀。通常一场副本最多只能拿到100多积分，8000积分再添2000都能买一个 A 级道具了，这也太贵了。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他看向了男人的背影，这个玉文轩一定是个高级玩家，而且还是那种有自己的情报途径，超级有钱还有经验的高级玩家。游乐园的大门终于缓缓开启，一个穿着玩偶服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凭空出现，站在了门口迎接着众位玩家的到来。一道透着一股僵硬的男声从玩偶服内转了出来，声音是很刻意的笑。欢迎大家来到藏土游乐园，第一个项目马上开始。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游乐园的主打项目惊奇游乐场。在游乐场内，玩家们能够体验到空中飞人、驯兽还有魔术表演，请玩家敬请期待。
玩家们一声不敢吭地跟在穿着玩偶服的 NPC 身后。游乐园的园区内不知道什么时候弥漫起了一层薄雾，周围的景象叫人看不太真切。有关于这个副本能在论坛搜索到的信息可谓是少之又少，应该是刚开不久的新副本，当然也有其他的可能，那就是从这个副本里出去的玩家几乎没有。玉文轩的余光扫过周围的玩家，刚才他就数过了，这场副本有26个玩家，但其中大概只有他掌握了些情报。他虽然有情报，但也并不多。玉文轩对他的情报商是100%的信任，既然连他都查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真正的未知。不过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发到了他的手机上。NPC 把玩家们带到了马戏团的帐篷外，就很快消失不见，就和他的出现一样，让人根本看不透。玩家们看着眼前的帐篷，踌躇不定的不知道该不该进去。可在场的玩家们谁也不认识谁，彼此之间也并不信任。可是他们在犹豫，系统可不会心软。冰冷的机械音仿佛在催命。NPC 已经开始等待，请玩家们迅速在马戏团观众席落座，倒计时2分钟，未落座的玩家将直接被请出副本。倒计时正式开始，000159。此言一出，玩家们哪里还敢有1秒钟的犹豫，争先恐后的掀开帐篷的门，鱼贯而入。虽说这场副本的玩家人数不算少，可马戏团观众席的座位根本就坐不满，还空出很多。虽说玩家们互相并不认识，但到了这种时刻，还是更倾向于抱团取暖，都挨在一起坐着。玉文轩站着，一直等到倒计时还剩下30秒的时候才落座。这个时候，玩家们大部分都已经坐好了，他选了一个很角落的地方单独坐了下来，远离了玩家大部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开始的那一段谈话，一男一直都在留意着玉文轩。此刻看着玉文轩单独坐在了角落，他思考了1秒，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自己的直觉。他也选择了个很单独的位置坐了下来，距离玉文轩有2排，中间隔着几个座位，不远也不近。玉文轩眼中流露出笑意，冲着一男的方向做了个口型，聪明。但一男显然是不知道自己聪明在哪，他只是看着玉文轩坐在了分散的地方，自己也跟着学而已。玩家们全部落座，倒计时也走到了最后。在倒计时归零的一瞬间，帐篷顶上的一圈大灯亮了起来，原本还很昏暗的环境瞬间亮如白昼。3盏聚光灯交叉的打在了舞台的正中央，那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小丑，他的脸被大面积的油彩覆盖，身上穿着陈旧的西装。此刻他正在对着观众嬉笑，本就夸张的笑经过油彩的掩盖，搭配上缝合的痕迹更加吓人了。通过他笑的间隙，玩家们还能看到他比寻常人更加尖利的牙齿，牙齿上还带着诡异的红色痕迹。目光扫到观众席玩家们恐惧的表情，小丑挥了挥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游乐场，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们能相处的愉快。忽略掉小丑声音中的疯狂，他的声音就是很清透的少年音，但此刻已经没有人注意到这些了。玩家们没注意到的细节，坐在后台偷看的洛河注意到了。他摸摸身侧的小白，把手上的东西放回了小白脑袋顶的托盘上。这是哥哥爱吃的东西，得收好才行。哥哥一会儿还要吃的。那是一瓶番茄汁和一个又大又圆的番茄，番茄汁上插着吸管，是影星上台前没能喝完的。谁能想到，性格傲娇、长相又令人恐惧的影星最喜欢的食物竟然是番茄。影星完全不知道自己上台的时候，自己牙齿上还沾着红色的番茄汁，更不知道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爱好给玩家们带来了怎样的误会和恐惧。他满意的看着玩家们恐惧的缩在一起的模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这下不仅仅是玩家，就连洛河也睁大了双眼，他不可思议的看向怀里的小黑，哥哥竟然是可以站起来的吗？小黑也不知所措，但紧接着宛若直觉一般，洛河看着舞台正中间的那个身影，微微皱起了眉头。哥哥他是用了道具吧？说着，他点开了商城进行了搜索，果然找到了符合描述的道具：万能恢复药剂400积分，员工内部价50积分，能够治愈一切的神奇药剂，虽然功效是暂时的，但却能让人恢复健康的身体哦。不过当然是有副作用的了。听说过小美人鱼吗？虽然身体是完整了，但却要在刀尖上舞蹈哦。洛河越看有关于这个药剂的信息，眉头就皱得越紧。也就是说，影星虽然能够让双腿站立，但却要忍受着在刀尖上行走般的痛苦。可怜的哥哥，这么不坦率，什么都不说，要是有没有副作用就能让影星哥哥站起来的技能就好了。洛河简直恨不得自己现在就冲上台去让站着的影星回到轮椅上坐下。可是影星说让他先在下边等着，现在还不到他出场的时候。洛河完全没注意到舞台中间的影星说了什么，注意力全都放在影星的脚上了。他刚刚搜索完道具，没退出商城，正准备退出，结果随手往下一滑，突然就看见了一个东西。一瞬间，洛河眼睛放光。低级治愈术礼包比低级治愈术技能详减，中比高级治愈术礼包，请点击展开购买。想什么来什么，洛河不假思索地购买了治愈术礼包，低中高级全都买了。不过想要学习这个技能，得从低到高依次学习。低级治愈术能治疗一些擦伤之类的小伤口，中级治愈术能治疗感冒发烧中毒之类的病症，高级才能治疗残疾甚至于癌症之类的病症。一男在看清舞台中间的 NPC 的瞬间心就咯噔一声，下意识地转过头去看玉文轩。真的和他说的一样，是小丑。可玉文轩就像是没察觉到一男的视线，宠辱不惊地看着舞台中央的小丑，神色淡淡的，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仿佛这一切全部都在他的意料之中。也确实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他从来都不会怀疑自己获得情报的准确性。
相信情报商才能获得更多的情报。玩家们现在到达的游乐场是新建的，马戏团内不管是舞台还是装潢都很新，还隐隐透着一股油漆的味道。舞台上的小丑脸上挂着夸张的笑，他微微屈膝，冲着观众习行了一礼，手腕一翻，变出了一朵黑色的玫瑰。第一个表演马上开始，请观众们敬请期待。空中飞人在即将推到舞台一边的时候，他眨了眨右眼。表演中途会使用特别的手段，请观众们上台互动哦。一句话成功，让玩家们开始心惊胆战。能走到这里的玩家们，至少都经历过2场副本及以上了，都不是刚进入藏土的小白了。BOSS 口中的互动，那肯定不是普通的互动，那可是说不定随时就会丧命的互动啊！刚才穿着玩偶服带路的 NPC 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上了舞台。NPC 摘下了头上的熊脑袋，掩藏在玩偶服里的是一张青白色的脸庞，双眼没有一丝高光，脸颊凹陷，脸上挂着的笑像是用鱼线牵出来的一般僵硬。他的脑袋不自然的微垂，动作就像是被牵着线的木偶，冲着观众席挥手。影星又坐回了他的轮椅上，脸上挂着莫名的笑。而在上方，2位 NPC 已经站在了高台之上。副本中的 NPC 总是很相似的，站在高台之上的2位 NPC 也有着和玩偶服 NPC 相似的青白面庞，没有高光的双眼，宛若牵线木偶般的僵硬身体。他们手上握着牵着钢丝的木棍，在玩家们惊恐的目光下，握着木棍从高台之上坠落。马戏团的表现可真是精彩绝伦，2位演员的身子在半空之中狠狠相撞，发出了一声叫人心肝乱颤的巨响。2位演员的脑袋就这样在剧烈碰撞之下从身体之上掉落，在半空中划出一个极其优美的弧度。失去了脑袋，2位演员的躯体毫无防备的坠落，砸在了舞台的台面上，宛若死去的蜻蜓，手指还颤动了2下，暗红色缓缓地在舞台中央蔓延开来。至于那2颗飞出去的脑袋，猝不及防的正中玩家最密集的区域，一前一后砸中了2位玩家，脑袋从上至下落在了玩家的怀里。和2位玩家面对面，那没有高光的眼睛还睁着，轻轻地眨了一下眼。2位被选中的幸运玩家瞬间发出凄厉的尖叫，将怀里的人头猛地扔了出去。可这样的东西，所有的玩家都唯恐避之不及，人头被所有人躲开，重重地落在了地上，从一阶又一阶的楼梯上滚落，最终滚进了舞台下边。紧接着又是2位同样的 NPC 走上了高台，刚才的画面又上演了一遍，又是2位玩家怀抱头颅与恐惧相拥。可分明玩家们已经尽全力的在躲避了，那人头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准确无误的选择了2位玩家，干净利落的落在了玩家的怀里。又是2声刺耳的尖叫响彻了整个马戏团的帐篷。影星笑了2声，看着玩家们像是惊弓之鸟一般瑟瑟发抖，他轻轻地拍了拍手。好的，看来我们的幸运观众已经有结果了，请4位观众上台吧。可就算是影星这么说了，那4位被脑袋砸中的玩家们人就坐在座位上一动不敢动，整齐划一的抱着弱小无助的自己。影星也早就猜到了这种情况，他拍了拍手，看来观众们都很害羞啊，没关系，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请观众们上台。就在影星开口的一瞬间，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玩偶服 NPC 动了，就像是分身术一样，在他动的一瞬间，从他身后走出了另外3个一模一样的 NPC。3个 NPC 迈着僵硬的步伐往观众席走，其他玩家倒还好，毕竟被选中的不是自己，而被选中的那4个玩家浑身都像是被水洗过一般，汗水控制不住的滚落，他们想躲可又不敢躲，脚软的像是棉花做的。就这样，4位 NPC 一人拖着一个玩家往舞台上走，舞台上的躯体和血液没有被清扫，那血液是暗红色的，还隐隐散发出一股腐烂的味道。几位玩家强忍下想要呕吐的冲动，脸色都憋得发白，努力想要站直身子，但身形还是歪歪扭扭抖个不停。影星转着轮椅移动到了几位玩家的身旁，离得近了，他那尖利的牙齿被玩家们看得更加清楚，更吓人了。影星笑着，像是一个真正热心的工作人员一样为玩家们讲解规则。我们的马戏团是互动式的，欢迎观众们上台来体验。不过我肯定不会让观众们玩空中飞人这样危险的项目的，让观众们可以体验到的项目是刺激又好玩的。走钢丝，帐篷里的2架高台很快就被牵上了一根细细的钢丝，看起来要比现实中马戏团表演的钢丝更细，从下往上看都让人觉得恐惧。4个玩家都差点被吓尿，怎么都不肯往上走，尖叫着躲避 NPC 来拽他们的手，堪称闹剧。观众席上剩下的玩家们也开始窃窃私语。见状，影星的表情一点点的冷了下来，他从轮椅上站起了身，手上凭空出现了一把小刀，在指尖挽了一个漂亮的花。他眼眸森冷，几步走到了挣扎的最厉害的玩家身边。被选中的4位幸运儿有3男1女，挣扎的最厉害的玩家看着还比较强壮，反倒是已经把 NPC 拽到了舞台边缘。影星虽然残疾，但他一点都不矮，1.8米左右的身高，伸手一下子就抓住了玩家的衣领，把人重新拖回了舞台中间。那人的眼睛睁得很大，张牙舞爪的，却怎么都挣脱不开，最终只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求饶。求求你了，会死的，让我走钢丝真的会死的。影星半点不心软，动作利落的吓人，手起刀落，他手上的那把小刀从玩家的眉心贯穿了整个脑袋。玩家哭求的动静戛然而止，身体动了2下，发出了一阵诡异的咕噜咕噜声后再也动不了了。温热的血液溅了影星满身，脸上的油彩又被覆盖了一层红色，一滴血溅到他的唇角，
顺着下巴滴落，留下了一道蜿蜒的血痕。他站起了身，此刻周遭已经静得连针掉到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黑色的双眸冷得像刀子，要不走钢丝，要不现在就死。选吧，这还选什么选？他们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走钢丝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走钢丝现在就得死。躲在后台偷看的洛河听见这话，都为玩家默哀了一瞬。洛河完全不像他家人想的那样需要被保护，连血腥场面都看不得。他虽说也明白这些经历对于进入藏土的玩家们全都是无妄之灾，一不小心就要失去性命，可他也知道这是玩家们生存必须要做的，而他的家人为了生存才要做这些工作。如果不工作，哪怕是最强的 BOSS 也是会死的。这是之前尼贝尔和洛河说的，当时尼贝尔还感到奇怪，按理说洛河也已经是 NPC 的一员了，还作为家人被 BOSS 接纳，应该也是要工作的，哪怕年纪小也要去副本中创客一下小鬼小恶魔什么的。可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收到系统的任何指令，洛河自己那就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都说影星的副本死亡率是最高的，他那个脾气能不高吗？舞台上剩下的3位玩家在影星的注视下颤颤巍巍地走上了高台。玩偶服的 NPC 环贴心地递上了一根用来保持平衡的竹竿，可就算手上拿着保持平衡的竹竿又能怎样呢？被选上台的玩家都没有走过钢丝，一点经验都没有，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一位尝试的玩家刚刚开头就从高处坠落，身体重重地摔在地上，当即就失去了呼吸。而第二位稍微走得远了一点，那是一位女孩，走上高台的时候脸色煞白，眼泪还控制不住地往下掉。她更惨，还没开始就失去了平衡，身子一歪摔了下来。到第3位玩家的时候，她努力平复着自己颤抖的呼吸，可这样的举动对于她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她稍稍走得远了一点，但也没走到一半。一直到了这个时候，舞台上已经有4具尸体了，鲜艳的红和腐败的红相互交叠，为舞台铺上了一层湿漉漉的地毯。影星就站在这一片狼藉着中间，他冲着观众席微微俯身。这还真是一场精彩至极的表演啊！观众们表现得很好，让我大饱眼福。说着话，他回想到刚才玩家们从高台坠落的画面，抑制不住地发出2声窃笑。嗨嗨，经过刚才的表演，场子应该已经热起来了吧？请观众们休息片刻，下一个表演很快开始。说完，影星坐回轮椅上，被玩偶服 NPC 推着下了台，独留下舞台上的尸体和观众席上不敢发出声音的玩家。影星下了台，系统也适时地发出了提醒，接下来是休息时间，逃跑的话会有惩罚哦。休息倒计时000959，说是休息时间，可玩家们丝毫不肯放松。刚刚有4位玩家就在他们眼前失去了呼吸，这是一场专门面向于他们的凌迟表演。10分钟的时间，足以让恐惧在所有玩家心中蔓延，从头到脚的将他们心中的最后一丝侥幸彻底浇灭。而此刻的后台，影星伸手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喝了一口番茄汁。这10分钟与其说是给玩家们的休息时间，倒不如说是影星的休息时间。道具虽然可以让他站起来，但也让他饱受煎熬，需要缓一缓才能继续维持着完美的姿态。洛河手里拿着小毛巾，哒哒哒的跑到了影星的面前，伸手为他擦拭脸上和身上的血迹。血迹已经半干了，擦拭起来稍稍有点费劲，但洛河很有耐心。小白顶着一盆水走到他身边，洛河拿小毛巾沾沾水，擦一擦，然后又沾一沾水。影星稍稍有些紧绷的心变软，他摸摸洛河的脑袋，声音竟然能听出几分温柔。怕不怕？洛河的脑袋摇成了波浪鼓。不怕。蓝颜的温情在后台蔓延，分明是迫害玩家们的 NPC， 但在这一刻，他们却好像要比玩家们更难过。洛河天生会伪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身边从来也没有家人朋友，对于他们的苦难也很难共情。他天生淡漠，六亲缘浅，说不怕就是真不怕。对于玩家的死，他生不出太多的情绪，硬要说的话，那就是怜悯与愤怒。怜悯哥哥姐姐和这些玩家们进入了藏土，只能沦为系统的玩具，任由系统摆布，无法自主，无法自由。愤怒藏土牵连了这么多的普通人，让他们原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他不知道藏土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但目前看来，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几秒钟的时间，洛河心中想了很多。影星身上的血迹已经被擦拭干净了，他将手上的小毛巾扔进了水盆里。此刻的毛巾和水盆已经全部都被染红了。洛河笑着和哥哥贴了一下，接下来就该轮到我出场了，对不对啊？影星无奈地捏捏他的小脸，真拿你没办法。是的，这场副本竟然还有洛河的戏份。起因是影星看洛河养的一猫一虎都乖巧听话，就想着这次副本可以带上凑一个项目，就省去了要兑换动物花费的积分。结果没想到洛河硬是死缠烂打也要参与进来，又是撒娇又是卖萌的，影星根本没有办法抵抗。休息时间差不多走到了结尾，影星准备重新上台，他坐在轮椅上牵着洛河的小手，走吧，注意安全。等到影星回到了台上，玩家们就发现了他身边多了个小孩，长得白白净净，五官精致可爱，笑容也很甜美，和牵着他的影星完全就不是一个风格。小孩子冲着观众席挥手，大家好呀。没人敢回应他，只有坐在角落的玉文轩挑了挑眉，看向舞台中央的洛河，目光闪过了一抹别样的情绪。从副本最开始的时候，玉文轩脸上就挂着笑，但是这笑很表面，就完全像是习惯。
仔细看就能看出他眼眸中一直都是淡淡的，一直到他看见了影星身边的小孩走上了舞台，才稍稍坐直了身子。他拿出了手机，虽说手机现在是断网状态，但进副本之前的聊天记录还是能看到的。玉文轩手指往上一滑，翻到一张照片的时候停住了。他点开了大图，照片上的背影像是在一个森林，但照片的主题并不是森林，而是一个小孩。照片像是偷拍的，只拍到了一个背影，是一个小孩。小孩坐在一只巨大老虎身上离开的背影。这张照片是他情报商不知道从论坛的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来的，还给他分享了原帖。帖子的内容大概就是说，在一场副本里，他们遇见了一个从没有玩家遇见过的 NPC。第一个遇见这个 NPC 的玩家还得到了一个隐藏道具，但这样的一个帖子是由一个等级还不到5级的萌新玩家发出来的，可信度并不高，虽然还附上了照片，但热度并不高。但一直对情报嗅觉灵敏的情报商却对这个帖子很感兴趣。白瑶，竟然还有我不知道的 NPC， 你过副本的时候记得帮我留意一下。玉文轩 OK， 他们的聊天记录也就停留在了这里。玩家们的系统和 NPC 的系统可不太一样，玩家们不管是论坛还是社交软件都只能使用实名制，而玉文轩的情报商就是论坛上的那位知名大佬白瑶。玉文轩收起了手机，继续将视线投向了舞台。舞台上的孩子不管是身高还是发型，都和照片上的男孩高度相似。黑发琥珀色双眸的孩子，脸上带着肉嘟嘟的婴儿肥，简直可爱的一塌糊涂。可台上的小丑感官很敏锐，对自己身上的视线视若无睹，但自己的视线只是在男孩的身上多停留了几秒，就被小丑的视线笼罩。玉文轩抬眸，正好就和小丑的视线对视，他不紧不慢地移开了视线，以示弱来表示自己的无害。玉文轩能够感受到小丑的视线一直在自己的身上停留了10几秒，然后才缓缓地移开了视线。玉文轩松了一口气，视线再不敢在小孩身上停留过久，他平复着自己疯狂跳动的心脏。还真是敏锐啊，哪怕是玉文轩这种高级玩家，直面上小丑这样的最大 BOSS 都是讨不到好的。舞台上的影星对洛河身边的一切都密切关注，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分明是个第一次参与进副本的洛河要比他想象中更加从容，笑容得体又可爱，一点都不怯场。不愧是我的弟弟，影星一边骄傲地想，一边用自己的身体隔绝开洛河和地面上横七竖八的尸体。可恶，刚才就该找人来打扫一下的，吓到他弟弟该怎么办？影星还不知道，他眼中弱小需要人保护的弟弟，在刚才就在后台眼睛都不眨地看完了全程。玩家们安静如鸡，影星很快就宣布第2场表演的开始。接下来马戏团将要给观众们带来的是驯兽表演。我们可爱的小演员之后也会和观众们进行互动，不说互动还好，一说互动，玩家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毕竟上4个被选中上台互动的倒霉蛋，现在尸体还在舞台上躺着呢。收到了玩家们抵触又厌恶的视线，洛河的表情也丝毫未变，他笑着冲后台的位置招了招手，上来吧。于是玩家们就看见了3只毛茸茸走上了台，一只猫，一只虎，还有一只棕熊。小黑猫走得昂首挺胸，尾巴竖得高高的，看起来高傲又优雅。后边跟着的老虎也是皮毛蓬松又光滑，比寻常老虎还要高大，只是跟在最后的棕熊看起来不太精神，分明个子是最大的一个，肩膀却是缩着，像是在害怕些什么。影星没有说话，只是鼓励地看了洛河一眼。洛河会意地走到3只毛茸茸的身边，和观众们介绍，猫咪是小黑，很听话的乖宝宝。然后他又摸了摸老虎的耳朵，小白和小黑是好朋友。最后他走向了那只大棕熊，这只棕熊据说是从 NPC 专用商店兑换出来了。对于 NPC 有种天然的恐惧感，但他在洛河的面前却乖巧认摸，一点都不躲，脸上还露出了类似于享受的表情。洛河思考了2秒，小熊是今天刚刚认识的，那就叫小棕吧。接下来的表演就由这3只小可爱为大家呈现，观众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吗？真别说，洛河还挺像那么一回事的，只是观众们都被吓破了胆，哪里还敢动手鼓掌，有点垮台了。洛河有点小尴尬，影星察觉了他的尴尬，暗戳戳地扫过了观众席，像是有刀子在玩家们的身上刮，这简直就是明晃晃的威胁。但在影星的威胁下，玩家们到底还是动手鼓掌。茫然的洛河，玩家们的反射弧都这么长的吗？洛河伸手将小黑抱了起来，放在了一边的高凳上，俯身凑到小黑耳朵边说话，小黑不要怕，哥哥说了，这都是假的，只是看起来吓人，你这么厉害，一下子就会成功的。小黑乖巧的舔舔洛河的侧脸，放心吧，小河大人，我有经验，他可是已经在藏土做了几十年的 NPC 了，什么高难度的任务没做过，不就是钻个火圈吗？影星打了个响指，舞台上瞬间就出现了燃着火焰的圈，火圈围着舞台绕了一圈。洛河摸摸小黑的背，小黑一下子就窜了出去，小小的身体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敏捷的在火圈里穿梭。10几秒的时间，小黑顺利的穿越了所有的火圈，重新回到了洛河身边的高凳上，很骄傲的昂首挺胸，等待夸夸。洛河自然是如他所愿的摸摸脑袋，还在小黑的脑门上亲了一下。小黑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小猫咪。看着弟弟和小猫的互动，影星的嘴角牵起一点细微的弧度，又很快消失不见。在面向观众席的时候，他的表情又重新变得冷淡锋利。很感谢演员小黑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这次哪怕不要影星提醒，玩家们就自发地鼓起掌来，生怕自己的动作慢了一瞬就会有什么不幸的事降临到自己头上。不过这次的表演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表演，
看小丑也没有要找玩家上台互动的意思。围观了第一场空中飞人表演之后，玩家们都变得疑神疑鬼，不敢轻易的放松警惕。但这次小黑表演完之后，影星是真的没有要叫玩家们上来亲身体验钻火圈的意思。玩家们还没能松一口气，就见影星动了。他从轮椅上站起了身，将地上的洛河抱了起来，放在了棕熊的肩膀上。棕熊一只爪子稳住了自己肩膀上的洛河。只见影星忽然回头，冲着观众席笑了一下，又打了个响指，手腕一翻，一小把细线被他捏在了手心里，而细线的顶端牵着五彩斑斓的气球。他将手上的气球递到了棕熊的另外一只爪子里。接下来就由我们的小演员和小棕一起给玩家们发气球，一人一个，算是我们马戏团的一些小礼物。影星和洛河交换了一个眼神，下一秒，棕熊往前迈开了步子。虽然棕熊一只爪子扶着洛河，但棕熊站起来可要比小白高多了，他还是怕自己摔下去，于是一只手捏住了棕熊的耳朵。棕熊也不生气，还微微侧头让洛河抓得更顺手，说是洛河和棕熊一起发气球，但其实洛河就是起了一个吉祥物的作用，发气球的就还是棕熊。棕熊挨个挨个的发了过去，期间洛河就观察着每一个玩家的表情。玩家们不管是对熊还是对洛河，全都是恐惧夹杂着厌恶，和他的视线一对视，全都瑟缩着移开了视线，头也不敢抬的接过棕熊递过来的气球。气球从外表上看，除了颜色之外没什么不同，反正玩家们是看不出来什么端倪，但这气球肯定还藏着些什么，绝不可能像是小丑说的那样就是普通的小礼物。玩家们都做得很密集，棕熊发气球发的也快，但唯二不同的就是一男一女坐在分散的角落。洛河走到一男身边的时候，不怎么明显的愣了一下，无他，小姑娘是真的害怕，头都没敢抬，全程低着头，胡乱的伸出手来接棕熊递过来的气球，结果预估错误，指尖碰到了棕熊伸爪子上的毛，结果瞬间就把手缩了回去，像是被烫到了一样，一直抖个不停，也不敢再伸出来。洛河没办法，洛河只能接过了棕熊爪子捏着的那个黄色的气球，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人畜无害，姐姐，给你气球，哪怕不用伪装。洛河软软的声线在人没看见的情况下就会自动脑补出可爱的模样。果不其然，女孩颤抖的幅度变小了一点，她试探性的抬头，没有一眼看见那只吓人的棕熊，而是看见了坐在棕熊肩膀上的小可爱。小男孩眉眼弯弯的看着自己，叫人不由自主的就放松了警惕。他下意识的就接过了男孩递过来的气球。在他接过气球的一瞬间，脑袋里突然叮咚了一声，是系统的声音，检测到道具，滋啦，不完全道具的气球残缺版，玩家的幸运值上升5，注持续性 buff 可转让。一男有些懵逼看看自己手里的黄色气球，他抬头像是想说些什么，但此刻洛河已经坐在棕熊的肩膀上往玉文轩的方向走去了。他仔细查看了自己的系统背包，此刻右下角的状态栏里多了一个黄色气球的缩略图，那一个方形的状态栏呈现金色，这也就说明他可以随时将手上的气球收回自己的背包里。一男捂住了自己的嘴，他也知道自己是得了一个不得了的道具，不能轻易让其他人知道的那种。洛河当然不知道一男的心里掀起了怎样的惊涛骇浪。他抬头看了一眼棕熊手里拿着的最后一个气球，是天空的蓝色，怪好看的还。然后洛河低头看向了最后一位观众，这人怎么看起来怪怪的，他看起来怎么对自己很感兴趣的样子。洛河好怪，再看一眼。连续被看了好几眼，玉文轩自然是有所察觉，他眼中的笑意也真切了些，回敬洛和笑眯眯的视线。洛河更怪了，当棕熊走到玉文轩身边的时候，玉文轩靠在靠背上的身子坐直了，他伸手要去接棕熊递过来的气球，结果就在他的手指将要碰到气球线的一瞬间，啪，棕熊手上的气球竟然就这样炸了。一时间不管是棕熊还是洛河都愣了一下，玉文轩看看棕熊又看看洛河，语气无辜又带着苦恼，啊，气球破了。洛河下意识地看向舞台的方向，舞台上的影星也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皱着眉就想往洛河的方向来。见状，洛河连忙冲着舞台摆手，没事，哥哥我再买一个气球就好了。说话间，他已经从商城里拿积分兑换了个气球出来，一模一样的蓝色。舞台上的影星像是想说些什么，但欲言又止了半天，到底还是点了点头，就一点小差错，应该没什么大碍的。于是洛河就将手上刚刚兑换出来的气球递给了玉文轩。玉文轩接过了气球，接过瞬间，脑袋里就叮咚了一声，叮咚，检测到道具的气球，玩家幸运值上升50，注持续性 buff 可转让。50的幸运值是什么概念？这简直就相当于是金手指一样的 buff 了。玉文轩没有将情绪放在表面，只是眼眸骤然深邃了些。但玉文轩不知道的是，他心中的起伏全都被洛河看得一清二楚。洛河怎么个回事？送个气球这个高兴，看起来挺帅挺成熟一个哥哥，没想到这么有童心啊。洛河神色有点复杂的抱着棕熊的胳膊，和棕熊一起回到了舞台上。影星亲自将洛河从棕熊的肩膀上抱了下来，然后将洛河放在了小白的身上。影星摸摸小白的脑袋，小白和他对视一瞬，像是点了点头，然后小黑也从凳子上跳进了洛河的怀里。洛河冲着观众席挥了挥手，然后被小白背着引进了后台。弟弟不在现场，影星原本还带着几分温柔的表情瞬间恢复了冷漠，看着观众席就像是屠夫看着一群待宰的羊羔。表演结束了，
礼物也都送给你们了。接下来就到了大家都喜欢的互动环节了。玩家，哪来的大家都喜欢？你是 boss 就可以乱说话了吗？哎，确实 boss 不管说什么话都没人敢反驳。玩家们安静如鸡，一个比一个老实，宛若等待死神镰刀降落的瞬间，一片死寂，空气都变得火辣辣的。影星像是想象到什么好玩的事儿，脸上的笑越发的夸张，他只是笑，却没有发出声音，看起来更诡异了。只见他重新回到轮椅上坐下，然后拍了拍手。下一秒，玩家们手中的气球一个接着一个炸开。玉文轩眼见情况不对，他眼疾手快地将自己手中的气球收回了背包。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他看见一男手中拿着的气球没有炸裂，一男有点慌乱地看看四周，这才突然反应过来。下一秒，他手中的气球消失不见，想来应该也是被收回了背包。好在玉文轩和一男的座位是很偏的，大家都在慌乱，没有人注意到角落里发生的一些小细节。他们手中的气球果然不是看起来的那么简单，有些玩家手中的气球只是炸裂，之后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但有些运气不好的玩家就不一样了。他们手中的气球炸裂开来之后，气球中的鲜血淋了满脸，玩家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气球和气球之间也是有差别的。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有些气球就是普通的气球，有些气球里边却装着鲜血，鲜血并不多，只是几滴的样子，比起让玩家恐惧的作用，更多的像是一种标记。果不其然，影星笑眯眯地看着观众席，接下来就请被选中的观众们上台来和小宗互动吧。说着话，他状似苦恼地摇了摇头。其实说实话，最近小宗的情况很不好呢，吃饭也不香，表演也没精神。如果哪位玩家能够哄小宗好好吃饭，不仅可以平安离开马戏团，还会额外获得积分奖励哦。这次被选中的玩家不多，只有2位。这次的玩家还是被 NPC 请上舞台的，但他们没有像最开始的玩家一样苦恼哀求，只是细微的发着抖，一点点的凑近了棕熊的方向。显然到了此刻，玩家们也都明白，抵抗 NPC 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棕熊的身边放着一个巨大的桶，里边装着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此刻正往外散发着一股不是很新鲜的味道。这样的肉能让熊有胃口就怪了，当然玩家们是不可能将这样的话说出口的。棕熊就这样看着一男一女往自己的身边靠近，这个时候的棕熊可和刚才不太一样了。刚才的棕熊人由洛河坐在他的肩膀上，那模样简直要比世界上最忠诚的狗狗还要乖。可是在面对玩家的时候，玩家们才总算是有了一种这是一只野兽的真实感，仅仅是靠近一些就让人冷汗直流，完全不敢和那双黑亮的眼睛对视。2位玩家伸手去拿木桶里的肉，他们努力想要将手上的肉递到棕熊的嘴边，但棕熊却理都不理，甚至冲着2人呲了呲牙，身子往一边侧了侧。2位玩家都有点急，其中的女孩简直都要落泪了，对着棕熊语气带着不易察觉的乞求：吃啊，求求你快吃啊！棕熊看了他一眼，然后像是想接过他手里的肉一样，女孩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神色，然后下一秒，她的头被棕熊一口咬掉了，甚至没能发出惨叫，血溅了她满身，但引入那深褐色甚至有些发黑的皮毛，看着并不明显。没有了头颅的身体软软的倒在了舞台上，大量的血液蔓延了出去。一直到这个时候，被选中的另外一位玩家才像是突然反应了过来，一时间什么都顾不上了，尖叫着就要逃跑。可是他的动作哪里能有熊快，仅仅是从地面站起来的功夫，熊就已经站到了他面前。身形巨大的棕熊2爪就将人撕成了2半，他像是吃辣条一样，整张脸都糊上了黏糊糊的血。观众席上的玩家们甚至还能听见他嚼骨头咯吱咯吱的声音，这画面太恐怖了。甚至棕熊将那位玩家内脏挖出来的时候，那位玩家还活着，眼珠子像是要挣脱眼眶的束缚一般瞪着，但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就这样亲眼看着棕熊将自己一点点吃掉。后台，洛河沉默了好半晌才开口说话：我不要再和小宗玩了。驯兽表演结束之后，又是10分钟的休息时间。影星打了个响指，本就是用积分兑换的棕熊，在进入后台后就消失不见了。洛河抱着小黑坐在后台的小沙发上，小白窝在他脚边的毛毯上打盹。小朋友一看见哥哥回到了后台休息，将怀里的小黑放在了沙发上，哒哒哒的跑到了哥哥的身边。哥哥，接下来是要变魔术了对吧？影星点点头，从箱子里翻出了一顶礼帽。礼帽看起来很新，比寻常帽子稍微大一点，想来应该就是影星接下来魔术表演要用到的道具了。洛河好奇的伸手想要摸摸这顶礼帽，影星也纵容的将手里的礼帽递到了洛河的手里。洛河将礼帽拿起来，上上下下的仔细观察，却看不出丝毫破绽。他满头雾水的将手里的礼帽还给了影星。这就是普通的帽子吧？一点都不科学啊！影星笑了一声：笨蛋，在藏土我们从来不讲科学。洛河，对了，他怎么连这个都忘了？藏土的存在本身就不够科学了。影星拍拍弟弟的脑袋，一会儿的表演有点危险，你就在后台不要出来啊。洛河乖巧点头，看他这么乖，影星稍微仔细的解释了一番。一会儿兑换出来的东西不是很听话，你这么乖，我怕他们会欺负你。洛河再度乖巧点头，我知道了，我会乖乖待在后台的。乖，虽然对哥哥说的东西很好奇，但洛河从来不干作死的事儿，他现在这么小，万一真的有什么危险就不好了。反正一会儿表演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了。影星在后台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然后重新回到了舞台上。经过刚才的2场表演，玩家们全都变得灰扑扑的，看起来萎靡不振，
全都没什么精神。原来目睹着别人的死亡也是一件极其耗费心神的事。一直到影星重新出现在了舞台上，熟悉的恐惧才在玩家们的脸上重燃。很奇妙，影星就像是玩家们恐惧的开关。对于这种感觉，在某一刻，影星感觉到了一丝畅快，他的畅快表现在脸上，那样真实的笑容让玩家们恐惧的火焰越发高涨。他冲着观众席微微屈膝，分明是刻意放低的姿态，却又那样的高傲。接下来就是我们马戏团的最后一项表演了，由我本人为大家呈现。万众期待的魔术表演即将开始，你们的尖叫会让今天的气氛正式到达顶峰，但玩家们完全不敢尖叫，甚至在某一瞬间连呼吸都忘记了。影星手腕一翻，一顶礼帽从他的肩膀滑落到指尖，最终被稳稳拿在了手中。他没有像寻常魔术一样请观众们上台来检查道具，想来玩家们应该也不想，是不想也不敢。影星将手伸进了帽子里，然后从帽子里掏出了一支玫瑰，黑色的玫瑰只有花心是红色的，看起来开得很妖异，但没有叶子。影星将花朵掷向了观众席，与此同时，无数的黑色花瓣从天而降。正当玩家们惊恐的想要躲避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没有一片花瓣真的落下来，反倒是耳边响起了奇怪的声音，扑簌簌的，像是鸟类在扇动翅膀。抬头一看，或高或低的尖叫声在观众席响起。原本黑色的花瓣在半空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只黑色的鸟。这些小鸟看着像是乌鸦，但却和乌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区别就在于，这些鸟就像是刚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不仅翅膀上的羽毛全都脱落，就连白森森的骨头都挣脱了血肉，狰狞的裸露在外。视力好的玩家还能注意到，有些鸟的眼珠子都从眼眶脱落，欲落未落的挂在一节骨架上。飞翔间还见起点点黑色的血迹落在观众席的玩家身上。这些黑色的鸟不仅长得丑，脾气也是暴躁的吓人，也不管玩家们是不是在躲它，看见人就啄，一下接着一下，丝毫不肯留情。会和爪一起上，顷刻间就在皮肤上留下血痕。看着观众席的惨状，影星笑着将礼帽戴在了头上，悠哉悠哉的回到了轮椅上坐下。他单手撑着脸颊。乌鸦是离开马戏团的钥匙，没有获得钥匙的人将会永远留在这里。去获得你们自己的钥匙吧。叮，抓住属于自己的钥匙，任务实现001959。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同时在玩家们眼前闪现的还有鲜红的倒计时。简而言之，就是玩家们如果想要离开这个马戏团，那就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抓鸟。一时间，所有玩家都开始在心里骂人了。先不说为什么要是鸟这件事，就看你马戏团里的这鸟是人能抓得住的吗？这么凶，摸一下就能把人眼珠子啄下来。坐在后排的喻文轩脸色难看的躲避着上方飞鸟飞溅下来的血迹，他的样子看着狼狈的，简直是恨不得钻到座位底下去。他这人在藏土里混了这么久，也算得上是睾丸里面顶尖的那一波了，但他这人吧，就有一个克服不了的毛病，他有洁癖。看别人流血倒还好，不过一旦这血要溅到他自己身上，他就恨不得跑出去800里远。喻文轩脸色难看的一边东躲西藏，一边在背包里飞速寻找着可以使用的道具。而在另外一边角落的一男更是吓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完全手舞足蹈的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影星看见一只乌鸦误打误撞的进入了后台，瞬间他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什么也顾不上了，连忙往后台跑。可他还是慢了一步，等到赶到后台的时候，那只落单的乌鸦已经飞到洛河的眼前了。洛河眼前有一张高凳，是刚才小黑钻火圈时用的。当影星赶到现场，那只乌鸦就蹲在那张高凳上，洛河抱着小黑正和那只乌鸦对视。焦急之下，影星甚至都忘记了自己还能使用技能，难得的体会到了担心又焦急的滋味。洛河有点紧张的看着眼前的乌鸦，平心而论，这只乌鸦长得算是所有乌鸦中最得体的一只了。虽说羽毛掉落的稀稀疏疏的，但起码看不见骨头。最难得的，这只乌鸦的眼睛竟然是金色的，看着脾气也不是很暴躁，没有要暴起伤人的意思。洛河盯着这只乌鸦看了几秒，不知怎的就放松了警惕。他不顾影星的阻拦，冲着乌鸦伸出了手。乌鸦变成了这样，应该也是生病了吧？洛河刚才在后台的时候翻看了一下购买的低级治愈术和低级治愈术详解，这种知识直接进入脑袋的感觉很奇妙，就像是已经学习了，但还需要时间融会贯通一样。虽说还只学习了低级治愈术，但他最需要的就是练习。这样想着，他的指尖和乌鸦的喙进行了零距离的接触，浅浅的金光闪过，乌鸦翅膀上的羽毛重新生长。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乌鸦就从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状态变成了家养小鸟的状态。这样明显的变化让影星都微微睁大了双眸。饶是洛河本人都没有想到这效果会这样明显，一时间愣在了原地，手都忘了收回来。好在虽说乌鸦看起来凶残，但也知恩图报，他的脑袋歪了歪，柔顺的羽毛轻轻蹭了蹭洛河的手指。洛河的眼睛瞬间就亮了，他伸手摸了摸乌鸦的脑袋，笑眯眯地看向了影星。哥哥，我可以带他回家吗？只是虚惊一场，影星的表情重新恢复了平静。他拿起番茄汁喝了一口，听见洛河的话后愣了一下，还往家里带啊？再这样下去，他们家就快变成动物园了。不过弟弟的这一点小要求还是可以满足的，毕竟他也不忍心拒绝。洛河开心了，想着要给眼前的乌鸦起个名字。你也是黑色的，不能叫小黑。正苦恼间，忽然就看见了乌鸦那双金色的眼睛，不知怎地，一个名字脱口出。晶晶，
就叫你晶晶好了。难得他这次起名不是以小字为开头的。乌鸦像是很喜欢这个名字一样，飞上了洛河的肩膀，在他的肩膀上蹦蹦跳跳，还挺可爱。不过乌鸦在外边的玩家眼里可就没那么可爱了，飞过来飞过去，还不断向着玩家发起攻击，根本就抓不住。玉文轩的道具太多了，找了半天才终于找到了能用得上的东西。他手里拿着一把枪，冲着离自己最近的一只鸟就开了枪。开枪之后射出的不是子弹，而是一张网。这是一个 C 级道具，专门用来捕鸟的，在玉文轩的背包里吃灰很久了，也难为他想到，而且翻出来派上用场了。在玉文轩将抓着鸟的网拎起来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就响起了系统的声音：恭喜玩家玉文轩拿到了钥匙，请拿到钥匙的玩家到帐篷外稍作等待。玉文轩早就想逃离这个环境了，一听见系统的声音就连忙拎着手上的鸟往外走。呼吸到帐篷外的空气时，他整个人都仿佛活过来了，随手将手里的鸟扔到一边，趁着没人的时候，他查看起了自己获得的新道具。蓝色的气球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背包里，上边有一个向上的箭头，代表着增益型 buff。 按理说这样堪称开挂的道具应该是 S 级，可这个道具的颜色是金色，他从来都没有见过这种颜色的道具，别说他了，他们小队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见过。盯着那个蓝色的气球看了几秒，玉文轩最终决定回去问问他队长。队长见多识广，或许会知道相关的信息。一男被乌鸦的爪子划了好几下之后，才终于打起了精神，想要动手抓鸟。没办法，如果迟迟不振作起来的话，或许就真的要死在这场副本里了。此刻系统给出的倒计时已经到了9分钟，可一直到现在出去的就只有玉文轩一个。那么多玩家都没有抓住一只鸟，别说抓鸟了，还有不少玩家的眼珠子都被鸟刀了出来。一时间，马戏团的帐篷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一男本来身高就不够高，乌鸦的动作还那么的灵活，想要抓住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眼看着倒计时已经到了最后2分钟，他连一根羽毛都没有抓到，反而自己身上添了不少的伤。在一男没注意的时候，他背包放着气球的状态栏忽然亮了一下，扑通一声奇怪的响动让一男愣在了原地。他回过头，结果就看见了一只乌鸦一头撞在了他椅子的靠背上，整只鸟落在地上失去了意识。一男，恭喜玩家一男拿到了钥匙，请拿到钥匙的玩家到帐篷外稍作等待。他顾不上想太多，抓住那只鸟就往帐篷外跑。等到一男出了帐篷，才发现帐篷外算上玉文轩已经有12个人出来了，算上他是第13个。帐篷外的人身上全都是被乌鸦爪子和会挠出来的伤痕，有些甚至都伤在了脸上。所有玩家当中，就玉文轩身上最干净，那件白衬衫到了现在还是一尘不染，甚至连他的一头长发都不曾凌乱。低着头靠在最边缘的地方看着手机，叫人不得不感叹一句，不愧是高级玩家，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大佬的气息，不是寻常玩家能比的。一男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呼吸，他出来的时候倒计时就剩下1分钟不到了，在外边待了一会儿，一直到时间走到了0，都没有再看见有玩家从里边出来。也就是说，活下来的就只剩下他们13个了，一半的人都死在了这个马戏团里。气氛一时间有些沉重，虽说已经在藏土待了一段时间了，但每次目睹着死亡还是会觉得心口一颤。大概又等了半分钟左右，之前那个穿着玩偶服的 NPC 掀开了帐篷的帘子，从中走了出来。他手中拿着一个牌子，还是熟悉的木牌，上边是滴落状的红色字迹。玩偶服 NPC 冲着玩家们僵硬的笑，缓缓伸出手指了指自己手上的木牌。接下来玩家们即将要游玩的是本园的主打项目，请玩家们跟着工作人员前往纯真旋转木马。纯真旋转木马听着像是个很温馨的项目，但有了刚才在马戏团里的经历，没有玩家再敢放松警惕了。游乐园的园区很大，他们跟着玩偶服 NPC 走了大概有6、7分钟，终于远远地看见了旋转木马的影子。看着倒是和现实世界中的旋转木马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两座旋转木马静静的矗立，配色也是甜甜的粉蓝色，看着还真是蛮正常的。等到再稍微走近一点，玩家们就能看见等在旁边的影星，还有坐在旋转木马上的洛河。当然更加引人注目的就是趴在影星脚边的一猫一虎，黑色的猫咪四仰八叉的躺在巨大的老虎背上，老虎乖巧的蜷缩着，身后的尾巴时不时甩动一下。当然还有那只乌鸦，洛河肩膀上的乌鸦。和他们在马戏团里要抓的乌鸦不同，那只乌鸦明显乖巧很多，皮毛也光滑柔顺，甚至在那双金色眼睛的衬托下，看起来还有点可爱。这是什么阿喂，明明都是乌鸦，为什么乌鸦和乌鸦之间能相差这么多？洛河看着玩家们在 NPC 的带领下往他们这边的方向走，还真是狼狈啊，浑身都是血。他看了一眼自己肩膀上的晶晶，一时间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话语来形容自己现在的感受。他也要努力接受这个世界的残忍啊。不过好像有个特别干净的家伙，别说是伤了，就连衣服都还是白白的，就是那个最后拿到他兑换的蓝色气球的家伙。洛河和玉文轩的视线在半空中交汇了一瞬，一个成年男人用那种眼神看他一个3岁小孩，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总感觉这男人有点不太正经的样子。洛河稍稍思索了1秒，终究还是无法忽略那强烈的熟悉感。洛河看向影星，哥哥，那个人和尼贝尔哥哥好像。听见弟弟的话，影星也顺着他的方向看了过去，一眼就看见了洛河口中所说的那个男人。无他，在一群血迹斑斑的玩家当中，
玉文轩实在是过于惹眼了。尹星盯着玉文轩看了2秒，不知道是想起了什么事，表面浮现起了一点嫌弃的神色。就那种对着狗都能放电的气质来说，确实是蛮像。看来平时尹星在家，也确实被尼贝尔的一些特色行为恶心的够呛。不过，对着狗都能放电，是什么奇怪的形容啊喂？洛河在心中吐槽的功夫，玩家们已经被 NPC 带到了旋转木马的边上，他们停下脚步，完全不敢看尹星，视线无焦距的飘忽不定。一看玩家们害怕的模样，尹星脸上就露出了恶趣味的笑容。接下来要你们试玩的项目就是眼前的旋转木马了，作为我们游乐园的主打项目，也是备受欢迎哦。接下来就让我可爱的弟弟来帮你们做示范吧。这是尹星第一次在玩家面前提起他和洛河的关系，玩家们都愣了一下，看看洛河又看看尹星，你们哪里像是兄弟啊喂？玉文轩若有所思的将视线从洛河的身上收了回来，原来是兄弟吗？之前听白妖说 BOSS 之间好像都有一些微妙的联系，这个孩子之前也在别的副本中出现过，也就是说是家人吗？心中有个不得了的猜测。玉文轩压抑住内心的震惊，脸上的情绪丝毫没有外露。在玩家们震惊的时候，洛河就已经开始准备做示范了。晶晶从他的肩膀上跳了下去，站在了小白的脑袋上，但眼睛还在往洛河的方向看。洛河抱着旋转木马的柱子，防止自己不小心从木马上掉下去。旋转木马缓慢开始旋转，一时间不知道从哪冒出了6、7个 NPC， 将洛河所在的旋转木马围了起来。每一个 NPC 的手上都拿着一个气球，但却和玩家们之前拿到的气球有本质的差别。毕竟 NPC 可不会给他们样子可爱，还扎着可爱蝴蝶结的气球。BOSS 在面对着玩家和面对着弟弟的态度完全就是180度大转变。小何，猜哪个气球喜欢就拿哪个哦。洛河点点头。旋转木马的速度很慢，是那种让人很舒适的速度，让洛河能很清楚地看见周围的状态和气球的模样。他仔细端详了几秒，然后还真的看见了自己感兴趣的气球。他眼睛亮晶晶的，在旋转木马转向某个方向的时候往外伸出了手。他伸出手的同时， NPC 也将手上的气球往洛河的方向拿了拿，能让洛河轻易地拿到手上的气球。在洛河拿到气球的瞬间，旋转木马就渐渐地停了下来。洛河笑得极其灿烂，从木马上跳了下来，拿着手上的气球奔向了尹星的方向。是小黑哎，哥哥，这个气球是小黑哎。没错，他现在手上的气球是黑色的，扎着漂亮的白色蝴蝶结。然而气球的样式却是一只 Q 版的黑猫，不管是模样还是神色，看起来都和小黑神似。洛河拿着气球将小白背上的小黑抱了起来。小黑你快看，是你哎。小黑顺从地看向了洛河手上的气球，眼睛也是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哼，也就勉强有几分我的英勇吧。小黑是傲娇。尹星看着弟弟和小动物的互动，眼中也是闪过笑意，但在转头看向玩家们的瞬间，眼中的笑意就瞬间发生了转变。那么接下来就到你们了，请吧，请尽情享受旋转木马带来的快乐吧。玩家们，快乐，我快乐，你个大头鬼啊。虽然通过刚才的示范，他们也大概明白了就是要在木马旋转的过程中拿到气球，但这 BOSS 一直都很双标，他弟弟的旋转木马和玩家的旋转木马能一样吗？虽然具体的还不知道，但后边肯定会出幺蛾子，绝对。事实证明玩家们没有猜错，尹星就是个双标怪。玩家们要乘坐的旋转木马光是从外表上看和洛河乘坐的没有什么差别，虽然有些犹豫，但玩家们别无选择，只能如尹星所说的一般乘坐上旋转木马。在所有玩家们落座的瞬间，又是一群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 NPC 将整座旋转木马团团围住。此刻 NPC 手里拿着的气球就是和之前在马戏团差不多的气球，就只有一根线牵着的简陋模样。木马开始转动，玩家们聚精会神地将注意力放在了气球上边。但是这个速度，这是旋转木马还是飞机啊？简直快得离谱啊，和那小孩做示范慢悠悠的速度完全不同啊，脑袋都要被甩飞了啊。像玉文轩这种把各种属性点满的高级玩家还好，但一男这样的半萌新，2圈下来就已经胃酸翻滚，要不是一直没有吃东西，就真的要吐出来了。别说是伸手抓气球了，就连保持平衡都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在这样速度的加持下，几圈下来，就连气球线都没碰到。终于在第6圈的时候，有玩家再也坚持不住，抱住柱子的双手失去力气，再也支撑不住的从木马上跌落，摔在地上，发出了重重的一声响动。尹星哼笑了一声，他打了个响指，摔落在地的玩家便砰的一声炸开，血液化成细密的血雾，碎肉粘稠的落了一地。蓝粉色的旋转木马的一半也被染上了喷溅状的血迹。这下子好了，本来就被转得想吐，看着那滩血肉，一下子就更想吐了。这样想吐却又不敢吐的滋味也是相当美妙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玉文轩长长的呼出一口气，他从系统背包里拿出了一根绳子，将自己的身体和木马的柱子绑在了一起。别看这项工作听起来简单，但在这样的形势下做起来困难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高速的旋转让玉文轩很难保持平衡，捏着绳子的手也总是找不到使力点。光是把自己木马绑在一起的这件事，就让玉文轩的脑袋上浮起了一层细汗。再抬头，又是过了2圈，旋转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必须要速战速决了。玉文轩努力将自己的身子往外侧，伸出手去抓 NPC 手中的气球线，不知道是不是他身上那个 50% 的幸运豹发挥了作用。在下一个 NPC 即将到达眼前的时候，
对方竟然脚一软，整个人往里边的方向倾倒。玉文轩当然没有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在 NPC 还没有重新站稳身子的半秒钟内，夺过了对方手中的细线。他成功了，其他的木马还在旋转，只有他的木马停在了原地，就像是专门为他一个人开出了一条路。他穿越过一切障碍，跌跌撞撞地重新回到了坚实的地面。哪怕到了这个时候，玉文轩仍旧努力保持着自己表面的优雅，哪怕脸色已经变得铁青，动作还是不紧不慢的。他从系统商店中兑换出了一瓶水，在一旁和3只小动物摆弄气球的洛河回头看了他一眼，在玩家们眼中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折磨，其实只是过去了短短几分钟。洛河对于手上小黑模样的气球新鲜感还没过去呢，不过他对玉文轩也是印象深刻，因此见这人第一个完成任务，难免多看了2眼。是混血的原因吗？他总是在这人的身上看见尼贝尔的影子，眼睛的颜色也是一样的，像是漂亮的绿宝石。突然就被2双视线锁定的玉文轩，他差点被水呛到。是的，2双视线，不仅仅是洛河睁着一双大眼睛用好奇的视线盯着他看，连影星都向着玉文轩投来了审视的视线。无他，敏锐的直觉告诉影星，这个玩家有什么不一般的地方。而且小何的注意力也在这人身上停留太久了吧。好在洛河只是盯着他看了一小会儿，小孩子的跳跃思维总是这看看那摸摸的，倒也不奇怪。当洛河收回视线后不久，影星也将自己的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还在旋转木马上的玩家们身上。一直到这个时候，玉文轩才终于敢喘口气。有时候感知太敏锐也不是一件好事啊。其实有关于旋转木马这个项目，影星并没有把规则说清楚，最终成功的要求并不是拿到气球，或者说这只是成功的其中一种方式。旋转结束倒计时000259，系统的声音在所有玩家的脑海中响起。眩晕的痛苦让他们甚至没能第一时间理解系统的意思，在理解之后就被巨大的恐慌感笼罩。只剩下3分钟了，一些玩家再也顾不上其他了，全都挣扎着去抓 NPC 手里的气球。只有一男胆小，他怕自己摔下去，只是紧紧抱着木马也不敢睁眼。他有自知之明，估计今天就要死在这个副本里了。可就算是这样，他宁愿耗到最后1秒钟再死。正是因为倒计时的开始，玩家们内心都变得焦急，屡屡站起身去抓 NPC 手中的气球。但就是因为着急，玩家们一个接着一个的从木马上摔落，伴随着响指的声音，发出一声又一声炸裂的巨响。一男被吓得眼泪直流，但因为旋转的速度太快，眼泪都在空中形成了一条线，像是鸵鸟一样把脑袋埋在沙地里充耳不闻。可时间终于是走到了尽头，000001，在倒计时到达最后1秒的时候，旋转木马的速度渐渐的慢了下来。影星笑了一下，走到了最后一个摔落在地的玩家身边，他伸脚踩住了玩家往 NPC 方向伸的手。阿拉，时间到了。他脸上的笑容逐渐变得恶趣味。忘记告诉你们了，在木马上坚持到最后1秒是成功的另外一种方式哦。顶着玩家愤怒又仇恨的目光，影星悠悠地打了个响指，一直到最后，一男都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他又是怎么活下来的。他的四肢全都软成了面条，从旋转木马上滑落。一抬头看见了浑身是血的影星，那冰冷的目光看得一男整个人都不由自主地颤抖。哥哥，你又把自己弄得好脏。听见小孩的声音，影星眼中的冰冷也是一致。他迅速地转过了头，看向小孩的方向，嘴唇紧抿，像是有点心虚似的。抱歉。洛河鼓着小脸，但鉴于还有其他玩家在场，他没有立刻帮助影星清理。影星不再理会那些刚从死神手下逃脱的玩家们，伸手从外套里边额兜里拿出手帕擦了擦自己的脸，脸上的血迹被擦拭掉了七七八八。他随手将已经被完全染红的手帕扔到了一边。到了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下来。影星冷冷的扫视所有剩余的玩家，还剩下最后一个项目，就留到明天再体验吧。随着影星的话，游乐园中又渐渐弥漫起了大雾。大雾消散过后，不管是大 boss 还是小 NPC， 大猫小猫或者是乌鸦的影子都再也看不见了，空气仿佛也在一瞬间骤然变凉。一男摸了摸自己的手臂，那种眩晕感还没有完全褪去，他就这样坐在地面上，神经质的看看周围，摸了摸自己的手臂。这晚上不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吧？没人回答他的问题。其他玩家和他一样，还没有从刚才旋转木马的眩晕中缓过来，吐的吐，晕的晕。玉文轩看着远处还没完全散去的浓雾，那是影星和洛河消失的方向，自己找地方休息吧。说完，玉文轩就往一个方向迈开了步子。他可不打算和剩下的这些玩家抱团取暖，反正系统也没有规定必须待在同一个地方。看出了玉文轩散发出生人勿近的气息，一男歇了跟上去的心思。而且他现在还完全动不了。玉文轩记住了之前玩偶服 NPC 带他们来时的路，他想回之前的马戏团看看。等到玉文轩回到马戏团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透了，夜晚的游乐园也不点灯，他只能拿出手机照亮眼前的路。也不知道马戏团的帐篷是什么材质做的，遮光效果堪称一绝，里面分明是亮着灯的，可从外边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走进帐篷里，玉文轩挑起了挑眉，将手机收回系统背包里。出乎意料的，他没有闻到血腥味。往舞台的方向看过去，之前舞台上堆成小山一样的尸体，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了，甚至就连一丁点血迹都看不见，要很费力的去寻找，才能勉强在角落的窗帘上找到一丝偏深的红色。玉文轩直接掠过舞台，走向了后台的位置。
这座不知道被挥洒了多少鲜血的舞台背后，竟然是出乎意料的干净，看着就和普通的表演后台没什么差别。几张看起来就软绵绵的沙发，2张小桌子，一张高凳，一张小桌子上还放着一个番茄，看起来竟然还有些说不出的温馨。玉文轩眉头微皱，这样的后台显然和他想象中的完全不同。他认真地查看了每一个角落，确保自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细节。然而一无所获。不过好在这张沙发看起来够大，够柔软，能够为自己提供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玉文轩这样在心中安慰自己。虽说亮着灯，但看着不管是 BOSS 还是 NPC 都没有要回来的意思，这里仿佛就成了独属于他一个人的休息室。当玉文轩在最大的那张沙发上坐下，突然察觉到身下传来了异样的触感。他掀开了旁边的一块沙发垫，结果在沙发垫的底下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看起来已经有些年头了，旁边的白边都已经泛起了黄褐色，而照片上拍摄的主要人物看起来似乎也有那么几分眼熟。照片的背景似乎也是在一座游乐场，而一个少年正站在旋转木马的前方看着镜头。玉文轩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去形容那少年的眼睛，那不是属于藏土的眼睛，明亮鲜活，洋溢着对生活的希望，唇角的笑容也极其灿烂，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气球对着镜头比耶。玉文轩整个人愣在了原地，不要说是在藏土，甚至可以说他在现实生活中都没有见过如此开朗明媚的少年。可是为什么照片上的少年让他觉得如此熟悉？玉文轩眯着眼努力辨认，结果等到他终于看出了几分端倪后，震惊的他差点拿不住手上的照片。他知道照片上的少年是谁了。如果在这少年的眼睛和嘴巴上添上厚厚的油彩，再给少年拿一把轮椅，不就正是他们今天遇见的那个小丑 BOSS 吗？这张照片是怎么回事？有隐藏任务还是有隐藏剧情？ NPC 也有过去吗？这张照片是有人故意让他发现的，还是他误打误撞找到的？一时间无数个疑问涌上他的心头，但显然谜团并不是一时半刻就能解开的。他只能暂且将那张照片放进系统背包。放进背包的时候，他还刻意留意了一下状态栏和系统给出的备注详解。意料之外的，放进了照片的那个状态栏是透明的，旁边的备注也只有简单的4个字：一张照片。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更多的解释。玉文轩暂且先将照片的事抛之脑后，回想着今天副本图中的细节，根据他之前获得的情报可以得知，这个副本是刚刚开放不久的新副本。从今天的任务也可以察觉出来，任务一个接着一个，杂乱无章，就像是真的在测试些什么。这大概就是一个副本完全开放之前的内测环节。不过确实是够残忍，刚刚进入副本的时候他数过，算上他在内的玩家一共有26位，而到现在为止还存活着的就只剩下了6位玩家。仅仅是马戏团的3个项目就淘汰掉了13位玩家，刚才的旋转木马又淘汰掉了7位，还不知道明天有什么项目等待着他们，说不定到最后能出这个副本的玩家数量趋近于0，就连他自己都不敢打包票说可以100%保证自己的存活。想到这里，玉文轩叹了一口气，他双手撑着后脑在沙发上躺了下来，柔软的沙发让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放松，但精神的紧张却让他久久不能入眠。在藏土的生活，谁都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能拥抱明天，能走一步是一步吧。不同于玩家们的凑合勉强度过夜晚，洛河和影星可就要舒适很多了。不管是怎样的副本，都有专门给 NPC 居住的地方，不仅有灯光、热水，还有软绵绵的被褥和床铺。洗漱完毕的洛河躺在床上打了一个滚，他身上散发着沐浴露香香的味道。听着洗手间花洒的声音，他冲着那个方向打了个哈欠。哥哥，你可要洗干净一点哦，我看你头发上都是红红的了。里边的人了一声，水流的声音又持续响了好几分钟后才停了下来。穿着睡衣的影星从洗手间里走了出来，躺到床上后才长长的呼出了一口气。除了在副本里，他也只有在平时洗澡的时候会使用道具，虽然很方便，但痛起来也是真的要人命。在旁边另一张床上，洛河侧着脑袋，他看了看影星的脸色，然后一下子从床上蹦了下来。哥哥，你的腿很痛吗？影星淡淡的看他一眼，还好。洛河一听就知道对方又在傲娇了，他一下子跳到了影星的那张床上，穿着的猫咪睡衣帽子上的猫耳朵也随着他的动作在脑袋上颤了颤。可爱的小猫用一双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哥哥，眼中的担忧都快溢出来了。哥哥，我帮你揉揉吧。说着也不顾本人的意见，直接就上了手。影星看着弟弟毛茸茸的头顶，神色有一瞬间的恍惚，好半晌过后，他才将手掌附在了洛河的脑袋上，轻轻的揉了揉。按理说，年纪只有3岁的洛河力气并没有比猫咪大多少，可就是在这样力道的按摩下，双腿的疼痛好像真的减轻了不少。影星的意识也开始一点一点的沉入了黑暗。听到他绵长的呼吸，洛河才总算是停下了自己手上的动作。他看了一眼已经陷入熟睡的哥哥，唇角勾起了一抹浅浅的弧度，穿着拖鞋跳下了床，替哥哥盖上了被子。在一一和自己的小伙伴说了晚安，他关上了灯，缩进了被窝里。难得的，洛河做梦了。在穿越到这个世界后，他很少做梦，就算做梦也总是梦见一些无意义的空白画面。但今天不一样，他梦见了一只鸟，黑色的羽毛，金色的眼睛，是晶晶。而梦中晶晶也不会说话，只是停在一棵树的树枝上看着他，那眼神就像是想说些什么，又像只是在单纯的撒娇。洛河冲着他的方向伸出了手，小鸟开心的蹦来蹦去，用自己的脑袋蹭了蹭洛河的指尖。
然后梦醒了，洛河睁眼的第一时间就去看晶晶。小鸟此刻还停留在昨晚他睡着之前看见的地方，见他望过来，像是有些茫然的歪了歪脑袋。洛河也有些茫然，他看向身边的另外一张床，尹星此刻已经不在床上了，反而是洗手间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动静。洛河也赶紧跳下了床，准备洗漱。玉文轩昨晚只睡了短短的几个小时，前半夜他一直警惕着周遭的动静，一直到了后半夜，玉文轩才陷入了浅浅的睡眠。可在这样陌生的环境中，他无法睡得安稳。第二天早晨醒得很早，走出马戏团帐篷的时候，天空才刚刚映出晨曦的微光，早晨的空气有些微的寒冷。他搓了搓自己的手心，哈出了一口白气。系统还没有开始提醒，他自己往昨天旋转木马的方向走去。等到他回到旋转木马的位置后，才发现昨晚除了他，其他玩家都还停留在原地，也是一种谨慎的表现。其他玩家们也都醒着，看来昨夜也是没有怎么休息好。看见他来了，一男总算是打起了些精神。早上好。玉文轩冲着他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其他玩家见玉文轩单独从别的方向回来，都想问他些什么，但都没能将问题问出口。因为在他们开口之前，系统的声音先一步响了起来，请玩家们做好准备，接下来即将前往的项目是藏土过山车，请玩家们迅速到场。过山车这三个字光是听着就很让人恐惧了好吧，更别说环河藏土二字沾上了边，真是恐怖他妈给恐怖开门，恐怖到家了。神出鬼没的玩偶服 NPC 再度出现，成为了给他们带路的工具人。带路的工作人员都出现了，这下哪怕他们再怎么害怕，都只能跟着一同前往目的地了。说实话，一男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他在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很少去游乐园，而在游乐园中他最喜欢的项目就是过山车。虽然这里的过山车肯定和现实世界中的过山车不太一样，但在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他的心脏还是猛地跳动了一下。他往左右看看，玉文轩的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淡定，而其他玩家的脸上基本都是担忧的神色，只能祈祷这里的过山车和现实中的过山车没有太大的差距吧。这肯定是不可能的。等到了现场，玩偶服 NPC 又神出鬼没的消失不见，坐在轮椅上的小丑冷着脸迎接了他们，并说出了进入这个副本以来唯一算得上是好消息的消息，这就是我们要进行测试的最后一个项目了。如果能通过这个项目，你们就可以顺利的离开这座游乐园。说到这，他似乎是想起了好笑的事一般，嗤笑了一声。不过这次参加公测的玩家还真是没用了，能走到现在的竟然只剩下了你们6个，真是一场令人发笑的表演。玩家们的生死在小丑的眼中就是一场表演，一场游戏，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从来就没有被他放在眼里。这样的认知让玩家们敢怒不敢言，毕竟谁知道要是惹怒了小丑，下一个遭殃的会不会就轮到了自己。不过尹星的话题也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多做停留，他的视线看向了玩家们身后的过山车，脸上还保持着那股嘲讽的带着冷意的笑。就是这里，按理说这本来应该是紧张又令人恐惧的场面，但莫名的看着小丑的那张脸，玉文轩想到了还在自己背包里的那张照片。小丑现在的笑脸好假。在尹星宣布规则的时候，洛河就待在一边，他坐在小白的背上，抬头看着高耸入云的过山车。或许因为是藏土中的游乐园，这过山车和现实中的过山车相比，简直就是超高规格，从地面上看完全看不见过山车的顶点在哪里。洛河不恐高，他甚至能够想象到当过山车到达顶点时的风景，他也能看出玩家们此刻心中的恐惧。最关键的是，这个过山车没有可以固定的东西，上边只是孤零零的2排座位，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如果过山车就这样启动的话，玩家们绝对会死的。现在只剩下仅6个玩家，看尹星的意思，是一个都不想让他们活着出去。这下好了，玩家们的情绪彻底崩溃了。一位名叫杜阳青的男人浑身打着摆子，他扑到了尹星的轮椅旁边，一双手紧紧地攀着轮椅的轮子。求求你放过我吧，坐这样的过山车我一定会死的，求求你。杜阳青哭得涕泗横流，整个人惊惧不已。可玩家们的苦难，但对于尹星来说仿佛是最好的调味剂。他俯视紧紧抓住自己轮椅的男人，那目光就像是在看垃圾。他唇角一点点地扬了起来。那你是想现在就死？一句话让杜阳青的眼睛骤然睁大，看着尹星的笑脸，仿佛看见了死神的降临。手中紧紧扶着的轮子也变得烫手，连滚带爬的躲到了所有玩家的最后。尹星的这一通话语也就代表了这件事毫无回旋的余地。他笑得不像是小丑，反倒像是恶魔。就这样，我给你们10分钟的准备时间。说完这话，尹星就再也不愿意搭理玩家们了，转着轮椅移动到了洛河的身边。洛河看看身边的尹星，总觉得哥哥今天心情还不错的样子。既然这样的话，洛河从小白的背上跳了下来，他冲着尹星伸出了试探的爪子。哥哥，我可以和他们说说话吗？听见这话，尹星看了他一眼，将洛河心中的小心思看得明明白白。虽说他是这场副本的 BOSS， 但对于自己单纯善良的弟弟并没有出声责怪，他只是将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了洛河的脑袋上。小何，作为 NPC 善良是最没有必要的东西，多管闲事是会被惩罚的。洛河歪着脑袋，像是在思考尹星的话。半晌，他抬起了头。可是哥哥，你是怎么知道的？尹星冷哼了一声，收回了放在洛河脑袋上的手。你还有8分钟的时间。他避开了洛河的问题，但同意了洛河的请求。他没说的是，就算是有惩罚，
那也是惩罚本场副本的最大 BOSS。弟弟的一点小请求，他还是可以满足的。洛河凑到了玩家们的身边，他个子小小的，一开始沉浸在恐惧当中的玩家们并没有注意到他，一直到杜阳青尖叫了一声，他们才注意到现场多出了个小萝卜头。一时间，玩家们连连发出尖叫。没办法，洛河可是影星的弟弟 ，BOSS 的弟弟在玩家们的眼中自然也是邪恶的存在。影星的大恶魔，洛河就是小恶魔。洛河想要说话，可玩家们根本就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连滚带爬的尖叫着逃跑。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了尖利的尖叫声中。洛河要不是对 NPC 还存在着恐惧，再加上洛河并没有对他们造成过什么实际上的伤害，恐怕玩家们都要对他动手了。他们已经被吓破了胆。没办法，洛河只能看向了在场唯二还算得上平静的人，一男一女都令他印象深刻。洛河试探地走到了玉文轩的身边，他眨了眨眼，拿出了一个小小的东西递给了他。这是洛河在商城的一堆杂物里找到的，做工精致的护身符2积分，外表满分的护身符，至于功效嘛，就得看佩戴者的运气了。售价只有2积分的护身符，介绍语看起来也是十分的不靠谱。这东西或许只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慰，对于洛河来说也是一样。他知道自己的家人是在系统的胁迫下才做这些残忍的事，可真正的见证过之后，他明白，消失在他们手中的毕竟是鲜活的生命，就算是心理上的安慰吧，能给这些生命带来一点好运也是好的。哥哥，这个送给你。玉文轩的眼眸深邃了一瞬，他接过了洛河递过来的护身符，红色的像是小小的挂坠。在接过这个小护身符的瞬间，脑海中果然响起了系统的声音：被祝福过的护身符可以抵消致命伤害1次，冷却时间30天。注：特殊道具可转让。果然，玉文轩敛下了情绪，诚心诚意的和洛河道了一声谢。洛河也给了一边的一男一个一模一样的护身符。至于其他玩家，只要他稍稍靠近一些，就立刻会发出凄厉的尖叫。洛河只能作罢。在转身离开之前，洛河竖起一根手指凑到嘴边，眨眼露出了一个狡黠的笑。记得保密哦，让哥哥知道了可是会生气的。说完这话，他就哒哒哒的往影星的方向跑。而玉文轩看向影星的方向，影星此刻正闭着眼，那模样简直就把我什么都没看见几个字写在了脸上。玉文轩又看了一眼身边的一男，一男的眼睛睁得圆圆的，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手上的护身符，看来是一样的。玉文轩和一男心照不宣的将这件事压在了心里。10分钟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之后发生的事洛河就不知道了，他也不想知道。残忍的画面对于他这个3岁的宝宝来说还是有点太过了。他扯了扯影星的衣角，哥哥，我有点困了，能不能回休息的地方等你啊？影星也不拆穿他，摸摸他的脑袋，去吧。他没有收到惩罚的通知，看来虽说洛河心软，但到底还是心里有数。洛河带着自己的小伙伴们回了昨天晚上睡觉的地方，透过窗户隐隐能够看见已经启动的过山车，隐约看见有一个黑色的人形从最高点坠落。洛河闭着眼扑上了床，他孩子气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我要睡觉了。小黑跟着跳上了床，窝在了洛河的肩膀处，他舔了舔洛河的发丝，也跟着闭上了眼。洛河做梦了，很真实的梦，他看见了影星以旁观者的视角，虽说只是一个梦，但莫名的他就是知道这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相较于现在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 BOSS 小丑，他在梦中看见的这个影星要更加青涩，应该是影星成为 BOSS 的第一场副本。他不善于隐藏自己的疼痛，总是指尖颤抖地触摸自己还残留着血迹的唇角，他的脸上也没有那么厚的油彩，眼神还很清澈。这样的影星，哪怕是被玩家们所恐惧的存在，他自己反而都一惊一乍的。影星工作时都是按照系统的指示一步步执行，但看着恐惧落泪的玩家，他唇瓣精明，唇角又是几点血迹落下。在即将把玩家绑上气球的瞬间，他心软了。BOSS 放弃了捕杀玩家，整场副本全部乱了套，于是系统的惩罚降临了。副本原本是 BOSS 的屠宰场，可此刻变成了 BOSS 的囚笼。时间暂停，影星一个人体会了这场副本的所有死法。这场副本在有玩家出现伤亡之前， BOSS 先死了7次，死亡、复活、再次死亡。当影星再睁开眼，脸上的油彩似乎变得浓了些，他终究还是将颤抖的手伸向了玩家们。时间重新恢复了流动，这一场副本没有一个玩家存活。最终，影星一个人坐在轮椅上，他看着眼前狼藉的血泊，整个人颤抖的不成样子，泪水扑簌簌的往下掉。我杀人了！洛河猛地从睡梦中惊醒，他出了一身的汗，惊魂不定的左右看看时间，距离他睡着只过去了不到半个小时。他稍稍有点慌乱的看向了窗外，过山车已经停止了。他将小黑抱在怀里，急匆匆的出了门。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影星刚才和他说的话，所以他才知道会有惩罚。可是那都是不知道多久之前发生的事了。洛河自己也不知现在匆匆赶到影星身边能做些什么，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陪在影星的身边。此刻正是太阳正好的时候，洛河赶到影星身边的时候，阳光洒在他的身上，而在他的身边是4具已经看不出原样的尸体，血液染红了轮椅的轮子。影星晒着太阳，身边没有一个活人。听见他的脚步声，影星回了头，有2个还活着，他们已经离开了。可洛河想问的不是这个，他冲着影星软软的笑了一下，回家吧，哥哥，有些话
还是暂时藏在心里比较好。这次的副本要比影星想象中结束的更晚一些。回到家的时候，家里就只有尼贝尔一个。影星看着坐在桌前喝咖啡的尼贝尔，挑了挑眉：“你是已经结束了，还是一直没去？”尼贝尔摸摸洛河的头，视线隐晦地扫过他肩膀上的晶晶：“你们才去了2天，我一直在家里。最近系统又搞出了好多新副本，找了些底层 NPC 测试，用到我们的地方不多。我的下一场副本明天才开始。”影星了一声：“我回房间换身衣服，你给小何弄点东西吃。”洛河爬上了尼贝尔身边的椅子，尼贝尔摸摸他脑袋，好在沐月刚刚离开，饭菜还是热的。尼贝尔去厨房给洛河拿热腾腾的饭菜，似乎是想到了沐月离开时的表情，笑意盈盈的给洛河描述：“你是不知道，沐月听说和你错过了，哪怕是戴着口罩，不甘都快从眼睛里溢出来了。”洛河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饭菜，眼睛亮晶晶的。没想到沐月看起来也不说话，但厨艺竟然这么好。洛河嗷呜一口吃掉一个西兰花，我一会儿会和沐月姐姐说谢谢的。洛河可爱又乖巧，不管是家里的哪个哥哥姐姐都很喜欢他。正当尼贝尔想摸摸他脑袋的时候，城堡的大门突然被撞开了，是真的被撞开的。一个人从外边进来，然后摔倒在地，是福杯。福杯喘着粗气，黑色的卫衣上有大片的湿润痕迹，看起来伤得很重。尼贝尔原本还带着笑意的神色瞬间变得凝重，他一手按住了挣扎着要从椅子上跳下去的洛河。小何乖乖吃饭，交给哥哥来处理。尼贝尔站起了身，走到门口，将地面上的福杯扶了起来，血迹将他纯白的翅膀都染红了。可据说很讨厌别人碰他翅膀的尼贝尔，在面对着家人时，这条禁忌就失了效。他刻意压低声音，模样看起来比平时更加温柔。没事吧？福杯还有意识，顺着力道靠在尼贝尔的身上。他摇了摇头，都是皮外伤，但血一直止不住。尼贝尔半扶半抱的将福杯带回了他自己的房间，期间还给了洛河一个安心的眼神。洛河低头动作迅速的扒饭，想要赶快把饭吃完，然后去看福杯的情况，但他吃得太急，一不小心就被噎得半死不活。好在换好衣服的影星迅速赶到，给洛河递上了一杯温热的水。他无奈地看着吨喝水的洛河：“你慢点，没人和你抢。尼贝尔呢？”洛河伸手指向福杯房间的方向：“福杯哥哥受伤了，尼贝尔哥哥带他回了房间。”闻言，影星皱起了眉，看向了福杯房间的方向：“我去看看，你慢点吃，不用担心，没有大碍的。”影星的话并不是在安慰洛河，身为藏土的 NPC， 他们多少还是有些员工福利的，不管是受了多重的伤，只要回到城堡，身上的伤都会很快痊愈。之前藤若也和洛河特别说明过这一点，不过作为家人，担心肯定是在所难免的。洛河快速将饭吃完，跟上了已经走出一段距离的影星。我也去看看福杯哥哥。当洛河和影星进入房间时，福杯身上被鲜血浸湿的衣服已经被换了一件，他虚弱的躺在床上，却还是戴着兜帽将自己的脸遮挡得严严实实，只能隐隐看见他的下巴和发白的嘴唇，但他的状态很明显要比刚才好很多了。听见有人开门的动静，脑袋微微往一侧偏了偏。影星哥，小何。福杯是除了洛河之外家里唯一能老老实实叫哥的人。影星了一声，移动到了床边，视线落在了福杯手腕处绑着的绷带上。怎么受伤的？听见这个问题，本来呼吸还稍稍有些不稳的福杯似乎连呼吸声都停止了。一听见这个动静，尼贝尔和影星就有了些许猜测，所以很丢人。影星的话让福杯简直恨不得背过身去，可偏偏尼贝尔还要火上浇油。我记得你上次受这么重的伤还是在40多年前吧？福杯简直热泪盈眶，这就是兄弟情嘛，一方有难，八方落井下石，感觉心酸酸的。可是都问到了这个份上，福杯也不好再隐瞒些什么，就是一个12岁的小孩，我一时大意，被12岁的小孩揍成这样，那确实是挺丢人的。尼贝尔抿抿唇，安抚地拍拍福杯的胳膊。影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悠悠地叹了一口气。福杯，你们什么意思？影星哥你叹什么气啊？其实尼贝尔和影星也没有要嘲笑福杯的意思，毕竟是弟弟，还受了重伤，担心还来不及呢。虽说让福杯受伤的是个12岁的小孩，但自家弟弟也还小呢，不丢人。是的，在藏土杀了几十年人的福杯，在2位哥哥的眼里都还是小孩子，也就比洛河大一些罢了。确认了福杯的伤口确实在慢慢的恢复，需要良好的休息，几人才打算离开。洛河走之前还凑到了床边，隔着兜帽摸了摸福杯的头。福杯哥哥好好休息，很快就不疼了。福杯把脑袋转向了洛河的方向，像是在看他。小何好好吃饭，很快就能长得高高的。洛河决定要接下来要跟着尼贝尔一起去工作，毕竟上次和影星一起离开之前，尼贝尔看起来有些失落，虽说有8分都是装的，但洛河也看得出来对方是真的想和他一起。当洛河主动找到尼贝尔说想下次和他一起的时候，尼贝尔一下子就笑得灿烂极了。他伸出双手将洛河从地上抱了起来，一口亲在洛河的额头上。洛河，他若是一只小动物，此刻怕不是连耳朵都竖了起来。不过尼贝尔金发碧眼的行为习惯也很稀释，洛河倒也不至于太惊讶，只是双手撑着尼贝尔的脸，脸上尽是抗拒神色。哥哥快放我下来。尼贝尔笑着将洛河放回原地，伸手拍拍他脑袋。乖孩子，哥哥一定带你吃香喝辣。尼贝尔的副本在明天早晨准时开启，也是一个新副本，不过显然要比影星刚刚经历的那个更加成熟一些。温馨圣诞夜，也是系统投入很大的一个副本了。
温馨圣诞夜，尼罗镇即将迎来1年1度的圣诞，整个镇子上下都洋溢着开心的氛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镇上来了外人，镇民们民风淳朴，对于外来者也是十分欢迎。镇长亲自到镇门口来接的，人来的不少，有10几个，足足坐了4辆马车。哎，你们来的正巧，再过1周就是圣诞了，镇上正是热闹的时候。我们这也很久都没有外人来了，欢迎欢迎。玩家们陆陆续续的下了马车，脸上都带着些许的疲惫。其中最精神的是从第1辆马车上下来的一位女子，女人有一双狭长的凤眸，身姿高挑，原本是清冷的长相，但一头酒红色的卷发和修身的黑色长裙为她平添了几分妩媚。她下了马车，紧跟着的是一位少年，少年大概11、12岁，身形已经比其他同龄人高挑，脸上的倦意比其他玩家更深，懒意像是从骨缝里透出来的，一头黑发没有被打理过的痕迹，长到遮住了眉毛，黑眸中的情绪也是淡淡的，像是什么都不在意。下车后，他随手揉了一把头发，一言不发的跟在女人身后，没什么精神的样子，像是随时都会睡过去一般。女人看起来像是在之前就和这些玩家达成了一致。她作为领队和镇长交谈，她指尖夹着一根细长的女士香烟，没有点燃。看见镇长的时候，又塞回了烟盒。镇长你好，我是这次的领队，裘清新。说着，他又看向了自己身后，这是我的，弟弟，他叫谢吉。在裘清新和镇长交谈的时候，玩家队伍的末尾传来了几声不满的交谈。凭什么同意让个女人当领队啊？她还带着个拖油瓶。嘘，你知道她身上穿的裙子在商店卖多少钱吗？说话的那位玩家竖起了5个手指头，做贼似的左看右看。那可是5000积分啊！后边的声音渐渐沉寂了下去。裘清新分明听见了，但脸上的笑容却丝毫未变，优雅得体。镇长有一双碧蓝色的双眸，是很传统的西式长相，他脸上堆着笑，胡子也是白色的，看着很慈祥。我们这只有一家旅馆常年营业，价格也很公道的，我带你们过去。这个镇子不大，仅有的一家旅馆只能称得上是干净，不算小，但也着实算不上大。但住下10几个玩家还是绰绰有余的。镇长很快离开，旅店的大厅内除了一个打瞌睡的店小二，剩余的就全都是外来的玩家了。全都坐了下来，玩家们就不说二话了，直接将任务摊在了明面上。裘清新这个时候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根香烟点燃，烟雾晕染了他的视线，悠悠地吐出了一口烟雾。大家应该也都看见系统发的任务了吧？打开系统面板，上边写着2条任务。主线任务：调查尼罗镇幸福表面下隐藏的真相，50积分；支线任务：消灭圣诞夜的所有魔物，100积分。任务期限：圣诞夜结束之前。这次的任务不同以往，奖励都是明摆出来的。主线任务是必须完成的，支线任务是可以选择不完成的。可是这次的支线任务的奖励竟然要比主线任务的奖励还要高，这就不得不去尝试一下了。裘清新吐出一口烟雾，余光扫了一眼身边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的谢吉。今天就算了，大家也都累了，先好好休息，保存体力，明天再一起出门打探消息。也确实，玩家们今天刚刚进入副本，坐了大半天的马车，浑身骨头架子都要散了。裘清新跟着谢吉一直走到了谢吉房间门口，他还想和谢吉说些什么，但谢吉走进房门，睁着惺忪的睡眼看他。还有事吗？少年的声音透着没睡够的威压，掀着眼皮有些不耐地看着裘清新。裘清新噎了一下，没什么，睡吧，看把孩子困的。就在裘清新话音刚落的第1秒，眼前的门瞬间关上，要不是裘清新躲得及时，他的脸上怕是会多出一大片红印。裘清新抽着烟往自己的房间走，冷哼一声，半点怜香惜玉都不懂的臭小子。不过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就像是生怕说大声了会被什么人听见一样。裘清新的呢喃声谢吉自然是听得一清二楚，但他懒得搭理。怜香惜玉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东西全部都被他抛之脑后，睡觉对他来说才是头等大事。与此同时，镇子的最中心，洛河趴在窗沿，看着教堂的乐队抚摸着竖琴，他只觉得新奇，兴致勃勃地回头看尼贝尔。哥哥，我是不是能让他们给我唱喜羊羊啊？尼贝尔插花的手一顿，他笑弯了眉眼。当然可以，我相信他们也很愿意为小河服务。一句话让叫教堂的乐队不知所措。洛河从窗户边的凳子上跳了下来，还是算了吧，我觉得太暴殄天物了。尼贝尔挑了挑眉，你还知道什么叫暴殄天物？这么聪明。洛河乖乖地回到了尼贝尔的身边坐下，他随手拿起一朵月季把玩。哥哥，你少瞧不起人了。说话间，他抬头看向教堂中央巨大的神像。不过哥哥，你给兰州姐姐版权费了吗？尼贝尔也抬头看向了神像。你不说我不说，他不会知道的了。建这个教堂的时候需要个神像模板，我想着向自家姐姐祷告，我看起来也能更诚心一点。洛河，赤处，看出你是无神论者了。不过如果不是很熟悉的人，光看这座神像也是看不出是兰州本人的。洛河决定替自家哥哥保守这个秘密。不过，哥哥，如果兰州姐姐是神的话，你总该起个神名吧？尼贝尔像模像样的思考了几秒，那就叫不加班之神，怎么样？正好他网名也是这样。洛河，你自己听听，这合理吗？看着洛河拧着的小眉头，尼贝尔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将小家伙的脑袋揉成了鸡窝。就叫兰州了，放心吧，没人会在意这些细节的。说话间，他往自己嘴里扔了一颗葡萄，话音也有点含糊。
都到藏土了，谁还相信世上有神啊？洛河不说话了，他也扯了一颗葡萄塞进了嘴里，然后瞬间被酸得龇牙咧嘴。然后下一秒，原本面色如常的尼贝尔也变得龇牙咧嘴起来，他将嘴里的葡萄吐了出来。呸呸呸，这辈子没吃过这么酸的葡萄。洛河也呸呸呸的将嘴里的葡萄往外吐。呸噗，哥哥你都知道很酸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尼贝尔兑换了2颗糖出来，递给了洛河1颗。哥哥当然是想和小河同甘共苦了。洛河，我信你个鬼！洛河2口将尼贝尔递过来的糖吃了个干净。别说，还挺好吃，玉米味小软糖，童年的味道，我知道。洛河眼睛亮晶晶的看向尼贝尔，好吃，还有吗？尼贝尔又买了几颗递给了洛河，不能多吃啊。洛河点点头，自己去商城里搜索了一下，还行，比喵喵雪饼便宜，500积分1颗。洛河几口将糖吃了个干净，闲不住的站起了身。哥哥我出去玩了哦，难得有这么多活人的副本。洛河总是想着往外跑，尼贝尔也不拦他，带个人一起哦，再帮哥哥买一篮蜡烛回来。洛河点了点头。出门的时候，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神职人员自然而然地跟了上去。这个副本里，洛河换上了一身和尼贝尔同款的白色袍子，戴着银色的十字架项链，头上还有白色的花环。此刻他手里提着一个小篮子，蹦蹦跳跳地走在路上。路过的镇民见到他都笑着和他打招呼：“是小何啊，又帮哥哥跑腿。”洛河点头，乖巧地回答镇民的问题：“哥哥让我买蜡烛，甜滋滋的小可爱，谁不喜欢呢？”一路上还有不少镇民给小家伙塞甜甜的糖块。洛河不吃陌生人的东西，十分有礼貌地拒绝：“哥哥不让我吃很多糖，会牙痛的。”洛河太乖了，去店里买蜡烛，店长都总是会少收他的钱。从卖蜡烛的店里出来，洛河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看他。他抬起头，看见了对面2楼的窗户开着，但窗口没有人。对面是镇上的唯一一家旅馆，很少会有顾客的。洛河有些茫然地摸摸自己的头，回头和店长打听：“叔叔，对面有人住了吗？”店长笑着回答他的问题：“对啊，今天有10几个外边来的，全都住进去了。正好快过节了，一起热闹热闹。”一听这话，洛河瞬间就明白了，是玩家们到了，所以刚才是真的有人在看他。洛河若有所思地往回走，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街道的尽头。那个敞开着的窗口露出了一缕黑发，那双总是带着倦意的黑色眸子，生平头一次这么明亮，盯着下边的街道看了几秒，然后关上了窗户。玩家们晚上睡觉睡得都不算很安稳。旅馆是靠近街道的，晚上的时候能听见一些很奇怪的动静，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夜晚很快过去，玩家们早晨陆陆续续在旅馆大厅汇合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尼罗镇地理位置的原因，明明已经是早晨8点多了，天色还是蒙蒙亮的。不过是冬天嘛，倒也勉强可以理解。裘清新今天将头发编成了辫子，身上也换上了方便行动的衣服裤子。在其他玩家们下来之前，裘清新已经和旅馆的店员聊上了。店员看起来是个很青涩的年轻人，脸上还有点雀斑，被一个大美女主动搭话，说话都不顺畅了，给自己憋得面红耳赤。那个，请不要靠这么近。裘清新笑得很端庄，言行举止是那种被长期培养出来的大小姐的优雅。对方提出来了，他就重新坐直了身子，手里拿着茶杯道歉：“抱歉让你感到不适，我只是有事想要和你打听。”他抽身的自然，店员反而愣了一下，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他为裘清新和谢吉添上热腾腾的红茶：“小姐，你有什么想问的就请问吧。”裘清新想了一下，话说我昨天半夜听见外边好像有什么动静，是我听错了吗？听见裘清新的问题，店员的神色肉眼可见变得有些紧张，他神经质的左看右看，然后将声音压得很低：“你们是从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啊，一到晚上就会有魔物。”魔物？裘清新挑了挑眉，坐在一旁捧着茶杯的谢吉微微掀了掀眼皮，好烫。他嘴里说着烫，但也没有把手上的茶杯放下。裘清新和店员同时看了他一眼，但谢吉再也没说过其他的话。店员继续往下说：“不过你们放心，魔物基本都是在镇子边缘的地方，不会到中心位置来的，而且教堂的神父也会免费为镇子驱魔，白天是很安全的。神父大人是从大城市来的，也为尼罗镇的建设出了不少财力，是个大好人呢。”提起那位神父，店员的表情变得虔诚不已，就像是看见了神明。裘清新意味不明的沉吟片刻，店员的视线在他长长的睫毛上停留了一瞬。不过我劝你们晚上的时候不要轻易出门哦，我们这里经常会传来夜里有人失踪的消息。他说的超小声，但裘清新听得一清二楚。有脚步声从楼梯的位置传来，是其他玩家下楼的动静。店员端着托盘收走了谢吉身前的空杯，不肯再往下说了。裘清新也不再追问，端起茶杯优雅地品了一口，随即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般，猛地看向身边的谢吉：“等等，刚刚的红茶你一整杯都喝了？”谢吉点点头，想稍微精神点。谁？谢吉说他想精神点。裘清新，你绝对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谢吉。但震惊过后，裘清新的表情变得凝重，他左右看看，这里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谢吉整个人横在了沙发上，刚刚说着想精神一点的人悠悠地打了个哈欠。没什么，他摇了摇头，眼角带着点困倦的湿润，只是稍微有点在意的。他声音太小，裘清新没听清楚。你说什么？谢吉翻了个身，没说什么。裘清新有点头疼。虽说这个副本你对外身份是我弟弟，但别真把自己当小孩子啊。队长，
但他的话就像是石子投入了大海，根本没得到回应。再仔细听，呼吸绵长。好家伙，又睡着了。裘青青没来得及将谢吉叫醒，就有其他的玩家上来和他搭话了。是个看起来长相平平的年轻男人，昨天做过自我介绍，叫做吕阳。丑姐，我下楼的时候看见你和店员说话了，感受到了男人的视线。裘青青脸上还保持着得体的微笑。打听了点消息，但这么重要的信息，吕阳却连问都不问，那双眼还是不安分地落在裘青青的身上。不过丑姐，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裘青青的眼眸闪过一抹冷意，她站起了身，哪怕没有穿高跟鞋，也要比男人稍微高一点。我喜欢话少的。吕阳，裘青青的眼神就差没直说，离我远点。吕阳被噎住了，自讨没趣的转身离开了。等到其他玩家都围着桌子坐了下来，裘青青才将刚才从店员那里得到的信息和大家共享。他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将最重要的几点写在了纸上。魔物、神父、夜晚有人失踪。裘青青逻辑清晰，所以晚上应该是最危险的时候，大家尽量都不要出门。我们能够调查搜集情报的时间只有白天，最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突破口。这个神父夜晚会免费驱魔，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教堂找神父打听消息。你们觉得呢？裘青青的提议任谁都挑不出错来，而且外来者率先去教堂祷告也是很合理的理由吧。于是玩家们向店员询问了教堂的位置。教堂的位置处于尼罗镇的正中心，距离这家旅店并没有太远的距离，步行时间大概10分钟的距离。尼罗镇虽说是一个很小的镇子，但即将迎来圣诞，街道上人来人往，遍布欢声笑语。裘青青走出一段距离就要回头看一眼身后的谢吉，生怕某个走路都能睡着的家伙跟丢。好在不知道是不是之前的红茶起了效果，谢吉眼睛睁得还挺开，正百无聊赖地看着街道边的店铺。等到了教堂，玩家们齐齐愣住。之前也说了，尼罗镇是个不大的小镇，但眼前的教堂规模实在是超乎他们的想象。纯白的墙和银色的房顶，往旁边看还能看见一座小花园。这样的洁白的教堂和尼罗镇灰扑扑的街道格格不入。只是刚刚走到教堂门口，他们就听见教堂里传出了悠扬的歌声。 Hark how the bells， 听，银铃正作响。 Sweet silver bells， 甜美的声音正回荡。 All seem to say， 他们似乎都歌唱似的说， Throw cares away， 不要再担心什么了。 Christmas is here， 圣诞将至。 Bringing good cheer， 送上我们的祝福衣。还在教堂门外的玩家们面面相觑。好家伙，还自带 BGM 的。不知不觉间，玩家们全部都变得紧张了起来。裘青青在门口抽完一整根烟，才走进了教堂的大门。一走进教堂的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正在演奏的乐队，金发白衣，姣好的容颜，恍惚之间仿佛看见了神使下凡。他们一进门，乐队的演奏就停了下来，成员们微笑着冲玩家们点头。然后玩家们看见的是神像，神像很高，但雕琢的却很模糊，只能看出是位发丝垂至脚踝的女神。视线再往右，一个身形背对着玩家们坐在教堂的第一排椅子上，从背影上看，能看出是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男人察觉到有人到来，将手中的书倒扣在长椅上，转过了身。男人有一头金发，碧绿的双眸，脸上的笑意像是春日中被阳光晒得最温暖的湖水。视线扫过来，泛起层层涟漪，温和英俊的眉眼像是最柔软的柳枝，叫人不由自主的就放低了声音。我好像没在镇上见过你们，是外来者。站在最前面的裘青青上前几步，笑得优雅。你好，我们听说这里只有一座教堂，初来乍到就想来祷告一下，没有打扰吧？男人笑着摇头。教堂欢迎所有信徒。你们好，我是这里的神父尼贝尔。扣在长椅上的那本圣经在尼贝尔和裘青青说话的间隙就被神职人员收了起来。神职人员小心翼翼地将那本厚厚的圣经放在一旁的小书架上。尼贝尔回头看了他一眼。马修，去拿几个垫子过来，引导信徒们进行祷告。被称为马修的神职人员轻轻地应了一声，转身去了里屋拿垫子。但他出来的时候带出来的不仅仅只是垫子，还有一个小孩，黑发琥珀色的眼眸，是东方面孔，但因为长相过于精致，倒也不算格格不入。哥哥，我睡醒。小孩子像个炮弹一样冲出来，嘴里的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他突然察觉到不对劲，左看看右看看，然后几步挪到了尼贝尔的身边。尼贝尔有些无奈地冲着玩家们笑了笑。失礼了，这是我的弟弟。洛河冲着玩家们挥了挥爪子。你们好。尼贝尔将手放在洛河的脑袋上。虽说小孩子咋咋呼呼，但这样也很可爱不是吗？他脸上虽说在笑，但却隐隐透露出一种危险。莫名的，玩家们竟然从他的脸上品出了一大串无声的话语。尼贝尔，不觉得我弟弟可爱也没关系啦。每个人的喜好都有所差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1000个人心中还有1000个哈姆雷特呢。希望在未来漫长的旅途中，你们可以遇见更可爱的小孩。永别了，没品的东西。裘青青被他的视线盯得连连后退好几步，在心中直呼好家伙。好家伙，这神父还是个地控，在别人的地盘，他们还能明目张胆地说人家弟弟不可爱吗？更何况小孩子是真很萌，甜滋滋的，像是糯米团子。见玩家们连连夸洛河可爱，夸得洛河都害羞了。尼贝尔眼中的那一丝危险消失得一干二净，对待玩家们的态度也越发温柔了，满眼都写着有品位，宛若遇见了同号的二次元。不过正是因为这个小插曲，
玩家们原本还对尼贝尔有些警惕的情绪瞬间放松了下来。尼贝尔也不想洛河和玩家们多待，拍拍他的脑袋：“小何去花园里玩吧，哥哥有正事要做。”洛河乖巧点头，哒哒哒的往外跑。正当尼贝尔想重新把注意力放在正事上的时候，所有人只听见扑通一声，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洛河不知道被什么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了地上。不过他要比玩家们想象中的更乖，摔了一跤也不哭，只是茫然地看着把他绊倒的东西。啊，这里怎么还有一个人啊？他晕过去了吗？洛河从地面上爬了起来，双眼睁得圆圆的。哥哥，他一动不动，是不是死了啊？裘青青在洛河摔倒的瞬间，心中就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他往身后看，果然没看见那个身影。他简直是倒吸了一口凉气，顶着尼贝尔的目光连连道歉：“不好意思，应该是我弟弟，孩子起得太早了。”是了，绊倒洛河的除了谢吉还能有谁？在裘青青刚开始和尼贝尔说话的时候，他就觉得无聊了，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结果困意重新来袭，他整个人躺在长椅上睡死了过去，腿往外支出去一截，结果就把洛河绊倒了。教堂里顿时一阵喧闹，谢吉也悠悠转醒。谢吉平时话很少，不是不想说，只是单纯懒得张嘴。他睁开了眼，撑着身边的椅子坐起了身。他正准备打个哈欠，结果突然察觉到很多视线停留在自己的身上。谢吉打哈欠的动作顿了一下，看向了最近的视线来源，两双眼睛就这样对视上。眼前的小孩愣住，谢吉也愣住了。虽说他之前说想多喝点红茶精神一些，但效果着实一般。大部分的时间他总是很困，倒不是因为生病或是其他的什么健康原因，只是觉得无聊，太多无聊的事情了，倒不如多睡一会儿。但是在看见小孩的这一秒，他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精神。和从旅馆窗户的模糊一眼不同，他近距离的看见了这双眼睛，仿佛有什么莫名的东西从心脏的位置生长，就像吃喝不愁的狮子。生平头一次见到了会动的猎物。注释：一出自歌曲 Carol of the Bells， 很好听哦，感兴趣可以去听听看。洛河在和谢吉对视上的时候也是愣住了，一大一小两人就这样保持着一个姿势，仿佛被冻住了，有点奇怪。尼贝尔的视线一直停留在洛河的方向，见洛河半天没有动静，不由自主皱了皱眉。小何，怎么了？受伤了吗？听见尼贝尔的声音，洛河才猛地回过了神。他眨了眨眼，撑着地面站起了身，声音含含糊糊的：“没有。”他能够察觉到眼前少年的视线还停留在自己身上，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洛河不想耽搁尼贝尔的正事，那哥哥你忙吧，我出去玩了。说完哒哒哒的跑出了教堂的门。出了门之后，他才回头看了一眼，墙阻隔了他的视线，但少年的模样还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这是他这么多年遇见的第一个看不见情绪、读不了心的人。他什么都看不见，那人的心就像是透明的。洛河出去玩后，教堂内的气氛重新恢复了正常。裘青青再也顾不上其他，将还半靠在椅子上的谢吉拎了起来。尼贝尔的视线在谢吉的身上停留一瞬，谢吉像是没有察觉到尼贝尔的视线，回过头往门的方向瞄了一眼。尼贝尔不再说话，让马修引导着玩家们进行祷告。裘青青作为领队，和他带着的谢吉是最先祷告结束的。看着谢吉重新找了张椅子坐下，裘青青就知道指望不上你，他只能自己去和那位名叫尼贝尔的神父搭话了。那个神父，你好。看着裘青青凑过来，尼贝尔的脸上保持着礼貌的微笑。你好。裘青青微微皱着眉，就像是在为什么事情而感到苦恼一般。我姓裘，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们刚刚到这个小镇，本来马上就到圣诞了，大家都很兴奋，但我在其他镇民那里得到了点消息。尼贝尔像是猜到他要说什么一样，悠悠地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你在苦恼些什么，裘小姐，很抱歉为你们的旅行带来不快。裘青青连忙摇头，不，尼罗镇是个很热情的地方，我们都很喜欢这里，只是有关于魔物什么的，我们心里实在是没底。尼贝尔的脸上浮现出无奈神色，有关于这一点，只要你和你的同伴们不在夜晚的时候出门，就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情况发生。这么肯定？裘青青继续顺着问题往下延伸。听说你在夜晚的时候会为镇子免费驱魔，那我能问一句，那些魔物都是从何而来吗？那些魔物是从镇子外的森林而来，但具体起源我并不知情。一提起这个问题，尼贝尔的表情就变得忧虑。我能做的只有勉强保护这个镇子不受魔物的侵害罢了。裘青青仔细观察尼贝尔的表情，最终判断出他脸上的担忧不像是演的，挺真实。你能免费为镇民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着痕迹地夸了尼贝尔一句，他才提出第二个问题。那我听说这里经常会有人失踪，是真的吗？尼贝尔表情也变得凝重。是的，所以我才劝镇民们不要在夜晚乱跑。我怀疑那些失踪的人都是遭受了魔物的毒手。裘青青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再抬头看见尼贝尔的视线落在教堂门口旁的窗户上，裘青青也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去。透过那个窗户，能看见小孩的半个头顶晃来晃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尼贝尔的神色很温柔，他微微勾着唇角，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裘青青说话。我的能力也只够保护好家人了，这个神父好像真的是个很温柔的人呢。裘青青收回视线，但视线收到一半，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人家哥哥看人家弟弟，谢吉你又在看什么？眼睛都不眨一下盯着可爱小孩看，跟个变态似的。
进藏土之前不会是干人贩子的吧？裘青青得到了想要的信息，转头一看，其他玩家们也都已经完成了祷告，不知道在身后听了多久。那就走吧，再去其他镇民那打听打听消息，总不能一整天的时间都在教堂耗着。玩家们转身准备离开，教堂的乐队又开始重新演奏。这次的乐曲和他们来的时候明显不同，歌词不同，拍子更加急促沉重。God rest ye merry, gentlemen， 上帝赐予你们快乐，先生们。Let nothing you dismay， 让万事充满希望，无事令你惊慌。Remember Christ our Savior was born on Christmas Day， 记得耶稣我们的圣主诞生于圣诞节之日。伴随着教堂悠扬的歌声，玩家们踏出了教堂的大门。尼贝尔的弟弟还在一侧的小花园里玩耍，手里捧了一大捧新鲜的鲜花。然后玩家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走在裘青青后边的谢吉踏入了那小花园，动作干净利落，连裘青青都没拽住。裘青青有时候真的很想打人，谢吉明显就是冲着那个小孩子去的。此刻他不再打瞌睡，小孩显然也茫然，愣愣地站在原地看着谢吉往他的方向走过去。教堂的音乐还在响 To save us all from Satan's power when we were gone astray， 解救我们于撒旦的淫威，在我们误入歧途之时。谢吉走到了洛河的身边，蹲下了身子，视线和他的视线齐平。我是谢吉，年龄这个副本12岁，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洛河整个人都懵了，这是什么操作？但人家这么礼貌，他还是下意识的回答，我叫洛河。黑色的眼眸和琥珀色的眼眸对视，谢吉重复了一遍自己刚才的话，很高兴认识你。All tidings of comfort and joy, comfort and J-E， 哦，天赐福音，带来舒适与喜悦。注释，一出自歌曲 God rest ye merry gentlemen， 超好听的歌，强烈推荐。等到玩家们全部离开之后，洛河有点惊恐地跑进了教堂内，还带着满身的花香味扑进了尼贝尔的怀里。哥哥，我遇见个好奇怪的人。尼贝尔安抚地摸摸洛河的脑袋，别怕，没人能伤害你。说害怕倒不至于了，洛河就是纯感觉到茫然，还有点诡异。那个少年口中所说的这个副本12岁是什么意思？但现在在哥哥身边，安全感爆棚。冷静下来后，灵感突然在脑海中闪现，他逐渐将那个12岁少年的面孔和福贝的伤联系到了一起。哥哥，你说那个叫谢吉的人会不会就是打伤福贝哥哥的人啊？尼贝尔半撑着脸颊，脸上的表情一点都不惊讶，语气也是轻飘飘的。小何这么聪明啊，看年纪和描述，还真的很有可能呢。洛河抬头看向尼贝尔，他有些不解，我猜错了吗？尼贝尔俯下身子蹭蹭洛河的脸颊，没有啊，小何的猜测很合理。那哥哥你怎么不生气啊？尼贝尔笑得很玩味，但语气是语重心长的，毕竟都是干这行的，杀人者人恒杀之，没什么好生气的。洛河愣了一下，他着实没想到这一层。尼贝尔的手指还蹭着洛河的头发，其实他没想这么早就把话和洛河讲得这么透彻，但不是话都说到了这份上吗？顺着话题就往下说，都是在藏土，如果只有我们能杀玩家，不允许玩家还手的话，对玩家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小何，你要知道，在藏土每天都有无数的 NPC 死去，无论是低级副本还是中级副本，我们能活到现在也只是因为我们很厉害，是 BOSS， 但我们也是 NPC 啊。在高级副本工作虽然酬劳丰盛，系统也会放松对我们的要求，但也更危险。听到这里，洛河整个人都傻掉，他着实没想到尼贝尔把事情看得这么透彻，哪怕是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尼贝尔能这样想，也就是说其他的哥哥姐姐都这么想，哪怕他们一直都在杀人，可他们还保持着小部分人类的理性。虽说得到了回答，但洛河有些怅然若失地垂下了头。这样啊，尼贝尔收回了自己放在洛河脑袋上的手，他的声音重新变回了之前轻飘飘的语气，听着还有点阴险似的。不过敢伤害我弟弟，最好别让我逮到的，不然我就……哼！洛河无语的抬头。好好好，道理你都懂，但就是睚眦必报，也就是现在没有证据，否则恐怕尼贝尔都杀到谢吉床头了。尼贝尔看着洛河的表情，重新蹭了蹭他的脸颊。小何不用担心这个了，你只需要好好的长大就好了。尼贝尔是所有家人中最爱笑的那一个，但只有在面对着家人的时候，他的笑才是最真实的。其他家人在面对着洛河的时候，神色也是温暖的，但洛河不会一直是个小孩，也不可能一直躲在家人的羽翼之下。洛河没说话，自然而然地转移了话题。那哥哥，我们接下来要干什么？尼贝尔看了一眼门的方向，刻意拉长音调。我们接下来啊，就等着玩家们送上门好了。紧接着，尼贝尔站起了身，他像是在自言自语。今天晚上出门的话，可得换一身衣服。话说到一半，他看向洛河，晚上还是有点危险的。我找人把你的那只老虎带过来。尼贝尔控制欲极强，他不允许出现自己意料之外的事，也不允许在有危险出现的时候，洛河离开他视线范围内50米。因为这个副本黑猫和乌鸦的特殊性，洛河没有将3小只带过来，但老虎还是勉强可以的。在洛河单独的时候，可以做一个不错的护卫。在尼贝尔吩咐下去的瞬间，那位名叫马修的神职人员就开始发抖，但他还是去了，拿着尼贝尔给他的钥匙，发着抖去了一趟 BOSS 的家。回来的时候，浑身抖得更厉害，身后跟着那只体型比普通老虎更大只的老虎。小白一看见洛河，就兴奋地扑了过来，围着他就是一顿乱蹭。
用肢体动作诉说着对洛河的想念。洛河也抱住了小白的脖子，将脸埋进了小白毛茸茸的脖子里。可爱小白，我也想你了。看两只小可爱贴贴，尼贝尔只觉得自己一阵手痒，他轻咳2声。小白要听话，不能随便咬人。洛河替小白回答了尼贝尔的话，我会看好他的。哪怕尼贝尔费力引起注意，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如愿摸上一把小白的脑袋。洛河可是把之前藤若告诉他的，尼贝尔不喜欢小动物，这句话记得一清二楚，也丝毫没有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尼贝尔、赤处、鱼哭了水知道，他哭了又有谁能知道呢？他只是想摸一把毛茸茸而已啊。玩家们离开了教堂，稍微商量了一下，最终决定分头行动。毕竟到目前为止，他们得到的信息全都是由裘青星一个人打听出来的，其他玩家至少得发挥些作用吧。裘青星还是和谢吉待在一起，其他玩家们去了别的方向，一直到单独相处的时候，裘青星才回头准备数落数落谢吉。你说说你，你还醒着？总是在打瞌睡的谢吉现在竟然精神了，走了这么久，连个哈欠都没打，顶着裘青星的视线，他扫了对方一眼。什么事？裘青星叹了一口气，我还想问你发生什么事了呢，老大，你今天说的话比以往1个月说的都多。裘青星好好一个端庄的大美女，被自家不靠谱的队长逼得一惊一乍的，是那个小孩有什么问题吗？谢吉摇摇头没说话。裘青星叹了一口气，队长啊，你不要总是在最后才变得靠谱啊。小瑶也和我说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了，不说小瑶吧，你要是有玉孔雀一半靠谱，我就谢天谢地了。谢吉，在小镇转了一圈，最后得到的信息都大差不差，几乎所有镇民都在劝他们不要在夜晚出门，口径出奇的统一。裘青星凭借着大美女的魅力得到了稍微多一点的信息。夜晚的时候，不仅仅是有尼贝尔一个人在和魔物战斗，镇上一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也会去帮忙。据他们描述，那些魔物大多面目狰狞，但通过镇民们的描述，裘青星察觉出了不对劲的地方。中午的时候，他们在外边随便买了些东西当做午饭，一直到下午回到旅馆后，裘青星和谢吉才算是正式吃上了一顿饭。也是在这个时候，裘青星和谢吉聊起了这件事比较诡异的地方。你发现了吗？谢吉手上捏着一块面包，随口了一声。乱。虽然谢吉只说了一个字，但裘青星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确实，按照镇民们的描述，那些魔物大多都是人们耳熟能详传统形象，像是狼人、血族、丧尸什么的。但这些东西一起出现，还目标整齐划一的攻击镇民，尤其是狼人和血族这样的死敌，他们见面不先自己掐起来都是奇迹了。裘青星的指尖无意识地在桌面上轻点，像是在喃喃自语。晚上，什么事都是在夜晚发生的，还是要出去看看情况。而此刻，坐在他对面吃东西的谢吉被干得发硬的面包噎住，猛地灌下了一大口红茶。他难得的主动挑起话题，说到出门，我刚刚看见有2个人背着包出去了。裘青星瞬间回神，他不可置信地看向谢吉，你说什么？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谢吉微微抬眸，你没问。裘青星，他看向窗外，此刻的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此刻出门，一猜就能猜到心里打着些什么主意。裘青星的脸色变得有些不太好看，他能理解玩家们对他，甚至是对于 NPC 的不信任。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其实裘青星完全不用管这些玩家的死活，但这个副本大家的任务都是一样的，他是领队，哪怕是一个玩家的死亡，都会导致队伍的信任大崩盘。互相猜忌才是团队协作的大忌。裘青星叹了一口气，从系统背包里拿出了一件防御加成的外套穿上，反正迟早是要出门。他准备往外走，但走到一半又扭过头看向了谢吉。谢吉此刻已经吃饱喝足，坐在桌前懒懒的打哈欠。你不和我一起去吗？谢吉打哈欠的动作一顿，他半撑着脸颊。我也去吗？虽说他这么问了，但裘青星一眼就看出他不想去。可恶，身为队长不活跃在最前线，还让他这么一个弱女子独自面对这么危险的情况，这合理吗？下次再和队长单独组队，他就是狗。他努力回想着什么话能够说动谢吉和自己一起去，不知怎地，一些话自然而然就浮上心头。听说魔物都是那位神父在处理呢，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带上弟弟一起。裘青星清楚地看见谢吉即将合拢的眼睛睁开了。这就是要去了。裘青星善意的提醒，你要不要穿外套？谢吉站起了身，看了一眼裘青星身上的外套。我不需要那种无用的东西。裘青星，可把你个小屁孩牛的。不过确实，这样的道具对于谢吉来说是彻底的多余。夜晚的魔物没完没了，但尼贝尔的姿态却从容不迫，宛若在散步一般，手上的枪却不慢。是的，他驱魔不像是传统神父手拿圣经，还要吟唱。时代变了，银座的子弹驱魔速度更快，效果杠杠的，他的准头和速度都是顶尖的。看得一边的洛河眼睛里都是小星星，哥哥好厉害。事实证明，之前尼贝尔的担忧都是多余。洛河往旁边一站，不知怎地，硬是没有一只魔物往他的方向扑。这或许就是天选 NPC 圣体吧。要知道，哪怕是尼贝尔或者影星这样的最大 BOSS， 面对着这种没有理智的魔物 NPC， 也是会遭到攻击的。无理智 NPC 也喜欢可爱小孩吗？尼贝尔攻击的间隙还能腾出心思想些有的没的。在这样安静的夜晚，洛河和尼贝尔都没有说话，空气中只有那些魔物咆哮嘶吼的声音。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洛河往那个方向看了一眼，尼贝尔手上动作没停，连头也没抬，但唇角微微勾起，看来我们也要转移阵地了。20分钟之前，林海和林阳是两兄弟，在进入藏土之前是干维修的，两兄弟合伙开了个店。两兄弟只能算是有点小聪明，在藏土里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彼此。经历了大概5、6场副本，也算是资深玩家了。一琢磨就知道夜晚肯定是关键。他们也不像是其他玩家愿意相信裘青星，他们见人是个女孩，打心底里就不服气。再加上身上确实是有1、2个道具，心里一下子就膨胀了。两兄弟一合计，就觉得晚上一起出门看看，万一误打误撞的就完成任务了呢。林海白天的时候偷听到裘青星和尼贝尔的谈话了，魔物都是从镇子边缘的地方来的，于是两人就尽量避着点镇子边缘走。但他们是外来者，哪里知道镇子的格局，再加上夜晚黑灯瞎火，等到遇见一只魔物才猛地反应过来，他们好像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镇子的边缘。惊吓之下，一下子看东西看得一清二楚，听觉也变得异常灵敏。魔物的身形异常高大，身上长着黑色的毛，眼睛猩红，尖利的牙齿泛着荧光，看模样就和童话故事里的狼人模样差不多。他们能够听见对方急促的呼吸，还有喘出的带着腥气的气息。两兄弟发出尖叫，撒丫子就跑，在镇子里四处逃窜。两兄弟眼泪都冒出来了，从来都没有跑得这么快过，今晚也是挑战人类的极限了，脚底都差点冒出火星子。在狼人的爪子即将碰到两兄弟的瞬间，眼前一片白色闪过，紧接着就是枪响，熟悉的声音带着无奈，不是都说了不要在夜晚的时候乱跑吗？得救了，两兄弟简直都要感谢上苍了。再定睛一看，来者不是尼贝尔还能是谁呢？此时的尼贝尔还是穿着白色的衣服，但白天那身拖地的白色长袍被换了下来，换着穿着一身白衬衫白西裤，一头齐腰的金色长发被扎成利落的马尾。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战斗，他身上的衣服被溅上了些红色的痕迹，但脸上的表情还是温和的，看向两位玩家的视线带着担忧。你们没受伤吧？林海和林阳的表情就像是看见了神，忙不迭地从地面上爬了起来，脑袋摇得像是拨浪鼓。没事。尼贝尔刚才利落的一枪正中狼人的眉心，狼人飞溅出几点血迹，然后倒地的瞬间就化为了黑色的灰烬。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边的动静太大，越来越多的魔物往这个方向涌了过来。就在尼贝尔一枪杀死一只丧尸更换弹匣的间隙，一只狼人趁机往过来扑，银光一闪，狼人的脖颈处被划出了深深一道伤口，深入骨髓的伤口也是致命的。狼人挣扎了1、2秒，然后消失殆尽了。呼，还好来得及时，你们在乱跑什么？卷发的美女眼神锐利，看向林海林阳两兄弟的视线夹杂着责怪，而此刻在他的指尖捏着一柄小巧的手术刀，银色的刀刃还沾着血，分明他的身形很纤细，手上的武器也是那样的小巧，但力道却是致命的，只需一击就让那样一只高大的狼人毙了命。尼贝尔的眼眸微闪，眼中的无奈愈发加深了些。你们怎么都喜欢在晚上乱跑，真的很危险的。裘青星警惕着周围，动作干净利落的帮忙，语气是浓浓的恨铁不成钢。刚才我才发现有2位队员溜了出去，没办法，我也怕他们死在外面。这样的对话让林海和林阳两兄弟简直无地自容，原来只是他们的自以为是而已。裘青星能混到高级玩家，并不是只有漂亮的脸，他动起手来要比他们两兄弟加在一起都要强，毕竟能干脆的动手和这些狰狞的怪物战斗，也是需要很强的勇气的。两兄弟僵在原地，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做什么，紧接着就感受到后脖领一紧，两个人就这样被同时拎了起来。天旋地转间，他们被扔到了一旁有遮挡的屋檐下，旁边正好有2根粗壮的柱子可以供他们躲藏。两兄弟惊恐回头，来者何人？哦，原来是谢吉。等等，刚刚这个年仅12岁的小孩是不是一手一个把他们2个成年男人拎了起来？还有那小孩手里拿的是什么阿位？在将他俩脱手之际，谢吉手腕一转，2柄形状怪异的刀给他稳稳握在了手中。那2柄刀像是匕首，但弯曲的弧度却很奇怪。恰巧林阳在进入藏土之前对冷兵器很感兴趣，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手中拿着的是尼泊尔弯刀。那是一种很帅气但同时又对技术要求很高的武器，但年仅12岁的谢吉使用起来却得心应手，手起刀落，切脑袋就像是在切西瓜。这时候的谢吉不再是白天那个懒洋洋的样子，他的眼睛亮极了，甚至隐约还能看见嘴角细微的弧度。林家兄弟惊恐地互相对视一眼，紧紧抱住了弱小的彼此。好家伙，他们连个12岁的小孩都比不上。两兄弟原本的自信在这一刻被抨击得荡然无存。尼贝尔的余光扫过靠后一些的谢吉，眉头微微皱起，在某一瞬间眼中的情绪变得晦暗不明，却又很快恢复正常。有了帮助，今晚上的驱魔行动结束得很快，大抵是发现众不敌寡，剩下的魔物嗷一嗓子，集体开始撤退。尼贝尔喘了一口气，眼眸含笑地看向了裘青星和谢吉，多谢，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就要孤身奋战到天亮了。裘青星拿出酒精和手帕，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手术刀擦得一干二净，然后放回了一个牛皮做的小袋子里。就这么一晃的功夫，尼贝尔看见小袋子里装着一套齐全的手术工具，他眉梢微挑，看着裘青星手上的牛皮小袋子，又看了一眼谢吉手上2柄杀气腾腾的刀。不过看来你们也不是一般人啊。谢吉正左顾右盼的不知道在看些什么，
完全没有要搭理尼贝尔的意思。裘青青耸了耸肩，如你所见，我是个医生，再加上家里给我安排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课程，所以面对着这种情况，倒也还算是能够防身。说着话，他瞄了一眼尼贝尔手上的枪。神父先生，你也是啊，枪法不错。尼贝尔晃了晃自己手上的枪，脸上的笑意更浓。那当然，时代变了，驱魔也要使用科学手段了。裘青青，林氏兄弟，神父先生，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哪怕周围已经感受不到魔物的气息，但尼贝尔还是谨慎地查看了一番，再度确认后才松了一口气。他看向了某个方向，小何，没事吧？可以出来喽。他的话音刚落，一旁的墙角就冒出了个毛茸茸的脑袋，声音稚气，透着一股奶味儿。哥哥，我没事。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坐在一只体型硕大的老虎身上走了出来，还在甜甜的笑。有小白保护我哦。小白。裘青青和林海羚羊不可置信地看了看他身下的老虎，谨慎地往后退了退。不是，你就这样给一只老虎起一个狗名吗？洛河看着他们警惕的神色，没关系的，小白不会咬人。可就算他这么说了，生理上的恐惧还是在所难免的。在玩家当中，只有谢吉是个异类，他不但不怕，还眼睛发亮的上前一步。又见面了，有个问题在白天的时候我就想问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在这所有人当中，只有你是和我一样的异类。洛河、尼贝尔、裘青青、林海、羚羊，洛河本人都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呢。尼贝尔听见谢吉这话，一下子就火了。原本尼贝尔的形象在裘青青心里是那么的温柔，但此刻他已经看见神父先生的手指已经蠢蠢欲动地搭在自己腰间的枪上了。裘青青也跟着发懵啊，但行动先于思考。他拉了一把谢吉，不是，你说什么呢？注意言辞啊，咱们现在可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可谢吉看着清瘦，裘青青却没能拽得动他。谢吉完全不管其他，眼睛还盯着洛河，语气平静。你的灵魂与你的躯体并不匹配，和我相似，但不相同。此话一出，洛河整个人傻掉。谢吉的话语像是利刃一般剖开了他的外壳，露出了隐藏在外壳之下的真相。他浑身上下的血液都凝固了，直到尼贝尔的声音响起，让他猛地回神。够了，他将洛河抱了起来，眸光微冷地看了谢吉和裘青青一眼。裘小姐，我不知道你弟弟为什么要这样对小何，但还请管好你弟弟。我家小何是好孩子，不懂得拒绝，但还请以后不要再靠近他。这话就差把你弟弟是个坏孩子，让他离我弟弟远点，这句话挑明了。裘青青整个人尴尬的简直能扣出3室一厅，连连对着尼贝尔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严加管教他。尼贝尔冷哼一声，抱着洛河转身离去。那只老虎也就这样跟在他的身后离开。谢吉整个人还是没什么太大的反应，一直看着尼贝尔离开的背影，或者说是看着被尼贝尔抱着的洛河。洛河此刻也满肚子问题，他的视线和谢吉的视线在半空中交汇了一瞬。谢吉是什么意思？他看出了什么？他口中的相似又是什么意思？洛河缩在尼贝尔的怀里，不由自主又想起了早上谢吉和他说的那句，这个副本12岁，心中隐隐有了一个猜测，但这个猜测他无法对着家人说出口。尼贝尔感受到了洛河的安静，他的表情变得冷森森的，他伸手安抚地摸摸洛河的脑袋。小何不难过，等哥哥找到机会给他切成块。洛河倒是不至于这么残忍。两人一虎离开。裘青青看了眼一边早就一声不敢吭的林海和羚羊一眼，保不齐一会儿还有危险，你们先回旅馆吧。现在林家兄弟对裘青青简直是言听计从，他让往东绝对不会往西，一听这话猛点头，起身就走。等到两人离开，裘青青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你刚才在干什么啊？你说说你在干什么？脾气那么好的神父都被你气成那样，那一看就不是个普通 NPC， 万一是送 buff 的你，还要不要在这个副本混了？好家伙，裘青青在进入藏土之前也是远近闻名的清冷美女，结果在进入藏土之后被自己不靠谱的队友硬生生逼成了咆哮帝。谢吉抬眸淡淡看他一眼，神父不简单。裘青青的脸色有一瞬间的变化，你的意思是？可谢吉没有再往下说的意思，他左右看了看，再仔细找找线索。裘青青简直受够了谢吉总是喜欢话说一半的习惯，可偏偏又拿他没办法。好吧，起码以后对尼贝尔警惕一些吧。说调查，现在魔物都跑完了，他们还能调查些什么？只能去查看那些魔物死后的黑灰吧。裘青青戴上了白色的橡胶手套，以前他是医生，多少有点职业病，不过在现实世界中学到的医学知识到了藏土里可是用处不大。那些黑色的灰尘算不上多细腻，里边还结块，一坨一坨的。谢吉随手在一边捡了个树枝，在黑色的灰里戳过来戳过去，忽的觉得眼睛被什么闪了一下，他侧了侧脸，看见就在他扒拉的灰堆的角落有一个闪着光的东西。原本这东西是被埋在最底下的，结果被他给戳出来了。谢吉就捏着他那根小树枝，利用上面的枝丫将那东西挑了起来，圆形的看着像是个手链。手链！听见谢吉的声音，裘青青2步走到他身边，隔着橡胶手套拿起了那个亮晶晶的手链。他仔细查看，结果一眼就辨认了出来，是蓝宝石，旁边这一圈镶嵌的是真钻。谢吉了一声，你确认吗？裘青青点头，我确认，我有一顶蓝宝石的皇冠，虽说成色要比这个好，但辨认还是能够辨认出来的。手链是在魔物死去的黑灰里找到的，剩下的不用谢吉说，裘青青也明白了些什么。这些魔物或许原本是人类，
裘青青将手上的手链收了起来。这个镇子上能买得起这手链的家庭应该屈指可数。我们明天白天的时候再和镇民们打听打听吧。谢吉对此没什么特别的表示，他耸了耸肩。可以回去了吗？裘青青叹气，又困了。谢吉摇头，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没，用脑过度，头疼。你哪门子的用脑过度啊？要不是知道谢吉不会撒谎，他简直想一拳砸在人脑门上。走吧，时间已经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养足精神吧。真头疼啊。裘青青先将手链放在了谢吉房间，准备离开之际，看着谢吉无精打采的靠在靠背上，谢吉耷拉着脑袋。你还不走？裘青青，我就多余关心你这一句，拎着外套头也不回的离开。走了，晚安。啊！门被关上，谢吉看了一眼被塞到他兜里的手链，将东西收回到系统背包，掀开被子，缩进了被窝里。年轻就是好，倒头就睡。这一晚，因为有裘青青和谢吉的帮助，外边很安静，没有前一天晚上魔物挠出来的那些动静。距离圣诞又过去了一天，至此任务实现还剩下6天。裘青青并没有把手链的事和其他玩家们共享，太多人知道了反而会碍事，两个人打听消息速度会更快。今天大家就自由行动吧，我和谢吉还有事，就不要求大家太多了。玩家们虽说喜欢被带飞，但也确实不喜欢事事都被管着，对此倒也没有什么意见，至少表面上没有。裘青青带着谢吉出了门，刚走出去一小段距离，就察觉到身后跟着小尾巴。谢吉虽然没有说话，但自然也是察觉到了这一点。两人甚至都不用对视，专找那些复杂的小路走，没用几分钟就将身后的尾巴甩得一干二净。谢吉将手链从背包里拿出来递给了裘青青，裘青青也不说废话，我和旅馆店员打听了一下，镇上有一个珠宝商，靠收购矿石为生，我们就去珠宝商那问一下。那位珠宝商是个中年的女士，名叫艾琳，身形看着很丰满，但动作却细致，接过了裘青青递过来的手链，小心翼翼地将东西放在了黑色托盘上查看。他仔细查看一番之后，然后将手上的手链还给了裘青青。在我们这小地方，还真的很少有这样完成度的珠宝，还是雕刻的这么好的蓝宝石。裘青青收回了手链，正式将自己的目的娓娓道来。这手链是我在镇上捡到的，现在想找一下失主。你知道失主可能是谁吗？艾琳思索片刻，你这么说的话，我倒是想起了个人，安妮。她以前是有名的贵族小姐，但后来父母去世，家里渐渐落魄了，卖掉了宅院，独自搬到了镇上，是镇上最有钱的人了。说到这，艾琳有点犹豫似的说出了后边的话。不过安妮她在2周前就在镇上失踪了，没有人再见过她。果然，心中的猜测被印证了。裘青青认真的和珠宝商艾琳道谢，艾琳摇头，举手之劳罢了。不过，你们能告诉我是在哪捡到的手链吗？安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真的很担心她。艾琳的眼眶有些发红。安妮真的是个好女孩，和她做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可他们都说她已经被魔物，但我绝对不相信。裘青青的神情有一瞬间的恍惚，她甚至都忘记了自己眼前的是一位 NPC， 哪怕死去也只会变成数据，在副本中重复着一切。裘青青的手掌一点点的收拢了，系统的套路变了，不再是一味的无脑捕杀， NPC 的人设更加完整了。他面色不变的和艾琳说了找到手链的地方，然后将手链递给了艾琳。他歪着头笑，是很温柔的模样。既然你是他的朋友，那就由你来保管吧，等他回来之后要好好还给他哦。艾琳接过了那手链，像是捧住了最后的那一抹希冀，他双目含泪的和裘青青道谢，谢谢你，谢谢你还愿意相信他能回来。裘青青没说话，冲着他摆了摆手，转身离开。但在转身的瞬间，他了一声，系统变得更卑劣了。谢吉回头看了一眼，珠宝店旁边货架上的宝石已经蒙上了浅浅的一层灰尘，看得出来店铺的主人已经好几天没有擦拭过了，分明店铺的主人是那样细致的一位女士。他算是赞同了裘青青的观点，虽说对于他来说没有用，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小细节的处理更加有利于收集玩家们的负面情绪。虽说他们得到了魔物就是失踪的镇民这样的情报，但线索好像就断在了这里，没有再往下搜寻的突破口了。主线任务后边的进度条进行到了 35% 的位置，也就是说明想要完成必须完成的主线任务，仅仅是现在得到的这些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需要找出起因，经过结果。镇民们是怎么失踪的？失踪后的镇民又是怎样成为魔物的？成为魔物的镇民又为什么会回到镇子上？这3个问题是眼下的重中之重，但在往更深处调查的之前，他们要先回到旅馆填饱肚子。裘青青和谢吉回到旅馆之后，先将今天得到的信息共享给了其他玩家，除了他们2个，其他玩家今天是一无所获。裘青青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对此并不意外，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在更晚的时候发生了。林海和林阳满脸焦急地找上了裘青青，裘姐，有人失踪了。在经历了昨天晚上的时间，裘青青和谢吉在林家兄弟心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无法触及的高度，在遇见异常的事后，第一时间就找上了裘青青。裘青青一听，脸色就变了，怎么回事？原来林海和林阳在今天出门的时候是和另外一位名叫吕阳的玩家一起的，但吕阳在半路和他们闹了点矛盾，就自己一个人行动了。等2人回到旅馆，想要和吕阳好好谈谈的时候，才发现吕阳从早晨出去后到现在再没有回来过，而此刻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裘青青在心中暗骂了句什么，
穿外套就准备出门，还把已经睡着的谢吉从房间里拎了出来。两人出了旅馆，才发现今晚外边的街道格外安静，没有尼贝尔驱魔的枪响。两人往边缘的方向走，路上遇见了不少魔物，但没有看见尼贝尔的影子，但看见了另外的神职人员。名叫马修的神职人员手捧圣经，而在他的身边是那只名叫小白的老虎。马修驱魔的手段就很传统了，圣经吟唱一个不落，好在身边有一只老虎在保护，不然恐怕早就落败了。裘青星和谢吉连忙上前帮忙。裘青星看了一眼马修，微微皱眉，神父先生呢？马修甚至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汗水。小何大人生病了，神父在照顾小何大人，今晚的驱魔由我来进行。听见洛河的名字，谢吉多看了马修一眼，他抿着唇，你好弱。马修，裘青星，你这孩子说话能不能委婉一点？马修面色复杂，抱歉，要是马修一个人面对着这么多的魔物，他估计是今晚一整晚都别想合眼了。所以说裘青星和谢吉来得很及时，为马修的战斗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压力。裘青星和谢吉很强，从和魔物的战斗中也能看出这一点，但他们俩却在本质上有不同的地方。裘青星在进入藏土之后，获得的大部分积分都用来购买天赋了，他的动作比绝大部分人都要灵敏，强大的力道也和他纤细的外表不匹配。而谢吉，从裘青星认识他以来就没见他购买过任何增益性的道具，天赋什么的也没听他提起。裘青星估计他应该是购买过，毕竟这家伙的武力值已经完全超乎人类的范畴了。谢吉的能力没有办法和任何一个人类比较，而在超出人类的这一大部分中，还是有一定波动的。就比如说现在，裘青星清楚地听见谢吉了一声，怎么了？谢吉手起刀落地砍下了一只丧尸的脑袋。没什么，身高还是有点，原本只需要砍一刀的情况，结果因为身体的束缚要砍2刀才能成功。对于他现在的这种情况，裘青星也表示出了十足的同情。所以你还要维持这样的状态多久？谢吉沉默1秒，在动作仍旧凌厉的情况下感受了一下自身身体的状况，大概再过1-2个副本能长到13岁的状态吧。按照一个副本最快3天通关来计算，加上每2场高级副本后有1周的休息时间，那就是差不多2周。好慢。一旁听了全程但完全听不懂的马修，这次没有尼贝尔，一直到后半夜，魔物们才渐渐的离开。小白甩了甩自己湿漉漉的皮毛，也不管和自己一起打的马修，自己甩着尾巴去找水源清洗了。马修冲着裘青星和谢吉微微颔首，多谢二位。裘青星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汗珠，他还没有忘记今晚和谢吉出来的目的。马修先生，你有见过一个和我们一样的外来者吗？马修愣了一下，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样。你们有人失踪了。他抿了抿唇，如果有人超过1整晚没有回家的话，那应该就是被魔物抓走了，基本就不可能再回来了。这真是一个糟糕的答案。但裘青星还是对马修表示了感谢。马修回了教堂，而裘青星和谢吉只能先回到旅馆。最糟糕的事还是发生了，一直到第2天早晨，吕阳还是没有回来。他失踪的消息很快就引起了玩家们的恐慌，他们开始质疑一切。最先接受他们质疑的是裘青星和谢吉。吕阳是在白天失踪的，你们不该给我们一个解释吗？裘青星原本正在吃早餐，听见这质问的话语，挑了挑眉，他看向了说话的人，你想要什么解释？裘青星黑眸透亮，质问他的男人被盯得怔了一下，一腔怒火找不到宣泄口。一直到现在，谢吉连头都没抬一下，仿佛什么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专心的和自己眼前的面包做斗争。质疑一旦开了头，就一发不可收拾。玩家们七嘴八舌的开口，无数的声音冲着裘青星而去。在所有玩家之中，只有被裘青星和谢吉救过的林海和林阳在为两人说话，但他们的声音在大多数人的声音中实在是太过于渺小。刹那，裘青星简直成为了其他所有玩家的公敌，但他却一点都不生气的样子，单手撑着脸颊，悠哉哉地喝了一口红茶。一直等到玩家们渐渐地安静下来，裘青星才放下了手上的茶杯。他叹了一口气，本想着省事一点才和你们一起行动，我并没有义务包办你们的一切。裘青星的眼眸带着些微的冷意，不知好歹的东西，你们自己行动吧，想干什么干什么。说完这话，他也不管玩家们的反应，拽着谢吉就出了门。谢吉宛若随波逐流的海草，没有自己主张一般被拽着走，将手上的面包吃完，他才抬头看裘青星，现在去干什么？不用再管其余的玩家，那裘青星自然是想干什么干什么，甚至晚上都不用回旅馆，能早点结束这个副本就尽早结束吧。此刻他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调查方向，我们去教堂。一说起教堂，那谢吉可就不困了。裘青星若有所思，总感觉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先不提尼贝尔在之前就救下了林海和林阳两位玩家，他们今天两个去道谢也挑不出错处，更何况根据昨天晚上马修所说，洛河好像生病了，既然听说了这件事情，那去看望一下也是符合礼仪的。不过这次裘青星对自家队长再三警告，你不要做奇怪的事，不要说奇怪的话，有什么想法私下和我说，不要在别人面前直接就说出口。也不怪裘青星这么草木皆兵，他实在是被之前谢吉的操作给弄怕了，必须要亲自看着谢吉点了头之后，才继续往教堂的方向走。马修所说的话倒也算不上是撒谎，洛河的身体确实是有些不舒服。在那天夜晚和谢吉见过面之后，
谢吉所说的话就一直在他的脑海中回响。回教堂之后就开始头疼，可把尼贝尔吓得够呛，手忙脚乱地从商店给他兑换药品。洛河吃过止痛片之后就沉沉睡去，但却又做了梦。他梦见哥哥姐姐们知道了真相，知道了他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3岁小孩，分明有着18岁已经成年的灵魂，却欺骗了他们。因此他的家人不再愿意相信他。洛河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做梦，但无法逃脱梦境的剧情。在这一瞬间，他突然反应过来，原来在不知不觉中他也有了恐惧的东西，害怕被家人厌恶，害怕被家人抛弃。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梦境的画面渐渐地变为了一片黑暗。在黑暗当中，洛河看见了一双金色的眼睛，伴随着拍打翅膀的细碎响动，他看见了晶晶，那只有着漂亮眼睛的乌鸦。晶晶就那样看着他，像是有什么话要说。然后洛河醒了，他身边空无一人，心跳有一刹那的失衡，仿佛梦境照入现实。小河，你醒了。但尼贝尔的声音很快又将洛河从怔愣之中抽离。他抬头看去，看见哥哥捧着一杯热水缓步朝他走来。尼贝尔满眼都是关切，他将手上的水杯递给了洛河。怎么样，头还痛不痛？洛河摇了摇头，睡了一觉，身体感觉好受不少。我好多了，谢谢哥哥关心。尼贝尔摸摸洛河的脑袋，如果再有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第一时间给哥哥说哦。洛河点了点头，他有点犹豫的抬眸瞄了尼贝尔一眼，欲言又止的模样被尼贝尔抓了个正着。他无奈的勾勾唇角，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洛河垂着脑袋看着自己手中捧着的水杯，温柔的水汽在杯壁上凝结了浅浅一层白色水雾。如果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瞒着你们，你们会生气吗？水雾重新汇聚成水滴落回到了杯子里。他听见了尼贝尔的笑，脑袋上被抚摸的力度加重。洛河甚至能够想象到自己的发型看起来一定像极了鸡窝。他努力挣脱尼贝尔的手，但一抬头就撞进了那双碧绿的眼眸，那是最柔软的枝叶的颜色，宠溺就像是枝叶上的露珠，盈满了枝头往下滴落。笨小河，哪怕是家人之间，也是允许秘密存在的。尼贝尔的话让洛河好几秒都说不出话来。他再一次意识到这个大家族之间的凝聚力，他们包容彼此，允许彼此犯错，只因为他们是家人，为家里最小的弟弟解了惑。尼贝尔心里还有点小得意，然后下一秒他就被弟弟抱住了。说被抱住倒算不上那么贴切，因为洛河的实在是太小，明明想要拥抱尼贝尔，却将自己小小的身体塞进了尼贝尔的怀里。尼贝尔不知道洛河心里在想些什么，但他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拥抱十分享受，脸颊蹭了蹭洛和毛茸茸的发顶，温暖的手掌在孩子的后背拍了拍。小河乖乖。洛河的唇角扬起甜滋滋的笑意，整个身体重新暖了起来。谢谢哥哥。但两兄弟之间的温馨氛围并没有能够持续太久。教堂再度迎来了访客，原本在外边修剪花枝的马修走进来和尼贝尔说了些什么。尼贝尔的脸色变得有点不好看，他看了一眼还缩在被窝里的洛河。我没去找，那讨厌的小鬼还主动找上门了。一听这话，洛河立刻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捏捏尼贝尔的手指，没关系的，哥哥，你还有任务的吧？尼贝尔有时候觉得自家弟弟真是懂事过头了，可爱的简直叫人想把他抱在怀里狠狠揉上一通。但工作还是要做的。他出了门去见了那2位访客，洛河还待在里边的房间休息。这次这个副本的玩家，尼贝尔基本都有所了解，没什么强大的存在，只有眼前的2个人是未知数。他脸上保持着礼貌的微笑。怎么了，邱小姐？这次找上门是有什么事儿吗？刚刚见面，当然免不了客套。裘青青手里拿着刚刚来的路上买的点心，这次是来感谢你上次救了我的同伴。说着他左右看看，没有看到洛河，脸上浮现出担忧的神色。昨晚听马修先生说你弟弟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吗？闻言，尼贝尔回头看了一眼站在自己身后的马修，感觉自己浑身血液都被冻住了的马修，但尼贝尔很快就收回了视线，在面对着裘青青的时候，冷意一瞬间消失得一干二净，像是一直都保持着现在这种温柔的神色。多谢裘小姐的关心，我弟弟现在已经好多了，只是还需要好好休息，就不方便见客了。既然人家哥哥都这么说了，裘青青也不好在洛河的问题上停留太久。但他们都不知道的是，在他们谈话的时候，洛河正趴在里边屋子的门口偷听呢。他往外稍稍探出了一点脑袋，结果正好就和谢吉的视线撞了个正着。洛河又是那个奇怪的人，他像是兔子一样飞快地缩回了自己的脑袋。不知道为什么，谢吉就好像有一个100%第一时间看见洛河的金手指。洛河在里边的房间躲了几分钟，才重新探出了脑袋。他本想着过了一会儿，谢吉应该就没有往自己的方向看了吧，结果一探头，那双眼睛还在看着这个方向。这下洛河反而不想躲了，他也直直地往那个方向看，2双眼睛就这样隔着不算近的距离对视。其实经过之前谢吉说的那些话，再加上他看不透这个人，洛河也生出了一些好奇心，总觉得这人身上藏着什么猫腻。谢吉和兔子一样的洛河对视了好一会儿，他主动移开了视线，洛河也收回了自己试探的脑袋。真是个奇怪的人。裘青青一边和尼贝尔说话，余光也在不着痕迹地打量着教堂的环境。再一次到达教堂，他还是忍不住感叹这里的氛围和整个小镇格格不入。这样一个有钱有颜堪比贵族的男人，到底是为什么会选择到这样一个小镇来设立一座这样精美的教堂，几乎不求回报地为这个镇子做贡献？难道就真的是单纯的心善？其实裘青青对尼贝尔的感官还算不错，
但经过之前谢吉那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他的思想就控制不住的往更深处延伸。他们走进教堂，能看见的只是这个教堂的大厅和一侧的小花园。可是这座教堂的面积这么大，这里的神职人员也不算多，其他的地方又是做什么的？或许他应该找个机会引开这位神父，将这座教堂的里里外外仔细的搜查一番，暗自在心底定下了一个计划的雏形。裘青青带着谢吉和尼贝尔告别，但是没能等到他将心中的计划付诸于实际。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将他的计划彻底打乱了。吕阳的失踪像是一个开头，第二天早晨又有一位玩家消失不见，这下本就人心惶惶的玩家们算是彻底失去了理智，不管谁说话都不好使，满脑子都是阴谋论。在他们眼里，不让晚上出门这件事都像是在害他们，也没人和裘青青商量，大晚上的就往街上冲。旅馆里瞬间就变得空荡荡，里里外外就剩下了林海和林阳两兄弟。裘青青知道具体情况后，终究还是没忍住骂了一句傻逼，但他也懒得管，转头就回房间。林海和林阳互相对视一眼，犹豫地问他，裘姐你不管吗？裘青青没有回头，但脚步却是顿住了。管什么？好言难劝该死的鬼，我劝了又劝谁都不信，我有什么办法？林海和林阳一听也确实是这个道理，生死有命吧，不是谁都能像他们一样知好歹的。进了藏土这么久，裘青青也不是什么圣母，劝上一两次也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他都是这样，谢吉就更别说了，大部分时间谢吉对自己的队员都是冷心冷情的，更别说对其他人了。曾经玉文轩问过他一个问题，队长啊，如果有一天一个像丑姐一样的大美女晕倒在你面前，你会有什么反应？结果谢吉回答的都不带一丝思考的，让他滚。那如果小姚再问废话你也滚。哪怕是现在裘青青回想起来都气得够呛。听听这回答，这像话吗？不过从这一件小事就能看出来，谢吉这个人对什么都不关心，别人是死是活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裘青青压根也就没和谢吉说这件事，打扰人睡觉他反而有起床气。玩家们出门也是抱团走在一起，但刚刚走出一段距离就后悔了。他们确实是怀疑裘青青，怀疑旅馆店员，怀疑一切，自然也怀疑不要夜晚出门的这一条规则。但出门之后，外边隐约传来的动静，似乎是真的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仗着他们人多，玩家们还是固执的不肯回头。其实现在要是回头还来得及，但还是那句话，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要是这些玩家能回心转意，那猪都能上树了。一定要等到和魔物们脸贴脸的时候才知道后悔。终于，玩家们见到了魔物，只有尼贝尔一个人在和魔物战斗。看不住的间隙，魔物就把玩家们围住了。一时间，玩家们的尖叫和魔物们的嘶吼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曲极其刺耳的交响曲。尼贝尔只觉得自己的耳朵遭受到了非人的折磨，开枪的动作都顿了一下。一转头看见那么一大伙玩家，他的脑袋也跟着疼了起来。这些玩家还能不能好了？一个个全部都在晚上往外跑，嫌命长吗？但不就没办法，每个玩家什么时候死可都是有讲究的。尼贝尔今晚把洛河放在了一个不远但很隐蔽的楼顶，和小白待在一起，防止再遇见什么奇奇怪怪的人。他迅速往玩家们的方向移动，手枪都被用出了加特林的架势，360度大旋转，好歹才将即将命丧于魔物之口的玩家们救了下来。面对着魔物，玩家们放声尖叫，被人从魔物手中救下，玩家们仍旧放声尖叫。尼贝尔唇角的弧度往下撇了一点，好在现在是夜晚，看着并不是那么明显，玩家们也没有注意到这些小细节。劫后余生让他们出了一身的冷汗。尼贝尔随手将瘫软在地的一个玩家拎了起来，快走！可就算他这么说了，玩家们的腿都被吓软了，哪里还动得了？一双腿在地面扑棱了几下，从原地挪出去了2厘米的距离。吓出鼻涕泡的玩家，尼贝尔。场面在这一瞬间变得极为尴尬。饶是尼贝尔演技这么好的人，脸色都有一瞬间的绷不住。玩家动不了，干脆顺势就抱住了尼贝尔的腿。尼贝尔又生气，但又不能直接发火，从喉咙里溢出几个音节，他都无语了。偏偏玩家们一个个都像是被点拨了一样往尼贝尔的身边蹭，看样子简直恨不得和他紧贴在一起。尼贝尔，他现在的心情就处于现在就踹人和等副本结束之后再鞭尸之间疯狂徘徊。最终他还是决定先委屈一下自己。一个简单的计划在脑中浮现，脸上的表情恢复如常。尼贝尔只带了2把枪，根本没有办法保护所有的玩家。当魔物下一次朝着这个方向袭来的时候，2抹巨大的白晃护了玩家们的视线。天边泛起了第一抹亮，而他们被庇护在天使的羽翼之下。魔物已经陆陆续续的离开，但玩家们已经被震撼到失语，几度辨认眼前的不是他们濒死的错觉。那位名叫尼贝尔的神父，竟然是有着一双巨大翅膀的天使。天使逆着光，缓缓地松开了拢住他们的翅膀，翅膀上的羽毛都因为刚才魔物的攻击而有些许的脱落。他眼神温柔的，就像是在看陷入迷途的可怜人，带着循循善诱。你们都没有受伤吧？让裘青青感到惊讶的，玩家们全部都活着回来了。全部说活着还有一些不贴切，他们的身上甚至都没有受伤。而回来之后，玩家们的表现格外反常，甚至还有人主动来和他道歉了。裘姐对不起，之前我们对你有误会的地方，我们见到了外边的魔物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裘青青挑眉，也没直说原不原谅，反而是问了另外的问题，所以发生了什么？
一位女生脸上带着羞怯的红晕，不好意思地垂着头：“是神父先生救了我们。”裘青心想，也应该是，除了尼贝尔，也没人能保下这么多玩家了。但名叫丁笑的女孩接下来的话语让她有些不解：“有天使的庇佑，我们这次副本一定会完美过关的。”她的表情甚至染上了一抹痴迷，像是最狂热的信徒想象着自己信仰的神明的模样。裘青心，天使，什么玩意儿？有关于天使，丁笑将晚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和裘青心描述了一遍。听完他的话，裘青心的表情已经变成了：我是谁？我在哪？我听见了什么？原来这个副本还带神话元素的吗？茫然的将丁笑送离了自己的房间。裘青心立刻就去拍谢吉的门。谢吉开门开得很快，一张冷脸看着门外的裘青心。在裘青心开口之前，预判了他要说的话：神父是天使，我知道了。裘青心睁大了眼：你怎么知道？谢吉让开了身子，让裘青心走进了房门。他坐在了桌子旁，指指自己的耳朵：听觉过于灵敏，不是我的错。裘青心，他也是头一次知道谢吉的听觉能灵敏到这种程度的，恐怖如斯。裘青心在谢吉的对面坐下，也不问，你难道就不惊讶这种蠢问题了？他突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所以你之前说他不对劲，就是指的这个。谢吉想了想，虽然直觉告诉他还有不对劲的地方，但他还是了一声。裘青心沉吟了片刻，脑海中飞速的思考接下来的行动。丁笑刚才说有些玩家现在简直恨不得搬到教堂去睡的状态，这些玩家和教堂走得太近，势必会对他潜入教堂的计划有所影响。不过尼贝尔都是天使了，那基本就可以确认是正方 NPC 了，那还用搜查教堂吗？头疼。走一步看一步吧。今天的旅馆格外安静，大部分玩家都去教堂待着了，来旅馆大楼吃午饭的就只剩下了裘青心和谢吉，旅馆里再没有其他玩家了。可人多人少与这对表面姐弟来说根本没什么所谓，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谢吉还是日复一日的觉得旅馆面包噎嗓子，得搭配着红茶才好下咽，据说还有人专门喜欢吃这种面包。谢吉只觉得和系统商店里卖的陕西锅盔馍一个味，锅盔馍还一个管饱。谢吉啃了2个面包才停下了吃东西的动作，将喝完的茶杯推到一边。裘青心对谢吉感到疑惑，和你认识这么久就没见你在商店买过东西，你应该已经攒了超级多的积分了吧？食物不合口也不舍得买。说到这，裘青心点开了论坛右上角的排行榜，排行榜前10都采用的匿名模式，但排行第一的是万年不变的谢，后边的积分也是一串星号。裘青心挑了挑眉，还在排行榜第一啊？你怎么过得这么节俭？谢吉打了个哈欠，有的吃就行，不挑。可就算他说不挑，但喜恶还是有的。每当谢吉啃面包的时候，眉头的弧度就会下压 0.5 毫米左右。和他一起组队了这么久，裘青心能够清楚地看出谢吉微表情的变化。不过别人的积分怎么用他也管不着，只是觉得富有如谢吉还这么节俭，挺让人感到稀奇罢了。谢吉赚到的积分简直是其他玩家做梦都不敢梦的数字。眼看着谢吉又开始犯困，裘青心连忙开始说正事：别睡，别睡，醒醒，我们也去教堂看看吧。提起教堂，谢吉稍微精神了一点，但那张脸还是透着懒意。那走吧，也确实是要去看看。到了教堂，裘青心还以为自己误入了什么音乐会现场，乐队在演奏，而玩家们则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堂大厅的椅子上。但走近了看就能看出，玩家们大部分都是在睡觉，估计昨晚在外边待了整整一晚，也是真的累了。教堂的神职人员各忙各的，见他们进来也只是微微颔首。不过裘青心没有看见尼贝尔，反倒是看见了一只小萝卜头坐在乐队旁边的一张小椅子上，他身边站着像保镖一样的马修。洛河完全不知道裘青心和谢吉的到来，他正坐在椅子上看书，是上次从商城兑换出来的治愈术详解。兑换出来的详解可以直接在脑袋里读取，也可以形成书本的形式供人阅读。作为在现实中的高考生，洛河还是更习惯这样的学习方式。一直到马修提醒他有人来了后，洛河才抬起了头，他将手上的书合了起来。他尝试过了，从系统商场兑换出来的书，不管是 NPC 还是玩家，看见的都是乱码，所以很放心的将书放在了一边。他抬起了头，看见了裘青心笑眯眯的脸。小何，神父先生在吗？看见裘青心，洛河下意识的往他身后看了一眼，果不其然看见了谢吉。谢吉那一双黑色的双眸也正盯着他，静静的看不出是什么情绪。洛河收回了视线，坐在小椅子上一本正经的像是个小大人。哥哥不在教堂，他出去了。与此同时，镇子外的一栋小木屋里，尼贝尔心情很好一般的哼着小曲，他一双闭塞的眼眸不带丝毫感情的看向操作台上的男人。如果此刻有玩家在场，那就一定会发现，躺在操作台上已经完全失去意识的，正是已经失踪将近2天的吕阳。尼贝尔拿起了放在一边摊开的书，看封面，那应该是一本儿童绘本，就像是他随手从自家弟弟书架上拿的一样。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册绘本他是绝对不会允许出现在自家弟弟的书架上的，毕竟内容是完全黑化的暗黑版。他的指尖落在绘本黑红色调的插图上，像是在思索着什么。这次是什么呢？狼人还是丧尸？在他思考的间隙，木屋角落的地方传来了几声撞击的闷响。尼贝尔往那个方向透去了视线，他唇角虽然有弧度，但说出的话却叫人遍体生寒。别急，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这次尼贝尔没有把洛河带在身边，毕竟接下来的画面并不利于小孩的身心健康。但此刻的尼贝尔没有料到，分明走之前确认了没有一丝丝隐藏威胁的地方，但他刚走不久，心中那个最大的威胁就主动找上了门。谢，最大的威胁。其本人丝毫没有被人家哥哥厌恶了的自觉，还在往可爱小孩身边凑，但他也不说话，就是看着。因为裘青青在说，小何，你知道神父先生去哪了吗？洛河摇了摇头，不知道，哥哥说去买东西，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洛河在心中冲着两人做了个鬼脸，一见尼贝尔不在教堂，裘青青的心思就活络了起来。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讨小孩子喜欢。小何，姐姐对教堂很感兴趣，可以带姐姐参观一下吗？洛河有些奇怪的看了裘青青一眼。他心里的情绪确实是好奇，但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怪怪的。洛河歪头思考了1秒，低头看看自己的小短腿，又看看身高1.76米的裘青青，最后看了看身姿同样高挑的谢吉。不要，小短腿伤不起。听见洛河的回答，裘青青心里咯噔一声，但洛河稍微思考了1秒，说出了后半句话：让马修带你们去吧，我要看书呢。这叫什么？这就叫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别说是裘青青了，就连被提到的马修本人都愣了一下。他低头看看教堂的第2个主人，又看看被尼贝尔305身定为可疑人物的裘青青和谢吉。马修，真是什么为难的事全部都让他做了。积分难挣屎难吃，勇敢马修不怕困难，今天也要保持微笑哦。作为终极 NPC 的马修在心中疯狂安慰了自己一番，这才保持着微笑。既然小何大人这么说了，很乐意为信徒们效劳，要是尼贝尔大人回来骂他，他就扑到小何大人面前，让尼贝尔大人知道打工人也是有尊严的。马修优雅的转身，准备带着裘青青和谢吉参观整个教堂，那模样完全看不出他心里都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内心戏丰富的教堂打工人一枚啊。但跟上马修身影的只有裘青青一个，谢吉停在了原地。裘青青一看见他这样子就觉得害怕，几乎是惊恐的看向了谢吉。你又要干什么？谢吉的视线在教堂大厅环视一圈，然后自来熟的从一边扯了张凳子，然后在洛河身边坐了下来。他看了裘青青一眼，你去吧。裘青青，他简直都要炸毛了，不停的朝着谢吉使眼神。结果一直耳聪目明的谢吉到现在就和瞎了一样。马修也往谢吉的方向看了一眼，但他并不担心。洛河的身后可就是教堂的乐队，在场的没人知道那巨大的竖琴里藏着几把刀，也没人知道那整个乐队全部都是实力不俗的终极 NPC。裘小姐，请快点跟上。裘青青没办法，只能将谢吉撂下，自己跟着马修往里走。再次在心里发誓，他再也不和谢吉单独组队了。这怪脾气，队长谁爱伺候谁伺候。面前突然就做了个大活人的洛河，不是，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洛河捧着书，手足无措。这谢吉坐哪不好，偏偏坐他正对面，这什么两座门神吗？谢吉难道就不尴尬吗？他确实不尴尬，他撑着自己的一边脸颊，看了一眼洛河手里的书，声音平淡无波。低级治愈术。洛河愣住，下意识地看向自己手里的书，茫然又无措。你，他想询问，但却又不知道该从何问起，只从喉咙里发出了一个疑问的音节。谢吉仔细看了看他的眼睛，然后丝毫不意外地问出了一个问题：你不怕我会杀了你哦？谢吉在说出这话后，敏锐地察觉到乐队演奏的节奏有一瞬间的脱节，他又了然地点头，原来是这样。全程洛河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洛河将自己手上的书收回了背包。你是怎么知道的？谢吉的指尖在自己眼下点了点。眼睛，我能看见。洛河，这说了和没说有什么区别？似乎是他的表情太明显了。谢吉对于自己的话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我的眼睛很特殊，和你相似，但却不同。后半句话和上次夜晚他说的话相重合了。洛河再次听见这句话，终于还是将心底的疑问问出了口。你上次和我说过，你这个副本12岁，之后又说了和我相似，你的年纪应该不只有12岁吧？谢吉挑了挑眉。你也不止，小聪明。洛河被雷了一下。小聪明是什么鬼称呼啊喂？洛河的表情变化得很丰富。谢吉撑着脸看，半晌过后他坐直了身子。看来你是真的不怕我杀了你。洛河整个人都僵住了，他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谢吉现在是怎样的眼神。他生平头一次体会到了眼神能杀人这句话的具象化。真的恐惧的时候是无法动弹的，连移开视线都做不到。洛河就这样和谢吉对视，身体都仿佛出现了幻觉，如刀割般的疼痛。他觉得仿佛过去了1个世纪那么长，但实际上只有几秒钟。谢吉主动移开了视线，刺痛的幻觉瞬间褪去。他看着谢吉朝自己伸出了手，下意识的闭眼，最终那只手只是落在了他的头顶。少年冷淡的声音再度响起：吓唬你的，洛河。他看不见谢吉现在的表情，谢吉看着他的头顶，脸上竟然露出了点笑的模样。我去找裘姐了，看你的书吧。洛河的发质偏软，被谢吉这么一压，有些不自然的下垂。在谢吉手掌离开的瞬间，洛河条件反射的捂住了自己的头顶，再抬头看，只看见谢吉转身的背影。刚才那种浑身发冷的感觉仿佛还未完全褪去。洛河在原地呆坐了几秒，然后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拿出了手表点开了论坛，目标明确的就点开始最上边的排行榜，玩家积分排行榜。谢玉
排在第一个的果然是谢某人。洛河相信，只要谢吉想，哪怕周围都是 NPC， 他能随时要自己的命。一时间，洛河只觉得自己浑身发冷，移动小椅子往后挪了挪。是了，谢吉是他唯一看不透也读不懂的人，而且谢吉是玩家，而他却是 NPC， 本就是敌对的两个阵营，还是不要走得太近比较好。洛河将自己心中刚刚生出的那一点找到同类的心思彻底掐灭了，并且打算以后见到谢吉，不说是谢吉了，哪怕见到裘青青见到都要绕着走。洛河看完了排行榜，正准备退出，结果一眼就看见了一个帖子，哪些你不知道的 NPC， 这帖子怎么还在？不过一看到这个帖子，洛河就想到了一些奇怪的事。如果发在玩家论坛的帖子是所有玩家都能看到的话，那尼贝尔哥哥岂不是会暴露自己 boss 的身份？想到这，他立刻点开了帖子往下滑，结果一直翻到最后都没有找到尼贝尔的名字。洛河他有些不信邪的又从尾到头再翻了一遍，这才注意到简短的2行小字：尼贝尔，副本中创客的 NPC， 看着是个老好人，但是大帅哥哦。洛河能看出尼贝尔哥哥隐藏的十分完美了。等等，洛河突然看见了点奇怪的东西。小镇贴主只知道大概发音，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字。经过贴主朋友的实地勘测，应该是隐藏 NPC， 会掉落特殊道具的那种哦。洛河，这说的是谁？他怎么没听说过还有这么个 NPC？ 洛河怀着懵逼的情绪把玩家论坛从里到外翻了个遍，结果再没找到第二个帖子提到这个奇怪的 NPC 的。那可是能送特殊道具的 NPC 哎，特殊道具是什么？好想知道。等哥哥回来问问哥哥好了。只能说系统在一些奇奇怪怪的方面总是做得很好，比如说玩家论坛很智能，除了在一些新人比较多的副本，论坛和私聊的网络基本都是断开的，让玩家们想抄答案都没处抄。心情还不错的谢吉的还不知道自己刚才一个心血来潮的吓唬举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也不知道这个看着觉得有趣的小家伙在以后会成为他多么重要的人。谢吉刚刚走出去没多远，就看见马修带着裘青青往回来的方向走。裘青青的表情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谢吉一看就知道这是没有什么收获的意思。其实这个结果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马修肯主动带他们参观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裘青青和谢吉交换了一个眼神，什么都没说。等到谢吉和裘青青重新回到教堂大厅的时候，洛河已经躲到他睡觉的房间去了。谢吉看了一眼那张空荡荡的小椅子，神色淡淡的看不出在想些什么。裘青青也看见那张没人的小椅子了，他草木皆兵的左看右看，像是随时都会蹦起来的兔子。你干了什么？那小孩呢？你干了什么？谢吉看裘青青的视线简直就像是在看神经病。闭嘴！裘青青瞬间安静，当然不是因为他怕了谢吉，只是因为乐队演奏的声音停了，在长椅上昏昏欲睡的玩家们醒了，外边也传来了点奇怪的动静。裘青青立刻就意识到了，尼贝尔回来了。他快走几步走出了教堂大门，正好就看见了尼贝尔扇动着翅膀降落的画面。不管是谁第一眼看见这样的画面，视线都只会落在那一双翅膀上，巨大的纯白色翅膀，羽毛轻轻抖动，舒展的曲线就像是世上最好的芭蕾舞者弯曲腰肢的弧度。尼贝尔手里抱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新鲜的瓜果，落地的瞬间翅膀一点点的折了起来，然后彻底消失在了后背的位置。这画面，裘青青总算是有点理解丁笑之前那不正常的痴迷神色了。谁看谁不迷糊啊？反倒是谢吉，他看着尼贝尔后背的位置，眼中闪过一抹不解。尼贝尔抱着篮子往里走，看见裘青青和谢吉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迅速隐藏好自己的微表情，立刻微微侧过身往教堂大厅里看了看。马上天黑了，你们怎么还在这？裘青青和谢吉哪怕是在夜晚也能轻易脱身，但其他玩家就不一样了。尼贝尔看起来很着急，小跑着跑进了教堂的大厅。马上就要天黑了，你们快回去。玩家们在教堂待了整整一下午，突然听见尼贝尔的声音，还没反应过来。丁笑一看见尼贝尔就激动地站起了身。那个，尼贝尔先生，我们不可以在教堂留宿吗？尼贝尔毫不留情地摇头，教堂夜晚是不能留信徒过夜的，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你们快回去吧。也有玩家对于尼贝尔提出不能过夜这件事表示不理解，并提出可以支付积分，只求能在教堂大厅有个栖身之所，但无一例外全部都被尼贝尔拒绝。他油盐不进，玩家们还能怎样？只能趁着天还没黑透的时候赶回旅馆。可尼贝尔刚刚回来的时候，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了。等到玩家们踏出教堂大门的时候，外边已经蒙上浅浅一层黑雾了。教堂的门在身后缓缓关闭，他们除了前进别无他法。大门一关，尼贝尔立刻就卸下了伪装，他才不在乎玩家们的死活。左右看看寻找自家弟弟的身影，没在大厅里看见洛河。尼贝尔往里边的房间走，果然在床铺上看见了洛河。洛河手里拿着一本书，趴在床上翻看，看得很认真，连尼贝尔走进房门都没有发现。看见小小一只的弟弟，尼贝尔刚刚被大片红色荼毒酸涩的眼睛总算是得到了放松。他眨了眨眼睛，走进床边想看看洛河在看些什么。如何油炸企鹅喂给辣椒？尼贝尔，这什么书出现在他弟弟手里有什么目的？也正是他懵逼的时候，洛河发现了他的到来，手中的书被收回了背包，他眼睛亮晶晶的从床上跳起来。哥哥你回来了。一看见弟弟的笑容，尼贝尔把什么企鹅什么辣椒的全部都扔在了脑后，俯身和弟弟贴了贴额头。乖孩子。洛河给了哥哥一个甜甜的拥抱，有点心疼。
哥哥，你今晚还要出门工作吗？眼睛里都有血丝了。尼贝尔的眼睛不自然的又眨了一下，他摸摸洛河的脑袋，今天的话晚一点出门吧。玩家们终究还是没能在天黑之前回到旅馆。虽说教堂和旅馆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但还没走出去一半的距离，天色就已经完全黑透了。看着周围的天色，无声的恐惧在玩家心中滋生。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只能安慰自己，这是在尼罗镇的中心区域，应该不会有魔物。可他们不知道，以往魔物在镇子的边上是因为有尼贝尔在阻挡，可今天尼贝尔刻意想晚些出门，魔物没有了阻挡，跑到镇子的中心地带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等到魔物贴脸，玩家们都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些什么。等到第一个玩家被撕碎喂入狼人口中，才终于有尖叫爆发开来，玩家们四散着逃开，全场只有谢吉和裘青青保持冷静，在出现意外的时候第一时间准备离开现场。谢吉手里拿着刀，一有魔物扑上来就是一刀，而裘青青走在谢吉的防护范围之内，刚用积分换的新裙子，他今天不是很想动手。谢吉淡淡的扫了他一眼，裘青青的脚步一顿，心里一阵骂骂咧咧的将自己的宝贝手术刀拿了出来。两人超高的战斗力自然是引起了一些玩家们的注意，他们立刻就要往裘青青和谢吉的方向贴，但在一个男玩家的手即将抓住谢吉的衣角时，谢吉连头都没抬一下，那男人的手指就出现了一道不浅的痕迹。滚，别碰我！他最讨厌的就是陌生人随意碰自己。裘青青哼笑一声，踩着高跟鞋转身。还有几个玩家现在知道怕了，嘴里瞅姐瞅姐，他喊着。裘青青冲着惨烈的画面行了一个优雅的屈膝礼，如你们所愿，你们不受我保护了。两人转身离去，后边的嘶吼和尖叫交织，但都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了。直到后边发出一声惊恐的声音，是吕阳，吕阳他变成丧尸了。这些魔物都是人变的。随着这一声玩家的嘶吼，主线任务的进度已经前进到了 60%， 哪怕是这样，裘青青和谢吉也没有回头。任务第3天即将结束，死亡和尖叫为副本的高潮拉开了序幕。尼贝尔姗姗来迟，等他赶到的时候，还活着的玩家就剩下个位数了。他救下了仅剩的6位玩家，打眼一扫，其中有林家2位兄弟，还有那位叫丁笑的女孩，剩下的3个叫不出名字。尼贝尔面色担忧的一一扶起了玩家，在心中定下了下一个目标。漂亮的小姑娘变成狼人会是什么样子呢？不论心里是什么想法，他脸上是得体的微笑，明明是在夜晚，却好像会发光。没事吧？如果玩家们的视线再往下看看，或许就能看见一根碎裂的手指被尼贝尔踩在脚下，纯白的衣摆被染上了红，但他却丝毫不在意。一个小小的细节，但能看出他其实没有玩家想象中的那么美好。但现在玩家们不稳的情绪已经不足以他们注意到这样的细节了。他们被半只脚踩在血肉淤泥中的天使拯救了，最终还是尼贝尔将仅剩的6位玩家送回了旅馆。等他们到旅馆的时候，谢吉早就睡着了。裘青青稍微讲究一点，脸上敷着面膜，嚼着黄瓜，坐在大厅等泡面。看见狼狈的玩家们走进旅馆，他挑了挑眉，想也知道这些玩家又被神父先生救了。神父先生要比他想象中来得更快一点，还剩下6个，要比他想象中更多一点。不过大晚上的还要工作，真是敬业啊。裘青青在心中感叹了一句，不再去看剩下的那6位玩家。人类是群居动物，人越多气焰越嚣张，现在大部分玩家都死在了魔物的嘴里，看着对他们见死不救的裘青青，怨恨的话也是说不出口的。毕竟人家的武力值摆在那里，单挑魔物都游刃有余，更别说他们几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玩家了。只能说一步错步步错，当时是他们主动和裘青青闹掰的，走到这一步又能去怨恨谁呢？玩家们灰溜溜的上了楼，连晚饭都没吃。裘青青在等泡面的功夫打开了系统面板，看着上边已经到60的任务进度条，还剩下4天时间，但任务条还差这么多，还有什么地方被忽视了呢？裘青青叹了一口气，脑袋里没有一点头绪。他低下头去吃自己的泡面，觉得明天要再和谢吉商量商量了。但第2天早上没等他主动去找，谢吉竟然早起了，不仅早起，还戴上了围巾，一副准备出门的架势。裘青青的眼睛简直都要从眼眶里瞪出来了。他拉住径直往门方向走的谢吉，等等，你干嘛去？谢吉的下半张脸隐藏在红色的围巾里，亮眼的红色衬得他看起来更白。裘青青愣了一下，他还是第一次在谢吉的身上看见这条围巾，只觉得这鲜明的颜色放在冷心冷情的谢吉身上可真是不相配极了。谢吉不管裘青青的愣神，只是看他一眼，出去一趟，你别跟来，会碍事。裘青青显然也听出了谢吉的言外之意，欲言又止好一阵后才点点头，注意安全，马上圣诞节，天气也一点点的变得更冷。谢吉一个人往镇外的方向走，经过教堂的时候，天空已经开始飘雪了。谢吉将围巾的尾巴甩到身后，余光看了一眼教堂的方向，教堂的门关着，只能隐隐听见里边有悠扬的音乐声传出来。谢吉收回了自己的视线，继续往镇外的方向走，他想去找找魔物的源头。听哥哥说下雪了，洛河兴致勃勃的就爬上了教堂的窗户，想看看藏土的雪是什么样的。但刚刚抬起头，脑袋上就被扣上了一顶毛绒小帽子。尼贝尔含笑的声音从头顶响起，当心着凉。洛河伸手整理帽子的空档，尼贝尔往窗外看了一眼，脸上的笑意凝固，那个背影看起来有些熟悉，黑发，少年身形，那是去镇外森林的方向。尼贝尔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敏锐的小子，看来树林里的木屋或许就要暴露了。
有点可惜，他还没来得及对下一个目标下手。尼贝尔将洛河抱下窗台，小何去对面的窗户看雪吧。这扇窗户沾上了脏东西，洛河被放在地上还有点茫然。脏东西是什么啊？没什么，一只撞死的小鸟吧。撞死的小鸟。洛河再仔细看了看，尼贝尔此刻的情绪是厌恶。看来哥哥真的很喜欢干净啊，那他还是不要靠近这扇窗户好了。洛河乖巧的去了对面的窗户，外边的雪下得大了些。洛河往外看的时候，地面上已经铺了薄薄一层白色了。马修在外边喂小白吃饭，看见他的时候还冲他打了个招呼。小白也冲着洛河抬了抬爪子，爪垫在地面上留下了一朵大大的梅花脚印。洛河头戴着白色的毛绒帽子，他趴在窗台上往外看，一时间有那么一点恍惚。藏土的雪景和现实世界好像没有什么差别，但他总感觉有什么地方变了。小何，过来喝粥。尼贝尔吩咐马修煮了海鲜粥，此刻在叫他。洛河从窗台上跳了下来，回头看，哥哥坐在温暖的壁炉旁，弯着眉眼看他。来了。好像现实的冬天要比藏土的冬天更冷一点，又或许有变化的不是天气，而是他吧。洛河身上些微的寒意被温暖的壁炉驱散了，手里捧着烫烫的海鲜粥，连心口的位置都被烫得热热的。好喝，马修手艺真好。可怜的马修不仅要负责尼贝尔和洛河的伙食，还要负责小白的伙食，忙碌程度简直堪称藏土完美打工人。而另外一边，其实谢吉根本就察觉不到有多冷，围巾松松垮垮的搭在脖子上，比起一件御寒工具，但更像是一件装饰。镇子外是一片树林，白天的时候静悄悄的，只能偶尔听见雪花压弯枝头的声音。谢吉没有明确的寻找方向，像是散步一样走走停停，偶尔俯下身子扒开雪堆观察一下泥土。这一场雪大大的加剧了寻找线索的难度。谢吉一会扒扒泥土，一会儿看看树干，走走停停的将近2个小时。终于他看见了自己要找的东西，那是一座木屋，口中吐出的气息温度比冰冷的空气更高，两方气息相接触，凝聚成一团团白雾。谢吉抖落了头顶的碎雪，他往木屋的方向走。虽说是木屋，但看着面积不小，和他们住的那家旅馆差不多大。谢吉丝毫没有要敲门的自觉，直接就动手推了推。谁知道这扇木门是虚掩着的，一推就开。还没走进门呢，就闻到了奇怪的味道，木头被浸湿的潮湿味夹杂着一股陈旧的腐烂味。谢吉的嗅觉比普通人灵敏得多，他能够清晰地闻见血腥味，很淡，被很好的处理过。谢吉往里走，一眼就看见了放在房间正中央的操作台，那是由2张正方形的桌子拼在一起的大桌子，躺上一个人不成问题。视线再往一边的墙上看，挂着或大或小的零碎工具，有小刀有斧子，而操作台的正对面是一个大柜子，上边放着满满当当的小瓶子，瓶子里装着是颜色诡异的不明液体。谢吉的眼睛很特别，但却和洛河的不一样，他的眼睛拥有的能力是看破，就是能够看破一定隐藏的信息，但是有副作用，不像是洛河一样随时随地的能够使用，和他身体的承受能力息息相关。12岁的身体能看破的信息有限，超出使用范围了就会头痛。自从上次看出洛河和他的相似之后，一直到现在夜晚时还会隐隐作痛，这也说明了洛河的特别。不过一些浅显的信息还是能简单看破的，就比如眼前的瓶瓶罐罐，上边散发着不好的气息。谢吉没有伸手去碰柜子和柜子上的东西，他视线一转，看见了一阶往下延伸的楼梯，一道小门朝外半开着，楼梯应该是通往地下室的。谢吉没有犹豫，踏上了那往下延伸的楼梯。楼梯旁边只有一盏小灯，能够照亮的地方实在是有限，但谢吉视力好，哪怕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中都走得宛若自家花园一般稳当。他的一双黑眸就像是莹润的黑玉，抬眸间带着一点光亮，走下最后一阶楼梯。他清楚地看见了这间漆黑的地下室中的画面，一只又一只的魔物闭着眼，它们紧挨在一起站着，一眼望去大概有几十只。谢吉只是简单的看了一眼就得出了结论，那些失踪的镇民如果没死的话，应该全都在这了。尼罗镇正遭受的遭难是有人设计的，他只是看了一眼就准备回到楼上，结果在他转身的瞬间，身后的魔物像是得到了什么指令一样，齐刷刷地睁开了双眼，一双又一双的眼睛泛着红色的光，在黑暗中格外不祥。他们动了，冲着前方那个少年的背影伸出了尖利的爪子。原本越下越大的雪停了，地面上堆积起了厚厚一层雪被，踩起来嘎吱作响。教堂，尼贝尔手中拿着扫帚清扫着教堂门前的雪，看着像是心情不错，嘴里还哼着小曲。手机亮着屏幕在他的口袋里露出一角，红色的画面像是开启了什么奇怪的开关。看着洛河和小白在面前跑过来跑过去，雪地上留下了杂乱无章的脚印。他笑着看眼前的画面，小何不可以把帽子摘下来哦。洛河的毛绒帽子后边挂着一朵嫩黄色的小花，随着他追逐小白的动作一晃一晃。听见尼贝尔的声音后，他回头应答：我知道了。尼贝尔看着弟弟的笑脸，浑身似乎都洋溢着幸福。教堂里响起尼贝尔正在哼唱的小曲 Star of Day Away Below the Horizon You 天之星啊，你在地平线之下坠落。 Pray OPY Does the dark come To One and to all 祈祷祷告吧，为何黑暗会降临于众生。出自歌曲 Blossom 至 Prima 至。教堂的歌声传达不到镇外的森林，森林的木屋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磨难。谢吉几乎是立刻就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他躲得很利落，但耳侧的黑发
还是被削掉了一缕。这一击是冲着他的脖颈来的，谢吉哪怕不回头都能想到发生了什么。地下室狭窄，在这里动手对他来说可太不利了。手中拿着刀，一边躲避一边往楼梯上走，可楼梯的位置也不算宽敞，谢吉的围巾被扯落，脸颊和脖颈处被划伤了好几道。谢吉终于走上了最后一阶楼梯，他速度很快，砍落一只向他抓来的手臂，一个翻滚滚出一长段距离。他顺势掀翻那2张方桌当作掩体，柜子也被带倒，噼里啪啦的一阵响，五颜六色的诡异液体洒了一地，一行血液顺着谢吉的脸颊往下。他像是感觉不到痛，利落的一脚踩在一只丧尸的肩膀上，将丧尸踹出去，砸中了好几只魔物。谢吉手中的一把刀被收回了背包，他是2刀流，一只手用刀也很利落，他的另一只手上捏住了几枚刀片，用来剃须的那种。轻飘飘的刀片本身没有什么重量，但是硬生生是被谢吉当做了飞镖来使。刀片正中魔物眉心，然后迅速没入血肉，脑袋被贯穿，再也动弹不得。谢吉在战斗的时候表情似乎才鲜活一点，但人还是冷的，动作狠厉，招招致命。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从来不懂什么叫做手下留情。几十只魔物加起来耗费了谢吉不少时间，也让他受了不算轻的伤，但他是处于上风的那一个，满地的残肢断臂。12岁的身体让谢吉整个人都没有一丝力气，他费力地迈着脚步走向最后一只魔物，那是一只吸血鬼，但在谢吉和其他魔物战斗的时候一直在往门口的方向挪动。他脸上的面皮已经脱落一大半，裸露在唇外的尖牙让他已经看不出作为人类时原本的样貌。在刚才的战斗中，他被谢吉砍断了一条腿，此刻正无力地爬向门口的方向，哪怕谢吉已经拿着刀站在他身后了，也毫无防备的意思。那只吸血鬼嘴里像是在说些什么，谢吉费了好大的功夫才听清。他说：家，我要回家。谢吉听清了那魔物，原本是人类的魔物说了什么，但他手中的刀还是架上了吸血鬼的脖颈，他的脖颈还在哗哗淌血，他由上而下的俯视地面上魔物的头顶。谢吉的声音还是冷的：你现在的样子回家，你家人也不会认得出你的。吸血鬼的思维已经完全变得混沌，他听不懂谢吉的话，只是徒劳地往门的方向挪动。回家。谢吉脖颈处的一滴血落在了他的脑袋上，他垂着眸子，手起刀落，木屋内彻底归于了安静。谢吉长呼出了一口气，他重新回到了地下室，捡起了那条红色的围巾。浑身上下最严重的就是脖颈处的伤口，得做个简单的处理。虽说不会死，但谢吉能感觉到疼。围巾在脖颈上绑紧了，毛线为伤口带来了刺痛感。谢吉走出了木屋，木门掩藏了屋内的惨烈画面。他往回走，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串红色的脚印。裘青青是医生，当初谢吉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才和他一起组队成为队友。毕竟自己的状态在进入藏土之后就时好时坏，确实是需要一个医生队友。于是谢吉回到旅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敲裘青青的房门。裘青青从谢吉早晨出门就觉得奇怪了，结果一直等到快下午都还没见人回来，他顿时就有些担心了，所以在听见敲门声的瞬间就开了门。在看见门外几乎成为了个血人的谢吉时，他发出了一声小小的惊呼：你这是去干什么了？快进来！别看谢吉伤得这么重，但走路还挺稳，不全是我自己的血，还有魔物的。裘青青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了全套的医护用具，在想查看谢吉伤势的时候被谢吉叫住了，就帮我处理一下这道伤口就行。说着他解开了自己脖子上的围巾。裘青青看见伤口后微微睁大了眼，一边震惊一边拿出了镊子和酒精。你这是怎么伤的？谢吉将手上染血的围巾叠好。魔物，我猜他们的爪子应该有毒。不用猜，就是有毒，你伤口都发黑了。不过谢吉提起了魔物，裘青青大概就猜到他去干什么了。所以呢，有什么收获吗？谢吉回答的太过于简洁，这次裘青青实在是忍不住了。是什么意思？你倒是详细说说啊。谢吉想了想才开口，有人在镇外做实验。他只是简单的说了半句，裘青青就将事情猜了个七七八八。那些失踪的镇民都是被抓去做实验了，所以他们才会变成魔物。那他又把那些魔物放回镇上干什么？裘青青说到这，谢吉沉默了一下。不是做实验的人故意的，是镇民想要回家，所以才会回到镇子上。这不是实验者刻意控制的。或许做实验的人能够利用一些手段控制这些变成魔物的镇民，但强大的执念就能够让他们短暂的挣脱束缚，按照自己的执念行动。而恰恰夜晚是所有魔物能力最强大的时候。谢吉那句想要回家的话一出，裘青青就沉默了。谢吉像是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们都是数据，早点结束副本，他们就回归原位，这就算是回家了。半晌，裘青青笑了一声，是啊，都是系统的计谋罢了。谢吉脖颈处的伤口被处理妥当，在裘青青的强烈要求下，他身上的其他伤口也被缠上了绷带，贴上了创口贴。一天的时间很快又结束，在第5天的时候，主线任务的进度到达了 90%。 当晚没有魔物出现，除了谢吉和裘青青的其他6位玩家在天黑之前从教堂回到了旅馆。没人知道在夜晚尼贝尔看见自己小屋的惨状之后，简直把自己气成了一个金色的鸡毛掸子。他着实是没有料到那个叫做谢吉的小鬼这么有能耐，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全身而退。不过玩家们的时间也就只剩下2天了，他还有 B 计划。第6天早晨，谢吉的恢复能力很强，
仅仅只是过了一晚上，伤口处就已经结起了浅浅的血痂，微微有些发痒。在半夜的时候，天空又下起了大雪。在走出旅馆的时候，门口的积雪已经没过了脚腕。但哪怕是这样的天气，都阻挡不了镇上喜气洋洋的氛围。今天是平安夜，圣诞即将来临。剩下的6位玩家们像是不愿意和裘青青和谢吉多待，一大早就又去了教堂。裘青青走在街道上，还买了一对很有圣诞氛围的鹿角发饰，红色的鹿角还挂着金色的小铃铛。谢吉用看傻子的目光看他，把积分浪费在这里，好蠢。裘青青白了他一眼，这你就不懂了，积分赚了就是用来花的，不知道哪天就死了，积分还没花完，岂不是很可惜？谢吉，只有弱者才会想着自己随时会死。裘青青，我谢谢你啊。感受了一下尼罗镇的圣诞氛围，两人重新将注意力汇聚在了任务上。其他6个我们是指望不上了，你把魔物都杀了，只要没有新的魔物出现，结束的时候支线任务肯定是过了，但问题就出在主线任务上还差10%，应该是要我们找出实验者的意思。谢吉点点头表示赞同，但将整个小镇都逛了个遍，都没能发现疑似实验者的人。镇民们都很淳朴善良，半点看不出实验者行为中透露出来的那种狠戾。一整天的时间一无所获，还有最后一天。这天晚上，谢吉和裘青青不打算睡了，想着早点结束副本，但他们发现了另外一件奇怪的事。另外的6位玩家在今天晚上没有回到旅馆，虽说外边已经没有魔物出现，但他们应该也不至于不回来休息吧？难道是又失踪了？一想到这个可能，裘青青就再也坐不住，叫上谢吉就出门去找。不是担心那些玩家，就是怕在最后关头又出现什么岔子。天色已经完全黑了，虽说裘青青和谢吉知道多半已经不会再有魔物出现了，但镇民们还是一到晚上就人心惶惶。街道上冷清极了，能够很清楚地听见两人的脚步声。说起失踪，两人同时都想到了昨天被谢吉大闹一番的木屋。失踪的人都是在那栋木屋里被转化成魔物的，如果要找失踪的人，去木屋是第一选择，万一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也能第一时间应对。由谢吉带路，他们在树林中穿梭。谢吉夜视能力极好，不像是裘青青还要用手电筒照亮眼前的路。两人的很快就到了那栋木屋。谢吉离开的时候没注意那么多，也没关门，但他们这次来门却是被关得严严实实，推也推不动，看起来像是从里面上了锁。里面有人。裘青青正想说谨慎一点，结果走在前面的谢吉一下子就把门给踹开了，哐当一声，门板砸在墙上，结果一下子又弹回来了一半。裘青青，但门开之后里边什么也没有，也没有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就连谢吉离开之前没收拾的狼藉都消失得一干二净，一点血迹都看不见。也就是说，在谢吉离开之后，木屋的主人回来过，不仅回来了，还动手打扫过了。此时真正打扫木屋的马修在教堂打了个喷嚏。马修，怎么的？天天累死累活，还要被人在背后念叨。谢吉和裘青青把木屋上上下下找了个遍，结果一点影子都没找到，没有人，也没有魔物，也没有即将变成魔物的人。冷冰冰的木屋像是从来没有人来过。不在这里。裘青青稍微思考了1秒，去教堂看看吧。他们白天的时候应该大部分待在教堂里的，说不定还在教堂里没回去呢。但虽然裘青青这么说，但他们也知道不太可能，毕竟之前尼贝尔说过不会在晚上留人在教堂的。不过万一没有魔物了，他改变想法了呢？等到两人从树林里出来，天色已经蒙蒙亮了，一看时间快7点，任务最后一天的时间已经到来了。等到谢吉和裘青青赶到教堂的时候，教堂的门还关着，但能看见里边亮着的光，还能隐隐听见悠扬的音乐。随着他们的走近，能听见的音乐声也变得清晰了。Unaware of shadows, just beyond her, sight， 他未察觉到视线之外的阴影。All she heard were words of exaltation, sweet yet tooth, in their eyes， 他所听见的皆是甜蜜的赞美。然而对于他们眼中透露的事实， to that she was blind， 她却是盲目的。Unaware her petals with dry and her beauty would fade no one can evade， 她未察觉到她的花瓣会干枯，她的美丽会褪色，是无可避免的命运。Farewell to farewell to her glory， 永别了，永别了她的荣耀。Farewell farewell oh pretty one， 永别了，永别了美人。No tears are shed till she goes to her death， 无人流泪，她面临死亡。出自歌曲 Blossom 至 Prima， 我是在红色软件听的哈。这次的音乐相较于之前听见的稍微沉重，歌词也并不像是庆祝圣诞的颂歌。谢吉和裘青青都察觉到了不对，天空又开始飘起了雪花。教堂沉重的大门一推就开，宛若潘多拉打开了魔盒。走进教堂的大门，裘青青才发现他们认为没有出门的镇民竟然全部都坐在了教堂的大厅里。虽说教堂的大厅很宽敞，但要容纳下一整个镇子的人还是稍稍有些吃力。一些镇民就席地而坐，整个教堂被挤得满满当当。哪怕谢吉和裘青青推门进来，也没有人回头看。裘青青甚至还在人群中看见了珠宝店的艾琳，她手腕上戴着安妮的手链，神色麻木，眼眸空洞。其他的镇民也几乎都是这个状态，他们盯着那座巨大的女神像，眼睛一眨不眨。而在最前排的正是那失踪的6位玩家，他们的状态和镇民如出一辙。而女神像下是头顶光环、翅膀舒展的尼贝尔，
对他们的到来，唯一有点反应的也就只有尼贝尔了。他笑着往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尼贝尔的声音宛若恶魔的低语：“就是他们杀死了你们的朋友家人，杀了他们，你们的家人朋友就能回来了。”瞬间，所有人回过了头，眼泪挂在脸上。镇民们面容狰狞悲痛，眼泪都是红色的，他们的哭声惨痛，声嘶力竭的控诉声比任何魔物的吼叫都要可怕。还给我，把我的家人还给我！为什么要杀了他们？都怪你，都怪你们！一系列的话语像是炸弹一样砸向了谢吉和裘青青，他们成为了加害者。谢吉还好，但裘青青的脸色确实是变了。玩家们就像是得到了指令，全部都朝着门口的方向扑了过来，还有被他们认为失踪了的玩家。玩家们也面目狰狞，你们怎么能这么做？魔鬼！这些玩家和镇民除了流着血泪，神色异常之外，他们还是人类的模样。这样，他们算是人类还是魔物呢？裘青青的手术刀捏在手里，但紧抿着唇瓣，正准备动手，结果朝他扑过来的是艾琳。那手链上的蓝色宝石仿佛晃了他的眼，刹那间眼睫颤抖个不停。最终还是谢吉推了他一把，艾琳的手抓在了裘青青的肩膀上。好在裘青青出门的时候穿上了防御加成的外套，否则这一下定是能见血。他们的力量和速度大幅度提升，已经不是人类了。也就是说，除了谢吉和裘青青之外的镇民和玩家，在一夜之间全部都变成了魔物。除了他们之外，全部都是敌人。谢吉的脸色不太好看，所以实验者是你。尼贝尔不回答他的话，只是微笑。但主线任务的进度条在此刻达到了100%，主线任务完成了，但他们要在圣诞节结束才能离开，而此刻才刚刚天亮。不知道是不是每年的圣诞节都会下雪，教堂门口的雪地被踩踏的杂乱无章。前一天街道旁摆放好的圣诞装饰此刻无人问津，一场追躲逐猫战猫在不大的尼罗镇拉开了帷幕。没办法，在敌人太多的情况下，躲也是一种战术。谢吉低头看看自己少年的身形，正面对抗没有胜算。裘青青缩在楼顶的角落无奈扶额，我想也是，干脆就放弃支线好了，苟到最后就是胜利。谢吉沉默一瞬，从背包里拿出了个东西，进来之前小瑶给我的。裘青青一看他手里的东西，整个人都傻眼了。不是，小瑶哪里来的手榴弹？谢吉稍稍回想了一下，他说黑市打折。裘青青，然后他就把这个给你了。谢吉摇了摇头，他给我了7个。裘青青，好家伙，谢吉和喻文轩都在积分排行榜上，白瑶不声不响的搞到了这么多手榴弹。搞了半天，这4人小队里最穷的是他，他在这天天买裙子呢。我也要开始存积分了。于是两人的目标就从狗到副本结束，变成了完成支线任务，消灭所有魔物。现在被称为魔物的，都是还保持着人类外表的镇民，甚至有些镇民在前不久还和他们有过交流。裘青青只觉得有些难以面对。谢吉一看他表情就知道，于是就由谢吉来吸引魔物们的注意力。他们计划由谢吉将魔物们引到一条死胡同里，然后裘青青往下扔手榴弹就行。听起来很简单的计划，但实施起来，谢吉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毕竟要在这样一大群的魔物手下周旋，甚至还要有计划的把所有魔物往一个死胡同里。对于谢吉要求的压力很大，但谢吉的表情却还和个没事人一样，神色淡淡的就跳下了楼。准备好。说完，他转身离开了。谢吉在镇子里乱窜，很快就被魔物包围了。他双手拿着刀往死胡同的方向跑，但魔物的速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之前的魔物要更强大。谢吉侧脸躲过艾琳的爪子，又是一个俯身，躲开了丁笑的牙。他身上的伤本来就还没有完全痊愈，脸上和脖颈都缠着绷带，在逃跑间，脖颈处的绷带被扯散了，伤口恢复得七七八八，结着褐色的疤。旧伤未好，又添新伤。谢吉暗自调整自己的呼吸，雪花落在他的发丝上，也来不及去擦了。终于，魔物追赶着他到了死胡同。谢吉干净利落地上了墙，蹲在墙上看向跑这个地方拥挤的魔物，后边还有人头不断地往这个角落挤。谢吉蹲在墙头上踹下了一个挣扎着往墙头上爬的魔物脑袋。他往墙头上看，看见了裘青青的一缕酒红色的发丝。扔吧，不用顾及我。裘青青确实是在顾及谢吉，但既然谢吉都这么说了，他一咬牙，拉开拉环就将手上的东西往下扔，一个接着一个，连续的巨响在这狭窄的死胡同炸开。谢吉趁机翻到了矮墙的另外一面，利用墙体躲避着滚烫的气焰。等到一切都归于平静，谢吉才重新翻上矮墙，看着下边的狼藉，眼睛都没眨一下。7颗手榴弹，大部分的魔物都被炸成了黑色的碎块，只有零星几只还活着。谢吉也不手软，手起刀落的将他们全部斩首。最后一个是旅馆的店员，那位看起来有些腼腆的青年，此刻尖利的爪子抓着谢吉，血泪纵横。魔鬼，你们是尼罗镇的噩梦。谢吉的刀落下，我们不是，那只天使才是。裘青青看着下边的画面，忙不迭地下了楼。你又受伤了。小伤。裘青青和谢吉都不知道。尼贝尔在一旁看了全程，他唇角挂着笑，这次的玩家要比想象中的更强一点的。说完，他脸上有一瞬间的变化。不过这破系统设计的什么新副本，太费神了，无意识的 NPC 细节处理的都那么逼真，搞得他头怪疼的。裘青青找了个地方替谢吉处理了一下伤口。时间已经来到了黄昏，距离副本结束
还有一步之遥。尼罗镇已经彻底归于了死寂，不再有一丝生气。他们重新回了教堂，想着看看还有没有漏网之鱼，但教堂里就只有尼贝尔一个人，不管是魔物还是神职人员，又或者是洛河，全都不见了踪影。尼贝尔淡然回头，你们要比我想象中的更厉害一点。此时的尼贝尔脸上还挂着那悲天悯人般的笑容，看得裘青青真是一阵难受。你不是天使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信仰的神呢？尼贝尔挑眉，自然是为了我高兴，才怪，是系统让的。裘青青看了一眼外边黑下来的天色，马上就要结束了，是我们赢了。尼贝尔淡笑不语，只活下来了你们两个，是我赢了。三人就这样对峙，一直到0点的钟声敲响，主线完成的提示音响了起来，但支线任务的词条却是变成了灰色。谢吉像是终于反应了过来，在一片白光中看向了尼贝尔。尼贝尔头顶的光环一点点的变成了黑色，他还在笑，但眼中染上了几分嘲讽。忘了告诉你们，堕天使也是魔物哦。你们又如何判断出现在你们眼前的是路西菲尔还是路西法呢？可现在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主线任务成功，支线任务失败，副本结束。裘青青和谢吉离开了副本，白色的光辉代表着副本的结束。教堂的大门是玩家消失的方向。尼贝尔盯着那个方向看了几秒后，才缓缓地呼出了一口气。他揉了揉眉心，没事了，小何出来吧。随着尼贝尔的声音，洛河从神像后边探出了脑袋。哥哥，已经结束了吗？尼贝尔没说话，他将弟弟抱了起来，温暖又柔软的躯体给了他安慰。他摸摸洛和毛茸茸的脑袋，已经没事了。刚刚他是真的想要杀了谢吉和裘青青的，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可以做到，但是洛河还在这里，他不想让洛河有一丁点的安全隐患。而且在有一瞬间他怕了，因为有兴奋从他的心里冒出了头。在他想杀掉谢吉和裘青青的瞬间，那种兴奋仿佛灵魂都快乐的在颤抖。兰州曾经说过，当他们真心因为杀戮而感到快乐的时候，那就真的成为一只怪物了。尼贝尔抱着弟弟抬头看向了那座巨大的神像，洛河不明所以也跟着抬头看去。所有的玩家脱离了副本，神像的面貌也开始变得清晰。兰州垂着眸子的模样清晰地倒映在兄弟二人的瞳孔里。洛河能够感受到尼贝尔抱着他的手臂微微收紧。抱歉，我差点真的成为了他们口中的恶魔。洛河能感觉到尼贝尔不安的情绪，但也仅仅只是一瞬间。但他想，或许就是在这一瞬间，尼贝尔所思考的事，才是他真正把兰州的样貌制作成神像的原因吧。尼贝尔重新的恢复了温柔的笑脸，小白走到他的身边蹭了蹭，走吧，我们回家了。这次洛河回到城堡，家里要比上次更加冷清。走进大门，只看见沐月趴在桌子上睡觉。很奇怪，他们一家人都不怎么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只要是回来，闲暇时间一定是待在客厅里。进了门，小白就自觉在沙发旁的垫子上躺下，喉咙里打起了呼噜。洛河看了看趴在桌子上睡得很熟的沐月，放轻脚步回自己房间，拿了小毯子出来给沐月盖上。他回房间的时候是一个人，出来的时候还带着一只猫一只鸟。尼贝尔笑着看着这画面，用口型告诉洛和他回房间换身衣服。洛河也回房间换了一身衣服，穿着可爱的连体睡衣出来的时候，沐月已经醒了。他一只手捏着毯子的一角，看着角落的猫猫头刺绣，这样的毯子家里只有一个人拥有。沐月直起了身子，眉眼弯弯地看向洛河。洛河发现这位姐姐虽然不说话，但是很喜欢笑，露在外边的眼睛也是圆圆的杏眼，是一双很甜的眼睛。小毛毯还披在沐月的身上，他伸了个懒腰，冲着洛河比了个手语。洛河不懂手语，但能看出是谢谢的意思。他走进沐月的身边，沐月伸出手揉揉他的脑袋，然后拿出手机打字。小何乖，姐姐去给你做好吃的。这是沐月很早之前就打算好的，只不过后边时间一直错不开，到了现在才有兑现的机会。洛河早就听说沐月是家里唯一会做饭的人，料理水平还很高。吃了这么久从商城中兑换的食物，洛河对于姐姐的料理表现出了十足的期待。沐月将小毛毯叠好放到了洛河的手里，洛河目送着沐月回了厨房，然后打开商城往下翻。很快他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东西，手语技能礼包比手语相减，这个礼包是归于杂物的分类中的，哪怕兑换成书籍也可以被 NPC 看见。于是当尼贝尔换好衣服下来，看见洛河手中捧着的书时，他的神色变得更加柔软。尼贝尔也穿着柔软的家居服在洛河身边坐下，他听着厨房传来的动静，整个人的神态放松的不可思议。他刻意的压低声音，其实沐月不开口是为了保护我们，系统赋予了他精灵一般的能力，他的声音就像蛊惑水手的海妖。我们是 BOSS， 不会被彼此的技能影响，可他还是担心。听了尼贝尔的话，洛河明白了沐月的性格，温柔，但不同于尼贝尔的温柔表现在脸上。沐月不说话，因为他把温柔全都藏在了心里。沐月似乎是听见了外边传来说话的动静，他从厨房里探出了脑袋，看见尼贝尔后冲着他一阵比划。尼贝尔无奈点头，知道了，我会好好吃饭的。得到尼贝尔的回答，沐月满意的重新回到厨房。洛河和尼贝尔对视一眼，两人都忍俊不禁的勾起了唇角。事实证明，沐月的厨艺真的很好，还利用洛河之前带回来的槐花做了槐花脆饼。一看见那脆饼，洛河的眼睛都亮了，甜滋滋的抬头和沐月道谢。沐月拿筷子手一顿，然后眼睛又弯成了小乔。吃饱喝足，洛河抱着小黑在沙发上看动画片，还分出一抹心神听尼贝尔和沐月聊天。
说是聊天，但他只听见了尼贝尔的声音。我记得你下一场副本也是新开的吧？和你说，新副本可让人头疼了，你可要小心点。我知道你下场是古代副本，我也说不好，就是感觉原本无意识的 NPC 都变得更真实了。确实，我也感觉到了，玩家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啊，你想带小何一起去？听见哥哥提到了自己，洛河往他们的方向看了过去。他看见沐月朝着尼贝尔比划了些什么，然后尼贝尔的表情变得有些一言难尽。我才没有给他吃不卫生的东西。好吧，是有些糖果之类的零食，但主食都是我抓会做饭的 NPC 来动手做的，好不好？最终，尼贝尔在沐月怀疑的目光下妥协了。好吧，不过你要问小何自己的意见。说完，尼贝尔和沐月同时朝洛河投来了视线。洛河的小手有一下没一下的抚摸着小黑的脑袋，他歪着头思考了2秒。那我可以带小黑他们一起去吗？裘青青从上个副本出来休息了1周，在进副本的时候打死都不肯和谢吉一起了。他的手抓着白瑶的书包不放。小瑶，我和小瑶组队。谢吉看看裘青青和看看白瑶，随便。看着眼前的画面，玉文轩说话了：队长，我和你滚。玉文轩，滚就滚。他冲着裘青青眨了眨眼。裘姐可要保护好小瑶。白瑶推推脸上的黑框眼镜，虽然年纪还小，但习惯性的摆着一张冷脸。我可以保护好自己。白瑶是谢吉小队中除了现在的谢吉之外年龄最小的一个，15岁的少年，刚刚上高1，在上学的路上结果就给穿越了，还没完全张开的脸很清秀，被黑框眼镜压住的鼻梁上有一颗小痣。恕我直言，我上次帮你查情报的报酬你还没给我。一提起这茬，玉文轩就装作听不见。他看看手机，呀，都这个时间了，我是时候该进副本了。下次再说。白瑶，哼。裘青青拍拍白瑶的肩膀，走吧，我们也进副本。根据我的推测，我们这场有 80% 的概率进入难度不低的新副本。好了，别念了我的小天才。主线任务，调查京城近来的诡异事件，奖励积分50。支线任务，尽可能的救更多的人，奖励积分，与所救人数成正比。京城现在是春天，正是游湖的好季节。湖面上飘着几只小船，身穿绛色衣衫的女子原本在正轻摇着扇子俯身看湖中的锦鲤，结果她身边青色衣衫像是丫鬟的女孩忽然双目发直，直直的往船头走去。绛色衣衫女子下意识的伸手去拉，结果扑通一声，两人全部都落了水。裘青青刚刚看清2项任务，结果抬头就看见了这样的画面，他来不及多想，将手上刚刚买的烧饼递给了白瑶，帮我拿着。裘青青在现实世界是真的被当作豪门继承人培养的，各方面都经过专业的培训，他的水性好的简直足以成为游泳教练。他像是一只灵活的鱼，先是将青色衣衫的丫鬟扔上了船，然后才抱着绛色衣衫的小姐一起上了船。丫鬟咳出了2口水，原本空茫的神色瞬间变得惶恐，他跪在地上不停地冲着小姐磕头。小姐，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裘青青对于古代的这种尊卑阶级毫无兴趣，坐在船头拧着自己湿透的裙摆，但紧接着他听见了一个声音：不怪你，是我硬要去拉你的。裘青青无法形容那是怎样的声音，轻飘飘的，叫人听了只觉得心里发软。他条件反射一般看向了绛色衣裙的女子，女子此刻还瘫坐在船上，浑身上下全部湿透，她脸上戴着和裙子同样色系的面纱，此刻正湿哒哒地粘在一侧脸颊，下身的裙子将双腿完全遮住，只能隐约看见白色的绣花斜肩。似乎是察觉到他的视线，女子也看了过来，有些歉意地冲着他笑了一下，圆圆的杏眼不染一丝阴霾。多谢姑娘相救。不知怎的，裘青青竟然变得有些局促起来。没事，是我应该做的。女子的视线在他身上停留一瞬，眉眼的弧度更弯。你们路见不平的义士穿的都这么奇怪吗？浸湿的面纱根本起不到遮面的效果，裘青青能看见他小巧的鼻和翘起的红唇，乌黑的发湿漉漉的粘在雪白的肌肤上。刹那间，他还以为他看见了童话故事中勾人心魄的海妖。女孩子的性格开朗，没有得到回答也能自顾自地往下说。多谢姑娘相救，如果你日后遇见了什么困难，可以去幕府找我，就说是沐月叫你来的。小船悠悠地靠了岸，名叫沐月的小姐裹着斗篷和他道别，白瑶捏着烧饼和他会合，看着他的表情发出疑问：你怎么了？裘青青用了个背包里的烘干器，他抿了抿唇：没什么，你继续说。京城最近怪事频出，前有富家小姐游湖之时接连落水，后有官吏深夜上城墙上吊，百姓们私下里都在传京城有鬼。因为各种各样的怪事，当今圣上也暗中吩咐京城王将军搜集各种能人异士前往京城调查，而这场副本玩家们的身份就是从各地赶到京城的艺人。从副本开始到现在，裘青青和白瑶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其他玩家。京城这么大，他们要先找到将军府去面见王将军。裘青青垂眸思考了2秒，看刚才那穆小姐的情况，就和传闻中的富家小姐坠湖相符合。我想我们见完将军之后可以从穆小姐开始调查。白瑶没有什么异议，他点头。穆府应该是京城穆丞相家的千金，穆丞相也是当今皇上身边的红人，据说他的妻子英年早逝，只给他留下了一儿一女。穆府的小少爷常年体弱多病，不曾露面，而穆家大小姐可是京城远近闻名的才女，想来应该就是他们刚才遇见的沐月了。
沐月确实是传说中的那位穆家大小姐，此刻她已经坐上了回府的马车，洛河就坐在她的身边。这还是洛河第一次见到沐月全脸的模样，沐月要比他想象中长得更甜，杏眼薄唇，是很温柔的长相。但此刻洛河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紧张地捏着沐月的袖子。姐姐，刚才那个人，尼贝尔哥哥的副本里也出现了，他认出我可怎么办啊？沐月先是安抚地摸了摸洛河的脑袋，然后看向了对面的青衣女子。王良，你去盯着。青衣女子一改刚才的惶恐模样，她的面容很冷。是。王良很快在马车内消失，沐月垂眸看洛河，拿出手机打字。不怕，我让人盯着，他们出现你就藏起来。洛河，虽然很感谢没错，但姐姐，你穿着古装拿出手机真的很让人挑衅。穆家那个体弱多病的小少爷当然是洛河，也好在是这个身份，洛河可以不对外露面，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这个副本的背景是完全架空的，或许是为了给玩家们一个沉浸式的副本体验环境。除了闹鬼这一点，这里简直和平的不像话，不管是君臣还是官僚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裘青青和白瑶先去见了那位负责召集能人异士的王将军。王将军本名王聪，是个面容粗犷的魁梧大汉，努力挤出慈祥笑脸的样子有点滑稽，反正白瑶看着只觉得是一阵不适。王聪和他们说了一大堆鼓励的话，类似于很期待你们能解决京城的怪事之类的，听得裘青青只觉得耳朵都要长茧子了。他们才被放出将军府，一直到这个时候，裘青青才将手上的烧饼吃完。他淡淡发表评价，不是很好吃。白瑶耸耸肩，你买的时候我就猜到了。裘青青说真的，小瑶，要不是藏土玩家是实名制的，不然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你是论坛上的白瑶，反差太大了。裘青青在没见到白瑶之前，光从论坛帖子的措辞来看，还以为是个性格开朗的小姑娘，结果现实中见到了才发现，是个青春期的臭屁小孩，性格表面冷淡，实际上傲极了。只要手上拿着电脑，连藏土的系统都敢黑，但不爱说话。和谢吉坐在一起，两人都从早上沉默到下午。好吧，我们需要先搞一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的衣服，尤其是裘青青，酒红长裙配高跟鞋还是有点不符合时代审美。不过长得好看的人不管穿什么都好看，古装穿在裘青青的身上也别有一番韵味。裘青青满意的低头看看自己，然后又转头去看白瑶，你为什么还戴着眼镜？不觉得和你现在这一身有点违和吗？白瑶扶了扶眼镜 ，A 级免疫道具，除队友之外别人看不见的。赤处，怪不得白瑶不管到哪都戴着眼镜，原来除了近视还有这个原因。这次的副本实现在1个月没有引导 NPC 进入副本的玩家之间没有联系方式，一切的一切只能靠他们自己一点点摸索。这么长时间的话，他们需要首先找到住的地方，哪怕是正在经历闹鬼事件，京城都是很繁华的。裘青青和白瑶先随便找了个客栈住下，要调查最近的闹鬼事件，那首先就要去找受害者们了解一下情况。京城中第一位出现异常情况的是大理寺卿的嫡女荣曼，当时她和朋友在湖边举行诗会，结果诗会刚刚进行到一半，所有人都看见她神色空茫的直直走入了水里。但当裘青青和白瑶刚刚走到荣府门口的时候，清楚的看见了荣府从里到外挂着白色的帷幔，连带着围观的百姓们神色都悲伤极了。看见这样的画面，裘青青和白瑶的心里都是咯噔一声，听着周围百姓们的窃窃私语，他们大概拼凑出了一个真相。荣曼自从经历了之前的落水事件，回到家后就不再出门，结果谁知道过了还不到7天，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这7天内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荣曼身上的细节无人知晓，裘青青很想进去详细问问，但人家的小姐刚刚过世没几天，显然现在的时机不太合适。裘青青叹了口气，她回头看白瑶，走吧，去下一家。希望这只是个巧合，但很显然这件事不像他希望的那样是个巧合。他们去了第2家，第2个遇见诡异事件的是中书侍郎本人，他在深夜带着麻绳上了城墙，亲自动手将自己吊在了城墙上，要不是被发现的早，恐怕当晚就死得透透的了。但被救下之后没多久也在家里吞了毒。等裘青青和白瑶过来的时候，又是看见了一片白。接下来的第3家、第4家全部都是一样的情况。裘青青和白瑶对视一眼，两人全部都察觉到了事情的棘手性。裘青青瞬间就想起了一个人，走，去幕府。裘青青2人被下人带着走到沐月房间门口，但接下来不管下人怎么敲门，门内都没有传来一丁点动静。裘青青立刻就意识到了什么，他当机立断的将门一脚踹开，房间内的画面一点点浮现在他们眼前。长相甜美的少女背对着门的方向，她纤细的身体被一根粗粝的藤蔓挂在房梁之上，嫩粉色的衣裙因为门被打开，被风吹得飘起了一个细微的弧度。下人已经被吓得傻在了原地，只有裘青青最先反应了过来。裘青青暗骂了句什么，几个箭步冲上前去将人从藤蔓上抱了下来。他们来得及时，人的身体还是热的，对外界的刺激也能做出一定微反应。经过一阵火急火燎的救治，好歹是将人救回来了。沐月的身上带着浅浅的药膏味道，他面色发白的坐在桌前冲着裘青青笑，是你啊，又被你救了。少女的声音带着一股小俏皮，但也透着怎么都掩饰不住的虚弱。裘青青看着那双杏眼，不由自主的抿了抿唇，举手之劳。沐月的视线又看向了裘青青身后的白瑶，这位是？白瑶的视线没有直接停留在沐月的身上，他眯了眯眼，我叫白瑶，
裘青星适时的介绍，是我弟弟。白瑶和裘青星简单描述了一下他们的来历。听见是王将军请来调查的能人异士，沐月也是愣了一下，原来是这样。裘青星看了一眼房间内还没有被处理掉的藤蔓，姑且问一句，沐小姐，你今天这样的举动，应该不是出于你自己的本意吧？沐月微微垂下脑袋，露出一截银白如玉的脖颈，可一道狰狞的红横横在这样的脖颈上，让人只觉得刺目。当然不是，其实自从早晨落水之后，我就感觉自己变得很奇怪，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耳边说话一样。说着，他抬起了头，那双潋滟的眸子中含着两汪清泉。我真的很害怕，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美人垂泪，裘青青的心中不由自主地涌起一阵怜惜。他一脸郑重的俯身和沐月保证，我们一定会救你的。得到了这样的保证，沐月的眼眸深处像是迅速地闪过了一抹什么，他露出了带泪的笑颜。谢谢。裘青青和白瑶在打听完消息之后就离开了幕府，他们重新找了一个靠近幕府的客栈住了下来。而裘青青和白瑶都不知道的是，在他们离开不久，一个小小的身影溜进了沐月的房间。洛河有点心疼地看着沐月脖颈处的伤痕，他伸手擦擦沐月脸上微干的泪水，看着好痛哦。沐月摇了摇头，他伸出手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痕迹，快速在手机上打字，不是很疼，不用担心。他是这么和洛河说的，但其实早就开始在心里骂起了系统，改的什么副本，复杂的要死，还是之前那样直接动手比较方便直接啊，还要他亲自上场演戏，真的是越改越复杂了。沐月又重新涂了一遍药膏，虽说能直接使用技能治疗，但谁知道后边还会不会有玩家找上门来，做戏还是做全套比较好。我总觉得好奇怪。裘青青，哪里奇怪？白瑶回想了一下，至今为止经历过诡异事件的受害者都死了，但是今天我们在现场，明明是沐月的丫鬟落水，她本人只是被牵连的，为什么今天她上吊了？听见白瑶提，裘青青才像是终于注意到这一点一样，她恍然，对啊，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丫鬟还送我们出来了，她为什么没事？裘青青坐直了身子，陷入沉思。假设真的有什么诡异的存在，那是什么让她改变了原本选定的目标？白瑶淡淡的得出了结论，如果真的想要救她，就要找出这个原因才行。得出结论后，白瑶看向了裘青青，裘青青的表情很认真。白瑶总感觉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裘姐，你是不是对沐月这个人有点关注过头了？裘青青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在进入副本后的一举一动，然后十分肯定的否定，没有吧，因为他目前来说对我们的任务很重要。这样吗？白瑶不再多问，也没将这一小段对话放在心上。他完全没有想到，如果此刻他多追问一句，或许之后他们就能赢得更加干净利落了。京城中的诡异事件并没有因为玩家们的到来而减少发生的频率，因为是架空背景，所以京城并没有宵禁，来往人员鱼龙混杂，对于玩家们的任务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阻碍。裘青青和白瑶暗中观察着幕府的动静，完全没有发现自己也在被别人暗中观察。王两，终极 NPC 真身是一只女鬼，鬼魂的身份让她来无影去无踪，是暗杀和打听消息的好手。王良躲在客栈的墙壁里偷看那两个被大人重点点名的家伙，两人的房间就在彼此隔壁，他观察起来也很方便。看看那个将沐月大人救下来的女人在干什么，他在对着窗外发呆，那是什么方向？欧幕府。那个男孩又在干什么？在玩手机。副本里没有网，鬼知道他在玩什么。哦不对，身为鬼的王两也不知道他在玩什么。王两将自己1.75米的半透明身体缩在墙体中游走，全方位地观察着这两个人的人一切。王两盯，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裘青青、白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尤其是在这样的晚上。裘青青打了个寒战，决定要出门去走走。他只是和白瑶说了一声，并没有叫上白瑶一起。毕竟白瑶虽然也是个半大少年，但可要比他们的队长谢吉靠谱多了，既不会乱跑，也不会随便找人打架。但裘青青没有想到，自己就是心血来潮出门走走，结果就遇上了诡异现场。当人真的遇见某些怪事的时候，其实往往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裘青青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这样一条无人的小巷，等到他回过神来，周围早已空无一人。突然遇见这样诡异的情况，裘青青也并没有慌乱，他打量起自己周围的环境，是黑暗的小巷，没有一丁点灯光，只能借着还算圆的月亮勉强看清周围的情况。这条小巷像是已经荒废许久，不仅杂草丛生，墙壁上也已经爬满了茂密的爬山，砖缝里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植物，叶片上沾染着夜晚的寒意。爬山虎巴掌大的叶片一簇拥着一簇，叫人根本看不见墙壁的原貌。越往巷子深处看就越是黑暗，但他莫名就是能够察觉到巷子深处还有别的东西。一片黑色的云从天空飘过，遮住了一半的月光，手术刀的荧光在裘青青的指尖闪现。他一点点地往深处走。你好，有人吗？在裘青青发出声音之后，他听见里边传来了的声音，就像是有什么人被捂住了嘴，正在奋力挣扎。遮住月亮的乌云散开，裘青青也终于完全看清了巷子深处的画面。那是一个男人，他躺在地上，四肢被粗壮的爬山虎缠绕，他还睁着眼，有荆棘的枝条从他的口腔、耳朵、鼻孔往外生长，靠右边的眼珠已经从眼眶滑落，往外伸出了一条细细的荆棘枝桠。他还睁着眼，但却被开膛破肚，内脏已经完全看不出原貌，只能看见蜿蜒的荆棘，合开的妖艳的玫瑰，玫瑰伸展着花瓣，
以血肉为养分，红的千娇百媚。男人的身体已经完全成为了荆棘的寄宿体，就像是寄居蟹的壳，红色的血染红了尸体周遭的植物，风吹过，植物像是活了一样左右摇摆不定。裘青青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她的视线简单在男人扫过，一眼就看见了从袖子中露出的手，手腕上戴着黑色的手表，是玩家。裘青青往更深处看，那被爬山虎绑得紧紧的是一位少女，少女穿着眼熟的粉色衣裙，是沐月。沐月被爬山虎的藤蔓缠绕着，不仅四肢无法动弹，嘴巴也被束缚着，甚至都无法发出太大的声音。她就那样发着抖缩在巷子的角落，眼泪就像是一颗颗珍珠一样往下滚落。看见裘青青的瞬间，暗淡的眼睛就像是燃起了光。裘青青的手指一点点收紧，她在原地停顿了一瞬间，然后走上前去解救沐月，手术刀将藤蔓斩断，刹那间，草汁的味道开始在周围蔓延。裘青青观察得很仔细，在斩断藤蔓的同时，并没有伤害到沐月的皮肤。沐月的皮肤很白皙，藤蔓的捆绑还是在她的身上留下了痕迹。在沐月的身体重新回归自由的瞬间，她哭着扑进了裘青青的怀里，脑袋伏在裘青青的肩膀上。裘青青能够感受到温热的泪水打湿了她肩膀上的布料，她的手完全僵在了半空，不知道该如何摆放，只是僵硬着听沐月的低低啜泣声。幸好你来了，我真的好害怕呜。才怪，来得太不是时候了。裘青青当然不知道表面阴阴的沐月心里在想些什么，她伸出手安抚地拍了拍沐月的后背，别怕，我会保护你的。你可以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吗？经过沐月的解释，裘青青才知道，原来他之前说的会保护沐月的话，沐月本人根本就不信，他们已经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了。而说要保护他的人，最后下场基本就和一旁死去多时的男人是一个下场。裘青青替沐月擦了擦泪水，动作温柔的就像是在对待一块豆腐。沐月的声音很轻柔，将一切娓娓道来的时候，叫人不由自主的就静下了心。裘青青看不见自己此刻的模样，自然也看不见自己看着沐月的眼眸是多么的沉静。如果玩家面板能够显示玩家状态的话，那裘青青就能清楚的看见自己的面板上标着一个大大的 debuff。 因为沐月的生辰是在阴年阴月阴时阴日，所以从小就很容易被一些奇怪的东西纠缠。因为这件事，他也不怎么喜欢出门，只是前一阵子他的好朋友容曼坠湖身亡，沐月觉得悲伤，所以才去那片湖悼念，谁知道意外落水，他反而被缠上了。听完沐月的描述，裘青青只觉得一下子就说得通了，怪不得落水的是丫鬟，发生怪事的却是小姐，原来是和沐月的生辰有关。裘青青满脸认真的和沐月保证，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说会保护你，就一定会保护你，绝不会食言。沐月眼眸微闪的和裘青青对视良久，他终于破涕为笑，含着泪的笑脸看起来更加动人。他歪着头，声音轻柔，又要麻烦你了。沐月的脚腕受了一点小伤，最终是裘青青将他背回了幕府。看见有大夫进了沐月的房间后才离开，裘青青前脚刚刚面色沉重的回到了客栈，洛河后脚就溜进了沐月的房间。姐姐，今天的工作不顺利吗？沐月看着自己脚腕上浅浅的一道伤痕，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听见洛河进门的动静后抬起了头，洛河在这些日子里狠狠地补了一番手语，已经能够看懂沐月的手语了。沐月浅笑着对洛河比了个没事的手语，任务很顺利，很快就能成功拿下所有玩家了。洛河对于姐姐的话没有丝毫怀疑，他眼睛亮晶晶的。那太好了，我们就可以早点回家了耶。沐月没说话，伸手摸了摸洛河的脑袋，乖孩子，刚才一个人在家有没有好好吃饭啊？有，我今天吃了超级好吃的点心哦，还给姐姐留了，我去端给你。甜滋滋的弟弟端着甜滋滋的桂花糕，沐月的一整颗心都要融化了，捻起一小块桂花糕尝了尝，虽说没有他自己做的好吃，但也还算能入口。沐月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将弟弟夸得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聪明可爱。洛河很享受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简直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和家人待在一起。可惜哥哥姐姐们都需要工作，他还是个手短脚短的废物小点心，根本帮不上什么忙。不过洛河的家人从来不把他当普通小孩，闲下来的时候也喜欢和他聊天，什么都聊。就像现在，系统改的剧本太奇怪了，弄得我们每天都累累的。沐月半撑着脸颊靠在桌子上，他眼眸微垂。虽说早就知道系统开副本的目的是为了收集玩家们的负面情绪，但最近变得好像连我们 NPC 的负面情绪也要一起收集一样。沐月是有感而发，但作为旁听者的洛河却是浑身一颤。他本来就对藏土的系统没有太多的好感，所以听见沐月这么说，不由自主地往深处多想了些。确实，从上次尼贝尔的新副本他就察觉到了，副本的内核有一定的变化。之前藤若和影星的副本只用捕杀玩家，使玩家恐惧就好，但从尼贝尔的副本开始，系统就要求 NPC 也沉浸其中，完全成为剧情的一部分。那些原本应该是无意识的最低级 NPC 反应也变得真实，甚至最低级的 NPC 都有完美的社交圈，让人甚至都开始怀疑他们究竟是真的 NPC 还是真实存在过的人了。这样的副本对于大 boss 来说也很费心神，不由自主的就开始带入剧情，会产生负面情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洛河也不想用最坏的心思去揣测系统的用意，但事实的发展好像就是这样。不仅是玩家，系统也开始打起了他家人的主意。洛河的表情已经彻底冷了下来，这样冷淡的表情在他这张可爱的正太脸上有些格格不入。
沐月笑着捏了捏他的脸，你这是什么表情？看着像个小老头一样。洛河，啊，小老头是什么鬼啊？姐姐，你怎么能这样说我？他跳起来，冲着沐月龇牙咧嘴，伸着小手也想去捏沐月的脸。沐月躲开了他使坏的小手，反而在洛河的眉心戳了一下。在这短暂的时间内，姐弟二人都将心中的阴霾忘却，享受着独属于家人的美好时光。白瑶只觉得裘青青突然就像是被打了鸡血一样，信誓旦旦地说要在几天之内通关这个副本。白瑶只觉得满脑子都是问号，为什么好不容易时间充裕一点？裘青青回想着沐月的眼泪和身上的伤，被鬼缠上的 NPC 实在是太惨了。白瑶，不是，裘姐你也说了那是 NPC 啊，虽说我们确实是有要救人的任务，但不至于共情吧？白瑶这样的想法才是正常的，但裘青青却已经听不进去了。她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心里还是想着要早点解救沐月于水火。此时的裘青青状态已经不太正常了，而她自己无知无觉。从那天开始，裘青青就开始频繁地往幕府跑，她心里的责任感简直从来都没有这么重过，总觉得要随时和沐月待在一起才更安全。这就苦了洛河了，原本前一秒还在和姐姐开开心心待在一起，结果后一秒裘青青来了，他就要赶快回到房间躲起来，不然要是被发现了，沐月的工作进度可就功亏一篑了。洛河气得把自己脑袋埋在小黑软软的肚子里一通乱蹭，气死我了，他怎么总是来找姐姐？小黑躺在床上任由洛河在他身上乱蹭，听见洛河的话后伸出爪子发表意见，小何大人很讨厌那个人吗？要不要我去挠花他的脸？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将自己尖尖的爪子亮了出来展示给洛河看。洛河，不，挠花脸这样的惩罚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还是有点。小黑不理解的甩甩尾巴，可是只要进入藏土时间就静止了。小何大人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已经50多岁了？哎，不是年龄的问题啦，小黑你不懂。小黑确实不明白，但既然洛河都这么说了，他收回了爪子，重新在床上躺好，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晶晶看着洛河和小黑之间的互动，他在窗台上蹦过来蹦过去，就像是一只普通的快乐小鸟。洛河决定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他拿出自己的小手表一阵翻，结果还真的给他找到了能用的道具。虚幻的假面，等级 S， 积分20万，使人面容蒙上迷雾的神秘道具，适用于不想暴露真实身份的场合，所有人都不会对你的外貌产生怀疑哦，绝对是居家旅行暗杀必备，有用。洛河毫不犹豫地点下了购买键，瞬间一个轻飘飘的面具出现在了他的手上，蓝色的面具材质很轻，像是纸片一样。洛河试探地将面具戴在了脸上，蓝色的面具在和面颊接触的瞬间就和皮肤融为了一体，消失不见。还从商店买了一面巨大的镜子，结果他自己照镜子的时候完全看不出和以往有什么区别，还是那张脸。洛河在镜子前转了一个圈，又拍拍自己的脸颊，还是那样无敌可爱，脸颊也一样软乎乎的。小黑，你看看我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听见洛河的声音，小黑从床上跳了下来，他在镜子前走了2步，疑惑的尾巴竖着，连胡须都翘了起来。好奇怪，明明还是小何大人的味道，可是我好像记不住小何大人长什么样子了。晶晶也飞了过来，在镜子前跳来跳去，也像是在表示疑惑。洛河瞬间就高兴了，好耶，就是要这个效果，可以放心的去找姐姐了。沐月此刻正在花园，饶是他本人都没有想到竟然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裘青青说要保护他，也确实是意料之中的发展了，但怎么会粘得这么紧？他的队友呢？队友不管吗？这样下去哪里还有时间做任务啊？不管是 BOSS 还是玩家都没有办法做任务了。这样想着，沐月手里捧着井里的饲料回头看了裘青青一眼，结果正好就和裘青青的视线对视上。裘青青歪着脑袋还冲着他笑了一下。说实话，单从裘青青的外表来看，确实是个很养眼的大美人。因为是古代副本的原因，裘青青不仅将一头卷发拉直，还染成了自然的黑发，这样让裘青青原本还有些妩媚美艳的气质瞬间发生了变化，像是小说里的清冷白月光。那双疏离感十足的凤眼在看向沐月的时候总是带着温柔的笑容。1.76米的身高要比沐月高出半个头，一切的一切都让人很有安全感。但是沐月鼓着脸颊收回了视线，气鼓鼓的往池塘里扔了一把锦鲤饲料。虽说他给出的暗示是让裘青青感觉自己无害，对自己怜惜，但是这也怜惜过头了吧？怎么有种他才是受制于人的那个的错觉啊喂！偏偏裘青青还敏锐非常，立刻就察觉到了沐月情绪的异常。怎么了吗？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还是伤口又疼了？沐月，你对我这么细心干什么？我又不是你女朋友。NPC 和玩家是没有可能的，你死了这条心吧。呜呜，谁都好，快来个人救救他吧。不过还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阿简，一道稚嫩的声音远远响了起来，两人同时看向了发出声音的方向，是洛河。在这一瞬间，本就可爱的弟弟在沐月的心里简直宛若天使降临。不是尼贝尔那种天使，是真的拯救世人于危难的天使。不过弟弟好像用了道具，还是 BOSS 人手一个的面具，是尼贝尔给他的吗？道具什么的暂且不深究，既然不用担心洛河暴露，那就方便多了。沐月冲着裘青青露出了一个有些抱歉的微笑。抱歉，是我弟弟，
他身体不好，又不喜欢吃药，所以每次吃药都要我哄着才行，我就先失陪了。沐月都这么说了，理由也很合理。仇青青当然也不会阻拦，他还弯下身子和洛河打招呼：穆小少爷你好，我是你姐姐的朋友。小少爷长得还真是可爱啊。洛河，沐月，你但凡是仔细看了他的外表，就根本说不出这话。洛河在这个副本的人设就是病弱小少爷，沐月的说辞仇青青也挑不出毛病。沐月带着洛河回到了房间里，在关上门后还回头往花园的方向瞄了一眼，他微微皱着眉低头看向洛河：你上次尼贝尔的副本也遇见他了，他也是这样奇怪的样子吗？洛河稍微回想了一下仇青青在上个副本的表现，别说像现在这么反常了，说一句 MVP 都不为过啊。最终洛河只能得出结论：是姐姐，你的技能太厉害了。沐月，行，这个理由他可以接受。沐月决定之后，在面对着仇青青使用技能的时候，要把程度稍微降低一点。但是等到他们在出门的时候，仇青青已经回去了。沐月松了一口气，还好我还有备用方案，当绑定队友后，哪怕不需要联网，队友之间也能进行简短的联系。不过仅限于同一场副本中的队友使用，就像是某 5v5 游戏中的信号。白瑶，请求集合。仇青青正在路上。按照白瑶的性格，一般是不会轻易联系队友的，所以一定是有什么急事。仇青青也只能暂且离开幕府，拜托下人转告沐月有什么事可以去客栈找他后，就匆匆赶往客栈的方向。等到仇青青回到客栈后，才发现白瑶已经在他的房间等着了，还不止一个人。仇青青看看坐在白瑶对面拿袖子抹眼泪的小姑娘，又转头看看撑着脸玩手机的白瑶，什么情况？你欺负人家小姑娘了？白瑶抬头幽怨地看了仇青青一眼，你说什么呢，仇姐？坐在白瑶对面的小姑娘看起来大概18、19岁的样子，模样还很稚嫩，穿着桃色的古装，甜甜的长相让她哭起来的模样格外楚楚可怜。但就是对着这样的一个妹妹，仇青青的心中却是莫名的闪过另外一张脸，也是甜系的长相，但莫名就是觉得很有记忆点。但现在显然不是想这些的时候。仇青青将沐月的脸甩出脑海，然后俯下身子温柔的和哭泣的小姑娘交流：小妹妹别哭了，有什么事情和姐姐说。小姑娘抬头看他，用袖子将脸上的泪水抹了个干净。我叫一男，也是玩家。仇青青挑了挑眉，虽说刚才进门的时候就猜到了，但猜想被验证还是有种微妙的诧异感。可惜一男像是被吓坏了，浑身抖着。最终还是白瑶耸耸肩，开始阐述仇青青回来之前发生的事。白瑶去了仇青青和他说的那个巷子，也看见了那惨烈到甚至都无法瞑目的尸体。但在现场他还遇见了另外的人，正是一男。那死去的男人是一男的队友。一男跟着队友的坐标找到男人的时候，差点就崩溃了，整个人被吓得傻掉。然后白瑶就把人一起带回客栈了。他不擅长和女孩子交流，这种事还得仇青青来做。然后他就给仇青青发信号叫人回来。就是这样。听完白瑶的解释，仇青青大概明白了现在的情况，他的声音放得更加轻柔：一男，你做得很棒，可以告诉我你们究竟经历了些什么吗？接下来我们会尽量保护你的。一男抖了一会儿后终于振作起来，他抹了一把脸：我是死去的人的鬼魂。原来早在容曼的情况变得异常的时候，他们就在对方身边了，可还是没能阻止容曼自缢的结果。后来他们也找上了沐月。就在仇青青找上幕府的前半个小时，夜晚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一男的队友才想着要去保护沐月。但是两个人一起被大批的藤蔓卷走，一男根本来不及反应，但他在慌乱之间看见了一个穿着红色衣衫的人，那人散着头发飘在半空中，回头恶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说到这里，一男又开始颤抖：是容曼，是他回来了，我认得他。裘青青和白瑶互相交换了个眼神，两人眼中皆是凝重。他们并没有怀疑一男话语的真实性，毕竟小姑娘的表现很真实，吓得都开始发抖了。但如果真的和他说的一样的话，那就有些难办了。他们不知道是死去的那么多人里，是只有容曼变成了鬼，还是其他的全都变成了鬼。他们也不知道这其中的诱因是什么，接下来会遭殃的目标又是什么。那些变成鬼的百姓又为什么会在京城掀起风波？事情的真相变得越发扑朔迷离起来。最终裘青青一锤定音，不管怎样，我们首先要保护好沐月。沐月是已经开始遭遇怪事的人，如果能将他救下来，说不定事情就会迎来转机。说什么来什么，就在他们结束谈话后不久，就有店小二上楼来敲门了。仇姑娘，有幕府的下人来找您了。裘青青开门，看见的是沐月身边的那个青衣丫鬟。我记得你是叫小梁对吧？王良点了点头。仇姑娘，我家小姐让我来请你搬到幕府住下，房间已经为你们收拾出来了。裘青青挑了挑眉，她能够理解沐月请他们去幕府住的举动，毕竟他们才刚刚对彼此敞开了心扉。裘青青自认为的沐月对他真正的开始信任了。在幕府给弟弟做饭吃的沐月莫名打了个喷嚏，怎么回事？辣椒太呛了吗？姐姐，你为什么要让王良把他们带回来啊？他们可是玩家哎。洛河从灶台之后探出了脑袋，发出疑问。沐月笑着往他白净小脸蹭上一点锅底灰，不安分的因素当然是要放在眼皮子底下才安心啊。于是双方在各自都怀揣着不同想法的情况下，隔空达成了共识。裘青青拖家带口，指白瑶和一男得住进了幕府。虽说和沐月房间的距离有一段距离，但到底也是离得更近了。
观察起来也更方便。沐月吩咐人给他们安排的房间也是顶尖的舒适，一人一间，个人空间充足。开门走出去几步就是小花园，经常能看见到花园里来喂鱼的沐月。一男之前被吓坏了，队友凄惨的死状还在他眼前不断的闪现。刘哥在现实中还有个3岁的女儿啊，和他组队以来都是他在照顾我都帮了他什么？名叫刘红的男人就是一男的队友，是个总是笑呵呵的和蔼大叔，不管对谁都是很慈祥的样子。一男受了他不少照顾，刘红被藤蔓卷走的时候，他没能做出任何反应，现在满心都是负罪感。裘青青只能尽量的安慰他，小南啊，藏土中任何的生死都不是我们能主导的，我们只能做到尽力。他也不知道一男听进去了多少，扭头就看见了沐月。木木，这几天他和沐月变得更亲近了些，他已经开始自来熟的称呼对方为木木。听见他的声音，沐月回了头，露出了一个浅浅的笑，一缕发丝随着他的动作垂在耳畔。丑姑娘，沐月分明是很甜的长相，但性格却是如水一般温柔，这样的反差让他就像是一杯果酒，洋溢着甜甜的果香，但却越品越香醇。这也让裘青青越发的愿意和沐月贴在一起，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和沐月贴得太紧了，让暗中的存在没有下手的机会。接下来的一连几天都风平浪静，无事发生，但他们都心知肚明，和平不会这样一直保持下去。是夜，虽说是春天，但深夜还是叫人感觉凉飕飕的，周围萦绕的迎春花香也没能驱散这股凉意，甜甜的花香反而给这样的夜晚更添几分静谧，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穿行，但窸窸窣窣的动静很轻，像是树叶被吹动的声音，这样细碎的响动并不足以引起注意。等到稚嫩的孩子找上裘青青的时候，裘青青才知道沐月失踪了。小孩子的声音很着急，还带着一丝恐惧。裘姐姐，我姐姐不见了。说实话，裘青青刚看见这个抱着猫吉匆匆来找她的小孩时，没能第一时间想起他是谁，直到听见小孩嘴里的姐姐2字才猛然想起还有这么个人，然后才猛然明白过来小孩话语中的含义。他的头脑瞬间就变得清醒，第一时间就去拍隔壁白瑶的门。小瑶快出来。当白瑶睁着惺忪睡眼打开门的时候，洛河趁此机会偷偷溜掉。好爷，姐姐交给的任务完美完成。听着幕府逐渐嘈杂起来的动静，洛河心满意足地抱着小黑回房间睡觉去了。小黑缩在洛河温暖的怀里，甩甩尾巴。可以回去休息了吗？洛河摸摸小黑的脑袋。对，今晚上就没我们的事儿了，小黑真乖，你可以再吃一盒酸奶。听见洛河的话，小黑眯着眼在他怀里伸了伸爪子。小河大人万岁。因为沐月的失踪，整个幕府上下都乱成了一团。就是趁着这个间隙，裘青青带着白瑶偷溜进了沐月的房间。沐月的房间摆设一看就知道是大家闺秀，还散发着淡淡的玫瑰香味。裘青青微微皱眉地观察着这间看起来没什么异常的房间。白瑶手里拿着个放大镜左看右看，裘青青的情绪稍稍有些烦躁，她对白瑶的行为发出疑问。小瑶。白瑶推推眼镜。裘姐，你要知道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你要允许我善用道具。裘青青。好吧。白瑶身上总是有些奇奇怪怪的道具，她也是时候要习惯了。细节的放大镜，等级 A， 你的最佳调查小助手，能够察觉到别人察觉不到的小细节，实用程度满分哦。白瑶敏锐的直觉让她总是能很快发现不寻常的地方，拿着放大镜在地面上查看。裘姐，你来看看这个。听见她的声音，裘青青将脑袋凑过去观察，在放大镜的帮助下，他们看见原本完好的地面上有一道奇怪的痕迹，像是绳子在地上拖拽，这样的痕迹一直延伸到门外。裘青青和白瑶交换了个视线，裘青青点点头，跟上去。在洛河抱着小黑陷入梦乡的时候，裘青青已经带着白瑶出了府，两人的速度很快，跟着地面上的怪异痕迹一直上了层楼。在踏上城楼楼梯的瞬间，悠悠的哭泣声就随着夜风传进了他们的耳朵。虽说断断续续又轻飘飘，但他们能够听出这是沐月的声音。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难道不是好朋友吗？他的声音听起来难以置信，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悲伤。裘青青一听见这声音就觉得心头发紧，他加快了上楼的脚步。白瑶。虽说白瑶智商高，在关键时刻也算能打，但她体力真的很差，毕竟还在长身体的时候。白瑶喘了2口气，跟上了裘青青的脚步。终于他们踏上最后一阶楼梯。白瑶本来还想借着掩体查看一下情况，结果裘青青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神示意，直接就冲了上去。白瑶，就这，裘姐还说不想再和队长组队，她也不想再和裘姐组队了。裘青青满脑子都是想救沐月，在这一瞬间甚至都忘记了身后还跟着一个白瑶。他们也看见了此刻城墙上的画面，沐月被层层藤蔓束缚着，她悬在半空面露痛苦，发丝被夜风吹得四散开来，而在她的身边是一个身穿红裙的窈窕身影，从背影看，那也是一位身姿纤细的女子，发丝紧紧被束住了发尾，垂在后腰的位置。那女子回了头，脸侧粘着血迹，一双眼睛是毫无理智的通红。她张了张嘴，从喉咙里溢出一声无意义的嘶吼。沐月费力地睁开双眼，她也看见了裘青青和白瑶的到来，一滴泪水从她的眼角滚落，她费力地冲着裘青青的方向抬了抬指尖。快走，他是荣曼。荣曼是沐月的好朋友，也是一男口中的杀人凶手，但最重要的，他在许久之前就已经死了。
白瑶拿出手机，对着眼前的容曼拍了一张照片。手机自带的闪光灯在深夜格外刺目。白瑶低头看那张照片，确实是灵体。裘青青的指尖泛着荧光，她的表情也变得凝重。白瑶的手机经过她自己的改造，比普通的手机多了一些小功能，所以裘青青丝毫不怀疑她的话。冲出来的时候比较冲动，对于该怎么对付鬼魂，她暂时还没有头绪。白瑶就猜到了这一点，她叹了一口气，从背包里翻出了一面镜子。阴阳镜，道具等级 A， 汇聚了阴阳之力的神器，对于一些灵异事件有神奇的作用哦。灵异副本必备神器，哪怕没有光源，这面阴阳镜在夜晚都能发出太阳般的光芒。这光芒落在容曼的身上，他的身体瞬间就被灼烧，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看向白瑶的双眼中汇聚了满满的恨意，他看起来像是想对着白瑶和裘青青扑过去，但白瑶手中的阴阳镜让他望而却步。白瑶也丝毫不肯手软，拿着镜子就对着容曼一通乱照。容曼不断地发出哀嚎，他单手捂着脸连连后退，空气中似乎都飘起了什么东西被烧焦的气味。他的身形一点点的缩小，最终彻底引入黑暗。裘青青似乎还听见了他不甘的吼叫，但周围再找不到容曼的痕迹。被悬在半空中的木月就这样坠落在地，身体和地面发生了碰撞。木月的嗓子里溢出一声痛苦的呻吟。裘青青再也顾不上其他，他将木月扶了起来，揽在怀里。木木，你没事吧？在容曼消失之后，束缚住木月的藤蔓便自发地散开，像是失去了自主意识。裘青青将他身上的藤蔓全都扒拉开，仔细查看木月身上是否存在伤口。好在木月身上都是一些擦伤，并不是很严重。木月被裘青青抱进怀里的时候，还有些没太反应过来，愣愣地抬头看了裘青青几秒钟后，才终于哭出了声来。我好害怕。裘青青心疼极了，伸手拍拍木月的后背。没事了，我带你回家。裘青青一直陪着木月睡着后，才离开了他的房间。结果他刚刚出门，就看见了在门口等他的白瑶。裘青青被吓了一跳，小瑶你不睡觉，站在这门口干什么呢？白瑶上下打量了他一眼。裘姐，你变得有点奇怪，大半夜都没睡。裘青青打了个哈欠，他没有把白瑶的话放在心上。我也觉得你好奇怪，哪来的那么多奇怪道具？白瑶姐，我一个未成年想在藏土活下来，除了抱大腿之外，只能多囤一点道具了。不过这都不是重点，精神点裘姐，我和你说真的。裘青青稍微打起了点精神。好，小瑶想和我说什么？白瑶满脸严肃。你还记得木月只是个 NPC 吧？裘青青愣了一下，白瑶接着往后说 NPC 只是数据，只会被困在副本当中无限循环重复的一生。我们对于 NPC 还是不要投入太多的感情比较好，毕竟在副本结束之后我们就会离开了。在说话的时候，白瑶一直在观察着裘青青的神色，她清楚地看见裘青青愣在了原地。裘姐，你想过你是要离开木月的吗？裘青青的双眸微微睁大，她努力顺着白瑶的话往下想，但心口的位置却是传来了一阵微微的刺痛。好半晌，她往后捋了捋头发，明明只认识了不到2周的时间，这是在说木月。然后她看向了白瑶，小瑶你还真是冷静啊。她拍了拍白瑶的肩膀，好了，就给我一个副本的时间好了，仅此一次，我不会耽误正事的。说完，她转身离开。白瑶扶了扶眼镜，看着裘青青离开的背影，原来裘姐也会喜欢一个人啊。从她认识裘青青开始，裘青青都是被追逐的那一个，她看着温柔热切，其实内心清冷，任何的追逐者都没能被她放在眼里。听说是和她在现实中被家族的培养有关，但谁都没想到，正是这样的裘青青，最终竟然栽在了一个 NPC 的手里，还是女 NPC， 只用了不到2周的时间，就让裘青青彻底沦陷其中。装睡的木月不知怎的，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怎么 NPC 也会感冒吗？木月掀开了自己身上的被子，她看向床下，不知何时，王两的身边多了一个人，穿着红色的长裙，半跪在木月的床前。今天是我没把握好力道，让大人受伤了。木月蹭了蹭自己脸侧的细小伤口，她沉吟片刻，这样才真实。容曼，你做得不错。容曼满脸崇拜的抬头看着木月。是，木月大人，我会再接再厉的。这场副本，我能作为大人好朋友的身份，真的很荣幸。感谢木月大人给我这个表现的机会。木月，好了，你和王两先去休息吧，让王两给你可以恢复的药。王两，是。容曼，感谢大人的关心，我的一点小伤就能让木月大人这么牵挂，我真的死而无憾。哪怕真的死了，大人完美的身姿也会永远被我记在心中。还有今天的那个女人怎么回事？她竟然敢用她的脏手触碰大人无瑕的皮肤，无法原谅，绝对无法原谅。木月，你不已经是鬼了吗？什么小伤？你骨头都露出来了，快去上药。最终，容曼被王两拖拽着离开了木月的房间。王两还是那么可靠，容曼还是一样的吵。木月揉了揉太阳穴，重新蜷缩回被子里。他准备补一会儿觉，但闭上眼睛之前，不知怎地，裘青青抱着他，急得眼眶都红了的模样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好怪的玩家啊，明知道是 NPC 还真的投入感情，好蠢。虽然心里这么想，但在闭上眼的瞬间，身体却是暖暖的。木月难得的睡了个好觉，在醒来的时候已经天亮了，暖暖的阳光顺着窗户的缝隙挤进了屋子。门口传来小声的敲门动静。姐姐你醒了吗？我可以进来吗？是洛河的声音。木月的表情瞬间变得柔软下来。
他拿出手机给洛河发了一条消息：荆棘刺猬，我醒了，进来吧。下一秒，房间的门就被推开了，洛河从门外走了进来，小黑跟在他脚边，晶晶停在他肩膀上。3只小可爱进来后，还贴心的关上了门。沐月披着发坐在铜镜面前梳妆，等姐姐一会儿，姐姐给你做早餐哦。洛河乖巧的自己找椅子坐下，没关系的姐姐，我还不是很饿，要给女孩子充足的梳妆打扮时间。在等待的过程中，洛河有些奇怪的左看右看，今天裘青星没有来找姐姐吗？说起这个，沐月也是愣了一下。对啊，他就说好像有什么地方怪怪的，之前只要他起床就能听见裘青星来敲他们的动静，但今天他起得稍稍晚了一些，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听见裘青星的动静，是有点奇怪，但也清静了不少，不是吗？洛河若有所思的点头，被他抱在怀里的小黑乖巧的喵了一声，说曹操道：木木，你醒了吗？原来不是不来敲门，而是敲门的时间变得稍微晚了一点。洛河笑了2声，那姐姐我就先回房间喽，一会儿再来找你吃饭。沐月点点头。洛河出门后还和门口的裘青星打了个招呼，裘姐姐早上好。裘青星也冲着洛河微笑，穆小少爷早上好。洛河抱着猫，身边跟着鸟，蹦蹦跳跳的回自己房间了。裘青星多看了小孩子的背影一眼，这穆小少爷还真是喜欢小动物啊。但有关于洛河的事，在他的心里仅仅停留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抛之脑后。他选择在这短暂的时间内清醒的沉沦。洛河在路过小花园的时候看见了白瑶，白瑶对于洛河来说是陌生面孔，但由于他看起来和裘青星很熟悉的样子，洛河也没有要主动和人打交道的想法，但他反而被白瑶叫住了。穆小少爷。洛河的脚步顿住，他回头正好对上了白瑶的视线。白瑶走到他面前，穆小少爷和沐月小姐的关系很好吗？洛河，他谨慎地回答白瑶的话。当然啦，姐姐可是我的家人啊。白瑶点点头，他语气循循善诱。那你最近有没有觉得沐月小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洛河，什么鬼？打听消息打听到他头上了，是姐姐有什么地方让他怀疑了吗？没想到这个人看起来年纪不大，但人不可貌相啊。在某一瞬间，谢吉的脸在洛河脑海中一闪而过。白瑶，这小孩的表情怎么突然变得嫌弃？回想到了不愿意想到的人，洛河一连往后退了好几步，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我警告你，不要打我姐姐的主意哦，我姐姐是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小孩子的。白瑶，不是，你这个小屁孩给我等等。但洛河在一通胡说八道之后转身就跑，只留下白瑶一个人在风中凌乱。裘青青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木盒子，他微笑着看着坐在铜镜前的沐月，想着你昨晚受到了惊吓，就晚点来找你了。昨晚休息的怎么样？沐月点头，托你的福，我感到安心不少呢。那就好。裘青青打开了自己手上的木盒子，里边静静地躺着一只钗子，通体黄金的钗子上边点缀着淡粉的玉，叫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品。在看见这只钗子的时候，沐月很明显的愣了一下。裘青青有点不好意思似的将手上的木盒子放在了沐月眼前的桌子上。早晨去逛街时看到的，觉得很适合你就买了。这是谎话。沐月垂下眸子看着那木盒子里的东西，这根本不是在这个副本里能够买到的东西，因为他在商场里见过。A 级道具，玩家购买至少需要2万积分，不仅是用纯金和上好的玉石打造，还是难得的防御属性道具。沐月的指尖轻轻碰了碰钗子上粉色的玉，他眼下了眸中深藏的疑惑。谢谢，但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裘青青像是早就料到了沐月的反应，他脸上笑容不改。收下吧，我们在解决完京城的事后就会离开了，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裘青青的态度很坚决，沐月拒绝的话不好再说出口。他又看了那钗子一眼，温声道谢。那就多谢仇姑娘了。裘青青对于沐月的称呼已经变成了木木，而沐月对她的称呼还是疏离的裘小姐，就像他们之间的感情注定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阻碍。但目前为止，谁都还没有往这一点上思考，他们之间仿佛很亲近，但偏偏却又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沐月一连好几次都被裘青青救下，成为了整个幕府的大恩人，连带着白瑶和一男一起，在幕府乃至于整个京城的地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待遇也比之前要高了一个档次。可怪事并没有就此消失，裘青青发现沐月的身上总是会出现一些伤口，虽然细小，但确实存在。而且沐月的神色也开始变得恍惚，经常看见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一切异常都被裘青青尽收眼底。他深知容曼还未被完全解决之前，一切的小细节都不能掉以轻心。木木，我看你最近好像不太开心，是发生什么事了吗？听见裘青青这么问，沐月的表情变得犹豫，欲言又止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有事瞒着。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沐月自己都在怀疑经历的那些是不是错觉演的，但裘青青却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他，目光是那样的信任。没关系，你告诉我，不管是什么我都会帮你的。在裘青青这样肯定的语气中，沐月终于是将自己心中的疑惑娓娓道来。我最近总是睡不好，就感觉好像有人在看着我，醒来之后身上也总是会有一些新的伤口。说着，他将手腕露出来给裘青青看，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红痕，伤口很新，还能嗅到淡淡的血腥味。虽然是很小的伤口，但裘青青并没有轻视，他给了沐月一个安抚的笑容。我可以去你房间看看吗？沐月当然不会拒绝。裘青青问白瑶借了放大镜去了沐月房间，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放大镜的观察下，
整个房间布满了蜿蜒的痕迹，像是什么软体动物在整个房间的地面和墙壁全部都爬行过一遍。再联想到之前的经历，裘青青知道这些痕迹是藤蔓留下的，那木月身上的伤痕也是由那些藤蔓或是荆棘造成的。裘青青的眉头微微皱起，视线一转，他看见了放在木月梳妆台上的木盒子，木盒子还摆在当时他送出去时木月随手放的地方，连角度都没有丝毫变化。虽说他已经将东西送给木月了，动别人的东西确实是不好的习惯，但完全是下意识的举动。裘青青打开了那个木盒子，那只金色的钗子静静躺在盒子里，完全没有被动过的痕迹。裘青青的眼睫弯出一个下垂的弧度，指尖轻轻地触碰了一下钗子顶上的珠花。他也说不上自己此刻心里是什么感受，是值得细细品味一番的情绪呢。但是裘青青并没来得及品味一下自己的心情，就被一个小孩子的声音打断了。裘姐姐，你在干什么呀？裘青青收回了自己触碰钗子的手，低头看向抱着猫的小男孩。小男孩长着一张大众脸，应该是吧，反正他从来记不住这个孩子的长相，看过就忘。和京城有名的美人木月完全不同，他的弟弟倒是很没存在感啊，但到底是木月的弟弟。裘青青弯下身子，冲着他温柔的笑。我在帮木木检查房间，小少爷是来找姐姐的吗？洛河点点头，怀里的小猫也跟着喵了一声。裘青青指了指门外的某个方向，木木在花园等我，你去花园里找他吧。洛河歪了歪头，表情有些茫然。可是刚才我去花园了，姐姐不在啊。什么？裘青青的眼眸骤然睁大。我不是让小瑶帮我保护木木吗？洛河的表情变得更加茫然。可是小白哥哥也不在啊。时间回到10分钟前，白瑶被裘青青拜托暂时保护一下木月，因为之前的怪异事件总是发生在晚上，所以他们总是觉得白天要更安全。白瑶被他从房间叫出来的时候还有些不情不愿的。裘青青去木月房间之后，他一直低头在摆弄手机。木月接过王两递过来的茶，笑着和他搭话。你是叫白瑶对吗？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啊？白瑶抬头看了他一眼，一本正经的胡编乱造。这是我们除妖师的法器，能够拍摄出诡异的存在。说着话，他还冲着木月拍了一张照片。看，你们是人，所以在照片上是。白瑶的声音戛然而止。他的手机经过自己的改造，拍摄普通人类时是无法显现在照片里的，只有诡异、魂体、妖怪一类的东西才会被拍摄进照片里。就像上次的容曼，经过白瑶手机的拍摄，肉眼看着还算是美人，只是有点诡异的容曼在照片里就变成了面目狰狞、白骨森森的女鬼。可是现在他从手机上的照片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两个身影，身穿青衣的小梁只有一只眼睛，暗红色的血迹顺着空洞的眼眶往下淌，而身上的青衣也变得破破烂烂，双脚不沾地面飘在半空。而在他身边的木月还是那圆脸笑眼的温和模样，但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脸上戴着黑色的口罩，一头黑发齐耳，修剪得整整齐齐。这个模样的 NPC 他曾见过的，可以操控植物的某位大 boss。 木月微笑着和身边的王两说话，好像被发现了呢。王两点点头，接过了木月手中的茶杯。暴露了呢，木月大人。带着刺的藤蔓在两人说话间已经将白瑶束缚，他的身上被刺出了不少伤口，嘴里也再发不出一丁点声音。木月又失踪了，而且这次是和白瑶一起失踪的。裘青青整个人都快要抓狂了，他就一会儿时间不在，人就丢了，还一次丢了2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木月丢了还有情可原，但如果手握无数稀奇古怪道具的高级玩家白瑶，他也跟着 NPC 一起丢了，那事情可就变得有些离谱了。裘青青手里拿着放大镜，在小花园里一通寻找，连一条小地缝都要仔细查看，但什么都没有，他一丁点线索都没能找到，这太诡异了。在 A 级搜索道具的帮助下，他竟然什么都找不到，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做到这种地步？惊慌和担忧在裘青青的心里互相交织，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出了一身冷汗。两人的失踪也让整个幕府都变得热闹起来。最近总是一个人缩在房间里的一男也闻事而动，他从房间走了出来，摸索到了小花园。裘姐，发生什么事了？裘青青此刻简直都要掘地3尺了，头也没回的随便回了一句话。木木和小瑶一起失踪了，就在这个花园。一男瞳孔微缩，顾不上其他，也是帮忙在周围寻找起线索来。可连裘青青手拿 A 级道具都找不到，更别说他了。15分钟过去了，他们还在原地踏步。裘青青直起了身子，他拍拍自己的脸颊，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是了，不能总是局限于一个地方。他决定将搜索范围扩大到整个幕府。好在有之前的经历，幕府的人对裘青青都很信任，他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言听计从。偌大的一座宅邸，搜索起来谈何容易？但裘青青不能停下动作，他晚1秒找到线索，木月和白瑶就多一分危险。他不敢冒这个险。事实证明，裘青青是正确的。扩大搜索范围，确实是找到了一些东西。那是在幕府的正门门口，用放大镜看，在门板的缝隙中找到了一根荆棘的尖刺。裘青青用镊子将那一根尖刺夹了出来，在尖刺脱离缝隙的瞬间，放大镜看见的就清晰多了。从尖刺开始，能看见一丝隐隐的绿线，绿线飘忽不定，像是烟雾一样，一直延伸到街道尽头。回想上次和容曼的相遇，裘青青能猜测到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怎样危险的场面。他让一男先回去，独自一人跟随着这一缕烟雾前往。绿色的烟雾断断续续引着裘青青左转右转，
弯弯绕绕的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才终于停了下来。绿色的烟雾一直引向了一扇紧闭的大门。裘青青收起了手上的放大镜，看向了眼前的这座宅邸。他从来都不知道京城还有这样一座宅子，很大的宅邸，但木门腐朽，布满青苔，一眼望去是满满的绿色，苔藓、藤蔓，各种植物将整座宅邸覆盖。再仔细看，裘青青的瞳孔骤然收缩，虽然那牌匾也十分陈旧，但上边的3个大字仍旧清晰可辨：丞相府。丞相府，这京城有几个丞相？因为这3个字，裘青青愣了好半晌，才重新有动作。他往前走了几步，走到了那扇大门的门口。裘青青的手还未触碰到门板，眼前的大门先一步打开了。这2扇门太过于沉重，开启时发出了巨大的闷响，宛若什么深渊巨物张开了嘴。站在门内的是裘青青怎么都没想到的一个人，还是那张眯着眼的笑脸，但此刻落在裘青青的眼里却是怎么看怎么诡异。是裘姑娘，你怎么会在这里？站在裘青青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身边的重臣，京城里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也是沐月的父亲穆仲。穆仲脸上的笑容完美无瑕，就像是对裘青青的到来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他嘴里问着裘青青为什么会在这，但端着的却是一副感人的态度，甚至整个身子都堵在开门的缝隙，一看就知道丝毫没有让裘青青进门的打算。裘青青身形高挑，穆仲比他高不了多少，他能从穆仲没挡住的缝隙中窥到一点宅子里的景色，但也仅仅只是一点，能看见绿色的藤蔓。裘青青已经可以确定这所宅邸里藏着的秘密和沐月还有白瑶的失踪脱不了关系了。可穆仲的态度看起来很坚定，按理来说裘青青应该立刻和他撕破脸，然后冲进这所宅邸，但关键时刻他竟然犹豫了。这是穆仲，是沐月的父亲，裘青青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些什么，但仅仅是犹豫的几秒钟时间，眼前沉重的大门就被一把关上。面对着紧闭的大门，裘青青长长的叹出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揉揉眉心，裘青青决定翻墙。不管穆仲是谁，他的身份又是什么，在这样怎么看都不对劲的情况下，这些都是其次的，只要是挡在他救人道路上的存在，那就是敌人。围着宅邸转了一圈，裘青青找到了围墙最矮的地方。他很强大，也从来不会止步不前。宅邸内，白瑶被沐月喂下了荆棘的种子，这种种子经过沐月的特殊改造，被玩家吃下后，在副本结束之前都会昏睡不醒，且只要沐月想，在这场副本里，他就能随时催动种子的生长。荆棘随时能刺破白瑶的内脏，撑破他的肚皮和胸腔，让他的血肉成为玫瑰的养分。也就是说，荆棘种子进入白瑶身体的瞬间，他的生死就由沐月来掌控了。王良有些不解地看着沐月。沐月大人。沐月坐在椅子上，单手撑着头，但他双眸没有焦距。王良一连叫了他好几声，他才回神。什么？王良将自己的话重复了一遍。大人，这场副本里的其他玩家都已经被我们解决掉了，就剩下他们3个，是不是该动手了？还有1周就1个月了，小何大人也该感觉无聊了。听见王良提起洛河，沐月眨了眨眼。再等等。王良不知道沐月在等什么，但对于上司的话，他从来不会提出异议，他只会帮上司将没处理好的事处理妥当。好的，我已经让荣曼去保护小何大人了。荣曼的脸在沐月脑海中一闪而过，不知怎地，他好像有种不好的预感。说真的，荣曼的突然出现吓了洛河一大跳。啊，你是谁啊？洛河被吓到，小黑从他的怀里蹦了出来，站在洛河面前冲着荣曼哈气。哈，你吓到小何大人了。荣曼他只是听王两的命令来保护洛河，但他连洛河是谁都不知道，不能保护沐月大人，还要跟在一个小鬼身边。远方的王两莫名打了个喷嚏，好像忘记了什么。王两难得疏忽，正因为他的疏忽，荣曼现在的心情多少是有些不爽的。他低头看着炸毛的小毛团子，小东西还挺凶，感恩戴德吧，沐月大人让我啊。什么东西，滚开！似乎是察觉到了来者的态度算不上很好，晶晶也狠狠地叼住了荣曼的一缕头发。哦，是一只乌鸦，快放开我！奇怪，按理说普通的鸟应该碰不到我啊。荣曼弯下身子仔细观察起晶晶和小黑，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等等，你们看起来怎么有点眼熟？你好像是隐星大人副本里的乌鸦，你是藤若大人身边的猫。终于他像是察觉到了什么，看向了床上的洛河。你是？洛河歪着脑袋看他。是沐月姐姐让你来保护我的吗？姐姐。荣曼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终于意识到了，此刻正在他眼前的是未来 BOSS mini 版。沐月不知怎的突然从椅子上站起了身子，他的表情变得凝重，还带上了几分不易察觉的紧张。他来了。王两知道他说的是谁，是裘青青。丞相府里的第3个 NPC 也察觉到了他的到来。穆仲在裘青青找到沐月所在地之前拦住了他，他脸上没有了笑，取而代之的是冷冷的警告。裘姑娘，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有银色的光在裘青青的指尖一闪而过，他的眉头微蹙。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穆仲的身形虽然臃肿，但却是个灵活的胖子，动起手来也丝毫不含糊。但裘青青能混上高级玩家，也不只是靠着美貌，除了买裙子，他的大部分积分都点在了技能上。裘青青要比白瑶能打。穆仲没能拦住裘青青太久，但还有王两，一颗还粘着血的眼珠子滚入裘青青的视线。
紧接着是一截青色的衣摆。王两出现在裘青青视线中，还是那身青衣。他双脚离地，弯下身子捡起了那颗眼珠子，当着裘青青的面，他将那颗眼珠子按进了自己左边漆黑的眼眶。阴森森的女鬼虽说浑身血迹斑斑，但裘青青还是认出了她是沐月身边的丫鬟小梁。在真的面对着这人时，她反而冷静下来了，眼中不知是什么情绪闪过。木木和小瑶呢？你把他们抓到哪去了？可哪怕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还是不愿意去触碰那个最坏的猜测。王两一头乌发，无风自动，鬼气森森的样子叫人不由自主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裘青青没有退缩，她不仅没有退缩，反而勾起了唇角。看你的样子，应该和那个叫荣曼的一样，是个女鬼吧？裘青青的手腕一翻，一面镜子被她拿在了手里。还好之前为了以防万一，问小瑶借了这个。不管是再怎么强大的女鬼，在阴阳镜的面前都只有被压制的份儿。王良也不例外，就连沐月都没有料到这一点。之前被白瑶拿在手里的镜子，竟然会出现在裘青青的手上。王两作为 NPC 的等级要比穆重高，但面对着阴阳镜，他是讨不到好的。不过为沐月拖延时间的功夫还是做到了的。王良整只鬼消失在了阴影里。裘青青长长的舒出了一口气，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上的镜子，不知怎么想的，竟然没有把镜子收进系统的背包，而是拿了根细绳将镜子挂在了自己的腰上。小小的一面镜子，倒也碍不了什么事。这所看起来像是废弃已久的宅邸，面积一点不比豪华的幕府小。想要效率高一点的搜索，裘青青还是拿出了从白瑶那里借来的放大镜。可进了宅子里，放大镜就失了效，或者说是宅子的线索太多了，错综复杂的绿线互相交织在一起，叫他根本无从分辨。放大镜没有用，他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寻找了。不过裘青青的运气一直都很不错，这次也不例外。他并没有在这里寻找太久，就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推门进去，一眼就看见了被绑在椅子上的白瑶和沐月，两人都闭着眼，像是已经失去了意识。裘青青来不及多想，几步走到两张椅子边上，利用手术刀割断粗糙的绳子。白瑶的身体软软的靠在椅子的靠背上，在手术刀即将碰见绑着沐月的绳子时，裘青青犹豫了一秒，他看向了自己腰间挂着的阴阳镜。阴阳镜此刻正对着沐月的方向，但是无事发生。裘青青拍拍自己的脑门，裘青青你在想什么啊？动手将沐月身上的绳子也割断。他一手揽着白瑶，一手让沐月靠在自己的肩膀上，心里的巨石重重落下。虽说今天的事还有重重疑点，但此刻的裘青青顾不上那么多，先带着两人回到幕府看大夫才是重中之重。可大夫也见了，熬的药也喝了，两人就是没有苏醒的迹象。裘青青拜托一男照看一下白瑶，自己去了沐月的房间。两人皆是呼吸平稳，心跳有力，大夫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裘青青自己也是医生，可是以他多年行医的经验来看，两人只是睡着了，顶多有些疲劳过度，可是这也不至于睡这么久啊。之前和他交手的穆重也没有回到幕府，当时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地上有没有穆重的尸体。不过好在听下人们说穆重经常不在幕府，由管家来处理大部分的事务，所以幕府还没有乱套的迹象。裘青青为沐月吃了药，正眉头紧锁呢，结果就听见了开门的声音。他条件反射的回头，结果看见了一只小团子捧着盘子从门外走了进来。是谁来着？裘姐姐，我姐姐还没有醒过来吗？哦，想起来了，是沐月的弟弟。裘青青摇了摇头，他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表情，尽量不在小朋友的面前表现出负面情绪。暂时还没有，不过我想应该也快了。洛河点了点头，他将手上的盘子放在了沐月床边的矮凳上。裘姐姐，吃点东西吧，你看起来好累哦。裘青青看了一眼白玉盘子里的东西，那是几块桂花糕。虽说小孩子长着一张看过就忘的脸，但笑起来的样子还是很甜的。这是我姐姐最喜欢吃的点心，你应该也会喜欢的。裘青青在心里叹气，多好的一堆姐弟啊，可穆重又是怎么回事？发起疯来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吗？还有那小梁，思索着，他捻起一块糕点喂进嘴里，甜甜的桂花香气盈满了他的口腔。小小的一块桂花糕，味道简直好到不可思议。但这还不是最令人惊讶的，最令人感到惊讶的还是突然在脑海中响起的冰冷机械音。食用的点心，疲惫值20。裘青青抿了抿唇，有点不敢相信的垂眸看向自己手上没吃完的半块点心。他看看点心，又看看洛河，表情从震惊转变为疑惑。洛河，干嘛用奇怪的眼神看他？读个心看看。惊讶，是在惊讶点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吧？洛河笑得更甜了。好吃吧？是姐姐亲手做的哦。沐月的厨艺不管是在做小炒还是做甜点的方面，都是一流的，也难怪裘青青会惊讶，确实是令人惊叹的手艺。两人分明说的不是一件事，但好像还挺和谐。裘青青感受了一下自己此刻的状态，好像确实是要比刚才好上不少，要精神一点了。他默不作声地将一小块点心全部吃完了，心中闪过无数的想法。负面值减退，这算是增益性 buff。副本中 buff 掉落的时机一般都是随机的，但往往都和阵营挂钩。正面 NPC 掉落增益 buff， 反面 NPC 掉落的 buff。根据今天的经历来看，穆重和小梁应该都是反面 NPC。那根据推测，沐月和穆小少爷应该就是正面 NPC 了。以往也不是没遇见过一家人出现两个阵营 NPC 的情况，不过看来这场副本的情况要比他想象中更加复杂。他住进幕府后京城的诡异事件就消失了，很可能就是因为罪魁祸首就在他眼皮子底下，
所以才不好下手。裘青青的猜想在一点点的往沐月想让他想的地方贴近，但连沐月本人都没想到的是，推动裘青青思考误入歧途的，竟然是洛河端来的一小盘点心。洛河，国服辅助，战绩可查。裘青青一边像仓鼠一样啃完了一整盘的点心，一边在脑海中脑补出了逻辑链极其完整的猜测。洛河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自己也抱着一块桂花糕啃。他听不见裘青青脑袋里一声接一声疲惫值20的声音，但他能看出裘青青一点一点变得精神起来了。虽然不明白是因为什么，但洛河决定将功劳归于美味的桂花糕。甜食可以使人精神振奋。他晃荡着小腿看向躺在床上的沐月，沐月双眼紧闭，呼吸绵长，看起来睡得很熟。洛河，想姐姐做的饭了。姐姐什么时候才能养娃啊？洛河的家人个个都是影后影帝，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洛河自己。沐月在尽职尽责地扮演一个昏迷的弱女子，而洛河就带着容曼和王两开始混淆裘青青的视线。有了面具，知道自己不会暴露身份之后，洛河就开始放心大胆地帮着沐月开始搞事了。要知道，裘青青也是没办法一直守在沐月房间的，白瑶也需要照顾。18、19岁的一男虽说可以帮忙照看，但在很多方面到底还是不太方便。洛河每天都抱着点心待在沐月的房间，会趁着裘青青离开的时候和姐姐聊一会儿天，商量接下来能帮什么忙。眼看着副本马上就到结束时间，不管是白瑶还是沐月都没有苏醒的迹象，这让裘青青感到身心俱疲，每天就靠着洛和施舍的点心续命。这天，他和往常一样来到沐月的房间，但刚刚推开门，眼前就有一青一红闪过，紧接着响起的就是洛河委屈的哭声。裘青青定睛一看，小孩子已经躲在桌子下边瑟瑟发抖了，一看见他就哭着扑了过来。丑姐姐，裘青青安抚地摸摸洛河的脑袋，不怕不怕，告诉丑姐姐发生了什么。小孩子在他的安抚下泪眼朦胧地抬起了头。刚刚有2个人突然出现在房间里，他们把姐姐带走了屋。裘青青的表情瞬间就变了，他转头看向床的方向，果不其然，床上已经空荡荡的，不见了沐月的身影。在心中暗骂了句什么，裘青青再也顾不上其他，从背包里拿出了放大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此时不算大的房间里几乎已经被红绿色的鬼气淹得入了味，处处布满了红色和绿色的丝线交织在一起，顺着开着的门往外延伸。他一看就知道是容曼和小梁。除了追上去以外，裘青青没有其他的选择。此时天还亮着，一个大活人的消失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街道上的人来来往往，裘青青跟着痕迹左拐右拐，最终拐到了刘红遇害的巷子。线索在这里中断，裘青青收起了放大镜，仔细查看起周围的环境。巷子应该是被清理过，不管是之前的爬山虎还是荆棘，全都消失不见，甚至完全看不出这里有死过人的痕迹，干净的要命。裘青青左右看看，在墙角处找到了一片粉色的布料，他一眼就看出了那是沐月的衣服。视线再往左看，就是最初和容曼相遇的城楼。不知怎地，直觉指引着他往城楼的方向去。等到裘青青上了城楼，天色也已经渐渐的暗下来了。今天已经是副本的最后期限，如果他还完成不了主线的话，他们就要死在这场副本里了。在这场副本里，他和白瑶从来没有见到除一男之外的任何玩家，任务也没有要被完成的迹象，进度条停留在一半的位置。裘青青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假设其他玩家全灭，现在白瑶和一男都派不上用场，只能靠他自己了。裘青青此刻也顾不上其他了，拿出个皮圈就将半散着的长发扎起来了，马尾方便行动，身上的襦裙也实在是碍事，他换了自己方便行动的衣服。他本来想的是就算被人说是奇装异服也不在意，但今夜的城墙之上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青一红2只厉鬼，他们挟持着沐月，就像是专门在等他似的。但沐月的眼睛睁开了，他恢复了意识，一看见裘青青出现在视线里，泪眼朦胧的就想往他的方向扑。2只鬼虽然没动，但沐月身上的束缚却是一点点收紧了，带着刺的藤蔓在沐月的身上蹭出一道又一道的血痕，痛得沐月喉咙里溢出痛苦的呜咽，还在用口型让他快走。裘青青心脏仿佛一下子就被捏紧，但还维持着表面的冷静。你们究竟想要干什么？说话的时候，那面阴阳镜就被裘青青明晃晃地拿在了手上。容曼和王良也知道阴阳镜是他们的克星，连带着沐月一起往后退了几步。虽然2只女鬼都鬼模鬼样，阴气森森，但性格很鲜明。王良冷，容曼暖。有容曼在的场合，王良一般是不需要开口说话的，就像是现在，容曼的性格就像是他喜欢穿的红衣一样热烈。他爱笑，但他的笑在玩家眼里往往都是无比恐怖的存在。一双猩红的眼睛紧紧盯着裘青青，笑声中仿佛都藏着怨毒。哈哈哈哈哈！我们想干什么？还真是个愚蠢的问题。我们当然是想将整个京城搅得天翻地覆，再也无法获得安宁。我们要看着这城里的官僚显贵一个个的踏入地府，我们要这里从此之后变成一座死城。疯狂的话语让裘青青有一瞬间的沉默，他变得越发紧张，不是在为这京城的百姓而担心，说穿了，这些百姓都是 NPC 是数据，他们的死活裘青青一点都不在乎。但唯独有一个例外，只有最特殊的那一个。此时此刻，沐月还在王两和容曼的手上。裘青青晃了晃自己手上的镜子，你们也知道自己没有胜算吧？阴阳镜是克制鬼物的神器。听见裘青青这么说，容曼的表情变得越发扭曲。你要是敢轻举妄动，
我只用动动手指，这小美人的命可就没了。裘青青抿了抿唇，明明心里已经担心到了极点，但面上却不显分毫，甚至还故作轻松地露出了笑脸。是什么给了你们他对我很重要的错觉？我迟早要离开这里，他不过是我生命中的过客而已。裘青青的话似乎让空气都凝固了一瞬，沐月半垂着眸子，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似乎是没有料到会得到这样的答案。容曼的表情变得更加扭曲，声音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哦，竟然是这样吗？你们这样的外来者还真是冷血啊。裘青青表面在听容曼说话，但其实一直在寻找机会。阴阳镜的反光一闪，准确无误地落在王两一直钳制着沐月的手上。王两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爪子露出了被灼烧的痕迹，条件反射地放开了沐月。机会来了，裘青青一下子就放开了手脚，镜子被他用出了手电筒的架势，狠狠地照射在两只厉鬼的身上。他迅速朝着沐月靠近，可这个机会究竟是裘青青的还是沐月的呢？沐月被裘青青抱在了怀里，他微微抬起了眼，双眸中闪过了莫名的情绪。噗，是利器刺破血肉的声音。沐月的声音很轻，像是风。我不是都和你说了，快走，我不想对你动手，你怎么就是不听呢？匕首刺入裘青青腹部的位置，匕首的手柄被沐月稳稳握在手里，他的手很稳，实在是太稳了，一看就知道是经常杀人的老手了。腹部的伤很深，痛起来也要命，但和心脏处传来的刺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裘青青抬起双眸和沐月的眸子对视，哪怕是杀人的时候，沐月的双眸还是很温柔的模样，但不知怎地，裘青青似乎从这双眼睛里看出了点难过的意思。你的眼睛真好看。莫名其妙的一句话从裘青青的嘴里说出来，就连沐月本人都愣住了。他低头看看裘青青的腹部，那模样就像是在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说什么鬼话？两只鬼都被裘青青奇怪的反应给惊到了，惊疑不定地打量着他，生怕他突然抱起给沐月啃上一口。但裘青青没有，他还维持着抱住沐月的姿势，两人贴得很近，哪怕唇角已经溢出血色，他没有过激的反应，声音轻轻地描述着这场副本掩藏的真相。所以一切事情的谋划者都是你，看起来文弱的穆家大小姐，是所有灵异事件的罪魁祸首。随着裘青青的声音，主线任务的进度条一点点的动了。他看着沐月，眸色是那样沉静。你才是京城里最大的那只鬼。进度条到达了100%。裘青青笑了一声，他冲着沐月垂下了脑袋。沐月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条件反射的往后撤了几厘米。裘青青还在和他对视，最终唇瓣落在了沐月的脸颊。沐月的脸颊上多了一个唇印，鲜红鲜红的。裘青青没有涂口红，这是一个充满了血腥味的亲吻。明明因为你我马上就要死了，可是为什么？裘青青抬起了头，他看着傻在了原地的沐月。为什么？知道了，你不是只能在副本中循环的底层 NPC， 我还挺高兴的。明明是这么危险的时候，他却想起了白瑶说过的话。一般副本中最大的 NPC 都是有自我意识的，他们不会在副本中循环，甚至可以和玩家们一样在商城中购物。太好了，你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在听清裘青青说了些什么的时候，沐月整个人从头麻到了脚。他听懂了裘青青的意思，几乎是有些慌乱的松开了手，匕首还插在裘青青的身体里。他身上穿着的浅色衣服已经被染红了大半，明明都快要死了，却还在说着近乎是表白般的话语。但就是在这个时候，系统的声音响了起来，主线任务完成，副本结束。在一片白光中，沐月看见了裘青青的笑脸。时间预估的刚刚好，抱歉，我也算计了你一次。副本结束，裘青青和在幕府的一男和白瑶同时消失在了白光里。沐月低头看着自己沾满了鲜血的手，此时他也明白了过来，裘青青或许早就想到了他就是幕后 boss 的这个可能性，只是还不愿意相信。他选择了在副本即将结束的时刻来和他当面印证这一点。这是一场赌局，裘青青赌赢了，却又赌输了。容曼表情扭曲地走上前来，他看起来像是很想动手擦去沐月脸上的唇印，却又不敢动手。他气得咬牙切齿。他刚刚是在干什么？他这是在干什么呀？沐月抬起头，他伸手碰了碰脸颊被裘青青碰到的地方，那里留下了一个鲜红的唇印，但沐月看不见。他手上沾满了裘青青的血，这么一碰，红色的唇印被更多的红色覆盖，再也看不出原本的形状。容曼闭嘴。容曼发疯般的声音戛然而止，他仍旧表情扭曲，但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不让自己发出一丁点声音。我去带小何回家，副本的损失你们自己找系统报修吧。是，沐月大人。王良扯着龇牙咧嘴的容曼消失在了阴影里。沐月的表情还有些愣愣的，他摇了摇头，将裘青青的面容甩出自己的脑海，打算先回幕府接洛河。洛河应该是在自己的房间和小黑还有晶晶玩。不知怎地，沐月先回了自己在这场副本中的房间，那个装着金钗子的木盒还静静放在他的梳妆台上。沐月看着那个木盒子，他动手打开了盒子的盖子，金钗子还静静地躺在红色的绒布之上。沐月沾血的指尖碰了碰叉子上粉色的珠花，粉色的玉上也沾染了血迹。沐月通过梳妆台上的铜镜看见了自己此刻面颊沾血的模样，他的脸和手上全都是血迹。这样的他哪怕打扮的再正常，也像是恶鬼的模样。除了家人之外，他不敢奢求其他的爱。不过这钗子不属于这场副本，他还是一起带走比较好。沐月莫名的笑了一下，可惜送钗子的人不知道他平时都是短发，这种发饰根本就用不上。这只是
一份无用的回忆罢了。沐月走出房间去找洛河，小何，我们回家了。裘青青和白瑶是绑定了的队友，他们将脱离副本的地点设置在了玉文轩在藏土买的房里。玉文轩不管到哪都爱享受，在藏土里都要买豪宅。白瑶脱离了副本身体里的荆棘种子，就自动溶解了。她恢复清醒，瞬间就警惕了起来。裘姐，沐月是啊，裘姐你受伤了。白瑶站起身来，第一眼就看见了绊倒在一边沙发上的裘青青。裘青青的上半身倒在沙发上，她腹部插着一柄匕首，她嘴唇发白，唇角沾血，满脸的冷汗，双眸紧闭，像是已经失去的意识，身上的血已经染红了身下的沙发。玉文轩和谢济应该还没从副本出来，或者是已经进了新的副本。这所房子里就剩下白瑶和裘青青2个人。白瑶进藏土之前只是个刚上高中的学生，她不懂任何急救手法，看着裘青青的状况，不知所措地翻着自己的道具，看看有没有能用得上的。正慌乱，她听见了裘青青的声音：小瑶，我没事。听见裘青青声音的瞬间，她也找到了能用的道具，她拿着手里的自动急救包回了头。裘青青单手捂着身上的伤口，表情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如同难过到了极点，却又独留了一丝丝的庆幸。她留手了，可沐月那么多杀人的经验，又怎么会对玩家留手？所以连沐月自己都没意识到，裘青青已经对他产生了影响。这样的影响让他没有真正伤害到裘青青的要害。我是医生，我最清楚不过了。这一场副本让沐月产生了天大的变化，他竟然开始开口和家人说话了。要知道，虽然他的技能对同为 NPC 的家人们无效，但因为他自身安全感的问题，从来不敢和家人们说话。福杯看着神态自然的和自己打了个招呼的沐月，愣在了原地。沐月回房间去换衣服，福杯低头和洛河对视，到底发生了什么？洛河也满头雾水呢。但要说上一场副本里有什么反常的，他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原谅洛河在进入藏土之前还只是个18岁少年，脑袋里根本就没那根筋，更别说是看出裘青青和沐月之间的微妙氛围了。可能是在我没看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让沐月姐姐安全感十足的事吧。洛河对感情一窍不通，福杯也是一样，两人完全不明白，除了亲情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感情可以让人产生安全感。沐月缺爱，家里的家人不仅忙碌，除了洛河之外都不是坦率的，家人们互相信任，也互相付出不求回报的情感。这样数量的爱虽然让他温暖，但不足以抚平他心里的空洞，他需要更多不求回报的爱才能将那个空洞填满。最近系统研究了好多的新副本， NPC 们也都比以前更忙，家里总是看不见几个人。这次洛河和沐月回来家里就福杯一个，福杯也刚结束了个副本，正躺在沙发上看下个副本要用的剧本。是的，现在系统创的新副本都还有剧本了，和之前一贯的捕杀方式截然相反。福杯看着手上的剧本一字一句的研读，只觉得头疼，好烦。随着他的声音，福杯身体周遭的黑雾开始如火焰般翻滚。他身体的黑雾在家里的时候本来就压制的几乎看不见，只有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才会溢出来一点，足以可见福杯此刻心情有多么激动。洛河跑到沙发旁边摸摸福杯的兜帽，哥哥不生气。说着话，他探头看了一眼福杯手上的剧本，哥哥你还是生气吧，这剧本对于福杯来说确实是有些高难度了。要知道在这个尽是演技派的大家族里，只有2个人不会演戏，一个是性格直来直去的藤若，一个是表面社恐实则中二但不承认的福杯。福杯尤其不擅长和人交往，家人倒还没什么，以往副本里他都是躲在暗处动手，从不和玩家产生直接接触的那种类型。福杯生气，洛河也帮着他骂骂咧咧，系统也太过分了吧。福杯猛地坐起了身，不能骂，他听得见，骂系统是会有惩罚的，这是所有 NPC 都知道的常识。系统的眼睛无处不在，哪怕他们这些高级 NPC 都不能幸免。然而无事发生，洛河不仅骂了，还骂得响亮，字正腔圆。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系统连屁都没放一个。福杯本质还是个少年，他偏偏不信这个邪，左右看看，试探性的小声开了口：系统是笨，靠！结果根本没能等到他把话说完，手上的剧本就炸了，是真正意义上的炸了。火星子点燃了福杯的衣服，烫得他一下子从沙发上窜起来。洛河也吓了一大跳，可福杯在大厅里乱跳，他短手短脚的根本帮不上忙。福杯身上的火就像是红孩喷出来的，怎么都扑不灭。最终福杯放弃了，他任由自己身上的火燃着，自己又坐回沙发上。算了，反正烧不死，就痛一点，都习惯了。可他是习惯了，洛河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动静。洛河吓坏了，慌乱之下就伸着小手去碰福杯燃着火焰的衣服。福杯哪里敢让他碰，拒绝着就往沙发角落躲。洛河进，福杯退，场面看起来简直滑稽的不得了。你们在干什么？福杯你又骂系统了。沐月从楼上下来，结果就看见这样的画面，他忍不住出声询问。福杯一分神，结果就给洛河碰到了。结果最神奇的事发生了，洛河的小手碰上火焰的瞬间，就像是感觉不到烫，火焰被他一碰竟然就灭了。福杯、沐月、洛河低头看自己的手，一时间3个人都感觉到不对劲了。福杯，你为什么没事？沐月，小何你痛不痛？你怎么没事？洛河，我为什么不痛？我为什么没事？3脸茫然。福杯摸摸自己脑袋，等等，让我捋捋。沐月从楼上走了下来，听福杯茫然的回忆刚才的事。小何你骂了系统没事，
我骂了系统就被惩罚，我扑不灭系统惩罚的火，小何却可以。沐月，你说啥？听着福杯的话，洛河也是整个人傻掉。怎么回事？哥哥，我有点害怕。福杯虽说察觉到不对劲，但听洛河这么说，也是没有再继续往下问。他连忙安慰洛河，不怕，不管怎样，你都是我们的弟弟。洛河只觉得一阵不安，他终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不同，这让他又茫然又慌乱。见他如此，沐月也在他身边坐下，摸摸他的头。不用感到不安，能在这个家里的都是奇怪的家伙。得到了哥哥姐姐的安慰，洛河心中的不安稍稍平复了些。一旦起了头，他就不由自主地往深处想，越思考就越觉得不对劲。看出了洛河的心神不宁，沐月转移话题。对了，小何，上次我看你用了面具道具，是尼贝尔给你的吗？结果他一提起这个，洛河更傻了。是用手表在商城买的。一阵沉默，福杯的声音微微颤抖。可是那个手表没有购物功能啊！洛河彻底傻掉，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表，又看看自己。那这个我究竟是什么？洛河彻底茫然了，满脑子都是我是谁，我在哪，发生了什么？眼看事情越说越往离谱的方向发展，到底还是姐姐靠谱。沐月杏眼微垂，伸手安抚地摸摸洛河的头，声音温柔坚定。小何不怕，先回房间休息，有哥哥和姐姐在呢。下场副本你和福杯一起去玩哦，多帮着点他。他怕人。洛河魂不守舍，沐月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茫然转身回了自己房间，毕竟洛河他也需要单独的时间好好捋一捋这些奇怪的事情。目送着洛河回了房间，沐月和福杯对视一眼。沐月对着傻弟弟点点头，你先自己玩一会儿，我联系一下兰姐。兰州熟练的用头发无声无息的绞死一位玩家，听见手机的声音后，拿出手机往屏幕上瞄了一眼。他点开消息，结果越看眉头皱得越紧，银白色的发丝松开了已经变得冰凉的尸体，尸体滚落在地面，发出一声闷响。兰州不再管地上的尸体，专心的回复沐月的消息。两姐妹在手机上聊了些什么，没人知道。福杯不知道，洛河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洛河正茫然着呢，他小小一团缩在被子里，满脑子的问号。小黑和小白窝在床边的毛毯上睡得正香，晶晶扇动着翅膀在洛河的枕边蹦蹦跳跳。洛河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他摸了摸晶晶的羽毛，小身体往被子更深处缩了缩，迷雾一团接着一团。本以为这样的状态他根本睡不着，结果不知怎地，眼睛一闭上意识很快就沉入了黑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睡前摸了晶晶的原因，他梦里梦见的也是晶晶。晶晶蹦蹦跳跳，一双金色的眼睛像是宝石一样闪着光。洛河心软乎乎的想要去摸晶晶的羽毛，结果在他的手指碰到晶晶羽毛的瞬间，晶晶竟然歪着脑袋开口说话了。主人，声音很稚嫩，像是个小孩子，蹦蹦跳跳的样子也很憨态可掬。洛河一点没觉得害怕，反而很新奇，眼睛都亮了。晶晶你会说话啊？小鸟左右跳了跳，用脑袋蹭他的手心。主人，要藏起来，不要被他发现，藏起来。稚嫩的孩童声音能听见隐藏很深的恐惧。洛河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也不知道他口中说的他究竟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藏起来。他垂眸看着小小的乌鸦，疑惑地问他，什么意思啊？小乌鸦金色的眼睛闪了闪，主人很强大，但是小小的，被他抓住就又会被扔回去的。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洛河没怎么听明白，只觉得晶晶听起来又生气又害怕的样子。他还没问，结果晶晶像是很着急一样接着往下说。晶晶会保护主人， NPC 也会保护主人，坏蛋主人也会保护主人，但是主人要好好长大，才能杀了他。他是比坏蛋主人更坏的人，会杀了你们的。洛河只觉得听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的，但是这个梦很短，他很快就醒了。在苏醒之前还能听见晶晶着急的声音，要藏起来，长大之前不能被找到。洛河醒了，他一眼就看见了自己枕头边上的晶晶，那双金色的眼睛一闪一闪的，就和他梦见的一模一样。洛河沉默了一秒，伸出手指戳了戳晶晶的翅膀。你会说话？晶晶蹭了蹭他的手指，但没有发出梦中那稚嫩的人声。一时间，洛河还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无厘头的梦而已，但是直觉告诉他，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这里可是藏土，不管什么都不讲科学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他和晶晶的初遇也很奇怪。当时他刚刚开始学习治愈术，能够将受伤成那样的晶晶恢复原状吗？原本没有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在此刻突然就在脑海里变得清楚起来。洛河从床上跳了下来，抱起了还在打呼噜的小黑出了房间。他有点事情想问问哥哥或者姐姐。洛河虽然做的梦很短暂，但其实睡了好几个小时。在出门的时候，客厅里就剩下福杯一个人了。他跳上沙发，坐在福杯身边。福杯哥哥，我想问问你。福杯低头看向洛河，态度宠溺。怎么了？洛河稍稍组织了一下措辞。就是那个，哥哥你进入藏土这么久，都赚了多少积分啊？福杯对家人是不会设防的，对弟弟那就更是知无不言了。我想想，我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进入藏土有40多年，但是在20多年前才开始正式工作，积分大概有几十万吧。兰姐他们应该已经上百万了。还有小何，你要知道我们 NPC 的商场汇率和玩家们是不一样的，我们的1积分大概相当于玩家的15积分左右。后边的洛河就没有再听了，他的思绪一点点飘远，再次回想到自己手表上的积分余额，无限，是永远都用不完的意思。
可是作为高级 NPC 的哥哥姐姐们，积分最多也就几百万，他难道要比哥哥姐姐还要特殊？太奇怪了，仿佛有什么隐藏的很深的真相正在一点点的往外显露出来。他看不透，但会想到晶晶在梦里和他说的话，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藏好和长大。那是不是只要他长大一些就能明白了？就是需要时间。想到这，洛河不安的心稍稍安定了些，仿佛冥冥之中有个声音在告诉他，不用急，你只需要好好长大就能明白一切。洛河一下子又恢复了之前的元气可爱，他伸出手去扯福杯的袖子，哥哥，你下个副本我和你一起去啊，你可要好好保护我。福杯虽然不喜欢和玩家接触，但如果是要保护弟弟，他哪怕面对的是他上次遇见的那个超级恐怖的12岁小孩，也是不会退缩的。沐月也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才让洛河跟着福杯去下一个副本。有了洛河，好像所有的家人都在往好的方向变化。沐月和兰州谈话过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不管洛河身上藏着怎样的秘密，他只是家人，只是弟弟，是他们拼尽所有也要保护的存在。白瑶提着蔬菜走进了电梯，他推推眼镜，叹了一口气。他进入这个副本已经快3天了，这个副本的地点是整整一个城市，但玩家们都被聚集在一个叫做长青公寓的地方。副本的核心也是围绕着这座公寓展开。看一眼系统面板，任务看起来也很简单，主线任务在长青公寓存活到最后，支线任务和长青公寓所有住户成为朋友。所有的副本玩家任务都是相同的，因为这次的支线任务，住在长青公寓的玩家们对于彼此态度都还算友好。长青公寓是整个市里最好的公寓，总共也就7、8户住户。白瑶的脑袋好使，刚进入副本不久就将所有的玩家记得一清二楚。这所公寓里有7所住户，其中包括他在内的6所都是独住，只有3楼住着一对兄弟。刚想到这，还没合上的电梯里就走进了2个人，正是他刚刚心中所想的正主。个子稍微高一点的那个戴着兜帽，将脸遮得很严，只能隐隐看见白皙的下巴，听声音大概是个17、18岁的少年。少年一走进电梯就自发地缩进角落，将社恐2字演绎得活灵活现。而稍微矮一点的那个就可爱多了，走进电梯一看见他就甜甜地打招呼，白哥哥早上好。小孩子不仅长相可爱，性格也乖巧的不像话，哪怕是白瑶这样的酷哥都没办法对这样的小甜甜白冷脸。白瑶的眉眼变得稍稍柔软了些。小何和哥哥出门了。和白瑶对话的当然是洛河。说真的，刚进入这个副本看见白瑶的时候，他也是吓了一大跳，然后才猛地想起来之前在沐月的副本他戴了面具，对身份也有所伪装，白瑶认不出原本模样的他。洛河演技完全看不出破绽，每次和白瑶见面还能甜甜的打招呼。对，我和哥哥出门吃早餐了。电梯很快在3楼停下，白瑶目送兄弟2人走出了电梯。住在3楼的2兄弟，哥哥叫做洛福杯，弟弟叫洛河。洛福杯是个不折不扣的社恐，见到人从来不说话不打招呼，还总是贴着墙根走，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弟弟的差距会那么大。电梯到了4楼，白瑶提着手上的东西走了出去。他就住在4楼，这2兄弟的头顶，一个人住几百平方的大房子还有点不太习惯。白瑶走到厨房，拿出袋子里的蔬菜，熟练地开始做饭。而3楼的洛河和福杯回到了房间。洛河能清楚地听见自家哥哥叹了长长的一口气。洛河无语，哥哥你不要这么紧张呀，我看你和小白哥哥差不多大，或许你们能交个朋友哦。听见洛河的话，福杯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那是不可能的，我在进入藏土之前17岁，现在都几10年过去了，才不是同龄人。NPC 和玩家是不可能成为朋友的。然而洛河不知道，以往只需要杀人的 BOSS 们在最近不仅有了剧本，还有了任务。福杯的任务面板上此刻正明晃晃地写着一行大字：任务，和一位玩家交朋友并杀死他，非必要完成。本来和玩家打交道，福杯就抗拒得不得了，现在还让他去和玩家交朋友，他简直怀疑系统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不过好在不是必要完成的任务，无事无事。任务时间还长，福杯打算先摸几天鱼。他整个人倒在了沙发上，从茶几抽屉里摸出了平板，开始看动漫。洛河凑过去看了一眼，某某回战，天呐噜，福杯哥哥还是个2次元。洛河惊恐脸，他哒哒哒地推开了福杯房间的门，果然看见了一整面墙的手办。因为 NPC 的一些小福利，他们在这个公寓里的房间都是完全拷贝家里的装修摆上，只是完全将数据复制了过来而已。包括洛河柜子里的那些旺仔牛奶，他也是才知道福杯的房间竟然是这样。洛河离开了福杯的房间，还贴心地关上了门，充分尊重自家哥哥的爱好。这场副本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不长也不短。不过因为玩家们支线任务的原因，总是有其他玩家会带着东西去其他人家里串门。福杯和洛河已经完全混入了玩家当中，他们也不例外。听见敲门声，洛河已经有些习以为常了。他看了一眼沙发上的哥哥，熟练地打开了门。站在他们门外的是7楼的住户任瑶。任瑶手上端着一盘小点心，冲着洛河露出了一个温婉的笑。我做了些点心，来给楼里的住户们送一点，也算是一种打好关系的方式。洛河礼貌道谢，并没有让人进门。送走了任瑶之后，洛河将点心放在了茶几上。他吃了一块饼干，淡淡评价：不如沐月姐姐做的好吃。福杯看了一眼盘子里的东西，他没有动手，只是耸了耸肩，猜得出来，下次别吃了，不然沐月又骂我给你吃垃圾。洛河，不，垃圾倒还不至于。福杯是洛河最小的哥哥，他不喜欢说话，
但偶尔能看出他身上的孩子气。看了一会儿动漫，又去看原著漫画，在看见最喜欢的角色严重 OOC 角色做出了不符合设定的行为举止的时候，他气得把手上的平板砸了，是真的砸了，一块平板碎成了好几块。砸了之后还不解气，还对着平板骂出了声：会不会画，不会画就去死，谁把这作者送到藏土来，我亲自动手。这还是洛河第一次看见福杯这么大声的说了这么多话。洛河有些欲言又止：哥哥，你也 OOC 了，你知道吗？像是猜出了他心中所想，福杯摆摆手，在家人面前没有人设，平板被福杯自己砸了，气稍稍消了些后，他重新买了个新平板，但转头又看起了其他动漫。但福杯看着动漫，脑袋里还回想着刚才看见的漫画画面，好生气，我出去杀个人，小何乖乖在家里啊。洛河目送着福杯摔门离开，他无奈地摇着头打开了电视，看自己的少儿动画片。刘芝是长青公寓6楼的住户，他进入藏土也快1年多了，也算得上是经验十足的玩家了，但进入新开的高级副本还是第一次。也正因为如此，他不管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个不小心自己小命就没了。不过早餐还是要吃的，得下楼。他住在6楼，楼梯肯定是不愿意走的，还得坐电梯。然而他在电梯里待了一会儿之后，就察觉到不对劲了，怎么这么久了，电梯怎么都还没有到1楼。刘芝抬头看向电梯右上角跳动的数字，数字从6跳动到5，然后又跳回了6，这2个红色的数字一直在不停交替着跳动，但就是没有其他数字出现。电梯出故障了吗？刘芝有些慌乱起来，他连忙去按电梯里的对讲机，可他按了半天都没有得到工作人员的回复。等到刘芝都要绝望的时候，对讲机里传来了一阵滋啦滋啦的电流声。刘芝心中一喜，整个身体都凑近了对讲机。有人吗？喂，有人吗？对讲机里滋啦滋啦的电流声响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有人的说话声从里边传了出来。我听见了。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像是个少年，但刘芝此刻已经注意不到那么多细节了。他满头冷汗地对着对讲机求助：电梯出故障了，快救救我！也难怪刘芝这么失态，这可是在高级副本，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能会丧命的高级副本。然而他求助的话说出了口，却半天都没有得到回应。刘芝看向了那个对讲机，对讲机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往外冒着黑色的雾气，甚至整个对讲机都开始抖动，咯吱咯吱的声音在电梯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啪嗒，整个黑色的对讲机掉落在地。按理说像这样的高级公寓电梯里的对讲机应该都是一体式的，但并不是。黑色的对讲机掉落在地面还在不断的抖动，诡异的黑色雾气渐渐笼罩了电梯整个狭小的空间。刘芝尖叫着远离了那个抖动着的对讲机。那个少年的声音重新响了起来，那声线冷淡无波。好的，我马上到。对讲机里的声音说马上到就是真的马上到。从对讲机里冒出来的黑雾一点点的凝聚成了一个人形，穿着宽大的黑色斗篷，斗篷帽子将他的面容完全掩盖，能被看见的只是黑色的雾气。暗夜主宰来取你的性命，刘芝。如果这画面让洛河家里的任何一个家人看见，那绝对会无语扶额，就知道直接让福杯和玩家碰面会变成这样的场景。系统你自己看看，这恐怖吗？这像是一个恐怖 NPC 的样子吗？20年的培训都没能让福杯对这样工作得心应手，直接改个剧本上难道就可以了吗？但好在福杯出现之前的气氛烘托得很到位，才让现在的场面不那么尴尬。在刘芝察觉到不对劲的瞬间，心中不对劲的情绪就立刻被恐惧掩盖，他连滚带爬地缩到电梯角落，看着眼前的诡异人影。你是谁？福杯藏在兜帽下的脸上露出一个笑容。死神会告诉你的。福杯重新换上了自己那身黑色的卫衣，洗去了一身的血腥味。小何，哥哥出门去买东西，你去吗？动画片里灰蓝色的猫被小老鼠戏弄得一身是伤，洛河趴在沙发上不满地晃晃脚。小黑就不会像汤姆一样笨，哥哥你去吧，我要看这只笨猫到底为什么这么笨。作为 NPC， 其实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商城里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没有办法，福杯虽然看起来社恐，但他很享受在线下店购买周边或者实体漫画的快乐，这大概是每一个阿宅都无法拒绝的快乐。难得这次副本系统创建了个大城市，他吃早餐的时候就看见了公寓的对面有一家线下周边店。白瑶做饭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忘记买蚝油了，他放下做到一半的饭，到底还是决定去找个餐馆随便吃碗面好了。结果面刚吃了2口，余光就在对面街道看见了个眼熟的身影。白瑶。洛福杯也没带着弟弟，一个人在对面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白瑶2口将碗里的面吃完，然后去了对面街道。等到走近了，白瑶仔细打量了一番眼前这花花绿绿的店面，有点眼熟，但有点想不起来了。他进入藏土太久了，都快和现实世界脱节了。稍稍往里边走了些，看见了满墙的小铁片和塑料小人，白瑶的记忆才一点点的回笼。这好像是个2次元圣地。再往里边看，被他关注的正主此刻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手里翻着一本漫画，口中还念念有词。无敌的人设都能被你画崩了。JJXX， 你知道什么叫无敌吗？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虽然很小声，但这一大串的话语足以看出洛福杯怨念十足。福杯社恐的人设在白瑶的心里崩了大半，这怨念这么狠毒。不过2次元是这样的啦。白瑶暗中观察眼前的人，看着福杯扭曲，压低声音尖叫，然后终于一点点平静下来。
然后福杯满足的带着自己挑好的东西转身，正好对上了白瑶一言难尽的表情。福杯他吓得整个人都退到了周边店的角落，迅速利用眼前一个装满了塑料小人的柜子遮挡自己。这一系列动作快到白瑶都没有反应过来。他看着玻璃柜子后边露出的那个黑色的帽檐，一时间有些失语，差点忘了这人的社恐属性了。白瑶连忙半侧过身子，假装自己没有在看福杯的方向。他像模像样的看向眼前的周边，结果还真的看见了点眼熟的东西。啊，这竟然还有 Narya 的周边啊！小排球里我冷门推的股还真少见。听着白瑶这边的动静，福杯一点点的从玻璃柜子后边探出了头，他的视力很好，能够清楚的看见白瑶手里拿着一个圆圆的徽章，上边的动漫人物脑袋中间顶着一撮黄色的头发，笑得阳光剑气。福杯，救命！在藏土里遇见同号了怎么办？挺急的。白瑶的注意力被手上的徽章短暂的吸引了一瞬，然后他就听见身后传来了一道声音。那个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能够听出他是付出了多大勇气才开口主动搭话。白瑶像是猜到了什么，他不可置信的回了头。福杯正站在一个离他不远也不算近的距离，因为有兜帽的遮掩，白瑶看不见福杯的脸，但是完全能够脑补出他现在的表情，一定是紧抿着唇瓣小心翼翼的模样。借助着帽子的遮掩，福杯的视线一直在白瑶和白瑶手中的徽章上徘徊，他紧抿着唇，到底还是主动的开了口。你也。白瑶有点想笑，但他也能猜出这对于福杯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他维持着淡然的表情，晃了晃手上的徽章。你是想问这个吗？是我的冷门推，你也看排球？推谁？北信介。好家伙，白瑶直呼好家伙，比他手上的 Naya 还要冷的推出现了。虽然话题开启的莫名其妙，但是白瑶还是能敏锐的察觉到福杯正向他一点点的靠近，是真的一点点，大概类似于乌龟的挪动速度。白瑶，那个洛福杯啊。福杯，白瑶。福杯身上的兜帽微微动了动，应该是他抬了抬头，叫我福杯。白瑶，赤处。不知怎的，两人竟然就这样结伴行。虽说气氛稍稍有些奇怪，但还是在有一搭没一搭的交流。那个福杯，你多大了？对方沉默了2秒，竟然乖巧的回答了白瑶的问题。17岁。白瑶今年15岁，身高大概在1.7米左右。他身边17岁的福杯要比他高半个头左右，一高一矮2位少年并肩走在街道上，画面看起来竟然出奇的和谐。在某一瞬间，白瑶竟然恍惚了一下，仿佛回到了现实。他背着书包，身边跟着的是一起去上学的朋友。白瑶闭闭眼，将脑海中莫名的画面驱逐。他在想什么啊？这里不是现实，他也没有朋友。周边店距离长青公寓只有一条街的距离，2位少年并肩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就看见了公寓的大门。但再走近一些，就能听见公寓里传来的嘈杂声，尖叫夹杂着议论的声音，让白瑶察觉到了不对劲。死人了！发生了什么？是6楼的刘芝。听见里边隐约传来的动静，白瑶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他加快了脚步冲进了公寓里。福杯，他看看前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不仅有公寓的住户，还有周围听见动静后来看热闹的人群。这就是福杯觉得极其不合理的一个地方，分明是市里最好的公寓，但好像谁都能混进来。系统也偷懒了吗？福杯贴着墙边走向了楼梯的方向。长青公寓不仅仅只有一个电梯，但是因为今天的事，每个电梯周围都熙熙攘攘的聚集着人。福杯不喜欢人多的地方，超级讨厌。好在他住在3楼，并不算高的楼层，因为有电梯，所以楼梯间没什么人会来。黑暗的环境让福杯产生一种安全感，就像他自己一样，融入黑暗，创造黑暗。白瑶看见了躺在电梯里的尸体，死状很凄惨，七窍流血，死不瞑目，红色的血迹糊满了整个电梯间。墙面上的血迹是张牙舞爪被涂抹的痕迹，像是有人在挣扎，抓挠着墙壁，最终死亡。刘芝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但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尸体还会在这。没人处理，周围全都是看热闹的群众，或恐惧或好奇，但就是没一个人干正事的。白瑶皱着眉回头，想要和福杯说些什么，但他身后一个人都没有。白瑶，他右左右看了看，看着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终于想起了什么。福杯大概上到2楼的位置，黑暗给他无与伦比的安全感，没有人能在黑暗当中伤害他。福杯被吓得在心中发出了一连串的尖叫，黑雾都不自觉地从身体往外冒，差点都要动手了，才反应过来叫他的应该是白瑶。好在周围的环境足够黑暗，他身体的异常并不明显，不足以引起注意。回头看，在黑暗中只有白瑶的镜片闪着微光。他站在稍矮于福杯的台阶上，走吧，我们一起回去。他没有问福杯为什么没有等他，对于福杯对外的社恐属性给予了十分的尊重。福杯沉默了2秒，在身侧让开了一点距离。白瑶走到福杯的身边，两人并肩往上走，气氛还是有些沉默，但很和谐。公寓里的死亡开始了，你害怕吗？听见白瑶的问题，福杯下意识地摇摇头，然后很快意识到白瑶看不见自己的动作。不，没想到吧，人就是我杀的。白瑶再高的智商都想不到，大 boss 就这样堂而皇之的藏在自己身边。他稍稍有些感叹，福杯才17岁就成为藏土玩家了，还带着弟弟，真是不容易啊，就和他一样不容易。他才15岁，天知道和一群不省心的队友组队有多让人头疼。如果早知道有一天会来到藏土这个鬼地方，他一定乖乖的不逃课，认真享受和平的每一秒钟。白瑶共情了，
一直到福贝家门口了，都还没有反应过来。白瑶，一直到福贝叫了他一声，他才反应了过来。看着近在咫尺的大门，白瑶愣了一下。啊，你到家了。他眨了眨眼，冲着福贝摆摆手，拜拜。但在他离开之前，福贝竟然主动开口说话了。进来坐坐吗？走进这座房间，白瑶最先听见的是动画片欢快的背景音乐。顺着音乐的方向，他看见了坐在沙发上的小孩。小孩怀里抱着一个抱枕，坐在沙发上东倒西歪，像是在和动画片里激情奔跑的灰猫共情。听见开门的声音，头也不回的开口和福贝打招呼：哥哥你回来了，怎么去了这么久呀？小孩子甜甜的声音让人心情不由自主就变得轻松。福贝先走到沙发旁，摸摸洛河的头，有客人。等到洛河回头看向白瑶的时候，他将自己手上的东西放回自己房间。在看见白瑶的瞬间，洛河震惊的睁大了双眼。他那无比厌恶和玩家接触的哥哥，竟然带了个玩家回来。洛河也顾不上电视里播放的动画片了，他跳下沙发，哒哒哒的跑到白瑶身边，仰头用一双大眼睛看向难得的客人。又见面了，小白哥哥。白瑶学着福贝的样子摸摸洛河的脑袋，洛河乖巧的任由白瑶触碰，他扯着白瑶的衣服将她引到沙发上坐。小白哥哥，你坐在这里，我给你倒水。洛河还真挺像一个小主人的，但在他去倒水之前，一杯水已经放在了白瑶面前的茶几上。茶，或者你要咖啡？白瑶看着眼前的杯子，这个就行。洛河好奇的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福杯和除家人之外的人交流，还怪新奇的。等等，这算不算哥哥交到了好朋友啊？可是这人是玩家啊，还和裘青青是一起的，也就是说是和那个谢吉一起的。两位少年就这样看着小朋友，脸色发生了奇奇怪怪的变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惊讶，一会儿又陷入沉思，像是一只神经质的奶牛猫。福杯感觉一阵奇怪，他伸手捏捏洛河的脸颊。小何，你在想什么？洛河猛地回神，他看看白瑶，又看看福杯。没什么，我饿了。福杯，可我们不是在2个小时之前才吃过饭吗？由于洛河说饿了，于是福杯只能找东西给洛河吃，可是他也不会做饭，最终只从冰箱里找出了个干面包，是沐月之前做的，但是在福杯的小冰箱里放了挺久时间，都变得硬邦邦的了。在桌子上敲一敲，甚至能把木质的桌子敲出一个坑。白瑶有点一言难尽地阻止了福杯想要将那块干面包烤一烤的动作。等等，你就给他吃这个。听见白瑶开口，一大一小两人同时回头看他。白瑶难得沉默。厨房材料都齐全吗？这里的厨房数据也是完全拷贝的 NPC 城堡的厨房，有沐月这个大厨在，厨房里各种材料都很齐全。白瑶也很震惊，为什么你明明不会做饭，厨房里却什么都有？酷哥被逼成吐槽地了。福杯沉默，洛河也跟着沉默，这根本没办法解释。好在白瑶也没有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白瑶在他的队伍中是唯一擅长做饭的那个。谢吉什么都吃，从不挑食，白瑶有时候甚至都怀疑是不是一块石头他都能下得去嘴。玉文轩好像也会做饭，但是他从来不肯动手。裘青青就更不用说了，从出生就是大小姐的家伙，在家从来都是保姆做饭，他甚至连电饭锅都不会用。年仅15岁的白瑶在这样的一个队伍里，实在是承受了太多他不该承受的磨难了。本就不错的厨艺在队友的锻炼下越发精湛，整个做饭过程流畅到2个旁观者都一愣一愣的。你想来点吗？白瑶冲着福杯晃了晃手上挂面的包装袋，福杯的肚子里的早饭还没有完全消化，他摇了摇头表示拒绝。于是白瑶就只做了洛和1人份的食物。考虑到洛河还4岁，还在长身体的年纪，他还专门煎了一个鸡蛋和一些蔬菜。洛河坐在了餐桌上，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面条，在心中哇哦了一声。没想到白瑶看着小小年纪，还是很擅长做饭的嘛。洛河咬了一口面条，虽说没有沐月做的好吃，但也算得上美味了。谢谢小白哥哥。福杯看着埋头吃面的洛河，心中难免感到疑惑，你为什么饿得这么快？洛河哥哥，你不懂，思考也是需要耗费体力的吗？吃得饱饱的，我才能快点长大了。充满志气的话语让福杯无话可说。好吧，洛河吃面的间隙，白瑶也准备离开了，喝杯茶就可以了，长时间打扰还是不太好。福杯将人送到了门口，眼看着白瑶马上就要上楼，到底还是出声提醒，之后还是不要乘坐电梯了。心狠手辣的 boss 也怕误伤难得的同好。白瑶有点疑惑的回头，但那扇门已经关上。不过想到今天电梯里刘芝的惨状，只当福杯只是在担心他好了。虽然某些方面有些奇怪，但总体来说是个挺好的人呢。不过总感觉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地方被他忽视了。错觉吗？在进入这个副本之后，天才的直觉总是失灵。白瑶拍拍自己的脑袋，怎么感觉我变成笨蛋了？回去黑一下公寓电梯的监控，仔细调查一下今天的事吧。艺高人胆大，这句话放在白瑶身上可是再合适不过了。刚进入藏土不久的时候，什么都不明白，拿着电脑还黑了藏土的系统，但不仅什么都没查到，还被系统针对了。之后的每一场副本，不管有多少玩家，是什么难度，所有的 NPC 全部都开始针对他。若不是遇上了谢吉，恐怕他早就死得不能再死了。但之前惊险的经历并没有让白瑶长记性，他还是习惯用电子产品来获得更多的线索和信息。这样的手段在绝大多数时刻还是很有效的，只没有触及到系统核心的情况下，他有信心不被系统发现。
就是在系统底线上来回蹦迪的意思。白瑶一个人待着的时候不喜欢开灯，窗帘也拉着，屋里昏昏沉沉的，只有屏幕上的光打在他的脸上。或许也是因为白瑶的这个小习惯，他有些近视，总是把一副黑框眼镜焊在脸上。随着键盘敲打的动静，画面的变化倒映在镜片上。刘知遇害的电梯监控也终于出现在了电脑屏幕上。白瑶缓缓吐出一口气，他推了推眼镜，这就是最新版本的笔记本了啊！藏土什么时候更新换代啊？要是系统听见白瑶的这句话，那肯定就要骂出声来了。这臭小子用着藏土的电脑，虽然是他自己花积分买的黑藏土的系统，还抱怨藏土的电脑不好用，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玩家。但藏土几万个玩家，系统显然是听不见白瑶的嚣张话语，并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刚刚在楼下的时候，他看了一眼电梯里的情况，根据血迹的干涸程度，能大概推测出刘知的死亡时间，将时间调整到早晨的某个时间段。没一会儿就看见刘知走进了监控画面，白瑶半撑着脸颊，把案发当场监控当电影看。但刘知在进入电梯没多久，右上角的楼层就开始闪烁，从6楼变为5楼，然后又回到了6楼，数字就在这2个楼层中跳动。对于这个情况，刘知看起来也变得慌乱。他伸手去看电梯里的对讲机，在他按下对讲机的瞬间，整个监控画面猛地晃动了一下。白瑶皱了皱眉，他坐直了身子，仔细查看屏幕上的画面。他确认了不是自己电脑出的问题，是监控视频本身的情况开始变得不稳定，边缘的位置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黑点。虽然暂时不影响画面的主要内容，但白瑶还是觉得奇怪。在键盘上操作一番后，仍旧是检查不出任何问题。那这样的异常极有可能就是和接下来监控中的内容有关了。果然，白瑶看见电梯里的对讲机落在了地上，从里边开始往外蔓延黑色的雾气，那诡异的黑雾像是也影响到了他这边同步的画面。周围不规则的黑点开始扩大，仅仅几秒钟的时间，整个画面都变为了黑色，只能听见电梯里刘知的声音，但刘知的声音也被电流声掩盖得七七八八，只能听见断断续续的音节。在之后好像又有了另外的声音，但白瑶这边已经彻底看不见也听不到了。白瑶简直气得磨牙，他把键盘敲打得噼里啪啦一通乱响。不让我看，我偏要看。视频也并不是不能修复，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加精湛的技术。巧的是，白瑶有技术，时间的话挤一挤也能有。白瑶在4楼待了整整1天都没踏出房门，没有睡觉也没有吃饭，只是盯着电脑屏幕，指尖不断在键盘上敲打。这样的感觉就像是他进入藏土的那天。因为长时间盯着电脑屏幕，他的眼睛有些酸涩，他花了点时间自己编辑了个小软件，自动修复黑的彻底的监控视频。白瑶叹了一口气，摘下了自己鼻梁上架着的眼镜，鼻梁上被镜框压出了2个红色的小坑，伸手揉了揉鼻梁，闭了闭眼。掩藏在镜片后的眼睛要比寻常人更黑，哪怕是近视，那双眼睛也很亮。白瑶看着屏幕上小软件在努力工作，再一看时间，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这一整天他除了早晨的那一碗面，就再没吃过任何其他东西。忙起来的时候察觉不到饥饿。小软件自动修复视频，他打算再将自己忙碌时公寓的监控看一遍，去厨房随便找了点东西吃，重新坐回了桌子前面，从背包里翻出了自己的第2台电脑，一手拿着面包片，一手操作着键盘，调出了公寓内今天的监控。监狱内的所有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都被调了出来，但只有电梯里的监控视频被重点放大。看时间，应该是他和福杯刚刚上楼不久，就有人来处理电梯里刘知的尸体了。来者都穿着统一的黑色衣服，明明面对着极其惨烈的死亡现场，脸上的表情却丝毫未变，冷漠的简直像是一群机器人。4个人抬着刘知的衣服，2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和拖把清理电梯间内的血迹。不到半个小时，充满了血迹的电梯间就重新恢复了干净明亮，连掉落在地上的黑色对讲机都被换上了个新的，细心程度堪称满分，完全看不出命案的痕迹。看见这一幕的白瑶只觉得有些无语。玩家们都知道这里发生命案了，哪里还有笨蛋会乘坐电梯啊？事实证明还真有笨蛋不怕。处理电梯的黑衣人才刚走没多久，就有人踏入了电梯。男人长得人高马大，身上也清晰可见健壮的肌肉。白瑶认出来男人是住在他楼上的齐岩，那也难怪了，刚刚从监控里看过了。在刘知进入电梯之前，齐岩就先一步离开了公寓，刚刚在楼下也没有看见他在人群中围观，想来应该是刚从外边回来，还不知道刘知已经死了。因为支线任务的原因，这场副本中玩家们之间的氛围还算和睦。眼看着齐岩走进电梯，住在7楼的任瑶连忙出声提醒他。齐岩耳朵上戴着耳机，只看见任瑶和他说话。等到摘下耳机后，电梯的门已经自动合上了。所有围观的玩家们都心惊胆战地咽了口水，看着电梯外边显示的数字，从1到5，然后停了下来，竟然无事发生。有人不信邪，按下了外边的按钮，电梯重新回到1楼。等到门打开，里边仍旧干净明亮，什么奇怪的痕迹都没有。白瑶不仅能看见1楼的监控，他也能看见电梯里的监控。齐岩确实是平安无恙的被送回了5楼。怎么的，还是小概率事件啊？有了齐岩的这一段经历，玩家们一时间面面相觑。白瑶关掉了1楼的监控，若有所思的重新戴上了眼镜，再看电梯里的监控，平淡无波，看不出什么名堂。杀死刘知的应该就是这个副本藏在暗处的 NPC 了。看刘知的惨状，应该起码是中级 NPC。
高级 BOSS 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看之前监控里出现的诡异黑色雾气，有点眼熟，像是之前遇见过的黑雾哥，但却还无法确定。之前从没有玩家见过黑雾哥的真面目，每次出现的时候也只是一团黑雾，和他在监控中看见的情况有些相似。白瑶只觉得有些奇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他的 NPC 盘点好像就起不上多少作用了。被盘点的 NPC 还是会出现，但是只要是高级副本，那 NPC 的情况就开始变得莫测起来。之前听裘清新描述的尼贝尔，上一场副本的沐月，还有这场一直没出现的 NPC， 还有开始变得奇怪的任务，不仅是 NPC 的变化，连副本都开始变得更加注重感情。白瑶的直觉告诉他，这应该不是一个好的预兆，感觉怪怪的，尤其是高级副本，头疼。白瑶揉了揉眉心，在之后的监控视频里再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时间已经到了夜晚11点半，他手上的一片面包片还没吃完，有点干。都这么晚了，白瑶也不想自己动手做饭了。其实食物什么的也可以直接在系统商店购买，但是和副本里真实售卖的有一定差距。看着系统商店里高达2万积分的 X 师傅牛肉面，白瑶只觉得一阵心绞痛。他不是谢吉，也不是宇文轩，可没有那么多积分，赚的积分全部拿来买电子产品，连其他必要装备都要去黑市看看有没有打折的未成年，表示伤不起。刚才出门的时候，好像看见公寓楼下好像有个24小时便利店，他穿上外套，决定下楼去吃碗泡面。出门本来打算乘坐电梯，结果不知怎地就回想起了之前福杯和他说的话。刘知遇害的监控视频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白瑶收回了即将踏入电梯的脚。反正4楼，也不算高吧，就当锻炼身体了。虽说白瑶体力不怎么样，但青春期的少年爬几层楼梯还是不在话下的。微微喘气的白瑶扣上了外套的帽子，一眼就看见了还亮着灯的24小时便利店。走进便利店，白瑶看见了个有点眼熟的人，他在便利店窗台边吃关东煮，是长青公寓住在1楼的住户萧高阳，也是整个长青公寓最不可能用上电梯的人。白瑶没有主动上去搭话，他不是很喜欢和成年人打交道，能和裘清新和玉文轩组队已经是奇迹了。买了泡面，又问店员要了热水。白瑶坐在了窗台距离萧高阳最远的位置，可白瑶没有靠近萧高阳，萧高阳倒是主动凑了过来搭话。那个，你也是玩家吧？白瑶等待着泡面，回头看了萧高阳一眼。萧高阳的身高并没有比1.7米的白瑶高多少，他看起来大概27、8，身高最多也就1.73米的样子，也戴着眼镜，穿着黑色的衣服，看起来很憔悴的样子，眼镜都遮挡不住浓重的黑眼圈。两个戴眼镜的玩家互相对视一眼，萧高阳莫名的愣了一下，人与人之间是有差距的。白瑶哪怕戴着款式老土的黑框眼镜，整个人也透着浓浓的少年感。萧高阳在心中安慰自己，毕竟对方年轻。那个，你多大了？白瑶收回了视线，拿起了泡面叉子。白瑶，15岁，才15岁。萧高阳双手捧着手上装着关东煮的纸碗，他沉吟片刻，弟弟啊，很不容易吧？打住！萧高阳的话刚开了个头就被白瑶打断。白瑶的表情淡淡的堪称冷漠。虽然我还未成年，但我觉得在藏图里我过得应该比大部分玩家都好。说着他又去后边货架上拿了个饭团，他并没有炫耀的意思，只是单纯长身体吃不饱。萧高阳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关东煮，这是便利店花费积分最少的食物了。白瑶的态度很冷，萧高阳也没有生气，两人坐在一起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还是白瑶最先按捺不住，他捧着泡面站起身，去了一个距离萧高阳远一些的距离。一直到这个时候，萧高阳才总算是意识到了白瑶不愿意和他多聊的态度。萧高阳不再打扰，白瑶安静地吃完了自己的夜宵，肚子总算是不饿了。想着之后几天可能都会待在房间里修复监控视频，这次白瑶多买了些食材，才准备往回走。回去的时候当然还是走的楼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电梯还是个未知的隐患。把买回来的东西放进冰箱，白瑶倒头就睡，结果他第二天醒来公寓又炸了。白瑶醒得很早，6点左右就从被窝里钻了出来，毕竟是学生嘛，有固定的生物钟，才怪是被电脑传出来的动静吵醒的。他有个专门的 AI 小助手，一旦画面里出现异常的情况就会提醒，叮铃哐啷一阵乱七八糟的声音，仿佛打翻了什么东西的响动，刺耳难听。白瑶睁着迷蒙的双眼，身上裹着被子就凑到了电脑旁边，揉揉眼睛，将放在桌子上的眼镜戴上，整个人缩在被子斗篷里看向电脑屏幕。刚刚睡醒，视线还是微微模糊的，先动动鼠标关闭了电脑吵闹的动静，自动修复的那个视频显示出了异常。白瑶暂且没管，视线看向了另外一个屏幕，是1楼大厅的屏幕。副本内的时间设定是在初冬，6点钟左右，天还只是蒙蒙亮，显示异常的是1楼监控。白瑶伸手点开了1楼监控的那个小方块，还是电梯和楼梯附近的区域，电梯一直在开合合，在开合着的电梯门中间有什么阻挡物。白瑶眨了眨眼，视线逐渐变得清晰，他也终于看见了阻挡着电梯门的东西。白瑶，什么玩意儿？他从被子里钻了出来，先去厨房冰箱拿了个饭团，捧着饭团重新坐回到电脑旁边，边吃边看，给自己压压惊。重新看一眼，确认了他刚才没看错，那确实是一双腿，横在电梯门的中间，阻挡了电梯门的关闭。再仔细看，那双腿好像有点眼熟，好像是昨晚遇见的萧高阳穿的那条裤子。年轻就是好，白瑶以他多年过目不忘的经验确认，
半个身子倒在电梯里的人就是昨晚遇上的萧高阳。白瑶两口将手上的饭团吃完，坐在椅子上皱着眉指尖点了点桌子。又死人了，就很怪，萧高阳明明就住在1楼，不需要乘坐电梯的情况，还是死在了电梯里。白瑶此刻看得的实时监控，他将1楼的监控缩小，点开了电梯里的监控。果不其然，倒在电梯里的正是萧高阳，死状和之前的刘芝差不多。电梯里又是血渍呼啦一大片。白瑶打了个哈欠，他并没有要下楼看看现场的想法，有监控谁还看现场啊？想当初在现实中看见尸体哭得稀里哗啦的白瑶，现在经过藏土几年死里逃生的经历，已经没有什么大尺度画面能够引起他的情绪波动了。他现在是钮祜禄白瑶，他一边将实时监控这边的进度条往回调整，想着看一眼案发过程，另外分出一点心神去处理修复刘芝遇害视频的电脑，一心二用，效率杠杠的。和他预料中的一样，萧高阳遇害时的监控也变成了黑屏，而修复视频的小软件显示修复出了问题，进度条卡在1/4的问题。凭借着多年和藏土系统斗智斗勇的经验，白瑶一下子就认出又是藏土的自我防护系统。白瑶咬牙切齿，又是系统，不管了，继续修复。他艺高人胆大，还有大佬护着，竟然修改了一下修复视频的小软件，进度条重新开始缓慢移动。与此同时，刚刚杀完人回房间洗了个澡的福杯正准备去洛河房间，看看弟弟有没有踢被子，着凉就不好了。结果他的手还没有放在洛河房间的门把手上，脑海里就蹦出来了新的提示，系统的机械音好像都能听出咬牙切齿，发布了一个玩家的信息，要求 NPC 重点关照福杯。怎么的？刚刚认识的2次元同好变系统通缉犯了。白瑶重新编辑好修复视频的小软件，似乎是有所预感般的打开了自己的玩家面板，一眼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又变成了红色。白瑶，这种情况之前也出现过一次，之后他就被 NPC 针对了整整1个月，简而言之就是他又要被系统针对了，他成通缉犯了 again。 白瑶左右看看，瞬间觉得刚才还让自己安全感十足的房间都变得危机四伏起来。电脑上的视频还在修复，他洗了把脸，让自己时刻保持警惕。在长青公寓这个副本里，不仅仅是只有福杯一个 NPC， 只是因为福杯社恐都不出现在福杯面前而已，但如果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还是要请示大 boss 的。福杯正在陪弟弟玩拼图，还不忘拍下这温馨的画面发到家族群里炫耀。暗夜主宰照片 JPG， 路西法小何还是那么可爱呢。荆棘刺猬牛魔王小丑竟是我自己。荆棘刺猬木月你怎么说话了？福杯看群里的聊天，藏在兜帽下的脸上挂上了一抹浅淡的微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几声类似于敲门的动静，但不是从门口传来的，而是脚下的地板。洛河也被吸引了视线，他顺着福杯低头的动作也看向了地板。咚咚咚，又响了3声，这次洛河看得很清楚，声音是从福杯脚下的地板传来的。与其说是脚下的地板，倒不如说是被福杯影子覆盖的那块地板。洛河还感到茫然的时候，福杯已经猜到了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褪去了刚才和洛河说话的温柔，变得淡淡的。什么事？出来吧。随着他的声音，一个黑色的身影从福杯的影子里一点点冒出了头。池乐，终极 NPC 属于福杯的员工，他的能力在所有 NPC 中也算得上是极其方便的，他可以在所有影子中任意穿梭，只要有阴影的地方他就无所不能。得到了老大的允许，池乐从影子里钻了出来，在福杯面前站定。福杯大人。他说话的时候余光察觉到了异样的存在，视线下意识稍稍往一边飘了飘。黑发琥珀色双眸的小正太正歪着脑袋看他，手上还拿着2块拼图。再看看福杯正坐在小孩的身边，指尖上也捏着一小块拼图。池乐。他倒吸一口凉气，在心中发出了类似于上个副本容曼的感叹，是未来 BOSS mini 版。察觉到福杯的视线已经落到了他的身上，池乐立刻收回自己的视线，安安分分的不再乱看。他微微垂下脑袋，说出了自己的来意。福杯大人，我看见了系统发出的通知，请问我是立刻就动手吗？福杯思考了2秒，可以。虽说白瑶是他在藏土100年难得一遇的同好，但他们终究是玩家和 NPC， 不是同阵营，那就没有必要留手。池乐得到了福杯的命令，点了点头，迅速消失在了影子里。福杯垂下眸子，兜帽将他脸上的情绪遮掩得严严实实。他已经留过手了，不会再有第2次了。不对劲，很不对劲。白瑶以他在藏土摸爬滚打这么久的敏锐直觉发誓，周围绝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或者说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空气中都充斥着山雨欲来的味道。白瑶暂且放下了手上的工作，他微微皱着眉头从椅子上站起了身，走到窗边，微微将窗帘拉开了一点。就在窗外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挤进房间的瞬间，后背忽然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凉意，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也是之前经历养成的条件反射。他一下子就将眼前的窗帘完全扯开，余光扫到身后有什么黑色的东西，缩了一下，甚至来不及思考，手里拿出了相应的道具。啪啦一声巨响，眼前的落地窗应声而碎，另外一只手上的钩索猛地弹射出去，勾出了对面房屋的窗台，稳稳落在了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白瑶回头看向了长青公寓4楼的方向，他此刻戴着眼镜，看得一清二楚，一个黑影借着剩余窗帘的遮掩，整个身体缩进了影子里。看来他的预感是正确的，
系统的动作还是那么迅速，这次是藏在影子里的刺杀吗？白瑶收起了还挂在对面楼窗台上的钩索，通体黑色的钩索看起来很结实，金属的质感拿在手里也很厚实。哼，想不到吧？现在的他是布鲁斯，白瑶是百特曼。蝙蝠套索在手，普通宵小，休想近身。这就是藏土和现实中的区别了。哪怕是白瑶这边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都没有人在注意这边。白瑶将手上的蝙蝠套索收回了系统背包，转身去了附近最大的超市，仅仅是打了一个短暂的照面。白瑶觉得自己或许抓住了比较关键的一点，影子或许是关键，虽然仅仅只是可能，但做好万全准备总是没错的。在保命方面，白瑶可是从来不吝啬自己手里的积分的，买了将近2麻袋的东西回了公寓。仅仅是出门几个小时的时间，4楼那扇破碎的窗户已经被修好了。或许这就是长青公寓号称是市里最好公寓的原因吧。不管是售后还是暗杀都是顶尖的呢。心里嘀咕着，白瑶坐在地毯上打开了自己费力拖上4楼的麻袋，从麻袋里一连掏出了20个盒子，盒子上用加粗的字体写着巨无霸灯泡，保证明亮无死角。白瑶看了看周围，回房间将自己的被子和枕头全都扯了出来，打算夜晚就在客厅休息了。工作也挺方便，他回来的时候一眼就注意到了原本放在桌子上的2台电脑消失不见了，这大概也是因为系统想要销毁些什么吧。不过如果这样就让他放弃，那系统可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要知道白瑶跟着几个大佬一起混，到现在却这么穷，全都是因为他的积分大部分都用来购买电子产品了吧。白瑶不记得之前在哪看到过一句话，人越缺失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在现实中他连一部全新的手机都没有，却在藏土中拥有了最先进的设备，还不止一套。如果当时他也有。思绪飘远了，白瑶摇了摇头，将脑海中突如其来的回忆从脑海中驱逐，重新将注意力放回到手上的动作。他需要在天黑之前将东西全部都归置妥当。客厅里的东西全部都被挪得七七八八，只留下了一张沙发和一张桌子，还有装着食物的冰箱。将客厅的角角落落全部都连接上灯泡，瞬间整个客厅亮如白昼，完全再找不出任何一个有阴影的地方了。做完这一切，白瑶整个人都累瘫在了沙发上。为什么要我经历这些？摘下眼镜，单手捞过了沙发扶手上的眼罩，戴在了脸上。刺眼的光芒被遮挡住了，但还是有一些从眼罩的边缘位置挤进来。放在桌子上的新电脑还在工作。白瑶扯过被子将自己裹紧，意识一点点的沉入黑暗，天色一点点的黑暗了下来，街道上的店铺也一家家的关闭，一切都变得安静又黑暗。除了白瑶所在的楼层，电灯泡确实是没有虚假宣传，哪怕已经到了12点，房间内仍旧亮如白昼。迟乐最喜欢在夜晚行动，和福杯一样，夜晚就像是他们的天下。但这次他还在影子里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不对，好像和白天来的时候不太一样。果然他的感觉是正确的，从影子里冒了头，周围是一片黑暗，但并不影响迟乐事物。他此刻处于的位置很明显是一间卧室，好怪，白天来的时候明明是客厅来着。迟乐推门走出去，险些被剧烈的光刺激得魂飞魄散，迅速躲回到门背后的阴影里。他惊魂未定地往门外看，好家伙，迟乐直呼好家伙，他是隐鬼，吃住都在影子的世界里，在藏土干了这么久的 NPC，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场面。整个客厅亮到了刺眼的地步，整个房间没有一丝阴影，在房间中间的位置摆着一张沙发，一张桌子，旁边还有个冰箱。迟乐耳边甚至还能听见白瑶绵长的呼吸，这声音仿佛就像是对他的嘲笑。该死，这玩家到底怎么回事？迟乐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听见沙发上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动静。躺在沙发上的人醒了，迟乐藏在阴影里，白瑶没有发现他，打着哈欠从沙发的被窝里钻了出来，伸着懒腰从冰箱里拿出了个面包嚼，边嚼边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迟乐本来想着早点结束早点交差，来得及根本就没来得及吃饭。看着白瑶吃东西，整个人都沉默了。迟乐看看自己手腕上的手表，好家伙，凌晨3点半，你这玩家怎么回事？夜猫子吗？白瑶还真是，这大概就是年轻的资本吧。他从来就是想睡就睡，不困的时候就玩，作息从来不规律，结果从来不掉头发，精神还挺好。新电脑上的修复小软件进度条已经到了一半，他顶着一头乱发，2口将手上的面包吃完。他总感觉好奇怪，怎么感觉有谁在盯着我？错觉吗？藏在暗处的迟乐，第99章 75% 和有关谢吉的解答，完全无从下手。迟乐藏在卧室门的影子里足足1个多小时，他在这1个小时里尝试了各种方法，想要靠近白瑶身边的区域，可全部都是徒劳。在足足20盏巨无霸灯泡的照射下，客厅内几乎无阴影死角，哪怕桌角或者其他地方有一些浅淡的阴影，但那样浅淡的阴影完全不足以迟乐在其中活动。迟乐气的简直要咬门板，咬牙切齿间发出一点细微的响动，这样一点细小的声音夹杂在敲击键盘的声音中，并不足以引起注意，但客厅里敲键盘的声音还是停了下来。白瑶往卧室门口看了一眼，他像是发现了什么，但态度又很微妙，仅仅是看了一眼就不紧不慢地收回了视线，起身又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个饭团啃。迟乐拼尽全力才不让自己的肚子发出饥饿的惨叫。事已至此，他打算结束今天的工作，回家吃个饭再继续。那股窥视感消失了，白瑶稍微活动了一下脖子，咀嚼的动作也随之停止。
饭团被吃了一半，能够很清晰地看见夹在白色米饭中间的金枪鱼肉馅，冷掉的肉馅带着一股淡淡的鱼腥味。看着手上的饭团，白瑶语气淡淡，早知道买些肉味的了，不过挑食可不是好孩子，奶奶和他说过，咬过的食物一定要吃完，不然可太不礼貌了。白瑶2口将剩余的饭团吃完，感受着胃部传来的饱腹感，重新陷入了睡眠。这可和刚才察觉到窥视感立刻就醒来的浅度睡眠不同，这次是真的能抚慰疲劳的深度睡眠。白瑶睡着了，做了个短暂的梦，再醒来天色已然大亮，客厅里的窗帘已经被他扔到洗衣间了，20盏巨无霸灯泡还亮着，只是在灿烂阳光的对比下显得有些不明显。白瑶按下了键盘上的某个按键，20盏灯灭了一半，只剩下一些角角落落的灯还亮着。他揉了揉自己有些凌乱的头发，打了个哈欠，左右看了看，确认没有被注视着的感觉后才去洗漱。从洗手间出来，白瑶额前的碎发还挂着水珠，他很迅速地洗了个澡，让自己变得精神一些。天气还是很凉，哪怕是阳光灿烂的晴天，感觉到的还是冷。他没有将头发完全擦干，水珠顺着白瑶的发梢往下滴落，滚到了他的衣领了。他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但他完全没有要管的意思，视线一直停留在电脑的屏幕上，他还在关注着公寓里的监控。奇怪的一点是，这和他之前的经历不一样。按理说，他被 NPC 针对的情况下，只要他还没死，副本中其他玩家的伤亡或多或少都有所减少，但这次没有。在他一个人待在公寓的时候，住在7楼的人瑶死在了电梯里。在这个公寓里，白瑶对人瑶的印象还算深刻，因为他在进入副本不久还上门来送过亲手做的点心，不只是给他，还给每一层楼的住户都送了。大概是因为那个支线任务的原因，可在接连几个玩家都惨死在电梯里后，就再也没人顾得上那个支线任务了。看了监控，人瑶大概是在早晨7点多死的，现在是9点多，尸体还在1楼没有被处理。很好，现在需要被修复的视频又多了一个。再去看另外一台电脑上的进度，第一个视频修复进度条到了 75%， 第二个在 50%， 把第三个视频也拖入软件加入列队。白瑶伸了个懒腰，打算下楼去吃碗热腾腾的面。时间倒回到早晨7点半，福贝蹑手蹑脚的带着早餐从外边回来，看了一眼洛河还紧闭着的房门，放轻了手上的动作，带着洛河一起进副本。他光顾着和弟弟玩了，工作都要趁着弟弟睡着的时候出门迅速完成，着实是有点懈怠了。反省，但没有丝毫悔改之意。谁能拒绝和可可爱爱的弟弟贴贴呢？反正他不行。等把早餐在桌子上摆整齐后，他才去敲洛河的房门，叫弟弟起床。洛河很乖，一般只需要敲几声门就能听见他的声音从里边传了出来，今天也不例外。哥哥，我醒了。稚嫩的童声带着还没完全清醒的迷蒙，听的人不由自主会心一笑。福贝看了一眼搭在椅子靠背上的黑色斗篷，黑色的布料不管染上什么颜色，只要是深色的就都不是很明显，但作为斗篷主人的福贝能够清晰辨别斗篷角落处那一块颜色稍深的位置，是血迹。盯着那块痕迹几秒，福贝终究还是没能忍住，伸手将那件斗篷扔进了垃圾桶。因为情绪原因，今天很卡，说点无关的。谢吉，因为我发在书圈和回复的评论没有办法被每一个人看见，所以只能以这种方式来告诉读者。谢吉也是很多读者对这本文最不满意的一点，评论我也有看，具体问题大概就出现在以下几点： 1. 伤害了福贝； 2. 初次见面就拆穿了洛河的不同，威胁吓唬洛河； 3. 人设的老套以及情商低下； 4. 谢吉和洛河之间的实力差距。大概就这几点，接下来我会统一做出解释。1. 只要是在副本里，大 boss 和玩家之间的关系都是敌对的。谢吉参加了这么多场副本，受伤、濒死的情况数不胜数，多数都是 boss 造成的。但哥哥姐姐杀害的玩家太多，或许根本就记不住有谢吉这么个人，而谢吉能让很久都没受伤的 boss 受伤，所以才逐渐被 boss 们重视。无限副本就是个残酷的地方，就像尼贝尔说的，如果只允许 NPC 伤害玩家，不允许玩家还手的话，那玩家是不是就太可怜了？虽然谢吉很强，但他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最大的目标，那就是活着。想要活下去，就只能杀死一切对自己有威胁的。2. 谢吉在强大的同时也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不同，他拥有和普通人不同的眼睛、身体，所以在看见和自己很相似的洛河时，所以感兴趣，但也仅仅是感兴趣。在意识到身为洛河哥哥的尼贝尔有不对劲的地方时，他对于洛河的态度自然也发生了变化。洛河身上的特别或许会成为他活下去的阻碍，所以在某一瞬间，他想杀了洛河，但因为某些原因，到底还是没能下得去手。这是伏笔，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3. 有关于谢吉的人设，我设置的或许是有些不足的地方，我也在尽力完善，这一点我也有回复读者。所以在圣诞节的副本之后，就很少让谢吉出现了。他冷漠，没有情商，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这也和他从前的生存环境有关。可以说，不仅仅是对于洛河和其他 NPC， 对于自己的队友，他也是因为队友对自己有价值，才会一起组队。他就是这么冷漠的人，但之后肯定会有所改变，不然也配不上洛河。这个人设有点像是电视剧《与凤行》，李兆丽颖的父亲那个角色，只是像了。我不想写纯粹的甜宠文，攻受之间一开始就关系好好甜甜蜜蜜的话，我会觉得很老套。
当然，这也不是说感情线没有甜宠的剧情，但从陌生到甜宠啊，需要一个过程的，并没有说纯甜宠的文不好的意思。我也爱看这种从头甜到尾的文，确实很让人心动，全程姨母笑。但只是我觉得我的文笔不足以让我写出从头甜到尾还不让读者感觉到腻的剧情。谢吉和洛河又不是家人，一开始就不计回报的对彼此好才会很诡异。4. 有关于两人的差距。首先，两人的心理年龄都是成年人，但洛河在进入藏土之前是学生，作为把高考定为巨大目标的高中生，18年的时间里，他能接触到的是有限的。谢吉，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为了活命什么都做，他的能力也是在这些经历中锻炼出来的。抛开心理年龄不谈，两人的身体，一个3岁，一个12岁，能做到的也有限，所以在前期两人肯定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在这本小说里，洛河才是最重要的存在，他只是不擅长杀人之类的行动，他在其他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人都无法企及的。有关于洛河的天赋，前期也埋下了一些伏笔，或许有读者已经注意到了，但具体是什么就暂且不说了。等到洛河长到15岁左右，两人的差距就几乎没有了。谢吉在成长，但洛河成长的速度更快。暂且要说的就是这些。有关谢吉，我也有在书圈发帖，加精了一眼就能看见。以后有关于谢吉的问题，我不会再回答，也不会再看评论了。有什么问题要反馈，在群里联系我就行。明天大概会恢复更新，答应好的万粉加更也会陆陆续续补上。感谢每一位读者的阅读，你们的建议和维护对我来说全都无比珍贵。白瑶下楼坐在饭店里吃了一大碗牛肉面，耳边是市民们嘈杂的交谈，白色的瓷碗还残存着牛肉汤的温热温度。恍惚一瞬间，他感觉到了真实，但也仅仅是一瞬间。白瑶深知藏土里的真实都是虚假的，只有努力让自己活下去才是真的。吃完饭就打算回去，但在走到2楼的时候，那股被注视感又出现了。他敏锐的直觉让自己瞬间汗毛竖立，差点忘记还有这件事了。长青公寓的楼梯间很暗，因为长期没人使用，灯也是坏的。白天的时候只有一扇小窗能使少许的光线透进来，处处是阴影，处处是黑暗，简直是迟乐的天堂。黑暗中有银光闪过，食指长的小刀迅速在空中划过，白瑶只来得及往一边撤开了半步。小刀在白瑶的颈侧划过，虽说没有刺破血肉，但白瑶左边的衣领被刺穿，银色的小刀速度很快，直接钉入身后的墙壁。银色的小刀落空，和墙壁接触后立刻就变成了影子，融入了黑暗。白瑶听见一旁的阴影里传来了一声很轻的咂舌，像是在遗憾刚才那下刺穿的为什么不是他的脖子。在听见这个声音的瞬间，白瑶就知道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了。楼梯间狭窄又黑暗，可以说完全是对方的地盘，对于他来说极其不利，得尽快想到脱身方法才行。只能说年轻就是好，仅仅是不到半秒钟的时间，白瑶就看清了眼下的形势。楼梯间的窗户过于狭窄，想要复刻之前的操作是不行了。敌人很会挑选时机，蝙蝠套索是派不上用场了，看来现在只能拿出那个道具了。虽说很不甘心，但是为了脱身，他没有别的选择。石乐借着黑暗隐藏自己，脸上挂着阴险的笑，心中颇有一种大仇得报的快感。昨天那堪称工作生涯滑铁卢的经历，随着这个玩家的消失也将灰飞烟灭。然后正当他想要补刀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只见白瑶的手上闪过一阵白光，然后对方整个人消失不见。石乐，不是，哥们你怎么回事？他警惕地看看周围，但却再也找不到白瑶的身影。此刻他也已经意识到了刚刚闪过的白光是 S 级道具。石乐一口牙都要咬碎了，臭小子年纪看着不大，手里的道具还真多啊。白瑶披着隐形斗篷，当时买的时候可是花了20万积分，要比普通 S 级道具贵了整整1倍。据说是哈利某特同款，但其实就是个盗版。隐形时间只有5分钟，冷却时间却要整整1年，比有些玩家命都长。如果不是真的遇见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他是不会轻易使用的。趁着这5分钟的时间，白瑶迅速地跑下了楼。他没有回家，虽说不太确定，但在人多的地方，暗中的存在动起手来，应该也不会那么明目张胆。走在了阳光之下，白瑶还有些惊魂未定，心脏跳动得飞快。回头看了一眼长青公寓的大门，他扭头去了商场。池乐去了一趟4楼，在整个长青公寓都没有发现白瑶踪影后，最终回到了楼梯间守株待兔。电梯发生了那么多惨案，只要是有脑子的人都会走楼梯。虽说相较于自己的队友，白瑶是最穷的那一个，他和裘青星都喜欢在系统商店里疯狂消费。裘青星喜欢买漂亮衣服，而他喜欢收集各种各样奇怪的道具，一个最没用的 C 级道具都需要1000积分，更别说他背包里更多的是 A 级和 S 级的道具。这些道具花费了他大部分的积蓄，但到底还是比普通玩家有钱的多。大概计算了一下，对付接下来的情况还是轻轻松松。此时距离副本结束还剩下不到5天的时间，1个多星期，公寓里死了3个人，伤亡比他预料中要更少。是后期都来针对他的原因吗？白瑶不清楚，但他仍旧保持着100%的警惕。再回到楼梯间，已经是快2个小时之后了。池乐原本等的都有些困倦了，结果突然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他的身体好像有些不受控制了。他往下看，结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一瞬间，他气的面容不受控制的抽搐。从1楼的楼梯间开始，
堪称刺眼的光源正在一点点的往上走，楼梯间的黑暗被一点点驱散了。那小子还真是已经完全将他的特性摸清楚了。白瑶换了一身雨衣，橡胶材质的那种，将自己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身上沾了无数个便携式小夜灯，扩散性光线，超亮的那种。整个楼梯间的黑暗都被驱散了，行走的闪耀灯球。白瑶神色淡然的往上走，迟了一点点的被挤到了最角落的地方。在那个位置，别说是现身了，就连影子形成的暗器都无法使用。迟了，我100分号成。在踏上4楼的最后一层台阶时，白瑶回头看了一眼，好像有谁在骂人，是错觉吗？迟了，挑衅，这绝对是挑衅。他就不信了，这小子接下来几天都待在公寓里不出门。昨天他可是看见了，对方买回来的食物是绝对撑不过5天的。白瑶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无意之中让一位终极 NPC 气到发狂，他的大部分注意力还是在那2台电脑上。视频的修复还没有完成，他根据之前3人的遇害事件推测出杀人的 NPC 的出没事件是在早晨和夜晚，但这也并不能说明 NPC 不会在其他时间点动手。而且真正死在电梯里的只有最开始的刘芝。自从刘芝后，萧高阳和任瑶都是走楼梯的，他也查证了楼梯间的监控，包括他刚才的经历之外，有3段全黑的视频，这3段视频也被加入了修复的列队。电梯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让 NPC 杀了人之后还要专门抛尸到电梯里？这其中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如果福杯知道了白瑶此刻的心中所想，一定会满头雾水。福杯，我也不知道啊，系统给的剧本上是这么写的，他只能照着剧本演好吧。身为藏土打工人，在副本里哪里还有自己的思想啊？咆哮 JPG 101章尖角，确实是如迟乐所想。第2天白瑶就要出门采购食材了，但他还是打扮的像个闪耀灯球。事已至此，迟乐也不得不改变想法，他一路藏在路人的影子里，跟着白瑶去了商场。商场那么多货架，那么多阴影，白瑶总不能一个个的全部都消除吧。事实证明迟乐是对的，白瑶也没有料到暗杀自己的人竟然跟了上来，眼睁睁看着眼前的货架倒下的瞬间，才猛地想到了这茬。这次他没能完全躲开，右腿被货架压住，剧痛席卷了他的全身，但白瑶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注意到这次周围的那些副本自带的最低级 NPC 看了过来，表情惊恐的想要将他从货架之下解救出来。同时他看见了对面货架的影子里站起了个黑色的身影，对方手里拿着银色的刀。昨天楼梯间内的场景重演了，银色的小刀是冲着他喉管的方向来的。危急之间，白瑶扯过了身边货架上的一个床上桌板，挡在了自己的面前，小刀定在了桌板上，力道巨大的白瑶手腕的在颤。某一瞬间，他甚至怀疑手上的粉色小桌板会被刺穿，但好在材料还算给力，他看见了完全没入桌板的银色刀尖，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在周围的人已经抬起了货架，白瑶忙不迭地站起了身，按下了身上所有便携小夜灯的开关。商场内最亮的存在出现了，顾不上自己腿上的伤，也顾不上周围传来的异样视线，他拎起自己一边挑选好的一大包物资就去收银台结账，期间余光一直注意着商场里的一切阴影，那种被注视感一直存在。他的腿受了伤，走路都一瘸一拐的，但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公寓，立刻将客厅里的所有灯全部打开。至此安全感重新回笼，将食物一股脑塞进了冰箱，然后才分出心神去看自己的伤，应该是没有伤到骨头，但还是痛得要命，血一直流个不停，也不算轻了。拿出碘伏和绷带，给自己的伤口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白瑶其实算是全能型人才，在某一方面格外突出，其他方面也比一般人都要强，但他最无法接受的就是自己格外怕痛，他的痛觉要比普通人更敏感一些，甚至都不能吃辣椒。而在这动不动就要见血的藏土世界里，这样的特点是最致命的。看着一旁被血染红的纱布，白瑶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他的嘴唇紧抿，脸色微微发白。早知道和仇姐一起组队了，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有个医生队友的好处了。他自己只会简单的消毒包扎，身上连个止痛片和消炎药都没有。好在这个副本天气很凉，发炎的概率大大降低。简单的处理伤口过后，白瑶的视线就不在自己的伤口上停留，越看越痛，分散下注意力会好一些。他再次挪到了电脑旁边，想着能不能给小阮剑声下级，加快一下修复速度。一连3天，迟乐都没能得手，他整个人都要自闭了。这将是我 NPC 的工作史上最耻辱的一笔。他辜负了福杯大人的信任。这次他看得清清楚楚，白瑶买了半个月都吃不完的食物，还有锅碗瓢盆，显然是打算在房间里蜗居到最后了。在便携式小夜灯和巨无霸电灯泡的双重夹击之下，迟乐根本无从下手。没办法，他只能再次去找了福杯。此时的福杯在5楼，他趁着洛河午睡，刚刚杀完一个人，还没来得及将尸体扔到电梯里去，就听见了自己影子里传来了试探的敲击声。福杯扯了2张桌上的纸巾，擦拭指尖的血迹，声音冷漠淡然：“出来。”迟乐从他的影子里冒了头，但一双眼睛心虚的不敢和福杯对视。福杯大人，我的任务失败了。福杯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有一瞬间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迟乐是他的下属，所以他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几年来从来就没有失手的时候，怎么这次花了这么多时间都没能将任务完成？一时间无数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闪过，
没想到他的那个同号看着弱不禁风，结果还真有两把刷子。在某一秒，福杯甚至有些为白瑶而感到高兴，可是这样的情绪也只是一闪而过。他立刻又想到了别的什么，心绪立刻发生了转变，语气也变得越发的冷。知道了。他摆了摆手，迟乐消失在了影子里。福杯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现在的心情，怪怪的，但他也说不出是为什么。他将手上染血的纸巾扔进了垃圾桶。迟乐失手了，也就是说接下来就要他亲自动手了。哪怕在藏土杀了20年的人，他到现在为止仍旧厌恶这份工作。看着地面上死状凄惨的尸体，他沉默了好几秒，然后一团黑雾将尸体拖了起来，要先把这具尸体扔到电梯里去。此时距离副本结束还剩下不到4天。洛河睡醒的时候听见了水声，他走出自己的房间，水声是从福杯房间里传出来的，对方应该是在洗澡。午饭已经在桌子上摆好了，是香喷喷的煎饺。洛河乖巧地坐到了餐桌旁，等待福杯出来在一起吃饭。不知怎的，余光看见了角落里的一团黑色，洛河跳下了椅子，靠近了那个位置，那里是垃圾桶。垃圾桶里一团黑色，看起来和福杯平时穿的衣服布料差不多。离得近了，他才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很淡，但确实存在。一时间，许多被忽视的小细节在脑海中重现，好像几天前垃圾桶里也有类似的东西，但家里的垃圾是每天都有人来收的。洛河眼眸微垂，仿佛明白了什么，耳边的水声停了，他也不作声，就像是什么都没发现一样，重新回到了餐桌旁的椅子上。福杯房间的门被拉开，洛河最小的哥哥从里边走了出来，洛河立刻就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哥哥快来吃饭，今天是热乎乎的煎饺宴。看着福杯在自己对面的位置坐下，洛河动手夹了一个煎饺放在福杯的碗里，他希望热乎乎的煎饺能让哥哥的心也跟着热起来。系统要针对的人据说都是触碰到了藏土底线，福杯也不懂，只是按照系统给出的命令办事。在藏土，不管是 NPC 还是玩家惹怒了系统，那是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反正福杯是没见，洛河除外。弟弟又小又可爱，理所当然有些特权吧。迟乐都失败了，那其他 NPC 就更不用说。福杯利用黑雾的特性从缝隙里上了4楼，等看清4楼的具体情况时，他总算是明白了迟乐为什么会失手。4楼那简直是黑暗的境地啊。白瑶一个人坐在光亮的中间，面前摆放着的据说是掌握着部分这场副本秘密的电脑。怎么回事？迟乐不是说电脑已经被他毁了吗？但仔细一想，算了，迟乐也挺不容易。福杯的隐藏手段要比迟乐高级多了，至少白瑶本人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他还在看电脑上的监控视频，现在几乎是每一天都要死一个玩家。第一个监控视频已经修复到了 90%， 不知怎的，他心中的不安感久久得不到缓解。楼下那一对兄弟的面容在脑海中一闪而过，也没怎么在监控里看见兄弟俩的活动。白瑶这么琢磨着，从沙发上站起了身。福杯攻击的黑雾落了空。福杯，不是，你这让我很尴尬。干什么去？他看着白瑶穿上了那件沾满了便携式小夜灯的雨衣，去3楼看看好了。听着白瑶的喃喃自语，福杯整个人僵了一下，眼看着白瑶已经推门出去，他手忙脚乱的原路返回到自己房间，脱下斗篷，换上平时穿着的卫衣，反复照了照镜子，确认自己身体周遭的黑雾收敛的严严实实不露破绽后，这才松了一口气。刚刚收拾好自己，就听见外边传来了敲门的声音，随即紧跟的就是洛河哒哒哒的脚步声。他在房间里，外边的声音听着并不清晰，听见自家弟弟说了些什么，然后小孩子的脚步声就冲着他房间的方向来了。哥哥，小白哥哥来找你了。洛河的声音在他房间门外响起，福杯应了一声，努力让自己的呼吸频率听起来正常，伸手拉开门，和以往如出一辙的模样，完全看不出他刚刚去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走出自己房间，福杯一眼就看见了已经在客厅里坐下的白瑶，白瑶也在往他的方向看，见他出来，微微点了点头。福杯，他没说话，伸手摸了摸洛河的脑袋。兄弟俩走到白瑶对面坐下，福杯抿了抿唇，没有率先展开话题。刚刚他还想对眼前的人动手，突然面对面坐下来，还真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白瑶没有察觉到福杯的异常，毕竟福杯的人设就是不爱说话。他率先牵起了话头，这几天都没看见你们，公寓里越来越危险了，我就来看看。身为危险本身的福杯不由自主地移开了视线，好在卫衣的帽子足够宽大，没人注意到偏移的那一点弧度。福杯当了这么多年的 NPC， 除了家人之外也没个朋友。面对着白瑶藏在冷脸下的淡淡担忧，他莫名有些不自在，尤其是在这人还是自己要杀的对象时，总感觉什么地方怪怪的。藏在袖子下的手指有一瞬间的收紧，福杯声音淡淡的了一声，这副本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不想和人交流，不想杀人，不想工作。福杯的心已经被各种各样的想法堆满了，表面却丝毫看不出什么。坐在他对面的白瑶眉头稍稍发生了点变化。福杯，你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洛河在刚刚福杯走出房间门的时候就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此刻听见白瑶的问题，也是抬头看向了身边的哥哥，被2双眼睛注视。福杯沉默2秒，然后点了点头。头疼，可能有点着凉，是有点头疼，但不是因为着凉，具体是因为什么他自己都还有些不明白。白瑶简单问候了福杯几句就离开了，毕竟主人都说了不舒服，自己也不好多待。在踏出3楼房间的瞬间，白瑶的脸色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同时
房间里的福杯也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刚刚我比他没有对白瑶的怪异装扮提出疑问，就好像福杯早就知道他为什么会穿成这样。白瑶一点点从楼梯往上走，脑海中却一直回想着刚才进入福杯家的一幕幕画面。刚打开门，连只有3岁的洛河都对他的衣着表达了疑惑和惊讶，但福杯从房间走出来后却没有一丝不对劲的表现。联想到福杯穿着遮挡面容的衣服和社恐的性格，也有可能是觉得疑惑但不好意思问，或者是露出了奇怪的表情他没看见，这样倒也能说得过去。但白瑶心中的不安却愈演愈烈。此刻房间里，福杯单手撑着额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在无意之间露出了多大的破绽。他本来想着在洛河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去把白瑶解决了，结果现在倒好，只要白瑶察觉不到自己的异常，那就谢天谢地了。看着福杯现在的样子，洛河担心的在他身边蹭蹭。哥哥，你头很痛吗？福杯叹了一口气，低头和弟弟贴贴。我没事。洛河，可是你这仿佛死了一样的语气是怎么回事啊？喂，不问还好，一问洛河就更担心了。不行，哥哥你要好好休息。洛河硬是将福杯扯回了房间。福杯顺着弟弟的意思在床上躺下，看着弟弟拿着水杯递给他，一颗心暖暖的，像是晒了太阳。谢谢小河。洛河冲着他露出灿烂笑脸。哥哥要是不舒服，我们都会很担心的。洛河口中的我们不仅仅是指家人，你看刚刚小白哥哥也很担心呀。你们已经是朋友了对吧？福杯张了张嘴，却没能发出声音。他和白瑶是朋友吗？如果此刻他去看自己 NPC 面板上的那条任务的话，就会发现任务的进度条赫然已经涨到了 50%。 因为洛河一直待在福杯的房间，福杯要继续工作也不好再开口，况且此时此刻对于系统给出的指令，福杯莫名有些抗拒。洛河也是考虑到福杯可能会趁他不注意偷偷溜走这件事，所以一直待在福杯的房间，一直到福杯睡着，洛河才蹑手蹑脚的推门出去。忙于工作，哥哥也累了吧？在福杯休息的时间内，白瑶为了抚平心中的不安，将全部心神都投入了视频的修复当中。虽说他制作的软件能够自动修复视频，但比起他手动修复速度还是要慢一些。暂且先将后边的视频放下，专心处理第一个留置遇害室的监控视频，其他事情都交给软件处理。只有第一个视频白瑶亲自动手。按理说一般 AI 总是要比人类的处理速度更快的，但白瑶对于数据的敏感程度堪称计算机，他自己动手要比 AI 软件更快，毕竟那软件也是他自己做的。视频的进度在他不断的敲打键盘下已经进展到了 90%。 白瑶单手敲着键盘，另一只手端起手边的水杯喝了一口，冰凉的杯壁触碰到嘴唇的瞬间，他突然察觉到了点奇怪的地方。怎么感觉今天异常的和平啊？那诡异的窥视感一次都没出现过，影子里也没出现过奇怪的黑影，以及腿上还没好的伤还是那么痛，太和平了吧？和平到有些诡异了。白瑶有点狐疑的左看右看，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身边总是危机四伏的白瑶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掉进了异次元空间，但仔细看看还是在长青公寓没错，周围还是亮的刺眼没错。错觉，一定是错觉，哪怕是在晃神，他手上的动作也没有慢下来。进度调到了 95%。 此时距离他从3楼回来已经过去了快3个小时。福杯也睡醒了，下了床没在身边看见洛河，悄悄地打开洛河的房门看了一眼，果然无敌可爱的弟弟就是这么乖巧，哥哥不在的时候就乖乖的睡午觉，替弟弟盖了盖被子，再看了一眼空调的温度后才出了门，趁弟弟午睡的时间抓住机会工作吧。福杯换上了自己的那件黑色斗篷，化身为黑雾消失在了3楼。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明明很讨厌系统给的杀人任务，但不管是焦虑还是心情不稳定的时候，总是想着用杀人来缓解，就好像他们已经被系统驯化了，思想一直被局限在了某个范围内，出不去也挣脱不开。刚刚下了不到1层楼梯，他就遇见了公寓里唯二剩下的玩家梁兰，住在2楼，也是福杯这次的目标。说实话，在副本开始后他就没怎么见过这个玩家，只记得对方看起来是个25、26的女孩子，总是穿着蓝色的连衣裙，戴着一副银框眼镜。此刻福杯和他隔了大概半层楼梯的样子，按理说现在的福杯是黑雾状态，在黑暗中是隐身状态，但楼下的梁兰却像是察觉到了一样，高跟鞋清脆的响动停了下来。福杯正要动手，结果梁兰的镜片闪过一抹白光。你想杀了我对吧？3楼的住户。福杯他整个人被吓到失去语言，身体周遭的黑雾开始不由自主的颤动。明明他没有动也没有说话，但梁兰就像是知道他一定在这里一样。梁兰看着懒洋洋的掰着手指头自顾自说话，你不是玩家吧？从第一天搬进来我就察觉到了，总是和弟弟待在一起不说话，偶尔还有重复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个自闭症患者，但又和普通的自闭症患者不太一样，身上总有种强迫自己必须做什么的感觉。你啊，是 NPC 对吧？福杯左看右看，手都在发抖。不是，等等，暴露了，为什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梁兰26岁，现实中的心理学博士兼漫画家，面对着本质上还是17岁少年，还疑似有心理疾病的福杯。完胜。在福杯慌乱的间隙，梁兰已经趁着机会溜走了。等到福杯再反应过来，楼梯上已经没有那个蓝色的身影了。福杯，不是，怎么个回事？对方那种开了透视的感觉是怎么个回事？为什么刚刚不能动了？好奇怪哦，好害怕哦。
福杯简直瑟瑟发抖，忙不迭地去看自己的 NPC 面板。好在系统看起来没有要惩罚他的意思。对哦，他只是暴露身份而已，干嘛要被惩罚？福杯拍拍自己的胸口，平复了一下自己狂跳的心脏。可恶，刚刚都错过了动手的最好时机。福杯一整个不甘心，直接杀到了2楼去找刚才逃脱的梁兰。结果刚杀进人家家里，梁兰就又发现了。啊，你跟上来了。对方坐在桌子前，懒洋洋的姿态，说出的话却像是重锤一样狠狠砸在福杯的心上。你看起来不喜欢说话，但意外的信任弟弟啊。我理解这种心情哦，我也有个妹妹。原来 NPC 也是有感情的吗？这一点值得记录下来。又来了，那种无法动弹的感觉又来了。福杯落荒而逃，梁兰的唇角上升了 0.5 个像素点。简单拿捏，导师说的果然没错。学好青少年心理学，走遍天下都不怕。福杯回了3楼，洛河还没醒。福杯心有余悸，现在的他是一点都不想面对那个叫做梁兰的玩家了。还是白瑶的性格更对他的胃口一点。还是老老实实上4楼好了。白瑶终于将第一个视频修复好了，点开视频，刚刚看见刘芝走进电梯，这下好了，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结果修复好的视频还没看到几秒，房间的门就被敲响了。打开门，门口站着的是福杯。白瑶有些惊讶的挑了挑眉，只见眼前的人开了口：那个，电脑上的视频还在继续播放，是刘芝慌乱的声音：有人吗？有人吗？紧接着就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我听见了。熟悉的冷漠声线和他眼前福杯的声音完全重合。在听见自己的声音从房间里边响起来的时候，福杯也愣了一下，随即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眨了眨眼。你发现了？上楼的时候，福杯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没穿上他那件黑色的斗篷，只是戴着兜帽。在白瑶瞳孔地震的时候，他的掌心已经汇聚了一团黑色雾气。看见他的动作，白瑶也终于反应了过来，他整个人猛地往后撤，心中隐隐的猜测仿佛得到了印证。白瑶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虽说白瑶要比一般人能打，但是只是擅长利用道具的他，如果面对的是藏图里的最大 BOSS， 那还是没有一丁点胜算的。黑色的雾气宛若利剑一般刺穿了白瑶的肩膀，血液顺着伤口一下就染红了白瑶白色的衣服。福杯隐藏在兜帽下的脸色有一瞬间发生了变化，怎么回事？刚刚那一击明明是冲着心脏去的，是白瑶躲得及时，还是他的手不稳？究竟是哪个答案他已经顾不上了，因为白瑶已经从窗户跳下去了。等等，跳下去了！落地窗的玻璃呈现炸裂状，碎片有一部分落在了房间里，更多的是随着白瑶一起掉往了楼下。这可是4楼啊！福杯不可置信地冲到了窗户旁往下看，黑色的钩锁环勾在对面房顶，看样子是情急之下没能回收，视线往街道上看，果不其然的看见了那个白中带红的身影跌跌撞撞的往人最多的地方跑。白瑶还回头往福杯的方向看了一眼，福杯努力辨别白瑶的口型，来玩捉迷藏。福杯，不是，就一下失手，事情怎么就变成了这样？虽说 BOSS 确实是有一定的特权，但要在这么大的城市里找到一个玩家，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简直堪比大海捞针。白瑶估计是早就想到这一点了。一看副本剩余时间只剩下2天，福杯，今天真是他最倒霉的一天。攻什么座？回家睡觉。白瑶先是乘坐地铁，又是公交，最后骑了半个小时的自行车，找到了一家小旅馆。旅馆是真的很小，甚至都不用身份证登记。开了一间房，他这才开始给自己处理起伤口。肩膀上的伤口很深，几乎贯穿血肉，鲜红的血液一直流个不停。白瑶再一次后悔这次怎么没和裘青青一起组队，这样的伤口他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处理，受了伤要去医院是常识，但他能想到的，福杯肯定也能想到，万一被抓了那就不好玩了。他的电脑还扔在长青公寓，但也没必要去拿了。一个视频修复完成，那其他视频就没有修复的必要了，就是有点心疼自己用来买设备的积分，兑换出绷带给自己的伤口包扎了一下，还是撑到副本结束找裘姐处理吧。血能暂时止住，但疼痛是难免的。白瑶极其怕痛，躺在床上又怕压到伤口，只能一个人缩在角落抱紧委屈的自己，期间不由自主发出因为疼痛而溢出的气音。福杯当然没有直接回家睡觉，他先去市里的医院转了一圈，大大小小的医院全都找了一遍，不管是3甲医院还是小诊所，连白瑶的影子都没看见。等到能想到的地方都找了个遍后才回去睡觉的，绝对没有懈怠工作，就连系统看了都挑不出刺。距离副本结束还剩下2天左右，甚至在某一瞬间，福杯简直想就这样睡到副本结束好了。回家刚推开家门，对上洛和可爱笑脸的瞬间，脑海中一切想法全部都被抛在了脑后。小何饿了吗？洛河摇了摇头，不饿，就是有点想小黑他们了。这还是唯一一个洛河什么小动物都没带进来的副本，这么久不见还真是有点想。福杯点点头，伸出手摸摸洛河的脑袋，就快结束了，最多也就2天的时间。在最后的时间内，福杯也不忘继续工作。可是，一面对2楼的梁兰，他就会被揭底。每到这个时候，他整个人就会变成一种无法动弹的莫名状态，连动都动不了，更别说动手杀人了。暂且放弃这边，继续找白瑶。但这个副本所在的城市实在是太大了，找一个人宛若大海捞针。哪怕福杯移动起来很方便，也有一定的 NPC 特权，但是到副本的最后1秒都没能找到。白光闪过，白瑶回到了玉文轩的大房子，
一睁眼就看见郁文轩和裘青青，一个坐在沙发上，一个坐在餐桌边，都用一种惊吓的目光看向他。郁文轩就在他对面的沙发上，看见他连忙伸手来扶。小瑶怎么伤得这么重？白瑶顺着他的力道站起身来，裘青青也连忙走过来查看他的伤口。我就说该和你一起组队的，到底怎么一回事？白瑶脸都痛得发白了，还要强撑着一张冷脸维持自己的酷哥人设。说来话长，交了个朋友。裘青青皱眉，交个朋友，结果把自己弄成这样。白瑶冷着脸抬头，你和沐月不也是一样，我伤的还没你重呢。裘青青，他的手下意识的一重，痛得白瑶忍不住惨叫出声。郁文轩听着白瑶的声音，宛若感同身受一般，皱眉提醒裘青青，仇姐你轻点，小瑶看起来都要痛死了。裘青青，没办法，都是弟弟，除了包容，他还有别的选择吗？第105章婚礼前夕。在过了1周的休息期限后，梁兰没有丝毫犹豫地进入了下一场副本。刚刚进入副本，低头看看自己，脸上的眼镜没有了，穿着一身蓝色的襦裙，头发也被盘成了发髻，是个古代副本。他还在恍惚，就听见身后传来了陌生的声音：管事，梁管事。梁兰回过头，一个丫鬟模样的人手里捧着一个托盘，正疑惑地看着他。看来自己现在的身份还是个管事。那丫鬟看他回头，明显的松了一口气。梁管事，这是小姐婚礼要用的首饰，您快些给送去吧。说完就将手上的托盘递了过来。梁兰神态自然地将托盘接了过来。我知道了，你去忙吧。看了一眼托盘上闪得要命的珠宝，看来他还是某个大户小姐身边的管事。梁兰带入剧情带入的极快，目送着丫鬟走出房门后，才去看自己的玩家面板。任务：尽好自己的职责，保证婚礼的顺利进行。以下附上洛家庄园的地图，请大家努力存活到最后一天。梁兰看了一眼那个所谓的地图，记住了小姐房间的位置，关闭了自己的玩家面板，捧着托盘越过了长长的回廊，一直走到了庄园中心的位置。洛家大小姐的房间旁边是一个花园，里边种着各式各样的花草。梁兰没有多看，伸手敲了敲门：小姐，你的首饰我送来了。房间内一阵安静，过了好几秒后，才听见一个女声响了起来：放门口。声音还算清亮，透着股慵懒的感觉。梁兰应了一声，将手上的托盘放在了房门门口。梁兰转身离开，重新回到前院。一路上遇见的下人都毕恭毕敬地和他打招呼，看来这个管事在洛府的地位还算高。梁兰没有理会一路上冲他堆笑的人，他分不出哪些是 NPC 哪些又是玩家。每走出一段距离，洛家庄园的地貌就被他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进入陌生环境的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摸清地形。姐姐，梁兰被陌生的声音叫住了，回头看，一个小孩子正站在树的下边，笑眯眯地看他。小孩子的脸色堪称惨白，穿着一件白色的袍子，看着很单薄，头发也能看得出梳过的痕迹，但现在已经很松散了，耳边和额前都有零散的碎发。虽说能看出五官精致，但眼尾红的吓人。梁兰隐约觉得这小孩有点眼熟，但他也没戴眼镜，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起来到底为什么眼熟。不过这小孩一看就不对劲吧，像个鬼娃娃。这个鬼娃娃当然是洛河。这场他是和兰州一起的，也是系统创造的新副本，在前期几乎不允许兰州露面，洛河闲着也是闲着，就来跟着跑个龙套。洛河余光看见自己皮肤的苍白色泽，不由得在心里感叹了一声：白参姐姐的鬼术还真是厉害。白参和之前的王两容曼一样，是只女鬼，属于兰州的直系下属。在进入副本的时候，用鬼术将洛河暂且同化成了一只小鬼，更符合副本特性。洛河阴恻恻，自认为得冲着梁兰笑，小手还冲着那个方向摆了摆。梁兰有些茫然，进入藏土这么久，他见过的 NPC 也不少了，有长得巨丑无比的，也有缺胳膊少腿的恶鬼。虽说他眼前的这鬼娃娃看起来阴森森的，但仍旧是个极其漂亮的孩子，笑容还能看出几分可爱的味道。他往周围看看，周围没什么人，哪怕有下人经过，也对树下的鬼娃娃视若无睹。鬼娃娃往一边的小池塘指了指：姐姐，我的蹴鞠掉到池塘里了，可以帮我捡一下吗？梁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了过去，确实看见池塘的水面上飘着一只蹴鞠。红色的蹴鞠看起来和寻常蹴鞠不同，不像是用来玩耍的，倒更像个好看的摆设，上边镶嵌着大大小小的宝石。也正因为如此，红色的蹴鞠要比寻常的蹴鞠更重一些，大半都没入水中，只能看见一个圆圆的顶露出水面。一时之间，梁兰不知道该不该拒绝。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耳边响起了滋啦滋啦的声音，是系统。系统的声音听起来奇奇怪怪的，好像和之前有什么区别。滋啦滋啦，不可以拒绝；滋啦滋啦，不可以拒绝鬼娃娃的要求。梁兰，既然系统都这么说了，梁兰左右看了看，从角落里找了把扫帚出来。老式的扫帚都是由竹枝捆在一起组成的，探出去很容易就勾住了蹴鞠。梁兰这才发现，这红色的蹴鞠上还有一串黄色的穗子，竹枝勾着穗子，蹴鞠被带上了岸。不过奇怪的是，这蹴鞠在水里泡了这么久，再捞出来的时候竟然是干燥的。梁兰海上手去摸了，干干爽爽，上面的宝石透着凉凉的触感。他拿着蹴鞠放在了靠近树的位置，只见鬼娃娃冲着他笑了一下，然后那个距离他还有一段距离的蹴鞠无风自动，蹴鞠滚到了脚下，鬼娃娃没有伸手去拿，只是笑着，他身形一点点变淡，随着他一同消失在原地的还有那个红色的蹴鞠。
这画面简直堪称诡异。青天白日的，梁兰不自觉地出了一身的冷汗。这个看起来和平的副本，绝对隐藏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梁兰揉了揉眉心，当初进副本的时候，突然她满脑子的都是找到妹妹，到如今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场面，可还是没有找到妹妹的半点影子。死丫头跑哪去了？后院花园，一男，你可得好好照料这一片牡丹，小姐成婚当日要用的。不知怎地，一男莫名打了个喷嚏，从一堆花朵中直起了身子，对着说话的人应了一声：我知道了。话音刚落，又是打了一连串的喷嚏。他茫然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谁在背后念叨我？说着话，一个毛茸茸的东西从他脚边蹭了过去。一男被吓了一大跳，低头一看，是一只黑色的小猫。小猫抬头，一双翠绿色的眼眸像是宝石一样透亮。喵！黑色的小猫叫了一声，柔柔的声音叫人听得心里发软。一男茫然，怎么感觉这只猫有点眼熟？但他来不及深思，就被一声响动打断了思绪。刚才叫他的那个小丫鬟面目惊恐地看着他的方向。猫叫，一男你听见了吗？哪里有猫？只不过是一声猫叫，这丫鬟就好像看见了世界上最恐怖的东西，手上原本拿的东西摔了一地。一男再低头看，他脚边的那只黑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消失不见了。抬头，那丫鬟已经走到他身边来了，左看右看没看见猫，丫鬟的表情才稍稍变得正常了些。听错了吗？一男在现实中就开了一间花店，这场副本他随机到的身份是花匠，也算是专业对口了。这座花园大极了，与其说是花园，倒不如说是一片花田。他一整天都在花田里忙碌，险些忘记自己是在藏土。脏兮兮的从花田里抬起头，伸手蹭了蹭脸上的泥土。一男看向了花园旁的房子，眉目间闪过思索。听其他人说，这个房间里住的是洛家大小姐，可是一整天他都没有看见房间里的人出来过。或许可能有人来，但是也没人进去。不过之前是不是听见了个熟悉的声音？太忙了，都没注意到这些细节。这可不行，进入副本是为了活命的，光顾着干活算怎么个回事？他已经不是对藏土一无所知的小白了，之后得好好注意一下这些细节，说不定就是活命的关键。一男伸了个懒腰，往自己在这个副本的住处走。洛府给他安排的地方就在花田旁边，是个不大的小木屋。虽说环境算不上最佳，但好在整洁，也不用和其他下人挤在一起住。一男喜欢可以一个人待着的环境，但当他夜晚听到悠悠的哭声时，就不太喜欢一个人待着了。明明门窗关的都很严实，那哭声就像是回荡在他耳边一样，无孔不入。一男将自己整个人从头到脚缩在被子里，可哪怕是这样，他仍然能听见那声音。一男小心翼翼地将头从被子里探出一点，这个房间确实是小，小到一眼就能将整个房间尽收眼底。房间里什么都没有，他从床上坐了起来，点燃床头的烛台，打开了门。在门被打开的瞬间，那哭声更加明显了。一男壮着胆子左看右看，夜晚的庄园很安静，也很黑，烛台的光线根本无法照亮太多的范围。以一男的视线，他能看见洛家大小姐的房间门口挂着2盏大灯笼，红色灯笼的光线照出来的也是红的，随着晚风被风吹得一晃一晃，看着有些诡异。接着灯笼的红光，一男无法判断那诡异的哭声究竟是从何处传来。烛台的烛火也被晚风吹得不稳，火光闪烁。他眨了一下眼，结果就是眨眼的瞬间，视线的角落里出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瞳孔地震。黑暗中，那个身影仿佛被聚光灯笼罩，是那么的显眼。半透明的身体仿佛闪着白光，皮肤白得吓人，但眼尾却是异样的红。一男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孩子是他曾见过的，在之前游乐场的副本，那个小丑身边的小静，怎么又在这个副本里出现了？洛河满脑子都是吓唬人，完全忘记了自己之前还见过的一男。他冲着一男笑：姐姐，你有看见我的小猫吗？小猫。一男的脑海中瞬间就想到了自己白天时看见的那只黑猫，与此同时，脑海中响起了系统的声音：不可以拒绝鬼娃娃的要求，不可以让鬼娃娃伤心，不可以让鬼娃娃难过。不知道是不是夜晚的原因，还是一男的心理因素，总感觉系统的声音好像有什么奇怪，像是在刻意压低声音似的。不过一男没太注意这些小细节，他紧紧盯着眼前的鬼娃娃，长着和之前小静一样的脸，但气质却完全不同。怎么 NPC 也有撞脸的情况吗？一男暂且先将一切的一切抛之脑后，全部注意力都用来应对眼前的情况。他想回答鬼娃娃的话，但是喉咙却干涩沙哑，张了张唇，只能发出1、2个简短的音节。女人哭泣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鬼娃娃笑着，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姐姐，你有看见我的小猫吗？一男强行忍住头皮发麻的恐惧感，音节几乎是一个一个往外蹦的。白天的时候见过。鬼娃娃动作缓慢地转了转头，他看了看周围，脸上的笑意稍微减淡了些，多了几分苦恼。小猫，我的小猫去哪里了？鬼娃娃的身影就这样一边寻找着什么，身形一边走远，一点点消失不见了。小猫，姐姐的。半透明的身影消失不见了。一男好像听见了什么，但内容太过含糊，他完全没有听清。恐怖的鬼娃娃是消失了，但那哭声还在，可找不到哭声的来源，一男又不敢走远，最终没办法，只能回到了木屋里，强行让自己入睡，可是伴随着诡异的哭声入眠。他做了一夜的噩梦。一男不知道哭声是什么时候停的，
他在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微微发亮了，朝阳落在花田之上，这画面简直美到了极点。可一男挂着一对黑眼圈，完全无心欣赏了。工作，不管是副本内的工作，还是为了结束副本的工作，全都要好好完成。一男神情恍惚，却听见了一道熟悉的声音。他苦笑，都困出幻觉了吗？我怎么听见了梁兰的姐？一男回头，再看清迎着光站着的人时，整个人都傻了。那人穿着蓝色的襦裙，没有戴眼镜，但还是那熟悉的面孔。他不可置信地重复了一遍：姐。梁兰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以为是自己没戴眼镜看错了。但在一男发出声音后，他就确认了，这确实是他在现实世界失踪了2个星期的妹妹。现实时间失踪2个星期，但实际不知道在藏土待了多久的一男，在确认眼前站着的人真的是自己姐姐的时候，人还没反应过来，眼泪就先淌下来了。梁兰微微皱着眉，将手上端着的东西暂且放在了一边。她稍微走近了一些。哭什么？过来。还是在家里的语气，就好像他们之间并没有错过太多时间，只是早晨出了门，下班回家后在家里重逢了。一男手上拿着的洒水壶哐当一声落在地上，壶里的水洒了满地，但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仅仅是几步路的距离，他走得磕磕绊绊，像是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梁兰很有耐心地站在那里，看着妹妹往自己这边走过来，脸上挂着泪水，扑进了她的怀里。一个成年人的重量算不上轻，但梁兰游刃有余，倒不如说这样的重量让她感到安心。脸上的神色变得温柔，她摸摸一男的头发，辛苦了。姐姐的一句话就让一男控制不住的嚎啕大哭。进入副本这么久，他目睹了无数生死，在求生意志的促使下被迫成长，没有姐姐悉心的照料，他的胆小挑食，一切被浇灌出的坏习惯全部都开始发生变化，这让他几乎已经忘却了现实中的生活。可只要一见到眼前这个人，他仿佛就回到了家里，面对着不管怎样都会给自己兜底的姐姐。从小相依为命一起长大的姐姐，不管在哪里，只要有姐姐的地方就是家。一通大哭将心中的委屈发泄得七七八八。一男也猛地想起了其他的事，他红着眼眶上上下下的打量梁兰。你怎么会进来的？有没有受伤？这里这么危险，他的话语无伦次，但梁兰却是垂眸认真的倾听。一男话说到一半，声音一点点的弱了下去。是哦，是他犯傻了，姐姐一直都是游刃有余的，不管是做什么都要比他更强，他都能好好的活到现在，更别说眼前的梁兰了。看着眼前的瘦弱的妹妹，梁兰只觉得有些心疼。她伸出手蹭了蹭一男眼下的位置，怎么这么深的黑眼圈，看着又瘦了，本来就矮，在这里都吃不饱吧。梁兰1.7米，一男1.55米，两姐妹的身高本来就有一定差距，此时差距看着更明显了。两姐妹话没说几句，梁兰连忙和一男把队组上，生怕再把妹妹弄丢。等一会儿我来找你，还有任务。说话时，她看了一眼被自己放在一边的东西，那是一个托盘，托盘上放着红色的嫁衣，嫁衣上的刺绣都是用金线绣的，哪怕看不见全貌，也能脑补出这嫁衣的华美。一男点头后退2步，但视线还紧盯着梁兰的动作，连眼睛都不舍得眨。梁兰无奈，顶着妹妹的视线走到骆家大小姐房间门口，伸手敲敲房门。小姐，你的嫁衣送来了。她得到的还是和昨天一样的回答，放门口。梁兰将手上的嫁衣放在了房间门口，重新回到了一男的身边。她冲着一男眨眨眼，走吧，姐姐带你吃好吃的。一男就这样被姐姐牵着去了进入副本后还没去过的前院。他在这个副本的身份是小姐的专用花匠，虽说是专用花匠，但地位还是比较低的，能去前院的机会很少。但梁兰带着他，有着梁兰妹妹的身份，他一下子哪都能去了。被姐姐保护着的安全感久违的笼罩了一男全身，他眼眶酸酸的。找到姐姐了，哪怕马上死了也不会再有遗憾了。不，能活着的话还是要和姐姐一起活下去的。梁兰比一男进来的要晚，但等级可要比自家不成器的妹妹强出太多，积分大部分也存着没有使用，在副本里买些好吃的东西给妹妹吃还是绰绰有余的。为了预防意外的情况，只要满足了基本的衣食住行，剩余的积分都是不敢动的。毕竟在系统商店的最后一页，有一个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商品，回家的道路等级 SS， 脱离一切痛苦的道具，使用后将会回到一切都没有发生的地方。系统商店内唯一的 SS 级道具，价格也极其美丽，整整1个亿。这样的天文数字是几乎不可能积攒得下来的，但大多数玩家心中还抱着一丝希望，万一呢？万一就能回家了呢？姐妹俩久别重逢，也并不只是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她们还稍微讨论了一下这场副本里的情况。任务是让婚礼顺利举行，并没有附加条件，完成的界限也很模糊，好像也没出现什么惩罚的情况。但与之相对的就是另外一点，他们都遇见的那个鬼娃娃。和意味不明的主线任务不同，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鬼娃娃反倒更像是主线，一点不对，惩罚就会降临。因为昨晚的恐惧，一男已经完全将这个鬼娃娃和之前副本中遇见的小镇的相似处藏在了脑海深处，只当是 NPC 也会撞脸。进藏土这么久，他们已经习惯了系统时不时就在任务里藏个坑，看起来无解的谜题，答案往往就藏在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细节里。但现在副本才刚刚开始，看不出什么名堂。梁兰和一男在副本中的身份相差较大，一个住在前院，一个在后院。不过好在组了队之后能够简短的远程交流。
一男回去工作，梁兰还不放心的再三叮嘱，遇见什么事了就立刻联系我知道吗？不用担心打扰我。一男点头都快点累了，梁兰才放他回了后院。因为怕耽误事，两姐妹也没有在一起待太久，就不到1个时辰。一男回到花田的时候，还专门看了一眼洛府小姐房间的方向，原本放在门口的嫁衣连带着托盘都不见了，想来应该是刚才被拿进屋去了。就很奇怪，据梁兰所说，她昨天也来送过东西，可一男完全没有听见有过开门拿东西的声音，是自己因为照顾花田太用心，所以没注意吗？一男的视线在那个房间的门口多停留了几秒，在什么都没看见的情况下，清清楚楚的听见了一声猫叫，一声柔柔的猫叫，让一男不知不觉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在一男脑补出无数个诡异画面的时候，洛河正在自家姐姐的房间里给小黑喂点心，浑体的状态也不影响他撸猫，给小黑喂了一块鲜贝，一只爪子捏了捏猫咪的耳朵。小黑演得不错，乖猫咪。小黑蹭蹭洛河的掌心，娇娇柔柔的喵喵叫。房间很大，中间用红色的纱分成了2半。洛河在房间的这一边，地上铺着毛茸茸的毯子，他和小黑坐在毯子上玩。小黑的爪子边上还放着积木和拼图，一旁的矮凳上是点心和零食，还红纱的另外一边有一张很大的桌子，上边摆放着嫁衣和各种各样的首饰。兰州坐在铜镜前，手边是各种各样的胭脂水粉。白参站在他的身后，手上捧着一缕兰州的发丝，小心翼翼地梳。兰州皮肤白得吓人，有一头长至脚踝的白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双浅红色的眼睛眨了眨，不是血液的鲜红，而是更像是粉色的浅红，像宝石。他用余光看了一眼红纱那边的2个小身影，眼中浮现出些微笑意。小何的演技要比我想象中更好。这话是在和身后的白参说。白参点点头，是的，小何大人很有天赋。是的，他不仅有天分，系统对他的宠爱也过于明显，就好像这孩子天生就是属于藏土的。兰州最近也在思索，自从和沐月聊过之后，但家里最小的弟弟身上就像是笼罩着一团又一团的迷雾，怎么也看不透。兰州伸手揉了揉眉心，敛去了眼中的深思。不管怎样，洛河是他们的家人，这一点是怎么都不会发生改变的。这样想着，兰州的视线还没有从铜镜上移开，但话头却是冲着洛河去了。小何不要吃太多零食，一会儿就要吃午饭了。好。洛河乖巧地应了一声，然后将矮凳上的零食盘子放到了桌子上。小黑也不可以再吃了。好的喵。